今年粮价不错，卖了个好价钱。哎呀，可不是嘛！多亏新来的县令大人压住了那些黑心肝的粮商们，不然怎么哪能这么顺利啊？今年是个丰收年，小河村的村民们卖完粮之后，脸上总算有了些笑容。唯老柳家不一样，他家老大揣了卖粮的钱去赌，输光了不说，还借了印子钱。我怎么就穿越到这么穷的人家来了？这头晕脑胀浑身疼，应该是高烧了吧？哼，你个挨欠刀的，给我起来！装什么死啊！放开，疼！刘仙儿头皮被老秦婆扯得快掉了，疼得她灵魂出窍，眼泪狂飙。虎爷，您看这闺女，她模样好，身体条也好呀。像她这般模样身段的，那卖去窑子少说得20两银子。院内站着几个凶神恶煞的汉子，为首的汉子十分高大，面容冷峻。刘老大被一凶巴巴的汉子踩在脚下，汉子手里的柴刀就搁在刘老大的手腕上。陈虎冷冷瞥了一眼柳杏儿，柳杏儿顿时感觉灵魂都在战栗。哼，他快死了。这不还没死吗？哎呀，命贱的人好活！您看您也没个婆娘，把她弄回去当婆娘，她指定能把您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她勤快又会伺候人，您就是打着灯笼去找，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媳妇儿。第8两。柳婆子一听8两，下意识就要讲价。这也太少！你再磨叽下去，他就死了，8两都不值了。娘，8两就8两吧。娘，立刻去给他钱呢，不然儿子的手就保不住了。赌方规矩，10两银子一条胳膊。老三，动手。这话音一落下，汉子忽然将柴刀高举，所有人都吓得往后退了几步，有胆小的更是捂住了眼睛。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况且欠条上写的明明白白，钱还不上，胳膊腿来凑。别砍，我给钱，我给。钱到手，陈虎扛起柳杏儿就走。刘老婆子给了钱，心疼的哟，像是在挖他的心一样。哎呀，老娘攒了一辈子，就只攒了10两银子，结果一下子全没了。哎呦，早知道啊，就把那个丧门星早点卖进窑子，那还能有2两银子的事儿。被陈虎扛在肩头的柳杏儿听着老钱婆越来越远的哭嚎声，不知道该庆幸没被卖进窑子，还是该害怕未知的未来。哎呀，这么轻，老子警告你啊，敢死了让老子亏本，老子就把你扔进山里喂狼。妈耶，亏本是啥意思啊？这男人难道像老钱婆说的那样，想将我养伤一养再往窑子里卖？不行，我得想法子，可不能被卖进窑子。不行，我得想法子，可不能被卖进窑子。这个陈虎原主的记忆里有，他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当年一个村子出去了20几个人，就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了，从此靠打猎和收账为生。这个人凶狠毒辣，前头打死了3个老婆，凶名在外，10里8乡没人敢嫁女儿给他。且别看他又能打猎又能收账，可家里有3个儿子，一个在念书，一个病恹恹的，一个瘸了腿儿。这么大的负担，陈虎再能挣钱也是家徒四壁。真是刚出穷窝又进穷窝。都说抓住男人的心，就先抓住男人的胃，但问题是这陈家也要有东西给我霍霍才行吧？小腹难为无米之炊啊！若我像别的穿越女那样有卓绝的医术就好了，这样一来就可以凭借医术说服陈虎不卖我了。刘杏儿上辈子是个美食博主，想来想去，她如今能走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让男人留下她做媳妇。哪怕是面对被打死的风险，也比被卖进窑子里强。等身体好了之后还能跑的呀。心里有了初步方案，柳杏儿的精神就松懈了下来，一松懈，胃里就翻江倒海，脑袋也晕乎得更加厉害起来。我难受。蚊子似的叫声跟春天里被微风吹起来的柳絮似的，让人耳朵痒痒。真麻烦。陈虎硬邦邦的哼哼一句，但肩膀一侧，手一翻，柳杏儿只觉得眼前一花，人就到了男人怀里。男人的胸膛宽阔又厚实，靠在上头硬邦邦的，清秀之下有一股子皂角的清香。柳杏儿忽然就有一种这人可以依靠的错觉，不管感觉会不会骗人，柳杏儿这会儿也闭上了眼睛。她真的是太难受了，她不放心也没招，祖上鱼肉没资格发表意见。嘿，老大，这娘们竟然不怕你啊！老大，你在村里可是能治小儿一提的存在，大姑娘小媳妇儿的，老远见着你都要打摆子呢，这女人不会是烧糊涂了吧？
在你怀里都能睡得这般香甜啊？叫嫂子。老大，您真想好了。照我看啊，县里卖酒的那个陈寡妇就不错，不但不怕你，而心里眼里都是你啊。还放话说了，只要你肯娶她，他爹留下来的酒铺就归你。你乐意你去？我倒是想啊，可人家看不上我。滚吧，去赌坊交账，差的钱跟账房说，从老子这个月的抽水中扣。赶走了宋老三，陈虎就加快速度往家里赶。爹，你回来啦！破败的茶门口守着一个小孩，远远看到陈虎，眼睛就是一亮。然而当他看到陈虎怀里的柳杏儿时，笑容就消失了。已经是深秋时节，孩子还光着一双脚丫子。柳杏儿在心里对陈虎再度打了个大大的红叉。不愧是打死了3个老婆的男人，自己人模狗样，却对孩子这般差劲。以后她就是你们娘。陈虎说完就越过孩子进屋。我们不要娘！他冲着陈虎吼，杵着拐杖扭头就走，进屋便使劲甩门。陈行，你给老子滚出来！老子给你脸了是不是？谁这么就爱说话的？柳杏儿吓得一抖。我操，太凶了！我真的能熬到偷跑的那一天吗？这回不是给我二哥看，是给他看。说完就气哼哼地跑掉。徐郎中在家就听说了老柳家的事儿，他是村里少有不怕陈虎的人，毕竟他也给陈吉看过好几年的病了，陈虎从来对他都是十分有礼。病拖得太久了，很凶险，不一定能救回来。你可跟柳家人立了字据，若是没有立字据，就把人还回去吧。8两银子呢，可不少啊。还请您尽量给治一治。那行，我打的药，先给你配上一副，就今日分3次吃。明天一早呢，我再来瞧瞧他，若是有起色，再另外给他配药；若无起色，就只能准备后事了。若他好了，你打算如何处置啊？柳杏儿是个好姑娘，你若打算卖，千万不要卖去窑子，那地方毁人。她好了，我娶她做媳妇儿。你是该娶个媳妇儿帮你操持这个家了。柳杏儿若能好起来，的确是个好人选。徐郎中出屋去外头翻他的药箱，来之前就知道柳杏儿是风寒，因为在前日柳杏儿洗衣服的时候掉进了河里，不知被谁捞起来放到岸边，后头就听说她起了高热，老柳家不肯帮她请大夫，就连她说可以赊账，老柳家也不肯让她给看病，逼得刘老二2口子带着儿子回江氏的娘家借钱。原来他们是想用柳杏儿抵赌债，故意不给治，故意逼走刘老二2口子的。我打听到县城的回春堂下个月要请从宫里退下来的老太医去坐诊2日，不如你去打听打听，若能带你家老二去找太医看看，说不定有的治。只是我听说诊费得200两银子。200两银子，也不知陈虎能不能拿出来，便是能拿出来，又敢不敢用200两去打水漂？给你娘熬药，别耍花样啊！她可是8两银子抵来的。爹，我乖乖听你的话，认她当娘。你会带着二哥去回春堂找太医治病吗？会。陈行抿了抿嘴唇，决定自己再少吃一点，省一点。你再敢将老子给你的衣裳鞋袜卖了换钱，老子就不带老二去找太医了。走到灶房门口的陈行闻言，身形一僵，蔫了巴巴的应了一声。陈虎从墙角拿了一根打了补丁的麻袋，往肩上一搭。老子我出门一趟，你把家守好，隔一会儿去给你娘换下额头上的布巾子。她要是死了，老子就花20两再买一个回来。哦。陈行沮丧地捡起柴火往灶堂里塞，越想越气。真是的，就不能不要媳妇吗？媳妇有啥好的？平白多一张白吃饭的嘴不说，还打人骂人，成天总想着跟小白脸跑。陈行的腿就是发现第2个女人跟小白脸跑，他去追，被小白脸推下山坡摔瘸的。陈虎去了镇上，他先去当铺给陈行买鞋袜衣服，这里的衣服鞋袜相当便宜，能用极低的价钱淘换到比较好的东西。有没有陈虎想问有没有女人穿的，但话都到嘴边了，他还是咽了回去，给钱走人。从当铺出来，陈虎径直去了布庄，扯了些红布，又扯了些碎花布，买了些棉花，再去银匠铺子买了一根银簪子，1对银钉香。成亲的时候别人的媳妇儿有的，我陈虎的媳妇儿也要有。买完这些东西，他一头扎进粮店，买了2斤细粮，10斤粗粮，还买了2斤大米。这下子手里的钱就彻底没了，都是比脸干净。他没醒，我正准备把药端过来叫他起来喝药。陈虎瞥了他一眼，
陈星忙改口：“娘没醒。”说完，他整个都不自在起来。陈虎将给他买的衣服鞋袜递给他，自己用热水洗了晾上，你再敢卖试试。陈星有些委屈，他是打听过价钱的，根本就没有卖亏，还有的赚呢。陈虎一手提溜着装着红布的包袱，一手端着药碗出去。这个女人一来就霍霍家里的钱，爹竟然还给她买新布。前几个女人爹都没给他们买过呢，这花的可都是二哥的救命钱。陈虎推开房门，推了推床上酣睡的女人。星儿，起来喝药。女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她将手指放在他的鼻子下面，发现呼吸烫得惊人。看来是烧得不省人事了。陈虎将她搀扶起来，让她靠在自己的怀里，端着碗给她喂药。然而根本就喂不进去，药顺着她的唇角淌了下去，将她胸前的衣襟打湿了一片。陈虎的目光停滞在柳杏儿湿润的衣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看，但陈虎的脸还是迅速烫了起来。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呀，药必须灌下去，不然他就是死路一条。干脆自己喝一口药，抬手将柳杏儿的嘴捏开，渡了进去。女人的嘴唇很烫，也很软，不大会儿功夫，碗里已经空了。陈虎的心忽然有点空，鬼使神差的，陈虎再度垂头，含上了女人的唇。女人的唇舌软得不像样子，让人舍不得放开。直到女人忽然睁开了眼睛，两人四目相对。陈虎的脑子空白了片刻，身体反应极快，迅速往后弹，结果一个没站稳，摔倒在地。床上的女人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又将眼睛闭上。屋里静谧极了，陈虎能听到自己胸腔里急促的心跳声。他被人追杀的时候都没这么害怕过。爹，你怎么躺在地上？陈虎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饭好了？还没好，我来拿药碗。爹，这要熬多久？您不清楚吗？行了，这里不用你，你该干嘛干嘛去。小孩有些迟疑，可陈虎的话他不得不听。陈虎把药碗洗干净，揭开锅看粥，见锅里的米少得可怜，便又去舀了一大碗米，洗倒进了锅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用省着米粮，老子能养活你们。可是做了馍馍呀。陈虎将蒸笼打开，上头就放了5个拳头大小的杂粮窝头。这点够谁吃啊？够爹吃，我都啃过红薯了，得省钱给二哥治病呀。说多少次了，钱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以后老子不在家，就像现在这般做。若老子在家，窝头再加10个。小孩吓得哆嗦，连忙应了下。哼，你不在家的时候能管着我。陈虎自然看出了小孩的敷衍，但他也没法子，他不会养孩子，若是会养，便不会一个卧病在床，一个小年纪就瘸腿。他不由得转头往卧房的方向看去。如今床上躺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村里出了名的能干姑娘。等她好了，一定会帮忙照顾好这个家吧。至于家里以前的女人，那些女人只是他找来看孩子的，不是找来当媳妇的。这一个是他一眼看上的女人。说起来也是奇怪，他不是没有在村里看见过柳杏儿，但以前看柳杏儿，陈虎内心一点波澜都没有。但这次将她从河里捞起来之后，就控制不住会去想她。也正是因为如此，陈虎主动揽下了去柳家收账的活儿。你跟你二哥的必须吃完啊，敢剩下或者藏起来，小心挨揍。哦。看着陈虎舀了一碗汤多的粥，便问：爹，这碗是给谁的？给你娘的。小孩闻言眼睛一亮，稀的给那女人，他可太满意了。爹，我给娘端进去，顺便喝几口，可不能便宜了那女人。反正最后都要跑，干啥对她那么好？不用你管，你跟你二哥2人吃你们的。说完，陈虎就寻了一根木材削了起来。小孩只能找了个篮子，将2碗干干的粥和窝头装进去，提溜去厢房。小孩就是小孩，他哪里明白高烧的人得多喝米汤才行，你给他吃干的，也要他能吞咽得进去才行啊。家里没有勺子，陈虎的匕首锋利，没一会儿功夫就削好了一个勺子。他在勺子柄上刻了一朵杏花，这还没完。陈虎打开柜子，柜子里有一小包糖霜，是他跟粮食一起买回来的。他往粥水里放了些糖霜，等到粥水没那么烫了，这才端着碗进屋。这次进门，女人竟然醒着，她靠着床头坐着，水润润的杏眼戒备地看着他，眼底的慌乱快溢出眼眶了。他大步走过去，女人则使劲往床角缩。陈虎的脸色有些难看，直接坐上床头，伸手将柳杏儿抓进自己怀里。柳杏儿尖叫一声，摸黑吃饭的2孩子一起竖起了耳朵。好好喝粥，敢撒出来试试。
听到隔壁传来他爹凶巴巴、恶狠狠的声音，陈行开心的笑了，吃到嘴里的粥都香了很多。二哥，爹对那个女人不好，等你的病好了，咱们就让爹把她赶出去。他的去留爹决定，你不许掺和。倒是可以利用这个女人，200两银子太多了，爹一定会为了这个银子去冒险。为了我这个必死的废人，何必呢？爹带回来的女人一个比一个不靠谱。大哥上次回来说已经为爹物色好了一个媳妇人选，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爹竟然要让抵账来的女人当媳妇，那女人也配？隔壁陈虎一口一口地喂着柳杏儿，甜甜的清粥入喉，顿时让柳杏儿浑身都暖和了起来。我喝不下了。陈虎看着碗里剩下的半碗粥，皱着的眉头能夹死苍蝇。怎么就吃这点儿？比猫吃的还少。他想起了小孩，小孩也总这样。喝，我养得起自己的媳妇儿，不会差你一口吃食。凶的嘞！柳杏儿一粒粒泪珠吧嗒嗒的往下掉，不知怎么回事，孩子们掉眼泪，陈虎嫌弃男孩子掉猫尿不好看，眼前的女人掉眼泪，他竟然觉得心疼。于是陈虎深吸一口气，努力露出一个笑容来。喔呼，这笑容怎么看都像是屠夫在看待宰羔羊。柳杏儿的眼泪掉得更凶了，陈虎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陈虎放下碗，闷闷的道：不吃就不吃。说完就抬手去擦他脸上的泪。柳杏儿下意识就躲，但被陈虎的另外一只手强势扣着后脑勺，躲不开。男人的手上布满了老茧，粗粝的手指划过他的脸颊，力道有些重，他的脸颊瞬间就红了。疼！柳杏儿嘀咕一声，陈虎也看到了他脸上的红痕，他已经够小心翼翼的了，这么小的力气竟然还能将他弄疼，真娇气。可光是手指怎么可能擦干净眼泪？陈虎到底还是改用袖子一点点沾干他脸上的泪水。我不打媳妇儿，别信传言。我真的吃不下了，真的。似乎是为了印证他的话，说完他就打了个嗝。陈虎没忍住笑了，又想起自己刚才笑的时候把人给笑哭了，连忙压下唇角，继续板着一张脸。他将勺子塞进自己嘴里，这粥真甜。啊，你怎么？勺子是我用过的。这让准备继续用勺子将粥喝完的陈虎顿了顿，端起碗将碗里的粥水一饮而尽。柳杏儿在他怀里仰头，只能看到他冒着青胡茬的下巴壳子和上下滚动的喉结。这个男人的喉结真的很性感，五官其实也长在他的审美点上，可在原主的脑子里，关于这个男人的零星记忆都是可怕的。据说他杀人如麻，去赎赌债的时候砍手砍脚都是常规操作，据说他打死了3个老婆，据说他脾气暴躁且喜怒无常，经常虐待几个儿子，据说他能艳遇妻女，并且还把人睡死过。感受到怀里的女人又打了个哆嗦。冷。柳杏儿连忙摇头。那是怕我？柳杏儿正要摇头，我没有打过女人，更没有打死过女人。前头3个女人是找来照顾3个孩子的，没跟他们睡过。那时候老三小总是嚷嚷着要娘，我要挣钱，没工夫看着他们，就在外头花钱请人来。只有你是我想娶的媳妇儿。等你病好了，咱们就拜堂。好了，你歇会儿。这该咋整啊？他无力地躺在床上，狠命挖掘原主的记忆。眼下是大晋朝，女子想独立生存很难，除非是娘家人死绝了，夫家人也死绝了，才能立女户。百姓们想离开一个地方，必须去衙门办路引，衙门不同意你就跑，会被当成流民抓起来。先别说能不能办到路引，便是办到了路引，一个人外出也容易被拍花子给搞去卖了。被拍花子弄走的女人多半都是被卖进了窑子。而且就算是想法子立了个女户，一个孤身的女子单独住，半夜有的是二流子爬墙。柳杏儿光想想就忍不住浑身起鸡皮疙瘩。分析出当下的具体情况，既不是特种兵，又不是杀手，也不是神医的柳杏儿蔫巴了。先活命，再挣钱，再偷偷攒钱，有了钱再另外想法子吧，不然能咋地啊？当个女人咋就这么难啊？陈虎收拾停当，就发现一个问题，家里没有大澡盆子。他想了想，还是烧了2大锅的热水，用吃水的水桶滴溜进屋。今儿先将就着擦擦身子，等你好了再洗澡。说完，陈虎就头部巾子要给柳杏儿擦身体。我自己来。你出去啊！见陈虎站着不动，柳杏儿哪敢动弹？我说过了，不打女人，别墨家。
再磨叽水都凉了，柴火可是要钱的，没有多余的柴火给你霍霍。说完，一把抢过柳杏儿手里的帕子，重新投了一遍，再将热气腾腾的帕子递到柳杏儿手里。别叫我出去，郎中说你不能见风，你不能下床偷帕子。柳杏儿没法子，只好整个人都缩进被窝里，摸摸索索地解开腰带，擦拭起身体来。擦完了，小手从被褥里伸出来。陈虎一把夺过帕子，扔进桶里泡了泡，重新投了之后，并没有直接递给柳杏儿，而是将大手探进被子里，拿帕子好一顿揉搓它。就你那磨叽劲儿，什么时候能擦完啊？这男人，他真的是哪儿都上手啊！本来就发热的他，这会儿就更烫了，脸红的不行。男人一本正经，脸冷冷的，黑黑的，动作也麻利，就是手有些重。柳杏儿好些地方都被他给搓疼了，特别是那个地方，疼得他不禁叫出了声来。怎么这么涩啊？他干脆抬手捂脸，直接摆烂。几百年的脸都丢尽了。他捂脸的瞬间，陈虎勾唇笑了笑，不过这抹笑容很快就被他给收了回去。病着就别勾引我，等你病好了，少不了拜堂洞房的那天。我才没有勾引你呢，明明是他使坏，可是听听他说的啥，不要脸。快速给柳杏儿擦完身子，陈虎还有些意犹未尽。自己脱衣服还是我给你脱？我自己脱。刚说完，男人就伸手进被子里，把他的裤头给扒下来了。你干嘛呀？都说我自己脱。柳杏儿羞愤极了，然而她病得有气无力，惊呼不过像奶猫哼哼，娇得厉害。陈虎的耳朵都酥了，他一本正经的瞎说：你不好弯腰。算了，上上下下都被这色批给摸完了，这会再怎么矫情都于事无补。柳杏儿费了大力气将衣裳换好，再把脏衣服团吧扔到床尾，眼神不小心扫到床前。我的个老天爷！这啥时候已经赤条条的站在屋中央，就着他的擦澡水洗身子了，背对着他，高大精壮的背影真的是把人的眼神抓得牢牢的，身材比例简直完美极了，颜狗真的是遭不住。冷静，冷静。他拉高被子，把小脸埋进被子里。非礼勿视啊，不看就不想了。其实偷偷看一眼也没什么吧，反正他背过去的又看不见我，这么好的身材，不看白不看是不是？以后等搞到钱之后，我要想法子跑路，这极品的身材是不是就看一次少一次了？况且他还摸我了呢，看回来才不会吃亏啊。刘杏儿鬼使神差的又把被子往下拉了一点点，虚眼往屋中央看去。哦豁，男人已经穿好衣裳了。他怎么动作这般快啊？刘杏儿的眼底闪过一丝失望，而恰在这个时候，男人忽然转过身来，两人的目光猝不及防地对上了。陈虎将柳杏儿的眼神尽收眼底，心里却不由得泛起一丝得意来，小媳妇还是稀罕他的呀。看我干啥？他迅速将自己的脑袋缩进被子里。没什么。陈虎闷着低笑了两声，将两人的脏衣服团吧在一起，扔进桶里滴溜了出去。爹，那是吃水的桶桶。桶坏了，明儿爹重新做一个。没坏啊，明明晚上烧水用的时候还好好的。行了，赶紧去睡，明儿早点起来熬药。小孩被陈虎这么一吼，连忙转身跑回屋，刚关上门，隔壁陈虎的屋里就传来一道重物落地的声音。怎么了？昏暗的屋里，柳杏儿跌倒在地，她身上松松垮垮套着陈虎的内衫，修长笔直的小腿儿从内衫下摆露出来一截儿，在昏黄的灯光下，这截腿儿十分晃眼。陈虎看到脑仁直嗡嗡，他慌忙将人从地上抱起来塞进被窝里，生怕晚一息就把人重新冻坏了。他其实也来气了，这个女人都病成这样还不消停，折腾啥？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要敢死，老子就把你扔山上喂狼。他的大手照着柳杏儿的腚打了一下。好好的，瞎折腾什么呀？因着他是在被褥里打的，声音就蒙在被褥里，可即便是这样，也把柳杏儿羞死了。我想出宫，
我想出宫。刘星儿实在是憋得不行了，双手捂着脸，就这么捂住，就当脸还没丢吧。等着。陈虎没想到是因为这事儿，心里的气瞬间就消散一空。是他没想周到，媳妇又是喝药又是喝粥水的，可不就尿多吗？陈虎去外头赶紧将水桶腾出来，去灶房撒了一层草木灰进去，一溜回屋。好嘛，吃水的桶这回变公桶了。他将公桶放到墙角，就去抱柳杏儿。你干嘛？给你把着。你放我下来！陈虎将他抱到桶边，真的就调整起姿势来。柳杏儿吓得魂都没了，真让陈虎把，他就不要活了。放我下来啊！柳杏儿带着哭腔，红彤彤的脸上满是抗拒和焦急，像是急眼了的兔子。兔子急眼会把自己气死的。好不容易有了个他稀罕的女人，可不敢让气死了。他无奈地将人放在地上。桶是干净的，别人没用过，以后也是你一个人用。你出去啊！柳杏儿推他，手软绵绵的，没有力气。要么我来，要么我搀扶着你，不然再摔了怎么办？想害老子亏钱，没门儿！柳杏儿没法子，只能咬牙闭眼，自己提溜起衣摆，小心坐到木桶沿上。坐在桶上的时候，没力气保持平衡。男人一把将他的脸扣到了自己的肚皮上，柳杏儿慌张之余，下意识就抱住了他的腿。他这一抱，男人顿时紧绷起来，浑身血液沸腾了，千军万马般朝着一个点狂涌。柳杏儿的心神全被淅沥沥的声响引着，她羞得恨不能挖个洞给自己埋了，一丁点儿都没意识到别的地方有什么异样。柳杏儿从羞得想死到最后的麻木摆烂，感觉经历了1个世纪那般漫长。到底喝多少水啊？怎么就没个完了呢？完事儿后被男人重新抱上床，他整个人都是木的。陈虎把公桶提溜出去洗刷干净，又装了些草木灰进去，重新拿到屋里。等他忙完回屋，床上的女人紧紧闭着双眼，把自己缩在被子里贴着墙。陈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吹灭了油灯，上床合衣躺下。没一会儿，屋里就响起不轻不重的鼾声。刘杏儿紧绷的身体这才放松，她偷偷转身盯着男人的侧脸看了一会儿，很是做了一番思想斗争，才往男人身边挪动了一下，扯开被子勉强给男人盖上了一点。无论如何，若不是这个男人将自己扛回来照顾，她这条小命就交代了。因为靠得太近，刘杏儿的鼻尖萦绕的全是男人的气息，干净的皂角味道。她的精神在男人的鼾声中慢慢放松。好难得啊，古代的村子里还有这么干净的男人。刘杏儿不知道的是，她睡着之后鼾声就停止了，男人的眼睛忽然睁开，他转过身将人一把拉入怀中。我是有媳妇儿的人了。嘴里的鸡都还没叫头遍，男人就悄悄起身，帮他盖好被子，取了墙上挂的弓箭出屋。柳杏儿早上是被鸡汤的香味给馋醒的，睁开眼，猝不及防对上小孩阴恻恻的小脸儿。哎呀妈呀！吃饭，饭吃完了喝药。你敢死，让我爹亏钱，我就把你的尸体卖给别人，让你死了也不安生。真是气死他了，爹竟然让他把野鸡炖了熬粥，一只野鸡能卖50钱呢。自打这个女人进门，爹就开始败家。父子俩一个嘴凶，一个嘴毒，配得一脸。小小的喝了一口鸡汤粥，温度合适。小孩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碗瞧，不停地吞口水。柳杏儿哪受得了这个呀？你想吃？谁要捡你的狗事儿？嘿，这熊孩子，你才是狗，你们全家都是狗。柳杏儿慢吞吞喝完鸡汤粥，肚子里有了食儿，人才会长力气。你爹呢？当然是出去找钱了。你以为像你一双肩膀扛着嘴就来了？不但要吃饭，还要喝药，真是上辈子欠你的。不然我回娘家。陈星瞬间噎住了，赶跑打断腿。这娃有霸道王爷的潜质啊，瞧这小台词说的多溜。不过你如果在我喝粥的时候不吞口水，那就更像了。小孩说完就跑，拐棍真成了他的第3条腿，杵得贼溜。没过一会儿，陈行又一瘸一拐地进来了，他手里端着一碗药，他的目光落在柳杏儿喝干净的缺口陶碗里，闪过一丝明显的失望。哎，小孩，你爹不给你饭吃？关你屁事，赶紧喝药。柳杏儿起了逗小孩的心思。虎哥！陈行吓得脸色一白，他慌忙转头。
门口哪来的人？你吓唬我！哎呀，我眼花，看错了。好苦啊！陈行气哼哼地收走了碗，将门甩得砰砰作响。小小的一个人，气性真大。喝完了药，刘杏儿又昏昏欲睡起来。她缩回宝贝里，没一会儿又睡着了。娘，给杏儿请郎中了没有？郎中咋说？才这么点儿？哎呀，你娘家的人死绝了吗？20两银子都凑不够。说完，他就抱着钱扭身回屋，门关了。杏儿，大嫂，杏儿呢？杏儿好了，娘给杏儿收了个好婆家，杏儿已经嫁过去了。你说清楚，杏儿明明病着，咋就嫁人了？刘二婶，你别听他胡说，是他男人欠了赌债，虎爷上门要债，刘大娘把杏儿姐姐抵给虎爷了，抵了8两银子呢。刘老婆子这会儿放完钱，从屋里出来。老柳家的事儿跟你有屁关系啊？让你在这嚼舌根子！男娃敏捷的偏头一躲，他马猴似的溜下了墙。娘，我们家杏儿被您抵了大哥的赌债。是抵债了，咋的吧？一个快死的病秧子，不抵债难道留着过年呀？你个没良心的老娘们儿，8两银子呀！你男人要干多少活才能挣得回来？你就不知想心疼你男人？你给老娘起开！有了媳妇儿忘了娘，你就护着这娼妇。欠债的是大哥，这赌的是大哥，不是老二。哎呦，儿媳妇要造反，我这都是为了谁呀？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他一撒泼，刘二顺就慌了。福川娘，快跪下跟娘认错，娘也是为这个家好，这不是没法子的事情吗？刘二顺，杏儿是你亲闺女，陈虎是啥人你不知道，陈家就是老窝，就是火坑啊！刘二顺也痛苦得很。已经这样了，你让我咋整？这是我娘，我亲娘。我苦命的杏儿啊，摊上你这么个亲爹！二婶儿，都说陈虎打死了媳妇儿，可谁看见了？再说了，10里8乡，谁不喊陈虎一声虎爷？杏儿妹妹能给他当老婆，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那么好，你怎么不去给陈虎当媳妇儿？欠赌债的可是你亲爹，人家陈虎看上的可是杏儿，安乃操持这个家可难了。你可不能那么自私，只想着你自个儿。你可要想想清楚，你们江家山的人最讲究孝道，要是你不孝敬婆母的名声传回江家山去，不知江家山的人还容不容得下二婶一家人。毕竟江家山可是拥有3座吉孝牌坊的村子，在咱们整个大晋都是独一份儿呢。江氏的肩膀瞬间就耷拉下来，若不是娘家3块吉孝牌坊压着，他早就跟刘二顺和离了。和离前，他还要挠死这死老钱婆。福川娘，欠岳父岳母的钱，我去镇上干活，挣钱还。江氏将他的手甩开，踉跄着跑了出去。刘二顺去追，刚到院门口就被刘老婆子喊住了。哎，人都回来了还不下地干活，等着老娘下地干活养你啊？啊，娘，我就跟去看看。咋的呀？没有媳妇儿活不了了是不是啊？当初就不该同意你娶老江家的妇。我呸！啥结孝牌坊？哪天老娘得去一趟江家山，去找他们老江家的族长说道。刘二顺成功被刘老婆子吓住了，忙去墙头捡了锄头，扛了就往外走，边走边抹眼泪。我苦命的杏儿啊，娘来了！陈行给江氏开门，一脸不情愿地带江氏去见柳杏儿。江氏看着床上躺着的不知所措，眼巴巴盯着他的女儿，扑过去搂着她就哭。杏儿不怕，娘来了。柳杏儿浑身都是僵硬的，虽然有原主的记忆，但柳杏儿着实怕露馅儿，落在江氏的眼里变成了这孩子被吓坏了。杏儿，你别怕啊，娘这就回你姥姥家，让你表哥来偷偷把你带走。陈虎站在窗外听着屋里的动静，脸色阴沉的厉害，捏着柴刀的手已是青筋暴露。跑？那必须不行啊！陈虎我不了解，可是所谓的表哥我更不了解，况且能跑哪儿去啊？在原主的记忆中，外家也穷。再说了，江家山那令人窒息的贞洁孝义规矩，说是他敢跟表哥跑了，再不幸被抓回来，必然是要被见猪笼的。我不走，我就在陈家，哪儿也不去。钝刀子割肉和立刻去死，必然选择钝刀子割肉啊！
门外，紧绷不已的陈虎瞬间松懈下来，浑身的力气一散而空。这个女人果然是被我迷住了，不然也不会偷看我的身子。爹，您拿着柴刀干啥？陈虎狠狠瞪了小孩一眼，这臭小子就是故意的。陈虎莫不是想杀人？我可怜的杏儿，怎么就落入这么个火坑了？相比之下，柳杏儿就显得淡定多了。毕竟男人先前照顾她，照顾得挺仔细，且杀了她舍本呢。门开了，他往里迈了一大步，江氏母鸡护崽似的将柳杏儿护在身后，明明怕得发抖，却丝毫不让。柳杏儿被这么护着，心里有些感动。虽然这份爱是因为原主，你冲我来，别伤害杏儿。娘，我会对杏儿好的，我不会伤害杏儿的。陈虎停住脚步，丈母娘的胆儿也小得跟鹌鹑似的，瞅着随时都会背过气去一样。江氏显然没想到陈虎会喊他娘。不，我不是你娘，虎爷，求您行行好，放过杏儿吧。那8两银子您再宽容些时候，我一定凑齐了来还您。我不白占便宜，我认利钱。陆秀才答应来提亲，杏儿就快当秀才娘子了，谁知竟……江氏的心都要碎了。陈虎的拳头又硬了，他又不是善人，行什么好？娘，我不走，我进了陈家的门，就是陈家的人。开玩笑，他跟着江氏回去，柳家能卖他1回就能卖他2回。还有，原主根本就不是失足落水，是被人推下水的。陈虎心里的烦乱和暴躁被柳杏儿娇娇弱弱几句话轻松抚平。既然媳妇儿说不走，那他就不管了。娘，你留下来吃饭。陈虎闷闷地扔下一句话，转身出屋。烧火做饭，用白米熬粥，白面做馍。小孩闻言心都在滴血。这么个吃法还过不过日子啦？惹毛了我，往里头撒一把耗子药，全家老小有一个算一个，都躺了板板才干净。怕小孩抠搜，陈虎自己把做饭要用的米面舀出来，还警告小孩不许藏。灶房的事情安顿下来，陈虎就去剐兔子。进山一趟，陷阱里有兔子有野鸡，收获比以前好。小媳妇进家门，她的运气就好了起来。杏儿啊，陈虎他让我留下来吃饭。是啊，虎哥是这么说的。江氏抖了一下，哪有绵羊敢在老虎面前吃饭的？刘杏儿打量着江氏，看他头发乱糟糟的，明明江氏自己这般狼狈不堪，可还要死死地护着他，他无法不被触动。娘，您别担心了，虎哥对我很好，给我抓药，给我吃饱饭。我这辈子第一次吃饱饭就是在这里，还喝的是鸡汤粥。娘，便是虎哥答应你放我跟你回去，你觉得阿奶会如何对我？或许下一个给我找的人户还不如陈家呢。我死过一回了，啥事都想透了。几句话把江氏戳得心疼不已。老钱婆不会给杏请郎中抓药，也不会给杏吃饱饭，是我们2口子没出息。可是你马上就要做秀才娘子了呀，马上就要有好日子过了呀。娘，我进过陈家的门，便是再回去，这门亲也成不了。江氏顿了顿，又嗷嗷哭了起来。陈虎手上在干活，可耳朵还是听着屋里动静。难怪媳妇儿爱哭，老丈母娘就是个爱哭的，随根儿啊。不过杜秀才是谁呀？武功高强的人耳聪目明，加上破烂屋子不隔音，他们说的所有话都被陈虎听了去。陈虎做菜的手艺，他没有做菜的手艺，兔肉就是煮熟了，不差盐就成了。你们吃，吃完了我来收拾。身影消失在门口，江氏才敢喘气儿。一大海碗的兔肉冒了尖儿，2碗浓稠的米粥，几个鲜乎的白面馍。老天爷呀，就是过年也轮不到我们吃这些金贵东西呀。或许杏儿进陈家也不是不好，可村里的传言……盯着肉吞了吞口水，也不敢下筷子，怕吃了陈家的肉，柳杏儿的事再无法挽回。杏儿啊，娘先回了，过2天再来看你。他没给柳杏儿反应的机会，就冲出了房门。陈虎忙从灶房出去，把人拦住了。娘，吃了饭再走。不，天黑了，家里等着。娘，你等着。
陈虎很快就出来了，他把手上的篮子往姜氏怀里一塞：“娘，我送你。”不用。陈虎就将手里的火把递给他：“那娘路上小心一些啊。”姜氏不让，他就不勉强，怕给姜氏吓出个好歹来。柳杏儿又养了一天，又能吃饱，身上已经有了力气，故而洗脸、擦身子、出宫都能自己来，帮不上忙的陈虎十分失望。柳杏儿如先前那样背对着他躺着，屋里安静得厉害。陈虎酝酿了半天：“那个，我买来的红布是给你做嫁衣的，你一身我一身，回头要是娘再来，你让娘给咱们做，等你病好了，咱们挑个日子拜堂成亲。不让娘白做，给她工钱，包伙食。”柳杏儿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肯定是不乐意成亲的。陈虎的人品如何，且放到一边，主要是古代女人生孩子是过鬼门关，加上陈家又穷，柳杏儿不愿意。当然，她最不愿意的是自己遭罪，想跟陈虎商量商量，但又怕他开口之后陈虎变态度，把他拴起来咋整？柳杏儿寻思一番，还是决定再等等。在陈虎以为自己等不到柳杏儿的答案时，就听到柳杏儿娇娇的道：“谢谢你啊，虎哥。”陈虎的耳朵一下子就酥了，这一声谢如羽毛般从他耳朵里钻进去。陈虎哪里忍得住，他一把将人拉进怀里抱着。柳杏儿尖叫一声，陈虎低头亲了亲她的发顶，抬腿把挣扎的柳杏儿压住。好了，睡觉。你再敢动弹勾引我，你试试后果。先前他就是傻，为啥要等媳妇睡着？看吧，还不是给抱了。媳妇对他是假害怕，真稀罕。我勾引个屁啊！到底是谁硬邦邦的戳着人啊？狗男人，倒打一耙。柳杏儿心里吐槽的再厉害，也还是害怕的。原本以为自己被头狼熊抱着会睡不着，然而被男人的气息笼罩着，没多久就睁不开眼睛。女人在自己怀里渐渐软了身子，陈虎这才稍微松开了些。软玉温香在怀，他又是个正常的血气方刚的男人。忍不住的后果是半夜还跑起来洗裤头。柳杏儿睡得香甜，陈虎辗转难眠，后来干脆起身拿起弓箭打算进山。这次运气不错，刚进深点的地方就打了一支香樟。回到家的时候天还没亮，结果他就看到柳二顺两口子在他家门口放了一捆柴火和一篮子野菜。姜氏吓得后退两步，柳二顺局促地挡在姜氏身前，张了张嘴，到底啥话也没说出来。爹娘，你们来了，进院里坐。不坐了，我们这就走。那啥，我们会帮着干活，你能不能莫要打杏儿？刘二顺鼓起勇气说完这句话，膝盖微微弯曲，眼瞧着就要跪下来了。我不打自己的媳妇儿。这一刻，他后悔这些年没搭理那些谣言。陈虎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索性不管了。日子长久了，老丈人和老丈母娘自会知晓自己是个啥样的人。娘，我今儿要去县城卖猎物，你能不能留下来照顾杏儿一天？正好我给杏儿扯了一些布，您帮着做成衣裳，能不能帮着做一下饭呢？不瞒您说啊，我做的杏儿不爱吃，就鸡汤能喝几口，那兔肉杏儿根本就不碰。啊？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我马上就走，今儿一天娘你就在我家吃饭。哎呀，不用了。娘，你不吃，往后就别上陈家的门。姜氏顿时不敢吭声了。陈虎见他没有反对，这才进院子。他进去之后，柳二顺大松一口气：“你安心在这儿照顾杏儿，你的活儿我会干。”姜氏甩开他的手，蹲下身去捡野菜。柳二顺的肩膀瞬间耷拉下来，期期艾艾，一步三回头的走了。陈虎先是在自己屋子的门口听了听动静，本来想进去找身衣裳换，但是怕自己的一身血腥味吓着了小媳妇，到底还是作罢了，就推开了隔壁房间梁小芝的门。爹，我今儿要进城卖猎物，你们姥姥会在家里帮着干活，你们两个不许捣乱，要听姥姥和娘的话。若让我知道你们闹腾人，转头老子就去赎个姚姐回来。好的不珍惜，坏的来了，你们可莫哭啊！二哥，爹是不是不想过了？咋又往家里带人添嘴？你才5岁，操个什么心呐？听爹的就行了。这个女人还真是厉害，才进家门2天，就让爹把她娘留下来了。若是等我死了，那女人全家都来上来，小老三怎么办？
爹说有人照顾他，你就不管了，睡吧。今天家里有人干活，你也正好歇着。对，不能便宜了他。柳杏儿是被香醒的，睁开眼就看到了姜氏。杏儿，你醒了，虎爷去县里了，他叫我留着照顾你，你等着，娘给你打水洗脸啊。床头的斑驳旧木柜上放着一碗很浓稠的白粥，白粥旁边放着一碗香喷喷的兔肉和一个白面馒头。兔肉我回了一下锅，虎爷把今儿要吃用的东西全拿出来了，说必须得吃完。这个时候，柳家也在吃早饭。娘，老二媳妇这下活都不干了，您可不能纵着她。刘二顺没在桌上，他要干2个人的活，没空耽误功夫回家，只拜托老三一会儿给他带来。呸！你懂个屁呀！那杜秀才是不是这几天就要来下聘了？老二两口子不在才好呢。等桃儿代替那个贱皮子嫁进杜家，老娘再腾出手来收拾他。也是，这几日让老二两口子忙得无法归家，正好办二丫的事儿。黄氏没意见，但老三媳妇郑氏相当有意见。娘，二嫂不见人影儿，那家里原本该二嫂干的活就应当归大嫂。以前家里的活都是姜氏干，煮饭洗碗，什么喂猪喂鸡，打扫猪圈鸡圈，打扫院子，洗老人的衣裳等等。其实姜氏的脾气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不过男人懦弱护不住她，加之娘家又在姜家山，便是为着娘家在姜家山的处境，姜氏也只能忍。眼下天生老二媳妇跑去了陈家，家里一摊活就被摆着了。凭啥我全干？娘都说了，姜氏不在家时，活咱俩一人一半。先前娘把二哥两口子支棱出去是为了大哥，那时我看在大侄儿的份上就忍了。如今把二哥两口子支棱出去是为了二丫，一个赔钱货而已，凭啥让我忍？你不干也成，等杜秀才来提亲，你看我咋说？娘，您看三弟妹，这是一家人能说出口的话吗？三婶儿，我还想着等我成亲了，就让相公给崽儿也找个秀才当相公。可三婶儿一口一个赔钱货，那算了，我这个赔钱货没那个能耐，拉把三丫。二姐，我不嫁秀才，我要嫁杀猪匠，嫁给杀猪匠顿顿有肉吃，我还能给娘给奶拿肉吃。柳桃翻了个白眼儿，一点出息都没有。杀猪匠和读书人能一样吗？行了，这2天家里的活啊，就老大媳妇干。老大媳妇早点起，猪草3样去打。家里的姑娘一个嫁秀才，一个嫁杀猪匠，这不正好吗？名声前程有了，肉也有了。吃完饭，刘三才揣着2个杂粮窝头在怀里。那个娘啊，我把早饭给二哥带地里去啊。崽儿你也走，把背篓拿着，割猪草去。刘三才带着刘崽儿出了家门，就将窝头塞给他一个。来，藏好了啊，饿了吃。到了地头上，刘二顺见只有1个窝头，也没说啥，接过来就啃。在他看来，孩子娘没干活，他娘能给他吃的就不错了。也不知道他们娘儿2个吃了没有，都吃的啥？可能吃个半饱。不是自家的粮就可劲儿霍霍，我多吃点，不能便宜那对母女。小孩吃得面目狰狞，他绝对不会承认是因为好吃才停不下嘴的。陈吉看着他的模样，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吃完饭，姜氏把陈家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接着就拿出陈虎给的布料，动手给柳杏儿缝衣裳。不能光靠着陈虎，还是得自己挣钱。这个人啊，谁有都不如自己有。想来想去，还是去摆吃食摊子要靠谱些。什么穿越女必备的做肥皂香皂的技能，可拉倒吧，那纯属是低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至于说玻璃水泥，不好意思，我也不懂。先摆个小摊，能挣多少是多少，慢慢来。陈虎先去将猎物卖掉，得了银钱就去置办了粮食、油盐等物，又去肉铺买了些肉。陈虎背着1背篓的东西去赌坊，到了后院进了东家的屋。家里安排妥当了，那女人可救回来了。想要女人跟我说一声，何苦去要一个快死的女人？她很好，我需要钱300两，给老二看病。杨军听他这么一说，就想起回春堂宣扬的那事儿来。倒是有个活儿，赏金500两，不过上次接任务的5个人都失手死了，你确定你要接？接。我劝你多找几个帮手。不必，找帮手不得分钱出去啊，那可不成。刘二顺干了一整天的活，刘老头看着日头落了，张罗走人的时候，2兄弟没一个喊刘二顺的。刘二顺看他们走了，就扛着锄头去了陈家。
到了陈家也不吭声，摸黑整理起陈家屋后的菜地来。种菜的动静还是挺大的，陈行跑出去看了一趟，见柳二顺在他家地里种菜，他也没说啥，就在一旁帮着递菜秧子。姜氏不放心，也跟着出去看。我给刘婶刨了块地，换了些菜秧子。姜氏嗯了一声，蹲下身将小孩抱起来就走。乌漆麻黑的，别让他挖着你。陈行再成熟，也只是个5岁的小娃。他其实也很羡慕村里那些总被爷奶爹娘抱的小娃，但他没人抱，哪怕是腿瘸了也没人抱。原来被人抱是这种感觉呀！天黑了，快去睡觉。小孩都睡觉长个儿，我才不是小孩呢！啊，咋了？是那个女人的爹来给咱们种菜，他们一家人都在咱们家吃饭，给咱们家干活是应该的。陈吉怕弟弟被这家人的小恩小惠给笼络了去。小孩狠狠点头，是你爹，你爹去找人要了些菜秧子给你们种上。你爹若是抛开那个家，也算是个好人。就不能分家吗？分不了，你奶不会同意的。有我这么个江家山的儿媳妇在，你奶哪怕天天嚷嚷着要休掉我，也不可能让我出老柳家的家门。再说了，他们也舍不得你爹这头老黄牛。姜氏抬眼看了看自己的女儿，记忆中这孩子还是小时候问过一次这样的问题，如今再提必是被伤狠了。眼下看来，陈家的日子确实比柳家好过，且瞧着吧。若陈虎真和传闻一样，娘就是豁出这条命去，也要把你带走。娘，我不是失足落水，是被人推下去的，在河里我就死过一次了。回到柳家，阎王爷不收我，可他们愣是把来给我看病的郎中赶走，我又死了第2次。是虎哥带我回来，我乐意留下来跟虎哥过日子。娘，您别担心我，倒是要保重您和爹自己。在那个家里，即使咱们怎么忍让都没有用，咱们几个的命还不如家里养的牲畜。柳杏儿是故意这般说的，提陈虎是不想这个可怜的女人天天担心，她的日子已经够苦了，若再担心她，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是虎哥带我回来，把我的命救了回来，我乐意留下来跟虎哥过日子。母女俩这番话又被陈虎听了墙角，心里别提多美了，只是心里赞美的同时又心疼起小媳妇来。狗日的柳婆子，等我忙空了腾出手来，定要好好收拾收拾她，给小媳妇儿出气。媳妇儿，我回来了。陈虎没有直接推门，而是后退几步，喊了一嗓子。姜氏闻言忙站了起来，娘走了，你好好的啊。娘，您路上慢点儿。娘。陈虎进门，姜氏顿时紧绷起来。那啥，贺美，我去给你热饭。哦，娘别忙，我在城里吃过了才回来的。有件事情要麻烦娘，我得出门一趟，大约半个月的功夫，想麻烦娘这些日子就来陪杏儿住，老柳家那头您甭管，我去说。姜氏求之不得，也正因为陈虎这话，让姜氏觉得陈虎这个人并不像村里人传扬的那样。爹娘，天黑了，路不好走，你们慢点儿。哎，这不能要。爹要是不要，就帮我扔了。拿着吧。先前姜氏不肯沾陈家的东西，是还想着想法子把杏儿带走，现在听杏儿说了那么多，姜氏也就接受了这件事情。走了一截之后，姜氏听到柳二顺肚子咕咕咕直叫唤，坐下来吃了再回去。啊，可没孝敬爹娘啊。姜氏冷冷地盯着柳二顺，陈家的东西，杏儿的东西，就是喂狗，我也不会给你家那些狼心狗肺的恶毒玩意儿吃。孩子娘可不敢这么说，那是我爹娘还有我兄弟。姜氏把柳杏儿跟他说的话说了一遍。柳二顺瞪大了眼睛，他们害杏儿。我说杏儿好端端的，为何会掉河里？我说呢，老东西怎么肯让我们2口子都回我娘家？不会的，咋可能？姜氏不想跟柳二顺继续掰扯，提手从柳二顺手里夺过荷叶包，拔腿就走。柳二顺愣愣地看着姜氏的背影，下意识跟了上去。他的脑袋嗡嗡嗡的，一边是爹娘兄弟，一边是媳妇和孩子，他能咋整？柳二顺，别把我逼急了，老娘一包耗子药下去，全他家的都别活！别跟老娘犟啥笑不笑，到时候拖着你们家老小下地狱，就没了去江家山闹腾的人。何至于此？他们要我闺女的命，你说何至于此？可杏儿她不是好好的吗？咋的？你还想杏儿真被他们害死？杏儿能活着，不是他们好心肠，是杏儿命硬。
若不是江家山不许嫁出去的闺女和离，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猪狗不如，你们一家子人都猪狗不如。陈虎把买回来的东西归置好，几下把自己洗刷干净，进屋，从怀里拿出一个钱袋子来递给他。见他不伸手接，陈虎眉头一皱，拿着，看看多凶。我要出门半个月，这些钱你拿着花。刘杏儿打开看了看，里头有一把铜钱，还有些银块。你不怕我拿了你的钱跑了？他才进门几天呢，男人就给他这么多钱。哼，你跑一个试试看。果然是有后手的。那我要是都花了呢？钱本就是给你的，你想咋花就咋花。村里没啥花钱的地方，这么说来，我可以上街？想上街，等你好了，让你娘陪你去。真的？陈虎上床，把他扯怀里。骗你做甚？好了，睡觉。刘杏儿头天晚上就是这么睡的，搞明白自己砧板上的鱼这么一个身份，也就心安理得的摆烂起来，闻着男人身上的皂角味儿，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哼，那般稀罕我，等舍得跑。半夜，陈虎又爬起来洗裤头。刘二顺和江氏来的依然很早，江氏把头天晚上陈虎给的包子热了，让陈虎先吃。陈虎看着包子，转身端了半碗出去给刘二顺。刘二顺啃着肉包子流眼泪，他长这么大只有在老丈人家里吃过一次，如今靠着女儿又吃上了肉包子。陈虎见不得男人哭，眼前又是老丈人，干脆转身上山去了。唉，小媳妇儿的爹娘都爱哭，怪不得小媳妇儿跟个鹌鹑似的。刘二顺干完陈家的活就赶去柳家地里，等柳家人来了，没人问他饿不饿，好像他这个人是木偶，用不着吃饭，光干活就成了。陈行见江氏又做了好多白面馒头，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日子不过呀，不是你家的粮，你一点都不心疼，尽糟践了。还把无措的江氏往外推。江氏做这么多，他也觉得太过了，便是柳家过年的时候做的馒头，都比不上眼前这个。陈行，老子惯着你是吧？陈虎提溜着几只野鸡回来了，陈行被陈虎这么一吼，顿时吓呆了。哎呀，有话好好说，他还是个孩子。江氏虽然怕陈虎，但还是白着脸央求。小孩看了眼陈虎，又看了眼江氏，转身跑进屋里，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了。爹，阿行不是故意的，就是心疼粮食，心疼爹挣钱不易。再说，以前咱们家也不是这么个吃法。江氏听了这话，愈发的不安。哼，老子什么时候短缺过你们吃喝啊？老子说过，养得起你们。陈行，你要还认老子这个爹，就滚出来给你姥姥认错。哎呦，算了算了，他也没。娘，你来一下。杏儿，娘，您又没做错啥，不过是按照陈虎的吩咐办事儿。小孩的确不该跟你发脾气，那是他们父子的事情，您别掺和。后娘不好当啊。再不好当，也比在老柳家让他们搓磨的好。后娘也是娘，是长辈，他们不敢对我如何。娘，您忘了，这家的老大在念书，念书的人最是看重孝道。如果他们欺负我，我就说他们不孝，奶不就是这么对付咱们的吗？你呀，就会宽慰娘。老子从来没有亏过你们的吃穿，你们这般做派是埋汰老子无用，养不起你们吗？卖衣裳，抠搜吃食，把自己饿成麻杆，说过多少次了，屡教不改。陈虎这回是真的生气了，他平时忙顾不上许多，如今看来小孩歪得厉害。丈母娘胆儿小，老丈人是个鹌鹑，小媳妇胆儿小加鹌鹑，他还在家就敢欺负丈母娘，他若是走个10天半个月，他们还不知会如何欺负柳杏儿呢。爹，我错了。爹，小老三不是故意的，往后我看着他，不让他再像今天这样。爹，我知道错了，我去跟姥姥道歉。陈虎冷冷地盯着陈行，这孩子跟以前一样，认错快，但从来不改。我今晚就会走，会离家一阵儿，在老子离家这段时间，每天都这么吃饭，听见没有？陈行连连点头。陈虎领着他去隔壁给江氏道歉，完事儿就出门去地里找柳大富。柳大富见陈虎来了，腿都吓软了。柳杏儿要是死了，那8两银子的账就不算，听见没有？虎爷，咱们不是了清了吗？陈虎将他扔了出去，柳大富摔得惨叫一声，
柳三才和刘老头见状就躲得更远了些。我的腿啊！陈虎嫌弃他吵，抓起他的头发，将他的脸摁进了牛粪里。两不两清，老子说了算。让你家老儿媳妇儿去照顾柳杏1个月，如果柳杏有半点不好，你他娘的就给老子等着。柳家的事儿我已经解决了，娘，你这段时间安心住下照顾杏儿，以后每日的吃食都按照今儿的这个样做。小孩子说啥您都别搭理他啊，有什么不对您记着，回来我收拾。姜氏连连点头。陈虎叮嘱完姜氏就进屋关门，径直走到床边。柳杏儿往后退，水润的杏眼忐忑地看着陈虎。等我回来，成亲，洞房。男人灼热的呼吸烫得柳杏儿脸红透了。她看到男人眼中小白兔似的自己，她退无可退。陈虎在心里啧啧一声，一头狠狠亲在了他的额头上。啵的一声响起，柳杏儿连忙抬手捂着脸。妈耶，这不就跟演电视一样吗？陈虎虽然凶，但不管是长相还是身材，都在柳杏儿的审美点上。他被狠狠地撩了一把。好好吃药，好好养身子，身子骨好些了，想上街赶场就让丈母娘陪你一起。瞧着家里缺什么你自己买，若是银钱不够，就等我回来再买。乖，等我回来，拜堂，洞房。哇！你小心点啊！声音如黄鹂，婉转动听。他不敢回头，怕自己回头看到那双水润胆怯的眼睛，就再挪不动脚步。唱戏的说温柔乡英雄冢，果然不是瞎唱的。瞧着男人头也不回地走了，柳杏儿心底竟升起一丝别样的情绪。按道理他走了我该高兴才是，可为何反倒多了几丝惆怅呢？难道是舍不得？不可能是舍不得。或许是我刚穿来，这个全村传闻最凶狠的男人去救了我，给我治病的缘故，所以我对他产生依赖了。呸，这可是古代，在柳家的时候，我是可以随意被置换的商品，在陈家未尝不是。但陈虎的新鲜劲一过，擅长瞎想的柳杏儿连忙打住，生怕自己再顺着思路想下去，没被陈虎搞死，就先自己把自己吓死了。柳大富被陈虎收拾了之后，冲回家洗澡换衣裳，带着刘老婆子杀气腾腾地冲到地里，把气都撒在柳二顺的身上。你这狗东西，都怪你！你瞅瞅你生的啥东西啊！哎呀，撺掇男人来揍自己的大伯，不孝的东西！老娘要上江家山去，问问江家山的族长，他们江家山的牌坊是不是纸糊的？打吧，只要娘把气出了，就不会为难孩子娘了。因着这件事，柳家就明着不给柳二顺饭吃，姜氏不好意思给柳二顺拿陈家的吃食，柳杏儿只能像先前那样拿几个窝头啃一口就不要了，等机会塞给柳二顺，就当是柳二顺每天来帮他照顾菜地，天不亮就来帮他挑水砍柴的工钱。陈虎走之前不但留够了粮食，还留够了肉食，让姜氏2天给柳杏儿炖一只鸡。柳杏儿的病好得飞快，她迫不及待地要出去走走，想想该如何挣钱。虽然小孩得了陈虎的叮嘱，不敢多说啥，但他那毫不掩饰的嫌弃小眼神明晃晃地告诉柳杏儿，他是吃白食的，他爹娘是打秋风的。小孩，你好好照顾你二哥，我们去挖野菜了。你不许跑！不跑谁家去能像在这儿似的吃饱饭穿暖衣啊？陈翔一下子就噎住了。这女人为啥要吃要喝要穿，她就不能不吃不喝不穿吗？他回头看了眼陈吉，陈吉秒懂他的意思，你跟着去吧，我睡一会儿。陈翔连忙去角落拿了小背篓背到背上，跟了上去。娘，咱们去人少些的地方。他才穿越来不是很久，不想跟村里人频繁打交道，姜氏就觉得自己的闺女委屈，怕见人，心更疼。而陈行则认为柳杏儿是想跑，他下决心要盯好柳杏儿，坚决不让他爹亏银子。要去远点的山坡就得绕道，走到一半，姜氏就去背陈行。陈行本来不想让姜氏背，可想到二哥的话，说他们一家人都在陈家吃喝，于是便不想便宜姜氏，乖乖趴在他背上。别看你男人一天忙得不见人影儿，这2个孩子倒是养得好。刘杏儿无语，姜氏从知道他跟了陈虎，就觉得天塌下来了一样，哭得死去活来，到现在一口一个你男人，对陈虎满意的不得了。这才几天功夫，姜氏和陈行对野菜都十分熟悉，到地方就开始挖。刘杏儿没着急，她得好好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这个女人说是要来挖野菜，可是她却不干活，就满山坡下溜的，肯定在踩点儿。他不紧不慢地跟着柳杏儿，看在江氏眼中，就觉得这小孩懂事儿，还知道跟着他们家杏儿。柳杏儿往里走了走，还真让他发现了好东西。好大一片冰粉，好多成熟的冰粉果。娘，你快来啊！这不是假三江吗？采这个做啥？吃，这是好吃的东西。看到冰粉果的时候，他已经想好借口了。以前我去官道那边的山坡割猪草的时候，瞧见有个南边的过路客商在采。他说这叫冰粉果，晒干之后用布袋将里面的籽装着，泡水里搓，然后再上点石膏，就能凝结成冰粉。夏天的时候用凉水镇着，凉透以后浇上薄荷红糖水，能卖5文钱一碗。然后我就采了1背篓回去，可阿奶不肯听我说的，把冰粉果全倒掉了，还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江氏明白了，杏儿被婆母打了，就再不敢吭声了。但现在来了陈家，没人打他，他才敢说的。那咱们试试。小孩一听可以做吃的，就动手了。江氏和小孩采冰粉果，柳杏儿就去采野桂花。冰粉做出来搭配桂花红糖水，味道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在采桂花的时候，他还发现了一棵栗子树，柳杏儿就后悔没多带个背篓来。不过他还是捡了些毛栗子，过晚上做栗子蒸糕的量就行了。原主的记忆中就曾经捡栗子去镇上卖过，不过没加工过的栗子和地里的菜一样，卖不起价钱，最多能换钱买点针头线脑。呀，这么多毛栗子呀！栗子树藏在那边，那边低矮，又有别的树木挡着，小到这里看不见。这边啊，山坡远，来的人本来就少，不然哪轮得到我们来捡呢？说完，他就背着背篓朝柳杏儿指着的方向大步走去。哟，这么多呀！娘，这里反正没人找得到，咱们一会儿再来。我先回去，你和小孩慢点儿啊。江氏生怕晚了，栗子就成了别人的了。柳杏儿应下，牵了陈行的手下山。陈行的小手被柳杏儿抓着，他愣了。他的手好软，好暖和哟，跟爹的大手不一样。虽然也有些茧子，却柔软的像棉花。如果爹的手也能那么软就好了，那么软打人应该不会疼。娘，天黑前多跑几趟，能弄多少弄多少。小孩闻言眼睛一亮，他也想去帮忙。柳杏儿一把抓住他的后领子，将人扯回来。放开我！回去帮我烧火，不然我把家里的粮食都霍霍了。你敢？哼！你不在家看着我，你看我敢不敢？到家之后，柳杏儿让小孩生火烧水。反正水是他爹挑的，柴是他爹砍的，不用白不用。小孩成功说服了自己。柳杏儿找了一个麻袋，把毛栗子装进去，扎好袋口，找棍子对着麻袋一顿打。打完把栗子倒出来，带刺儿的毛壳就掉了。柳杏儿用刀在新鲜的板栗上划十字刀口，锅里的水滚开了，把栗子放下去，再加点盐煮熟，捞出来趁热剥壳。他把剥好的栗子倒进洗干净的石锅里，让小孩帮忙把栗子杵成粉末，他则去舀面粉，背着小孩在面粉里打了2个鸡蛋。如今他算是知道了，陈虎从未苛刻过孩子的吃穿，是小孩总是背着陈虎去把吃穿卖掉换钱，好给陈吉捡药吃。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穿越过后，倒是从陈行身上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认知。红糖用水化开，倒进面盆里，再放少许盐。怕陈行看出放了鸡蛋，柳杏儿就先揉面粉，他没这样干过，也不知最后的成品会不会好吃。管他的，反正弄熟了能吃就行了，不然让小孩看到面盆里有鸡蛋，非得闹翻天不可。加水，陈行不吭声；加面，陈行好悬没跳起来。做的多了可以留着明天吃。有了柳杏儿这句话，小孩才没有炸毛的。江氏回来的时候，栗子蒸糕刚好出锅，香甜的味道瞬间从灶房弥散出去。哎呀，你怎么蒸了这么多呀？柳杏儿将蒸糕夹出来，是把栗子煮熟了，放石锅里杵成粉末，混着面粉和红糖水蒸出来的。您看着这么多，其实一半是栗子粉，一半面粉。您去洗洗手，来尝尝味道。如果味道好，我想带去街上卖卖看。陈行本来因为柳杏儿说蒸糕里加了红糖水心疼，但又听他说想拿出去卖，揪着的心瞬间松开。等柳杏儿拿碗给他装了3个，他连忙端去隔壁屋。好吃，必是卖得掉的。他二哥就是货郎，江氏小时候还跟着二哥去过县里摆摊卖东西呢。嫁到柳家以后，他也曾经想过要不要做点什么小生意补贴家用。
然而柳家对二房的压榨太厉害，他和柳二顺挣下的钱是绝对落不到他们自己手里的。他能忍柳家人，是怕连累娘家。哇，这也太好吃了吧！二哥，你说这个蒸糕卖得出去吗？陈吉吃着香甜的蒸糕，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小孩，但他记得大哥的话，说是大哥那头成功了，爹将来有岳家的帮助，一定会飞黄腾达。或许能卖出去吧，可又能卖几个钱呢？陈行闻言也想起徐郎中说的200两诊费，瞬间就觉得嘴里的蒸糕不香了。不过能卖多少是多少，积少成多，你说对不对？陈吉哄小孩，小孩听他这话有道理，这才又啃起了蒸糕。陈行吃完了，就去帮柳杏儿收拾栗子。5岁的孩子干活那叫一个麻溜。刘二顺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陈家院外，吃到了柳杏儿给的栗子蒸糕。听姜氏说栗子还没捡完，他什么话都没说，晚上在陈家附近的稻草堆凑合睡。陈虎不在家，刘二顺不放心娘儿2个单独住。第2天，柳杏儿打算去镇上卖蒸糕和糖炒栗子，一打开院门，就见院门外堆着一大堆毛栗子，一看就知道是柳二顺弄来的。对于柳二顺这个人，柳杏儿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对妻子儿女是挖心挖肺的好，只是他同时又是个愚孝的儿子，是个无能的父亲和丈夫。如今便是人到中年，儿女双全，他也从未想过改变。但柳杏儿不能不管他，就冲着他每日再累都要来帮着干活，柳杏儿也不能不管。但如何管，管到哪种程度，柳杏儿需要斟酌。小老三也起来了，他看到那么多的栗子也很是高兴，揽去了收拾毛栗子的活儿。柳杏儿和姜氏则处理昨晚剥开的栗子，给栗子开口。家里的红糖太少，所以没弄多少。要出发的时候，柳杏儿给陈行留了一碗糖炒栗子。小孩一边吞口水一边拒绝，卖钱也不差你这一点儿。我们今天出去就是试试看能不能卖掉，若是能卖掉，还得买糖回来炒，不然还不够这一趟趟往外走坐车的钱呢。坐车？小孩瞪大了眼睛，可以走路的呀。我走路，杏儿，你一个人坐牛车。那我到了镇上还得等您，一来一回耗费的时间都可以再去弄些栗子，再做些栗子糕。就好比咱们卖栗子糕能挣20文，车钱2个人来回花8文，但是坐车咱们能多卖2次栗子蒸糕。要是不坐车，只能卖1次栗子蒸糕，你说怎么才合算？坐车合算。刘杏儿有些惊讶，小孩这么聪明的吗？你们坐车去吧，早去早回哦。抠门的家伙一涉及到钱，态度就不一样了。陈行其实是想一起去的，可是怕坐车花钱，且不放心陈吉一个人在家。你会回来的吧？当然，家里还有鸡汤呢，在外面可没有鸡汤喝。小孩想想也是，于是转身哒哒哒跑回了小院。孩子还挺黏你的。那孩子只是怕我跑了，他爹亏钱。母女2个赶去村口，村口都会有牛车等着，拉去镇上赶场的村民，1人2文钱。到村口的时候，牛车也刚到一会儿，车上也就坐着2个挎着竹篮的妇人。哟，你们这母女是去赶场啊？来，快上来坐。刘杏儿给了赶车人4文钱，钱是陈虎走之前给的。刘杏儿想着先用，后头挣钱了再还回去。哎，二顺媳妇儿，陈虎打没打信儿啊？瞅着你们信儿的脸色好了不少，这陈家的伙食开得好啊。哎呀，要我说，谁家的男人不打婆娘？只要婆家能给口饭吃就行了，谁不是这么过来的？你说是不是？你呀，好好劝劝你们家刘杏儿，让她好好跟陈虎过日子，说不定陈虎每天能少打你2次。妈呀，我连一句话都没说，这帮老娘们就把我每天挨打的事儿给安排上了。哎呦，这有啥可遮掩的？村里都传遍了，你家杏儿让陈虎一天打8遍。姜氏气得仰倒，他正要张口辩驳，便被柳杏儿抓住了手。张婶儿，我听徐婶说你男人一天打你5遍，难怪您能教我，原来您每天只挨5遍打，比我少挨3遍打呢。呸！老娘啥时候一天挨5顿打呀？哎，你个小蹄子！柳杏儿装作被吓住了的样子。不是我说的，是徐婶子说的。大家都知道，你一天被男人打5遍，若是哪天没打够，男人半夜想起来也会把您从被窝里扯出来揍一顿。张婆子闻言就忽然反应过来，她身边这位
可不就姓许吗？好啊，是你在外头嚼老娘的舌根呐，老娘撕烂你的嘴！哎，你个从小麦到老的臭货，哪天不被男人打到嗷嗷叫啊？村里谁不知道？别说5遍，你1天挨8遍都算少。娘，村里人说张婶说的，徐婶跟她娘家那边的老表哥有一腿，又说徐婶说的，前些日子村里好几家人丢的鸡都是张婶偷的，她都看见了。2个婆子哪里听得这话，瞬间就红了眼，发狠的又掐又咬。这时，被吸引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人群中不乏有被提到的当事人和苦主。这些人立刻加入战团，把2个婆子一顿揍，揍完就扭着他们去找村长。刘星儿深藏功与名，打败魔法的还得是魔法。你呀，这下可把他们给得罪了，往后可不知道该咋编排你。不得罪他们也会被编排啊！江氏噎住，无法反驳。哼，况且虎哥跟我说，让我不许怕人，谁欺负我他就揍谁。他无法时时刻刻扮演原主，所以得随时随地的给自己的改变找借口。刘星儿拿陈虎当借口，简直不要太顺手。江氏对此接受的十分良好，因为他自己就知道，有人护着的时候，人的胆子会变大。闹剧收场之后，当车夫杨边要赶车走的时候，忽然有人喊：“等一等！”江氏看清来人的模样就垮了脸，是黄氏和柳桃。老二媳妇儿，你哪来的钱坐牛车？莫不是偷娘的钱吧？我没钱，车钱是杏儿给的。陈虎给杏儿的钱？咋可能？还用说，肯定是偷陈家的钱呢。等陈虎知道了，肯定会打死你。什么不学，偏学着去做贼。牛车上的妇人们听了这话，看柳星儿母女的眼神就有了变化。还用说，肯定是偷陈家的钱呢。什么不学，偏学着去做贼。妹妹说的是，我没学好。妹妹说我偷谁的钱，我就偷了谁的钱。妹妹千万莫要着急，还请妹妹放心。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如今离了柳家，一定能学好。倒是妹妹有个烂赌且用侄女抵债的亲爹，有个不学好偷家里钱的堂姐，可怜的妹妹将来可怎么好说亲事啊？她柔柔弱弱，可可怜怜，宛若不胜凉风的娇羞白莲。果然，妇人们就觉得柳星儿怕柳桃，宁肯被冤枉也不敢为自己辩解。柳星儿，你胡说！妹妹说的是，我胡说，我没偷钱。哼，钱是不是陈虎给的？等陈虎回来，大家问问陈虎就是了。若你们都不敢问陈虎，我们家杏儿又如何敢偷陈虎的钱？难道他为了几个铜板，敢不要命了？众人一想，谁敢偷陈虎的钱呢？黄氏和柳桃气死了都。上不上车？不上老子就走了。黄氏和柳桃连忙爬上牛车，坐到牛车边缘生闷气。给钱。他给。你是我侄女，理应给长辈出车钱。区4个铜板而已，你不会舍不得吧？没有舍不得，只是我不敢。大伯娘，你先垫着，等虎哥回来了，我问问虎哥。我想虎哥一定会愿意请大伯娘和二妹妹坐牛车的。我是给大伯娘抵赌债进的陈家，陈家的钱我不敢乱花的。大伯娘，您不会为难我吧？坐不起牛车就别坐，你们欺负人也欺负得够够的了。哎，你们也说是区4文钱，既然如此，你这个当大伯娘的，把侄女和弟媳妇的车钱给了呗。人家给你们大房还赌债，舍了一个闺女出去，你不能连4文钱都舍不得吧？黄氏母女被众人对得脸红筋胀，没好气的掏钱。你们管得真宽，谁差这几个钱？黄氏母女恶狠狠地瞪着江氏和柳杏儿，柳杏儿窝在江氏的怀里，冲着2人笑，好悬没将母女2个给气死。娘，你说柳杏儿会不会被脏东西附身了？以前她哪有这么厉害？不可能，她现在就是仗着自己有了撑腰的男人才敢嚣张。她就算敢说话又如何？还不是和以前一个怂样，跟她爹一模一样。这臭丫头要是能被当成妖邪烧死就好了。娘，撞他们下去。黄氏一听，立刻看向江氏和柳杏儿，眼瞅着前头有个大坑。柳杏儿一直戒备着这母女2个，总觉得他们的眼神不怀好意。然后她也看到了不远处的大坑。机会啊！
在路过大坑的时候，车夫招呼大家坐稳了。柳杏儿故意拉着姜氏说话，似乎没有注意到车夫的提醒。皇氏母女两个见状，在车轱辘落坑颠簸的那一瞬间，双双扑向柳杏儿母女。然而柳杏儿却尖叫着扯着姜氏往后一倒，做出一副不小心被颠了的惊恐模样。皇氏母女没推到人，双双从忽然露出来的空档摔了下去。两个人咕噜咕噜的滚了几下，疼得龇牙咧嘴，哭爹喊娘。没长耳朵啊！老子提醒了让你们小心的，老子有人作证，你们摔成啥样都跟老子没关系，还走不走啊？不走就滚，莫在这耽误功夫。一会儿到镇上集都散了，大家伙就白花钱坐车了。哎呀，快走快走，莫跟他们磨叽。黄氏和柳桃惊呆了，他们竟然在半路被车夫甩下来了。多谢大哥您的维护，不然今儿个我就得被二妹挠伤了。柳杏儿就摸了几个铜板出来，打算给车夫。虎爷叮嘱过我，让我护着嫂子，我也是替虎爷办事儿。原来对方帮忙是因为陈虎啊，5大3粗又凶巴巴的一个人，偏偏十分体贴。回头若不逢场，嫂子也要用车，可以让人去大河村找谭墩子。好，那谢谢你了。柳杏儿拉着姜氏去镇上溜达，镇子不大，两边的商铺也有限。柳杏儿去茶馆看了看，倒是有卖花生瓜子，价钱也是极便宜的，2文钱可以买一把。娘，咱们还是去县城吧，我琢磨着这些东西在镇上很可能卖不掉的。赶场的都是附近的老百姓，身上穿的衣裳基本都带着补丁，糖炒栗子和栗子蒸糕，这些人还真不见得舍得买。不如咱们在这里试试，实在卖不掉再去县城。要去县城又得给车钱，姜氏舍不得。娘，我还没去过县城呢。你还有车钱吗？娘放心，虎哥给了我好多铜板。两人先去找先前的车夫，柳杏儿就让姜氏给他拿了一块栗子蒸糕，自家做的，你尝尝。你既是陈虎的朋友，少儿给你个蒸糕，你就拿着吃啊。谭墩子不好意思地抠了抠脑袋，到底经不住诱惑，接过了蒸糕。他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糕点。谭墩子啃了2口就不啃了，小心用帕子包好，揣进怀里。墩子兄弟，我们想去一趟县城，你看。上车，我送你们去。那些婶子们就不管了吗？他们卖了东西得了钱，便不大愿意再坐车，左右回家也是空手回，不累。也不全是，但吃人的嘴软，更别说还有陈虎的嘱咐在先。我就在这等你们，魏时末申时出客之前，你们须得到这儿，不然天黑赶不回去。姜氏表示知道了，和柳杏儿背着背篓进县城，县城就比镇上繁荣多了。杏儿啊，咱们去哪儿卖呀？娘，咱们找个茶摊或是小吃摊，借他们的炉灶热一热板栗蒸糕，热的总归要好卖些。哪有人愿意借的？柴薪不要钱的嘛。咱们借一借，万一能借到呢？路过一家茶馆，茶馆挺大。娘，您看，那些小孩给小二几文钱就能进去卖东西，不如您有样学样，也给几个钱，然后进去卖栗子，价钱就咱们昨晚商量好的，10文钱一包，一包大概有2两左右，这样算下来1斤就能卖50文钱。会不会太贵啊？怎么会贵呢？咱们用了不少糖呢。反正不能讲价，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咱们换一家再卖。娘，您想想，若是您先头卖了2个顾客，后头怕卖不出去降价，前头的顾客不得找您扯皮啊？便是1个顾客都没卖，人家讲价您就让价，人家会觉得这东西是不是不值当这么多钱？不然您怎么答应的这么畅快？杏儿啊，你咋懂这些的？我跟虎哥说想做点小生意，虎哥就给我讲了讲做生意的门道。万年工具人陈虎再次被柳杏儿面不改色的搬了出来。谢谢你惦记我啊。娘，您去卖栗子，我在外头等您。没出嫁的时候，姜氏跟姜木生出来跑过生意，他的胆儿还是挺大的。见姜氏进了茶馆，柳氏就抬步去了不远处的一个小吃摊儿。婆婆，我想借用您的火和蒸笼蒸一下蒸糕，另外我的甜蒸糕卖5文钱一个，若是在您这卖掉了，每个都另外单给您1个铜板。这附近有好几个小吃摊，就这个小吃摊生意不太行，老板是个老婆婆，人家比较会吆喝，可老婆婆不会吆喝。老婆婆朝着柳杏儿比划了一下，麻利地腾出一个蒸笼来，柳杏儿才发现她不会说话。谢谢您啊。将蒸糕蒸好，柳杏儿花了3文钱买了1个包子吃，发现味道不错，
于是便张嘴吆喝起来：“卖包子，热腾腾的包子，买一个包子送一碗热汤嘞！”他也没有瞎喊，番子上写着呢。脆生生的声音响起，摊位前也有人来问了：“您来几个包子？”“来2个吧。”“啊，您带走还是这儿吃呢？在这儿吃的话，我给您盛热汤。”“在这儿吃。”很快，小摊前的位置就坐满了。柳杏儿没插手帮忙端，毕竟不是自己的生意，又是吃食，需避着点咸。雅婆婆的包子不多，卖完以后，差不多柳杏儿的栗子蒸糕也好了。栗子蒸糕，美容养颜的栗子红糖蒸糕好了呀！她的声音脆得很，吆喝起来像是黄鹂鸟在唱歌。这些我全要了，这些我全要了。哎呦，好阔气的顾客！柳杏儿看到杜秀才，就跟原主记忆中的人对上号了。这是原主的心上人呐，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样子，长得还行吧，就是太阴了些。柳杏儿没搭理他，给先来的人装蒸糕。这些我全买了。这位公子对不住，您的钱大，小女子找不开。不用找。杜秀才将银子拍在案板上，就要去拉柳杏儿。柳杏儿连忙躲过，还请公子自重。公子可是读书人，误了名声可不好。你既知道名声重要，为何要抛头露面，当街叫卖啊？你到底知不知羞耻2字是怎么写的？干啥干啥？你这书生要买就买，不买就滚，拦着人家做生意做甚？你的银子拿走。这县城的差役还挺管事的，来的真是及时，不错嘛。差役推搡着他离开。杜秀才转头看向柳杏儿，那眼神仿若柳杏儿干的是啥脏活。什么玩意儿？对我指手画脚。蒸糕没多少，很快就卖完了。22个蒸糕，5文钱一个，总共就是110文。除去给雅婆婆的22文和一开始给的4文钱，一共入账84文钱。柳杏儿数完钱，笑得见牙不见眼。谢谢婆婆，我走啦。说完，她冲着雅婆婆笑容灿烂的摆了摆手，去查一查此女子。是，大人。卖光了。掌柜的尝了尝，还问我还有没有，能不能直接卖给茶楼。我寻思着可以卖，你说咱们卖给茶楼多少钱一斤合适啊？能卖给茶楼当然好，这样咱们就省事不少，还能腾出时间来干别的。咱们一包有2两重，卖10文，算下来50文一斤，那就卖给茶楼40文一斤吧。那就卖40文。先前在茶楼卖栗子，江氏渐渐地找回了记忆深处的感觉。娘这就去跟掌柜的说。江氏神采奕奕，说完就转身，风风火火地跑进了茶楼。成了成了，我就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感谢他。娘跟你说，这个做买卖呀，就要嘴巴甜，不管人家说啥难听的话都不要在意，咱们能把东西卖出去就行了。娘，我也要跟你学。好，娘知道的都教你。哎，对了，蒸糕呢？娘去把蒸糕卖了。娘去卖栗子的时候，我去旁边的摊子买了一个包子吃，顺便给了4文钱借用摊主的锅灶蒸笼。那摊主是个哑巴婆婆，人很好，还帮我把蒸糕全卖光了，除开给她的4文钱，还剩84文钱呢。江氏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儿，直夸柳杏儿运气好。娘，我饿了，咱们先去吃碗面，然后再去买糖买面。我跟哑婆婆商量好了，后日带蒸糕来，还在她家卖。那感情好，下次就娘来卖。他没法子给闺女准备嫁妆，就趁着陈虎没有回来，多帮着闺女挣点钱吧。两人走到一处面摊前，来一碗鸡汤面，你快吃。柳杏儿见他这样，就知道江氏自己舍不得吃。这种沉甸甸的母爱，让柳杏儿暖心的同时，又有点心酸。柳杏儿管摊主要了一个空碗和1双筷子，分了一半的鸡汤面给江氏。娘不吃，我就不吃。他倒是想给江氏再喊一碗面，但怕江氏炸毛。柳杏儿坚持，江氏就没法子。娘，等以后赚钱了，咱们吃面就一人喊1碗。江氏嘴里含着面，眼角有泪溢出。若不是一双儿女暖心，江氏在柳家早就过不下去了。吃完面，柳杏儿问摊主杂货铺在哪条街。母女2个来到这条街，把这条街上的杂货铺、粮油铺先逛了一个遍。白面买了20斤，清油2斤，红糖买了5块，砂糖买了10斤，一共花了1010文，折1两银子10文。从店里出来的时候，江氏人还是恍惚的。1两银子就这么花出去了。娘，咱们赚得回来，
娘，那是不是柳希儿的二舅？皇室一看，果然是江木生。他二舅，福川他二舅。江木生闻声看了过来，一看是皇室母女，脸上先是冷了一瞬，才浮现出笑容。这娘们儿对自己的妹妹不好，他早就想揍，只是父母拦着，说揍了往后妹妹的日子更不好过。因着村里的3座牌坊，村里的闺女嫁出去只能死，不能被休，也不能和离。哟，你来的正好，让我瞧瞧你这里都有些啥货色。家里给杏儿说了婆家，那可是县城里的秀才，我们今儿上街就是给杏儿采买东西的。之前江氏夫妻来娘家借钱，说杏儿病重，恰巧就在秀才宫来提亲的节骨眼病重。杏儿可好些了？好了，大好了，弟妹把钱拿回来，家里就带杏儿去县里医馆看的病，花了差不多30两银子呢。也是我家，换上别人家，谁肯出这么多钱给闺女看病？江木生觉得是因为杏儿有秀才公看中，柳家才肯出钱。不过眨眼功夫，母女2个就快把江木生的担子都快拿空了。福川他二舅，你看看这些要多少钱，跟我们家去拿。皇室意犹未尽，又怕拿光了江木生没东西卖，真跟他回家去拿钱。眼下不成，回头我再去。皇室连忙拉着柳桃走人，两母女走得飞快，也不顾身上疼，生怕江木生撵上来。怎么买这么多东西？不过日子啦！我们带出去的东西都卖完了，买这些回来是为了做更多的吃食。江氏就把背篓里的钱全部倒在破席子上。这么多！好了，快坐下来数，10个串成一串。最终竟然数出了820文。我去收拾板栗。我去看看还有没有板栗。哎，娘，你拿盆先去河边装点沙石回来，不要太大的，也不要很细的。江氏二话不说，拿了盆就去河边。柳杏儿就和小老三一起给板栗开口。江氏把沙石弄回来，柳杏儿先把沙石放进锅里烘干，把细沙子筛干净了，又将大个的石头子儿挑出来，让江氏洗干净。烘干后放点熟好的清油和糖翻炒，炒热了放板栗进去翻炒，香甜的味道飘荡在灶间。小孩闻着这味道，不停地吞口水。病殃殃的陈吉听着家里热火朝天的动静，眼神闪烁，心里有些东西在动摇。这个女人如果能一直这样的话……哎呀，等等兄弟，是江二哥，你这是去哪儿？啊，我去下河村柳家看我外甥女婿。那你就不能去柳家，要去陈家。你外甥女被柳家抵债给了虎爷，如今已经是虎爷的媳妇儿了。他的话还没说完，江木生就变了脸色，疯了似的往小河村跑。柳三才见江木生杀气腾腾的来，就跟刘老头一起往后退。柳大富扔了锄头就跑，被放下挑子的江木生几步追上，摁在地上狠狠地揍，拳拳到肉，揍得柳大富哭爹喊娘。哎呀，老二，你拉一把呀，老二！你敢过来，我就把我姐带走，走到天远地远，你永远也找不着。刘二顺不敢动他了。刘老头和柳三才见状，拔腿就跑。柳二顺，你个怂货，你连媳妇儿和闺女都护不住，你咋就不去死啊？你但凡能够撑起来，他们都不能像如今这般，杏儿也不会被弄去抵债。杏儿，我是二舅啊！木生，你咋来了？烧火的小老三见又来一个柳杏儿的亲戚，整个人都紧绷起来。这人不会是想拿钱走的吧？我听说了杏儿的事，我来看看他，我想带杏儿走。你别听外头的人瞎说，陈虎对杏儿很好的。现在好不代表以后好啊！他前头打死了3个，这一个咋地也要装一段时间的好人呢。娘，二舅，你们进来说话吧。江氏想着屋里在炒板栗，不敢叫江木生进去看，毕竟杏儿已经是陈家人了。娘，我吵不动了。二舅，你来的正好，来帮帮我。刘杏儿爹娘都喊过了，早就过了尴尬期。外甥女儿喊帮忙，她肯定要进去的。进去顺手从柳杏儿手里接过锅铲。嚯，这样炒板栗啊？对，沙子洗干净，加糖，加板栗炒，这样炒出来的更香更好吃。江氏噎住，江木生也傻眼了，两人都没想到柳杏儿就这么把做法说了出来。杏儿啊，这法子你不能挂在嘴边说的，这让人学学了可咋整啊？二哥，我们今天卖糖炒栗子，卖了800多文钱呢，茶馆的掌柜还说好40文钱一斤收呢。这生意做的呀，小女放心啊，二舅不会拿你的法子去挣钱的。为什么不能挣？我和娘一天再多也就能弄50斤栗子，
况且阳安府好几个县呢，我和娘在定陶县卖，二舅可以去临县卖。嘿嘿嘿，那行，那就算咱们合伙。等卖了钱啊，二舅分你1万。我不要，这又不是什么秘方，这法子很容易被看破，估计到了明年，满街都有糖炒栗子卖的。那我不管啊，咱们就说今年。你要是不要啊，那我就不卖了。不然二舅给我2成就行了。二舅若是不愿意，那就别吵了，我也不卖了。别，这说好的生意怎么能不干呢？就按你说的啊，等你家的板栗用完了，二舅帮你收。刘杏儿笑着点头，江氏心里松了一口气。二哥这人做事大气，杏儿也大方，毕竟这么多年只见娘家帮他没有回报过半分。对了，二舅，您啥时候回去？一会儿天该黑了，山路不好走。哎呀，我今晚不走，晚上随便在哪儿打个盹就成了，外头多的是草垛子。要不就在堂屋打个铺。哎呀，你就别操心了，我今晚啊帮你们多炒点板栗，天亮就走。啊，对了，杏儿，不然你跟二舅走吧，这陈家，哎呀，到底不是好地方。我不走，虎哥对我好，您别听外头人瞎说。而且没有虎哥，我如今的坟头都长草了。他若真是坏人，当初就不会把我带走。主要是能走哪儿去啊？况且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陈虎可不是鹌鹑。二舅，我喜欢虎哥。二舅，我喜欢虎哥。刘杏儿做出一副羞涩的模样，没招啊，这么说才能打消江木生的念头。外甥女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还有啥好说的？以后要是过得不好啊，你一定要跟二舅说，二舅豁出命去也要带你走。栗子炒好了之后，刘杏儿装了一小碗给小老三，你尝尝，你二哥在病中不能多吃，吃1、2粒就行了。卖钱。不差你这点儿，你认真吃，吃完跟我说比昨天的如何。小老三这才端着碗一瘸一拐去了隔壁房间。二舅娘，你们也尝尝。比昨日的好吃，又香很多。江木生把板栗挑出来装筐里，继续放生板栗进去炒。我呀，把柳大富揍了一顿，把柳二顺也揍了一顿。这会儿江木生有些后悔，他打了人，柳家人定会从江氏身上找补回去。打就打了，他们也该。娘，虎哥跟我说，柳家用江家山的牌坊拿捏娘就可以用柳福来拿捏柳家，大不了鱼死网破呗。他还说，这世上就是凶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工具人陈虎再次上线。又是小媳妇对我念念不忘的一天。虎哥说，打蛇打7寸，柳福来就是柳家的7寸。读书人最重名声，以前你们老师不拿他做法子。虎哥说，都不用咱们去柳家闹，只去问柳福来，说他爹用我抵赌债的事传出去，他的书还念不念得成了。嘿呦，虎爷就是虎爷啊。虎哥还说，娘和爹都是柳家人，说真闹到了那一步，就得舅舅或是姥姥姥爷出面，抢在他们去江家山找族长前先发制人，把柳家以江家山的牌坊来拿捏儿媳的事情传出去，再去书院门口大闹。但在之前还是威胁为主，让他们知道撕破脸谁也别想安生。还有，江家山的规矩重，出嫁女便是被婆家搓磨致死都不能合力回江家山。正是因为这个规矩，江家山的闺女在10里8乡很受欢迎。虎哥说可以让舅舅们直接去找村长，说柳家把娘搓磨得太狠，要是村长不管，舅舅们就去找江家山的族长说理，让江家山有闺女的人家不许把闺女嫁到小河村来，想娶江家山媳妇的人家能坐得住。二舅，我觉得虎哥说的很对。刘杏儿说到这个地步，江木生和江氏还有啥不明白的？哎呀，枉我还觉得我跑的地方多，见识多，可竟然连这点都想不到啊！江氏灰败的眼底有了星星点点的光。是啊，虎哥就是厉害。虎哥说，江家山只要求自己的村里的姑娘守规矩，却从不给嫁出去的姑娘撑腰是不对的。村长族长不能光吃饭不干活啊，说早晚会想出法子治一治他们。到时候我给他打酒喝。说到这里，他就咬牙切齿地将皇氏母女打着柳杏儿的名头骗他东西的事儿说了出来。他们哪来的脸？江老二啊，你出来，老娘知道你躲在陈家。江老二啊，你出来，老娘知道你躲在陈家。刘杏儿，开门。这次传来的是村长的声音。院门打开了，江氏还没回过神，就挨了刘老婆子一个巴掌。
村长，他打我！哎呀，江家山的人跑到我们小河村来撒野来了！哎呀，好香啊！哎，这陈家在做啥呀？这么香？放糖了吧？我闻到甜味了。村长，您说陈家过了灶房在做啥好吃的？这我哪知道啊！哎呀，村长，他打我！村长还没啥反应，姜木生就嚷嚷起来：“哎呦呦呦呦，这就是小河村的民风啊！一个当奶奶的人了啊，男人还没死呢，就对着别人的男人动手动脚。”村长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柳家还真是阿子，这婆婆不正经的人家能嫁吗？早知道当初我妹妹就是去庙里当姑子，也不给你们小河村当媳妇儿。回去我就跟族长说，以后不要把闺女嫁来小河村，备受搓磨不说，婆婆还不检点。他常年跑货郎，胡搅蛮缠的本事他也会。大兄弟，这样可不成啊！除了刘老婆子，我们村的人都很好的。这婆子就是坏，全村出了名的。她不要脸是她，跟我们真真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们眼瞎呀！明明是这张富的哥哥打老娘啊！不用你去找，老娘就去江家山找你们族长说道说道。那家里的活也不干，就知道偷汉子搞破鞋。姜木生又狠狠甩了他一巴掌，一脚将他踹墙角去。说，您看见了啊？这老婆子污蔑我们江家山嫁出来的姑娘，今儿她要是不把她嘴里的奸夫找出来，这事儿没完。明儿我就去县衙告状。咱们县咱们府可只有一个江家山是有牌坊的，别说县令大人，就是府台大人也不允许江家山有半点污垢。不会说话你就把嘴巴缝起来。福川娘咱们还是知道的，每天从不亮天干到天不亮，比别人家的生活还累，上哪儿去找野男人去？若是姜木生闹到衙门去，他这个村长就当到头了。别看不起村长，每年摊派徭役、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他能捞不少。也是江家山的村长，从来不为村里嫁出去的姑娘撑腰，叫他都觉得江家山的人好欺负，从来都没有往这一层上想过。看不得他打我呀，他一个当晚辈的。我可不是你的晚辈，你算哪根葱啊？江儿啊，不管怎么说，你来小河村打人都是不对的。你看把人打成啥样了？赔钱，没有40两银子都过不去。你们瞅瞅，你们好好瞅瞅，我家老大都被他打成啥样了？打你老子承认，你要是死了，我肯定给你赔棺材钱。但是打柳大富我不认，谁看见了？谁看见我打他了？我家老三看见了，老头子也看见了。他们做不了证的，不信咱们就去衙门试试去。凭啥做不了证？因为他们是柳家人，上了衙门，大老爷不认他们的证词。外村人欺负到小河村来了，这村长还胳膊肘往外拐呀！救命啊！在灶房厅墙角的柳杏儿无语，这刘老婆子闹腾了一晚上，先是骂村民们眼瞎，得罪了村民，这会儿又得罪了唯一能帮他的村长。要知道，村长就是再讨厌刘老婆子，为了面子也会对他维护一二。你这老钱婆还有完没完？来2个人，把他的嘴给老子堵上！看来不是村长管不了村里这些泼妇，端的是看村长想不想管。我出去之后，你守在灶房，把门拴了，知道不？不用你教。他傻不傻？锅里的可都是银钱。娘，还疼不疼？姜氏摇头。你出来干啥？快去灶房干活，灶房的活可不能毁了，那是陈家的根本。他这么一说，村民们就明白柳杏儿为啥先前不出来了。哎呀，这姑娘哭起来的样子可真可怜，以前咋就没发现呀？哟，这姑娘是不是长肉了？来陈家才几天啊，感觉跟变了个人似的。不打紧，已经干完一波活了，等下再去干一样的。柳杏儿抬手轻轻去抚姜氏额头上的包。都是我没用，我要是有用，您就不会遭这些罪。对了，娘，姥姥姥爷不是给您凑了20多两的银子吗？您快拿钱去找郎中看看。村民们一听就倒吸一口凉气，20多两啊！姜家这么有钱的嗖？钱都在你阿奶那里，我和你爹带了银子回来，就被刘老婆子给抢了。村长爷爷，那天赵三娃把当天的事儿学给村长看，村长就让人扯开刘老婆子嘴里堵着的一把草。小孩瞎说，没有的事儿。不信，村长你问我家老二，让他说老娘抢是没抢。刘老婆子笃定柳二顺不敢说实话。娘，姜氏脸色发冷地看着柳二顺。你个不孝的东西啊！你要让你娘被人当贼马！我娘没抢。他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姜氏的眼底浮现出浓浓的失望。姜木生也是，
以前他还拿她当妹夫，认为她是无辜的，她也是被亲娘逼迫的。可现在，哎，村长您瞧，是江家人找事儿，您可要给我老婆子做主啊！江二兄弟啊，孩子说的话不可信的，刘二顺又说没这事儿，你看没有实证，这事儿就……二舅，您先前说姥姥给凑的银钱，每个上头都用簪子画了个道道，是不是真的？刘老婆子猛地看向柳二顺，娘，我不知道他们在钱上做了记号。我活，大家还有啥不明白的？说，你也看见了啊？如今刘老婆子抢没抢我家给杏儿救命的钱？去柳家搜一搜，看看上面的钱有没有记号就明白了。若是说不肯搜，那我明日一早就去县衙报官。那20多两是江家的钱，不是刘家的钱。哎，你胡说！明明只有13两，并178个钱，哪里有20多两？那你还不赶紧去把钱拿来！这老婆妇哭着嚷着要他带人来陈家主持公道，好嘛，他这个当村长的脸都被这老泼妇给丢尽了。慢着，他们母女今日在镇上从我摊上拿了不少东西，还请村长带人一并从他们家搜一搜。他们母女骗我说啊，过几天有秀才公来家里跟杏儿提亲，那些都是给杏儿采买的，说让我上柳家来收账。今儿你们要么把东西还给我，要么就把账给结了，不然明日官府见。黄氏傻眼了，柳桃也愣住。哎呀，好啊，你们娘儿两个学会私藏东西了是不是啊？老娘挠死你们！刘老婆子扑向黄氏，柳桃下意识躲开，一声都不敢吭。她还要嫁秀才公呢，万一被挠花了脸咋整啊？说到底也是柳二顺不是个男人，可不咋的，自己的闺女自己都没卖，让兄弟拿去抵账，真是个窝囊废。行了行了，赶紧回家把东西和钱找出来还给人家。天黑路远的，你们就别跟着去了，我一定能把东西和钱都要回来。陈虎把你教得很好，比娘年轻的时候呀好多了。刘杏儿看了眼蹲在地上呜呜哭的柳二顺，娘，我先进去炒栗子了。对柳二顺，他也想明白了，这个人不能沾，哪怕他有一腔爱女之心，到时候刘老婆子一句话，他是可以昧着良心坑妻儿一把的。蒋老三已经把炒好的板栗挑出来了，明儿卖了板栗，我去买个大点的筛子筛，现在这么挑太慢了，耽误挣钱的功夫。刘杏儿已经摸准了小孩的脉，要买东西在他眼中必是败家的行为，但买东西是为了挣钱，那就没毛病。你爹是孬种，赶我爹差远了。蒋老三挺起胸膛嘲笑柳杏儿，对，从父亲的角度来讲，他没资格跟虎哥比。小孩，你有一个好爹。用柳二顺来和陈虎比，柳杏儿感觉是对陈虎的侮辱。福川娘，那是我娘，我没法子。你也是当娘的，福川那么护着你，你应该知道。我不知道，福川孝顺我，是因为我对他好，是因为他姥姥姥爷舅舅们都对他好，是因为他的脑子不糊涂。你不一样，柳二顺，往后陈家这边你别来了，你是柳家人，你帮着陈家干了活儿，哪天你娘来找杏儿要工钱，杏儿给不出来。不会的，真的不会的。你要还是个人，你要还念着杏儿是你的亲闺女，你就别再来陈家。柳二顺，你别逼我剪了头发去庙里当姑子，便是江家山有3座牌坊，也管不了出家的事儿。以前我在你家苦熬是为了杏儿，为了福川，如今杏儿有陈虎护着，等福川回来了，陈虎也能护着他一些，我就放心了。说完，江氏就进了院子，并拴上了门。事情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了呢？娘，不管您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傻孩子，娘没事儿。江氏抹了抹眼泪，快步走进灶房去接着揉面了。刘杏儿叹了一口气，到底还是怕刘二顺寻死，便出门去找他。杏儿，爹，我不欠刘家的了，我没有死，不代表柳家没有作孽。是爹没用，因此柳家人对于我来说是要我命的仇人，不会因为你是我爹而改变。你说的对，你没用，但请你不要寻死，因为你死了，我娘就是寡妇，寡妇的名头太难听，寡妇的日子也太难过了。还有程家这里，你也莫要来干活了，不然柳婆子当真会生事儿的。我记住了。这头江木生像是打开了任督二脉，不但去柳家搜出了自己的东西，还逼得刘老婆子不得不将从江氏那里抢来的钱还给了江木生。被打肿脸的刘老婆子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老婆子在村里耍赖耍横了一辈子，这还是头一次吃这么大的亏。
等他闹累了，柳桃才冒出来搀扶他。阿奶，您不觉得柳杏儿不对头吗？她会不会是掉进河里以后被啥脏东西附身了？您想想，以前她啥时候敢当着外人说话？可今晚那银钱的事情就是柳杏儿说的。刘老婆子一听也眯起了三角眼。阿奶，要有陈虎护着，我瞅着二婶儿怕是一辈子都不带回柳家的。她敢？以前二婶儿是不敢，可如今有陈虎撑腰，除非陈虎不要柳杏儿，厌恶柳杏儿，二婶儿自此失了靠山，才会回柳家，不然到最后二叔恐怕也会离了柳家。想都不要想，他敢不回来，老娘就打死他！老娘绝不可能便宜老二那个野种。有姜木生帮忙，晚上不管是蒸糕还是炒板栗，都是先前的3倍。大家虽然累，但都笑得很开心。第二天天不亮，谭墩子就来接人了。这次姜氏没去，是姜木生和柳杏儿去县城。哟，怎么比昨儿的更香一些了呢？哎呦，您喜欢就成。说是拿锅里再炒一炒加热会更香，加热之后用棉垫子捂着的筐子装起来，能保温很久呢。多谢小娘子提醒。您尝尝，这也是我们做来卖的，叫板栗蒸糕。您这里要不要留点当茶点卖？这个上锅一蒸，香味就散开了。香味出来之后，必会帮您引更多的客人。哎呀，昨儿我就听有客人夸哑婆那儿卖的蒸糕味道好。哎，小姑娘啊，你跟那哑婆是亲戚？啊，不是亲戚，不过是合作伙伴。掌柜的摸着胡子，连说了几个好字。那你这个栗子蒸糕卖与我是多少文一个呀？4文。您别嫌弃贵，实在是糖贵，白面也贵。我在哑婆婆的摊上卖5文，您这是大店，但凡进了店的东西都要涨涨身价，卖6文刚好，7文不过分，8文也不贵。你这个小媳妇儿可真会说话呀，是个做生意的料子。那就留50块吧，你够吗？啊，够的够的。这板栗蒸糕呢，50个是200文，63斤的栗子是2520文，和共计是2720文。2700文也是2两多，差点3两银子。姜木生虽然心中有数，但掌柜的真把银钱给到他手上，他还觉得像是做梦。这个板栗啊，每天在200斤以内，老夫全部都能吃下。你能弄出来吗？啊，能。姜木生狠狠点头，必须能。阿舅，虎哥说银钱多了就要签契约。啊，对，掌柜的，您可得给我签个契约啊，不然我若是真送200斤来，你又不要了，那板栗可就砸在我们手上了。契约到手，姜木生的心才放进肚子里。哑婆婆，我来啦，这是我二舅。哑婆婆先是冲着姜木生点了点头，然后就指了指一口空着的锅和上头冒着热气的蒸笼。柳杏儿忙将栗子蒸糕放到热腾腾的蒸笼里。二舅，这我一个人就成，您去铁匠铺买2口大锅，陈家1口，姥姥家也要1口。柳杏儿掰着手指头跟姜木生数要买啥东西，姜木生一一记下，就跟谭墩子走了。媳妇儿，你别卖了，跟我走。陆秀才请假出来就是为了找柳杏儿，他喜欢温柔小意的，以前比兔子还胆怯的柳杏儿就十分合他的心意。你这个书生咋回事？当街就动手动脚，你哪个书院的？啊，二位差言，他是小生的。大哥，小女子不认识他。走，你莫要在此胡搅蛮缠，不然我们兄弟只能请你去衙门走一趟。没法子，他只能拂袖而去。小娘子，给我们拿30个蒸糕带走。连着2天，二位都帮了小女子的忙，就用这些蒸糕作为谢礼，还望二位莫要嫌弃。往后哑婆婆的摊位，还望着二位多看顾呢。我们当差拿了衙门的月钱，就得干事儿。说完，串脸胡捕快看了一眼哑婆婆，要让我们大人知道了，会打我们板子的。便是在现代，吃拿卡要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捕快的月钱并不高。他提到了大人，想来县令大人是个十分有手腕的清官。姑娘，我姓谭，他姓张，以后你在县城若是遇到什么麻烦，可以去衙门找我们兄弟。那感情好，小女多谢2位差爷了。2位差爷啥时候有空，小女让舅舅请2位喝酒。捕快摆手，帮这点忙就要酒喝，老太太可不会放过他们。柳杏儿帮着哑婆收摊儿，等姜木生采买完东西才离开。婆婆，明儿我还来。哑婆笑眯眯地朝他摆手。陆秀才在城门外柳杏儿回村的必经之路的茶寮坐着，想在这里堵他
他越想越气。要知道，柳杏儿家里人对他这个秀才公可是巴结至极。杜秀才回想起自己以前和柳杏儿说话，那姑娘流露出的羞涩表情，心底就有一团火在烧。回去他就哄得自家老太太同意他在娶妻前纳妾。不过在柳杏儿这头，杜秀才骗他是求娶。杜公子，杜秀才扭头一看，来人是柳杏儿的堂妹，同窗柳福来的亲妹妹柳桃。这不是桃儿妹妹吗？你来找你姐姐。柳杏儿也在县城，这个小淫妇怎么阴魂不散？你姐姐在帮人卖包子，这是你们家谁的主意啊？她快嫁给我了，这样抛头露面不好。天杀妇，要是把家里的事漏了可咋整？我还如何离开桃江嫁进杜家？杜公子，我姐姐是如何跟你说的？她忙，没有功夫跟我说话，于是我便在此等她，想问问她为何这般做。我们杜家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可容不得未婚妻在外抛头露面，当龙卖笑。原来他们两个还没说上话呀。杜公子，这事儿是姐姐做的不好，我就是来找她回家的。家里人说啥她都不听，就怕嫁进你家被嫌弃嫁妆太少，就偷偷跑出来说要挣嫁妆钱。不怕杜公子笑话，我家因着供养我哥哥念书，着实没有什么余钱，也难为了姐姐。杜公子，您回书院吧，我这就去把我姐姐替回去，保证她再也不出来了。哦，对了，我姐在何处帮人卖包子？公子你告诉我，我也不必满城无头苍蝇似的找。不瞒公子说，昨儿我来找她就没找到，她跟家里人又死活不说地方。见他眉头紧锁着把地点说了出来，又道：其实也不怪姐姐，我家连给她买胭脂水粉的钱都凑不出来，她的嫁衣还没着落呢。杜秀才扯下腰间的钱袋子给柳桃，缺钱就来跟我说，何至于去帮人卖包子？卖包子一天能挣几个钱？不成不成，姐姐就是怕被公子看不起，这钱小女不能替姐姐收。杜秀才强势塞到他手中，这些银子若还不够帮他置办嫁妆，过2日我再拿些给你哥哥。杜公子，您可千万别给我哥哥，你也知道他是读书人，终归是有些清高的。杜秀才想了想，你回家去取50两银子来，再去要2匹红绸。刘桃听得眼睛发亮，激动的双手忍不住扯帕子。小厮回来之后，杜秀才看着他拿来的2匹水红色绸缎，给了小厮一个赞赏的眼神。切不能用正红，小厮还算机灵。然而柳桃不懂这些，他的心思都被桌上放着的水红绸缎给夺去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让杜秀才的小厮都没眼看。行了，你把这些东西带给杏儿，让她别为嫁妆发愁，在家等着媒婆上门。哎呀，杜家果然富贵呀！等我进了杜家，必能吃香的喝辣的。从裁缝店出来，柳桃直奔书院，给了守门小哥几个铜板，劳烦他去喊一下柳福来。柳桃这次来，就是刘老婆子让他来找柳福来讨对付柳杏儿和二房的主意。啥事儿啊？这么着急火燎的来找我？快点啊！耽误久了，食堂的饭菜都被抢光了。那就不吃食堂，哥，咱们去饭馆吃去，我有钱。柳桃说这话的时候，声儿有点大，引来了路边几个乞丐的注意。这钱哪来的？是杜公子给的。柳桃将自己忽悠杜秀才的话说了出来。柳福来从钱袋子里掏了一半钱，揣自己兜里，将剩下的扔给柳桃。你这人咋这样啊？把钱还给我！你信不信？我要是告诉阿奶，这钱你一个字都留不住。这会儿他太后悔了，后悔在柳福来面前露财。这小子还真是被柳杏儿那个小蹄子勾没了魂啊！哥，你得给我想想法子，万一洞房的时候他见不是柳杏儿，必是要闹起来的。这有何难？我帮你买点药，你出嫁的时候带在身上，下到茶水里，保准杜秀才喝了，变眼睛的人是猪，他也能当成貂蝉。你说谁是猪啊？赶紧吃，凉了就不好吃了。柳桃见柳福来吃饭那么凶，也连忙狂吃起来，生怕手慢嘴慢抢不到。吃的差不多了，柳桃瘫坐在椅子上打了个饱嗝。哥，阿奶让我来跟你讨个主意。他把姜木生打柳大富并且威胁家里要来书院找事儿的事情说了一遍。哎呀，无妨，到时候就推到二叔身上，说是二叔赌钱输掉的女儿，我爹只是帮他背黑锅。这话让阿奶说，二叔不会说一个不字。至于村里人，我是村里唯一的童生，村长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也不会允许村里人来给江家人作证。你回去跟阿奶说一声，找神婆的事儿且先缓一缓。柳杏儿长得那般好，就这么死了可惜了，我来想法子。走路不长眼睛的呀！
短命鬼急着投胎还是咋的？柳涛揉着被撞疼的胳膊骂骂咧咧，直到去城门口坐牛车的时候，才发现他的钱袋子没了。你没钱还坐什么车呀？赶紧下去啊！给人腾位置。车夫杨边赶着车走了，柳涛崩溃地蹲在地上大哭。没钱到的短命鬼，偷我的钱！这可是县城啊，他靠2条腿得走到天黑才能到家。我的钱，真是白折腾了不说，还把自个儿的私房钱给赔进去了。刘福来匆匆回书院，半路被人撞了一下，等他反应过来钱被偷了的时候，人已经在书院里了。还得去给柳桃买药，这他妈的不但没占着便宜，我还要倒贴呀！二舅啊，回家我肯定要被娘骂的。实在是买太多了，除了糖和面粉这些东西，柳杏儿还买了1床席子、2床被褥。哎呦，现在知道怕了，买的时候咋叫都拦不住你。可都是家里要用的，我娘应该不会骂太凶哦，你说是吧，二舅？江木生扭过脸不去看柳杏儿，忍不住抬手捂着嘴巴偷笑。娘，小孩，给你们带了肉包子，赶紧蒸热了吃。小老三一听包子就吞口水，但脸却是黑黑的。又乱花钱，不过了呀！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要让马儿跑，得给马儿吃草，把肚子吃得饱饱的，才有力气挣更多的钱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小老三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道理，只知道包子已经买回来了，如果他不吃就亏了。他不但自己吃，还给陈吉拿了一个。大门关上，眼见江氏就要发火。娘，您猜猜咱们今天卖了多少钱？哎呀，卖再多钱也不能这么霍霍呀！可这些都是要用的，这次买了，以后就不用买了。况且还有些是二舅买的，过些日子他要拿回姥姥家的。啊，再跟您说件事儿，今儿我们跟茶楼的掌柜签了契约，往后每天给他送200斤糖炒栗子。哎呦，200斤呐！200斤能卖8两银子。1天8两银子，100天就有800两银子，二哥就能看病了。小老三扑过去抱住柳杏儿的腿。娘，这孩子的眼里怕只有钱哦。人家要200斤，娘和小老三就不能出去捡栗子，你们2个也捡不了那么多呀。那就得收栗子，如果收栗子顺利的话，二舅就可以回去了。姥姥家那头也要把生意赶紧做起来。如果是收栗子，那这门生意抛开乱七八糟的本钱，200斤栗子的利润就只有4、5两银子。4、5两银子接连挣100天，那也是4、500两银子呀，也能给二哥治病。娘，你累了，你坐，我给你倒水。逗得江氏江木生哈哈大笑。喝了他倒的水，江木生就忙碌起来。路上，柳杏儿就跟他说了，要在灶房外头加上大锅，专门用来炒栗子。江氏等人吃了包子垫肚子，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处理起栗子来。陈吉偷偷站在窗口，看忙得热火朝天的小院。弟弟多久没这么开心过了？他的内心挣扎不已，陈吉就去回想家里曾经出现过的那几个女人，以及大哥跟自己说过的话。女人最会骗人，小老三上当，我是绝对不会上当的。大铁锅安好了之后，小老三就围着铁锅转。好大一口锅，还有好大一把铲子，这一锅得炒多少板栗呀？都是钱呀！二哥，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们是躺在云朵上吗？新买的被褥十分软和，洗干净的小孩在上面打滚儿。好香啊！都是因为我拖累了这个家，不然小老三也不必吃这么多年的苦。二哥，娘好厉害呀！娘很快就能挣够给你看病的。话没说完，小老三就打起了小呼噜。陈吉瞪大了双眼看低矮的房顶，心里想着事儿，一宿没睡。这些是以前我家里人捡的板栗，我挑了些好的来，不多。娘，这些板栗你分开放，今儿我买个秤回来就能称重了。谭墩子估摸着板栗有100多斤，想说让柳杏儿给100斤的钱算了，但亲兄弟明算账，没过秤，这事儿就说不清。哦，这是我娘子做的玉米粑粑，你们尝尝。不能总吃人家的，得回礼。正好，我们晌午不用做午饭了。哇，好吃，能卖钱。这些都是放糖来着，还用的是最好的米面，能不好吃吗？拿出去卖要亏的，而且我家娘子身体不好，也劳累不得。谭墩子帮着把东西搬上牛车，柳杏儿就跟江木生和江氏说：“既然我一个人去县城就是了，二舅在家里搭棚子，娘继续去捡板栗。”不成，
江氏哪放心柳杏儿一个人去县城啊？那咱们可就得请人才行了。这日子不过啦，请人不花钱呀。婶子您放心，我会护好嫂子的。娘，您放心吧，我绝对不乱走，到哪都带着谭大哥。嫂子，您叫我墩子就行了。虎哥媳妇的一声大哥，我哪受得起啊？成，就叫你墩子，那就麻烦你了，墩子兄弟，走吧。一会儿我去亚婆那里卖蒸糕，你左右无事儿就去四下逛逛，看有没有卖生板栗的，若有便帮我买些，把人领来亚婆这里拿钱。我不管你买的时候是多少钱，品质好的我都给10文钱一斤。这不是在给我喂钱吗？要知道山货这种东西，只要买的多是可以讲价的，别说8文，7文都能讲得下来。钱一个人是挣不完的，不找你我也得找其他人买，但你是虎哥的朋友，我自然是可着熟人来，你说是不是？这样还省心。多谢嫂子。他媳妇的身体不好，时常要吃药，家里很是缺钱，虎哥时常带着他挣点儿。没想到虎哥刚找的媳妇也看顾着他，谭墩子十分感动，茶楼如头天一样，收了柳杏儿带来的所有板栗，然后还要了50个板栗蒸糕。交完货，柳杏儿就去亚婆那里放蒸糕，一来就开始吆喝着帮亚婆卖包子。不远处，几个贼眉鼠眼的人一直盯着亚婆的摊儿。你盯着他们，我去衙门喊人。不过谭捕快带人来了之后，才发现那些人不见了踪影。人呢？哦，你前脚走，他们后脚就散了。我瞅着就是一些地痞流氓，我就没跟去，我得守着老太太啊。收了323斤板栗，一斤赚3文，这一趟他就赚了900多文钱。你的钱够不够？不够的话可以先不给我。够的。谭墩子把几个卖板栗的带到一边去分钱，谭墩子给钱痛快，几个卖板栗的农人十分感激，他们纷纷问谭墩子还要不要板栗，明儿他们还送来。你们等等，我再去问问东家。要啊，肯定要的。刘杏儿算了算自己如今手上的钱，明天的话800斤以内可以随便收。谭墩子心里有了数，转头去跟几个农人说。刘杏儿跟亚婆道别，让谭墩子去杂货铺，他得继续买糖和白面。小本生意就是这样，什么都跟蚂蚁搬家似的，得一点一点来。上了牛车之后，谭墩子就赶着牛车往城外走。走到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忽然有人冲出来抢了柳杏儿的包袱就跑。谭墩子见状马上去追，柳杏儿还没反应过来，就有人拿帕子捂了他的口鼻，他脑袋一晕，眼前一黑，就没了知觉。被谭墩子紧追的地痞连忙将包袱扔到谭墩子的身上。谭墩子跑回牛车的地方，结果没看到柳杏儿的影子。哎，你媳妇被人用麻袋套走了，你快去衙门报案吧。差爷，我嫂子被人抢走了。可是在亚婆那里卖栗子蒸糕的小娘子。谭墩子连连点头。谭捕快和张捕快对视一眼，顿时就想起了早上的那几个地痞流氓。你去衙门外头等着，我们召集人手去找人。哎，你去召集人手，我去找冯六指。老太太好不容易有个伴儿，要是这个伴儿出了问题，老太太肯定要伤心。几个地痞得手之后，把柳杏儿身上的钱袋子给拿了。哟，有几两银子，这钱不多，就不分了啊！回头兄弟们喝酒吃肉。这娘们儿长得不赖啊，能卖个好价钱。挣钱的货莫动，咱们兄弟不能坏了道上的规矩，不然以后谁还敢找咱们做生意呀？行了，我去送货，你们等着啊。吴哥，弄来了，你们等着啊，我去喊妈妈。春香楼的老鸨来了，一见就十分满意，这个姿色条理条理，花魁是当得的。我这个妹妹啊，温柔得很，兔子似的胆子，十分好拿捏。像她这样的姿色，怎么也能值个100两银子呀！像她这样的姿色，怎么也能值个100两银子呀！呸！100两你也敢喊？就这样的村姑，老娘我20两一个，能买一屋子回来。50两，再多就没有了。哎呀，50两太少了，您再给添点儿。我说王五兄弟，你这是哪儿带来的土包子？这么不懂行没规矩。 50两银子已经很公道了，你没见赌坊抵债的姑娘，谁能抵超过20两的？哎，那行，那就谢谢妈妈了。老鸨子让人拿来卖身契，契约上写明柳福来卖妹子，柳福来签字画押，这才把银钱给他。50两银子到手，王五分走30两，柳福来自己只落下20两。柳杏儿悠悠醒来，看清周围的环境和面前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顿时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你被你哥哥卖进了春香楼，不管你以前是什么，
如今都只是一个姚姐儿，你呢，若肯听话，那就能少吃苦头；若是不听话，老娘不介意先便宜便宜楼里的男人们。你别以为老娘就这点招数，你要是不信邪，大可以试试逃跑或者是寻死，看看会落到个什么样的下场。老鸨子说完就带着人走了。光没了，柳杏儿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如墨一般的漆黑，恐惧包裹着她。该怎么办？难怪教科书上说万恶的封建社会是吃人的社会，可不是吃人吗？陈虎探出头，刚好看到柳杏儿被人抬走的一幕，他的神色瞬间变得冰冷无比。屋内床上躺着一个昏迷的姚姐儿，姚姐儿身边躺着一个无头的男子，而陈虎的腰间绑着一个布包袱，看形状有点圆。等老鸨子带着打手走了，陈虎才跳进了院子。院里有人守着，陈虎几下把人解决了，从他们身上找到钥匙，打开柴房门。进去就见被捆绑了双手，头脸湿淋淋的柳杏儿。陈虎的心像是被人用刀狠狠扎过一样，他去解开柳杏儿手上和脚上的绳索，重获自由的柳杏儿第一反应就去咬对方脖子上的大动脉。别，是我，外面有人守着，别出声。听到熟悉的声音，柳杏儿的眼泪如决堤的河水一样哗啦啦地往下淌，软倒在陈虎怀里瑟瑟发抖。陈虎哪见得这样的柳杏儿，他的心都要碎了。别怕，我来了，有我呢。他的小脸贴在陈虎的脖颈上，眼泪糊了他一脖子。这是他穿越来之后最害怕的一次。其实他一直很小心，谭墩子没来，他就没离开雅婆婆的摊子，谁知道还是被人掳走了。上来，我背着你走。陈虎捡起地上的绳子，绕着柳杏儿的膝盖窝往她腰上一绑，然后让柳杏儿抱好他的脖颈。陈虎背着柳杏儿爬上墙头，从房顶上走。陈虎带他去找了家客栈要了间房，然后给小二几个钱，让他帮忙跑一趟医馆，叫个大夫来。等热水送来了，陈虎看着客栈发黄的帕子，到底没用，只是撩起衣摆，从里衣的下摆撕了一块，打湿了给柳杏儿洗脸，又给柳杏儿倒热茶喝。喝完了，他要起身去放杯子，柳杏儿不让，抱着他不松手，小脸埋在他的胸口蹭了蹭。你别走。柳杏儿像小猫似的颤音带着祈求，让陈虎的眼眸一暗。不走。他也搂紧了小媳妇。没事了，咱不怕啊。不走了，就待在陈虎身边，哪儿也不去了。他要媳妇，我就给他当媳妇。客官，大夫来了。进来。大夫，请您把我媳妇看看，她吓着了。老大夫心说看出来了，他上前去给柳杏儿把脉。柳杏儿把脸埋在陈虎怀里。哎呀，这位娘子啊，就是惊吓过度，别的呢没什么毛病。麻烦小二哥跟大夫去抓一下药。小二和大夫都走了，陈虎才小心翼翼地问柳杏儿：你能跟我说说到底怎么了吗？柳杏儿这会儿心情已经平复了不少。有人抢了我的包袱，谭墩子去追，然后就有几个人冲上来，拿帕子捂了我的鼻子，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就在那个柴房，那老鸨子说我被人卖进去了。陈虎闻言脸色越发阴沉，对方是有预谋的。对了，我被抓走了，谭墩子肯定吓坏了。虎哥，咱们去找他吧，万一他找不到我回家跟我娘说，我娘会急死的。你这样还咋走啊？柳杏儿急得不行，总不能让陈虎抱着他满城找人呢。你乖乖躺一会儿，等小二抓了药回来，我去接个板车推着你走。可是没有可是，只不过耽误一会儿的功夫。柳杏儿这才不说话，他就盯着陈虎，陈虎在哪儿，他的视线就在哪儿，粘人的不得了。好了，不怕。柳杏儿的小脸就蹭了过来，贴在他的腿上，布料阻挡不了小媳妇滚烫的呼吸，把血管里的血都给烫沸腾了。柳杏儿可不知道陈虎在经受什么样的煎熬，他贴着陈虎，心里渐渐安稳下来。客官，这是剩下的钱。少你了。陈虎又提说借板车的事儿。这个好办，客栈就有闲下来的板车，客官给点押金就能拿去用，租金也便宜，您一天给5个铜板就成。一切都办妥当之后，陈虎把柳杏儿抱下去，放到板车上，药包让柳杏儿抱着。柳杏儿见他腰间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袱。虎哥，你把包袱取下来，我给你抱着。
陈虎的眼神凝了一下。不用，这个沉，你这会儿抱不住。他推着车往县衙的方向走，得去问问谭墩子是不是报官了。墩子在那儿，你别吭声，我去找他。你被卖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对你名声不好。在现代，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更不要说是古代。墩子，你嫂子没丢，不要声张，咱们回去了。陈虎突然出现，谭墩子就傻眼了。完犊子了，咋跟虎哥交代呀？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虎哥，我报案了。你去销案，说是误会，人找回来了。当时只是内急去找茅房，路人骗你的话，你当真了。他递给谭墩子2块碎银子，多说说好话，多道歉。这银子给衙役们打酒喝。陈虎不认为谭墩子报案不快就能上心，随便哪朝哪代拐子都不好抓。直到柳杏儿归心似箭，陈虎先去客栈还把车，再雇了个骡车送柳杏儿回村。一路上，陈虎都将柳杏儿抱在怀里，缓过来的他窝在男人怀里就有些不自在。陈虎的每一次呼吸都能影响他的心跳节奏。男人的胸口硬邦邦的，箍着他的手臂也是硬邦邦的。好了，睡会儿，养养神。刘杏儿听话地闭上了眼睛，眼皮子随着骡车的颠簸越来越沉，渐渐的就睡了过去。你嫂子的事儿什么都不要跟家里人说，就说你嫂子有点着凉，去医馆开了点药。虎哥，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以后莫问。还有，下次你再送你嫂子上街，必须寸步不离，不然咱们的交情就到此为止。我知道了。让墩子送你回家，就像往常一样。我还得去一趟县城，夜里一定能回来。你忙你的，我娘陪着我，我不怕。见陈虎的脸色有些难看，于是连忙找补。我就是怕耽误你的正事儿，我没有不想你回来。那你想我回来？那我晚上就回来。听说你们先前买下了一个姓柳的姑娘，她牵涉到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事关重大，人现在带走。大人说你多少钱买的人，衙门就出多少钱给你，不叫你吃亏。但此事必须烂在肚子里，倘若泄露半分出去，大人绝不轻饶，搞不好会被杀头。老鸨子忙命人去把柳杏儿带出来。不好了，妈妈，人不见了，我们的人还全被打晕了。快去请大夫，务必把他们救活。另外，你把卖身契拿出来。卖身契拿来递给两人，两人一看，脸色就变得古怪起来，因卖身契上写的名字是柳桃，不是柳杏儿。难道是我们搞错了？还是报案的那个没说清楚？这份卖身契我们要拿回去当证物。他们两人醒来之后，你立刻派人来通知我们。找人的案子撤了，那人说是误会，他嫂子去找茅房去了，然后路边的人骗他，他信了。谭不快张不快目瞪口呆，还是去找县令，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有点意思啊，春香楼的打手只被人踢了一脚就断了胸骨，人事不省。回禀大人，并且现场没有打斗痕迹。那对方的武艺应该还是有些高强的，小小的定陶县还能有这等人物？那大人，这案子还要不要查下去啊？你们去一个人悄悄到小河村探一探，看看柳氏是不是回村了。若他安然无恙，这件事就不用管了。嫂子，是我不好，都是我害你。没事儿，跟你没关系。对方有心算无心，谁能想得到呢？谭墩子把板栗钱全给了柳杏儿。嫂子，这钱我不能要，我没有。墩子兄弟，你要是想从此跟我们家断了来往，这钱我就收下；若不想，你就莫要再提。这钱是你该得的，我还指望你继续帮我收栗子呢。还有，往后给茶楼送栗子的活，我也想找你去干。你眼下来这一出，是不想帮我？不，我乐意帮嫂子。那就把钱收起来。谢谢嫂子。嚯，这么多栗子啊！墩子兄弟去收的，有300多斤呢。小老三也跑来看栗子，圆丢丢的眼睛全是光。刘杏儿恍惚觉得小老三的眼里冒了一长串的钱，并且伴有当当当的钱串入罐的声音。嫂子，明儿我还是那个时辰来。老时间，家里有栗子也一并带来。谭墩子再度道谢，然后赶着牛车走了。二舅，我这边基本上已经弄顺了，你啥时候回姥姥家把板栗生意做起来？趁着过冬之前多卖些挣点钱。哎呦，不着急，我先在你家里帮上几天，等你老爷和大舅来了，咱们好一块结伴回家。那样路上有个伴儿，也能走得安稳些。二舅有成算就行。赶紧的收拾栗子，
称出个200斤来，剩下的先放堂屋里，这可都是钱呢。一家人顿时忙碌起来。刘杏儿忙碌的同时打量着陈家的房子，实在是太小，有些住不开。她不想将事再回柳家，有陈虎在，这个问题说不定是可以解决的。刘杏儿自己都没发现，不知不觉间，她对陈虎已经如此信任了。收工的时候，刘杏儿道：“今天咱们来发工钱吧。”发工钱？对，就是发工钱，可不能叫你们白干活，是不是？每天能拿点工钱，好叫这日子有盼头。我可不要啊！我帮我大外甥女儿干活，要什么工钱啊？行，不要工钱，二舅就走吧，我去找个不知根底的人来干活。另外，以后二舅说的分成我也不要。娘是不是也想说不要？那娘就回柳家去吧，这些活我一个人干个通宵还是能干完的。江氏一阵无言，他抬手抹了一把溢出的眼泪。你这孩子咋就这么贴心呢？江氏觉得自己嫁给柳二顺最不后悔的事情就是生下这一双儿女。我呢？我有工钱吗？当然有，不过你年纪小，干活有限，工钱就有限。姥姥和舅爷一人1天30文，你20文。20文吗？这么多？你不许骗我！刘杏儿把铜板拿出来分，她当时只把银子揣身上，铜板又重又多，是放进装板栗的麻袋里的，没丢。也是经历了这一遭事儿，她才想给大家把工钱结了，她怕再有个什么意外，叫大家都跟她白忙活了。二哥，你看，好多钱，有60文呢！陈吉看着开心的飞起的弟弟，心里浮现出一股十分复杂的情绪。赶紧藏起来，别让耗子偷了。二舅爷，你给我做个钱匣子行不行？我要这么大的。小老三用双手在空中画了个大大的弧度。这么大的钱箱子你放哪儿啊？你的房间放得下吗你？小老三顿时蔫儿巴了。对哦，房间小，放不下。刘杏儿看他这样就笑得不行，家里所有人脸上的笑都带着希望，特别是江氏。原先江氏的眼神里那可是一点鲜活气儿都没有。二舅，晚上虎哥可能要回来，到时候只能跟你挤一挤了。成啊！早知道我就回柳家。娘，咱们不回柳家，让虎哥想法子，虎哥最厉害了。兴隆赌坊。哟，哎呦，你的任务不是完成了吗？这次陈虎领的任务十分危险，杨军是真的没想到陈虎竟然能把这么危险的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陈虎将腰间的布包袱解下来扔给杨军。那碰巧发现了潘公子的踪迹，就帮你结果了他。好兄弟，哥哥替你这个情儿。我不要你的人情，我要钱。哎呀，你呀你，我过山峰的人情你都不要，真是掉进钱眼里了你。兄弟缺钱，你这个朋友难道不伸把手吗？我以前又不是没塞过钱给你，你他娘的说啥亲兄弟明算账啊？哦，这会儿是变相的问我要报酬呢。你还缺多少钱呢？随便接这个100-200两吧，现银，拿大链装好。得，我给你钱，还得赔上个搭理。陈虎拿了钱就走，拿了钱就不认人，真的无情啊！天已经黑了，金龙赌坊已经上了生意。陈虎看到了地痞头子冯六指在赌坊里四下窜，他默默地出了赌坊，拐去赌坊隔壁的一条巷子。说，今儿春香楼的人是谁卖进去的？是王母他们几个。冯六指麻溜卖人。你这么清楚，这事是你吩咐的？陈虎手上的匕首重了一些，冯六指只觉得脖子一疼，一股子血腥味就钻进了他的鼻子。不是小的，真的不是小的，是衙门的人找小的问来着，小的才帮他们去打听了一下，才知晓是谁干的事啊。去打开门叫你的人，把他们叫来，莫回头，也别想着逃跑。冯六指慢慢往前走，他稳了稳心神，缓缓走到门口，打开门朝外喊了一声，立刻就有人颠颠的来了。六爷，把王五他们几个全叫来，一个不落。六爷有好事找他们。得嘞，小的马上去叫。回来吧，不必关门。冯六指战战兢兢往回走，回到屋里却没有看到一个人影，他比先前更害怕了。好汉啊，小的何处得罪了您啊？您好歹给小的指一条明路吧。他们来了之后，你去把他们杀了，不然死的就是你。什么？我不敢杀人啊！好汉，那小的去准备了。去吧。六爷，您老这么晚叫兄弟们是有啥事啊？有事您说话。老子有桩大生意收给你们。几人闻言大喜过望。来，
把酒满上，咱们边喝边说。六爷，兄弟们先敬您一杯。说完，一起干杯。几人喝完酒，刚要坐下，忽然发觉不对，然后双手抓着喉咙，十分痛苦地跌坐了下来。莫怪老哥我呀，是你们不知道得罪了哪方神仙。好汉，他们死了。冯六指四下张望，然而没有回音。陈虎赶回陈家的时候，公鸡都开始打头道鸣了。走到小媳妇门口站了站，举着的手收了回来。算了，叫他睡个好觉。是虎哥吗？刘星儿连忙从床上坐了起来，姜氏也跟着起来了。陈虎有点后悔，不该因为是回家就不收着动静，把小媳妇吵醒了。是我。听到熟悉的声音，刘星儿眼底闪过一丝欢喜。我出去，让姑爷进来。今儿啊，你别去县城了，娘和你二舅去啊。好，娘，你去卖蒸糕的时候照顾着点雅婆婆，帮她照顾照顾生意。头天才发生那样的事儿，刘星儿的确是不敢再去县城了。您到了县城，去哪儿莫要一个人，一定要跟二舅一起。被人抢了东西也莫要追。我听说最近县里闹拐子了。姜氏一一应下，他收拾妥当，打开房门，还是有点杵陈虎。姑爷回来了。娘。娘，您去县城再买一套被褥和席子回来。姜氏这回没说糟践钱，只说知道了。陈虎进屋去拿自己的换洗衣裳，刘星儿一直眼巴巴地看着他。我去洗洗，很快就回来。陈虎的动作果然很快，他带着一身水气进屋，关上房门之后就上床。刘星儿乖乖给陈虎腾地方。陈虎钻进被窝以后，觉得哪都是小媳妇的味儿。刘星儿打了个哈欠，一夜没睡。现在困了。陈虎一把把他揽进怀里。好了，睡吧。小媳妇跟着亲娘不敢睡，他回来就犯困，可见小媳妇是想他想的睡不着。有陈虎抱着，刘星儿就安心了，很快就睡了过去。陈虎低头亲了亲小媳妇的侧脸，也闭上了眼睛。把门拴好啊，你再回去跟你二哥睡会儿，莫要吵着你爹娘。知道了，你们出门小心，小心钱袋子哟。姜氏和姜木生都笑。牛车动了起来，小老三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睡觉是不可能重新回去睡的。小老三自己端了个盆，坐在小凳上捡板栗。刘星儿睡得还算安稳，他做梦了，梦见自己被逼接客。但是千钧一发之际，陈虎从天而降，他就像是头顶金冠，身披金甲，脚踩五彩祥云的英雄，救了他，还抱着他在天上转几个圈圈，有桃花花瓣漫天飞舞的那种圈圈。噩梦硬生生被他做出了粉红泡泡。陈虎比柳杏儿先醒来，他想起床，但是小媳妇趴在他身上，扒拉得有些紧，陈虎就不起了。他稍微动弹了一下，调整姿势，看着小媳妇的脸，抬手轻轻去描绘她的眉眼。小媳妇的眉眼无疑是精致的，脸蛋比刚进陈家的时候多了点肉，也多了点血色。或许是不满陈虎拉开了点距离，小媳妇朝他的怀里拱了拱，哼唧了几声，睡得贼香。就是腿不咋老实，或许觉得被子里忽然多了根擀面杖似的东西，他总是拿腿去蹭。陈虎无奈，最终只能偷偷起床换裤子。小老三见他出来，张嘴要喊：嘘，爹，我去给您热饭。他拿盆舀水把裤头洗了，小老三就招呼他去灶房吃早饭。爹，这是娘和姥姥做的栗子蒸糕，拿出去卖4文钱一个呢，你吃吃看好不好吃？陈虎咬了一口，入口松软香甜，味道十分好。爹，慢点，别噎着。小孩又伸手帮他拍背，陈虎一把抓住小老三的手，他后背有伤，刚才小老三那一下正好拍在他的伤口上，挺疼的。小老三收回手，重新坐回去，又跟陈虎嘚吧嘚吧说起他们这几天用栗子挣钱的事情。小媳妇真是太能干了。嘿，爹，照着娘的赚钱速度，很快咱们就能给二哥看病了。用不着，你给老子记住了，男人挣钱养家天经地义，别一天盯着娘们的钱袋子。给你二哥看病的钱，老子已经挣回来了，眼下就等着那个太医来，回头我再去县里问问。真的吗？那我去告诉二哥。动静小点儿。二哥，爹说给你看病的钱挣回来了，等你的病好了，你就可以和大哥一样去书院念书了。是啊，好起来我就可以去念书了。爹打猎十分危险，平时打的野猪也不过能卖几两银子，难道爹去深山打老虎了？这200两必是爹用命换来的，我不能糟践。他知道自己的身子骨，别说太医，就是神医也救不了他。
他紧紧抓着被子，琢磨着怎么离开才能利益最大化。虎哥你在哪儿？陈虎把手里的蒸糕往碗里一放，连忙出灶房，就看到小媳妇朝他扑来。陈虎直接抱小孩似的抱起他。咋光着脚丫子不穿衣服就跑出来了？遭了风寒咋整？陈虎说得来气，进屋就往柳杏儿的腚上扇了一巴掌，没敢用力。陈虎将他重新塞进被窝，转头就去给他找袜子衣裳。柳杏儿从被子里探出脑袋：我挣钱了，得了风寒不花你的钱，我自己有钱看病，不会让你的银子打水漂的。陈虎噎住，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他拿着翻箱笼找出来的袜子，把柳杏儿的脚丫从被子里扯出来，放到自己胸口的衣襟上蹭了蹭，然后给他套上袜子。袜子给穿好，陈虎又帮他穿衣裳。我自己来，我的病已经好了，怎么还拿我当病人呢？陈虎不说话，用行动证明他的态度。他这会儿沉着脸，冷峻的外表就显得更凶。柳杏儿只好乖乖配合，只是穿裙子的时候，屁股上又挨了一下。再敢糟践身子，试试！你打我！你明明说不打媳妇的，你骗我！陈虎被柳杏儿委屈的样儿弄得方寸大乱，他企图让自己温柔点儿。那叫打吗？那叫摸，你自己搅起。你就是打我！陈虎噎住。疼啊！疼啊！陈虎忽然掀开柳杏儿的裙子，要去扒拉她的裤子。柳杏儿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往后躲。哎，好了，别躲，我给你吹吹，吹吹就不疼了。我不疼了。柳杏儿有点后悔故意掉眼泪去逗陈虎。他知道陈虎不是真想打他，但就是想捉弄他，好叫他往后别这么干了。可惜陈虎不是一般人，不按牌理出牌。虎哥，我真的不疼了。陈虎盯着他，仿佛在辨别他这些话是真是假。这目光对柳杏儿来说，就像是被饿狼给盯上了一样。猛兽果然不能随便斗的。行吧，下床，穿鞋去吃早饭。陈虎杵在床边，柳杏儿不敢动。陈虎气笑了，先前还叫抓往他怀里扑，这会儿又当他是洪水猛兽。再不过来，那就是还疼了。柳杏儿麻溜的下床穿鞋，然后绕过陈虎，跑去灶房打水洗漱。这算不算是被用过就扔啊？哼，等着，早晚找你算洗裤头的账。柳杏儿在灶房里深呼吸，她红着脸去拿锅里温着的蒸糕。忽然，灶房暗淡了下来。虎哥，柳杏儿的耳朵尖儿都红了。过来，坐着吃。他拿起先前没啃完的蒸糕继续啃。柳杏儿磨磨蹭蹭地走了过来，在他的对面坐下。咱们家的房子小了，还得重新接几间。娘在咱们家挺好，就别让她回去了。我来想法子治柳家。你是会读心术吗？怎么我想什么你都知道？一会儿我就去找村长，看看谁家有土砖，先买些回来，争取今天就盖一间房出来。必须盖出来。今晚他可不想跟媳妇分开睡。虎哥，我这里有钱。你的钱自己收着，我养得起你。陈虎吃完就去村长家，村长看到他还有些诧异，因为陈虎在村里一直是独来独往。你这是有啥事儿啊？对于陈虎，村长还是有点犯怵的。陈虎从怀里摸出一吊钱，想请村长帮我买点土砖，再请2个人，我想再干2间房，房子不用多大，最好今儿就能把房子盖起来。这是土砖的钱，工钱另外算。村长心里算了一下，一吊钱买土砖还能剩下一半来。行，这件事交给我。陈虎从村长家出来，又去了木匠家，让给打2架床。不用花哨的功夫，但得今儿要。再做2个澡盆子，4个木头箱子，1张八仙桌，回头一并给我送过去。陈虎又要了些木板，问了价钱之后，就直接把钱先给了木匠，自己借了木匠的板车，把木板拉回去。陈虎这个人啊，别看他名声不好，可整个村儿也就他给钱痛快，从来不耍赖。虎爷来了，来了就干活吧。陈虎已经把要修屋子的地儿给画出来了，大家伙儿照着他这个印儿继续挖地基、平地平，重新和泥。因着家里有人修房子，刘星儿跟陈虎打了声招呼，想带着小老三去隔壁屠夫家买肉。人家来干活，你不得管顿饭呢？不用你去，你在家好好待着，我让宋老三去买。干活的人瞅着柳杏儿小媳妇似的垂着脑袋，被陈虎一吼就乖乖进了灶房，心中都叹了一声造孽。
不过谁也不敢吭声儿，没法子，都怕他。家里没有茶叶，柳杏儿就在屋后挖了一些蒲公英泡壶里，等水凉了一些之后，才放进篮子里。几位叔伯大哥，都来喝口水，歇歇再干。虎哥，喝水。陈虎接过水一饮而尽，些许茶水顺着他的嘴角流淌下来，从脖子到喉结，再没入领口，打湿胸口的衣衫，看得柳杏儿面红耳赤。进屋，外头不用你管。还是凶巴巴的，明明早上还冲着我耍流氓来着，这会倒是又凶又冷，果然是传说中的八点无情。不对，我在想些什么啊？柳杏儿回到灶房就跺脚，脸红透了，这脑袋瓜里怎么尽是颜色废料？娘，你咋的了？咋好好的，脸还红得那么厉害？娘，你不会是起热了吧？我去找郎中来。不用，我没事儿，我昨儿捡了药的，回头就喝。他又去翻柳杏儿的药包，想给她熬药。行吧，让小老三忙活去吧，熬好了可以留着夜里喝。柳杏儿找了篮子去后头山坡找野菜挖，宋老三刚巧也到了。嫂子可大好了。打量着脸上有了些肉和血色的柳杏儿，宋老三就觉得陈虎的眼光真好。当初虎哥用8两银子把快死的人儿扛回来，他还觉得虎哥是在糟践钱，如今看来反倒是赚着了。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谢谢你啊。看他手上滴溜着的肉和肉骨头，柳杏儿就知道他便是陈虎口里说的宋三。宋老三，你愣着干啥？还不快来干活，要老子请你。宋老三吓得一个机灵，连忙将肉递给柳杏儿。来了来了！我这虎哥的眼神简直太吓人了，跟要杀人似的。柳杏儿也在陈虎凶凶的眼神下，把肉菜全部拿灶房去，不冒头了。你来帮我尝尝，看盐味合不合适，吹吹再吃，别烫着。小老三摆出一副勉为其难帮忙的样子，吃进嘴巴的那一刻，他的眼睛都亮了。哇，好好吃啊！怎么样？小老三咂巴嘴，还行吧。你要是不一边挺着嘴角，一边盯着这2袋海碗菜吞口水，我就信了你的话。这叫什么名儿啊？小老三努力板着脸，装作随意的问。先把肉煮熟了再炒，这叫回锅肉。原来是回锅肉啊！刘杏儿忍着笑刷锅，锅烧干了之后下少许油，这一把他做红烧肉。哎呦，咱还做肉呢，这么多都够吃了呀，往后不过日子了呀。你去问你爹是不是全做，我可是听他的。刘杏儿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真是把以前的习惯带来了，忘记这里是古代，这个家是陈虎做主，问都不问就把肉给做上了。陈虎不会又像早上似的打我吧？想到这里，刘杏儿又红了脸。不行，得跟陈虎好好谈谈。爹，肉全做呀，一点都不留呀。全做。陈虎知道小老三的抠搜病又犯了。灶房的事听你娘的。好。灶房里的柳杏儿松了一口气，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让她很是安心。剩下的五花肉全被他做成了红烧肉，柳杏儿拨了一点到小碗里，照例让小老三先尝尝咸淡。哇，这是什么神仙肉呀？怎么样？好好吃！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说的是什么，他连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娘啊，做人不能骄傲，我大哥说了，要胜不骄，败不馁。咦，小老头，不理你了。不理我可以，但是你要盯着灶堂，别不理灶堂里的火就成。小老三好气，不想听娘的话，但说出口的话还是很乖。要大火小火啊？大火。各位叔伯兄弟，快去洗洗手吃饭了。众人本来是怵陈虎的，可是桌上的菜简直太诱人，肉啊，3大碗的肉啊，还有1大盆热气腾腾的汤，2大篮子馒头。嫂子，你这手艺简直太绝了。你们喜欢吃就成。刘杏儿说完，看了一眼陈虎，陈虎正巧也在看他。男人的腮帮子鼓鼓的，大口啃馒头，大口吃肉，看着他的眼神像是下一筷子就该来夹着他吃的感觉。你们慢慢吃。刘杏儿说完，逃似的快步走回灶房。你快点啊！他是真着急，吃饭怎么能这么磨叽呢？菜都凉了，万一红烧肉和回锅肉飞了咋整？来了，莫催。好满足啊！小老三也学着柳杏儿的样子，把回锅肉夹在馒头里吃，吃得他直眯眼睛，
就是啃完以后，两个人的腮帮子都糊了油。花猫，我是大花猫，你是小花猫。一大一小就这么因为对方脸上的油忽然拉近了距离。今儿家里有人干活，咱们得先紧着干活的人，回头我挣钱了再去买肉，我给你做连山回锅肉吃，还有蒜泥白肉、咸鱼蒸肉、龙眼肉、东坡肉、酱肘子、东坡肘子、剁椒肘子、凉拌猪头肉、酱猪头、红烧猪头。娘，我们养点猪吧，就这么个吃法，靠买肉得花多少钱呀？我打猪草。得问问你爹，我是不会养猪的，所以你别指望我喽。你想想，有养猪的时间，我还不如多琢磨点挣钱的事儿。要是把钱挣着了，买多少猪不行？不用你，我来养。等家里的事儿理顺了，来年开春你就去念书。若是能腾得出时间伺候猪，你想养就养，我是没有意见的。不过我没有意见没用，还是得问问你爹。我不念书，念书费钱，我就养猪。念书你能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当官了就能给我当靠山，还能挣俸禄。啊，还有，就算是你考不上举人进士，做不了官，只要你把字儿练好了，去书店帮人抄书，抄写一本还能得1两银子呢。你养一头猪，养1年才能卖2两银子，你自己算算这个账，是养猪合适还是念书合适？而且我听说，只要字儿写得好，画得好，一幅字画少则卖几两银子，多的成千上万两银子也是能卖的。小老三果然被哄住了，这么挣钱呀？我念书，我要挣钱，要挣大钱，让家里天天都有肉吃。天天吃肉太败家了，就3天。不，10天，10天也不行，1个月吃1次肉。虎哥，嫂子这手艺绝了，回头去开饭馆都能成。老子养得起媳妇儿，不用他去开饭馆，饭馆累，他受不住。众人闻言，觉得陈虎也不是不心疼媳妇啊。陈虎洗了手进灶房，进去就看到2只花猫，抬手就给柳杏儿擦脸。是我不对，走的时候银子拿少了，看小媳妇儿馋肉馋的。脸疼，真疼，都被蹭红了。嫩，真嫩，想亲一口。来人肯下力气干活，再加上修的房子也小，在天黑前到底给弄出来了。姜氏和姜木生回来的时候天还没黑，晚饭是姜氏接手做的，姜木生就去村里找人买了1只鸡1只大鹅，姜氏烧好招待这些人，大家那是相当不好意思，他们干活又不是不拿工钱，结果在陈家吃2顿肉。结伴回去的路上，众人就忍不住议论：虎爷这个人挺好啊，看着凶，可人实在。可不是嘛，咱们没少去帮工，能管饭还给肉吃的就虎爷一家。一夜之间，村里人对陈虎的看法就改变了不少。娘，二舅，屋子修得仓促，还没亮就让你们住，你们暂且将就一下，等往后日子好了再换好房子。姜氏一边点头一边抹泪，这就很好了，只要不回柳家，便是让他住猪圈，他都是愿意的。娘，你安心住，有我在，柳家不敢来要你回去。姜木生一听他说这话，一把抓住他的手，哭得嗷嗷的。陈虎啊，二舅谢谢你啊，二舅给你磕一个。二舅，哪有长辈给小辈跪的道理？杏儿是我媳妇儿，媳妇儿的娘就是我的娘，女婿孝敬丈母娘天经地义的。柳杏儿看着这一幕，也忍不住跟着掉眼泪。姜氏兄妹和柳杏儿感动得一塌糊涂，可陈虎却在想：丈母娘一家是真能哭啊，不过只有小媳妇儿掉眼泪最好看。把屋子收拾好之后，姜木生就开始炒板栗。这边姜氏给柳杏儿交账：今儿雅婆婆跟我比划，我知道她在问你，就跟她说你男人回来了，这2天不去县里。雅婆婆人很好，咱们第一次做生意能遇到这样好相处的人是运气。你在家待着几日，最近莫要去县城了，县城出了几起命案，死了好多人呢，满大街都是官差。死人是咋回事？听说封了一个窑子，那窑子叫春香楼，春香楼里死了个嫖客，说姚姐醒来的时候发现跟她睡的嫖客没了脑袋，当场就吓晕了。按理说陈虎什么都不知道，他如何能得知我在春香楼？除非他本人当时就在春香楼。所以春香楼死的那个人是陈虎杀的吗？
另外几个是被毒死的，死在半掩门。刘杏儿的脑袋嗡嗡的，僵尸后面说什么他完全没听见。陈虎站在灶房外，看到柳杏儿呆滞的小脸血色全无，陈虎心里就是一个咯噔，就知道会吓着小媳妇儿。哎呀，该咋办呢？哎呦，我就知道会吓着小媳妇儿。说跟我没关系，那小媳妇儿问我为啥去窑子，该咋解释啊？去嫖？哎呀，不成，她对我那般痴情，要知道我去嫖都不跟她洞房，必然是要伤心死的。哎，对，去春香楼送猎物。他稳住心神进灶房，柳杏儿吓得往后一缩，陈虎的眼神就暗了下来。虎爷！外头传来木匠的声音，陈虎转身走出灶房，帮木匠师傅两个卸货。娘，熬点浆糊。哎，好嘞。杏儿，你去问问你男人有没有糊窗户的纸。刘杏儿就只好起身去找陈虎。陈虎在收拾安装门窗落下的垃圾。虎哥，娘让我问你有没有糊纸。刘杏儿有点犯怵，陈虎没抬头。陈行，去拿些废纸来。好嘞。小老三应声之后就跑去屋里。娘，这些不够再喊我拿。说完就赶忙去看他的灶堂，生怕耽误了火候。你瞅瞅这2间屋子要添补些啥，记下来，回头我去买。他看陈虎站在左边屋里，他就进了右边屋里。陈虎无奈，舌头抵了抵后牙槽，然后跟进了右边的屋里，关上门。柳杏儿被他惊了一下，下一瞬就被男人扯着胳膊抵在了土墙上。男人高大的身躯笼罩着他，男人低头，下巴几乎蹭到了他的额头。你干嘛？柳杏儿的心砰砰砰跳得贼快，快到要从嗓子眼蹦跶出来了一般。怕我？柳杏儿点头，但跟着又摇了摇头。她小心把手举起到陈虎面前。有一点点。陈虎垂眸看他忽然送上门的小手，想也不想就抓到掌心，凑到唇边贴了贴。别这样，外面还有人呢。行吧，没人的时候再这样。陈虎松开了他。我是去送猎物，鹿，那地方稀罕这个，路边鹿血他们都泡酒卖，我没嫖。他的确是个窑子送过鹿，不过不是昨天罢了。没嫖过，这辈子都不嫖。说完，陈虎又觉得很没面子，于是他便补充一句：费钱。那若别人请你呢？不去，脏。哦，只是因为怕脏啊。陈虎用竹片把浆糊刮到窗户架子上，柳杏儿分了一些浆糊走，去隔壁贴窗户纸，下面的倒是能顺利贴好，上面的垫脚都不成。他正想去搬凳子的时候，身后忽然罩上来一个人，从他手里接过纸张和竹片，把纸张贴了上去。男人就这么把他圈在怀里，也不让道，两个人的身体就这么紧紧地贴着，透过窗户纸还能看到外头隐隐约约的人影。柳杏儿正有些害羞，男人的身体就离开了些，拿了纸张和浆糊自顾自地贴了起来。男人的自如让柳杏儿心中有点不得劲儿。果然是我想多了，他对我好是因为我是被买来的，并不是喜欢我。果然是我想多了，他对我好并不是喜欢我。他不知道陈虎在偷瞄他，也不知道陈虎忽然退开是怕自个儿身体的反应吓着他。看柳杏儿和没事人一样，陈虎就放心了，庆幸自己退得快。僵尸把栗子蒸糕蒸上锅，就舀水让小老三洗漱了去睡觉。没事，我来烧火。姥姥，你再去做点蒸糕吧。二哥看病的钱有了，还有吃药的钱呢。爹说不能指望女人的钱，可要有生意我才有工钱。你个小不点儿，赶紧去睡，小孩睡少了容易长不高。不会，吃饱了就能长高，我还能干，我不困。洗脸睡觉。小老三不敢嚷嚷了，老老实实去洗脸睡觉。嚷嚷着不困的小家伙沾枕头就睡着了。还是我来炒，你们俩呀早点去睡。不用，我来炒，二舅跟我说说咋炒的就行了。屋里收拾好了，二舅再去瞅瞅缺啥。成，就听你的。昨儿因为害怕，柳杏儿主动往陈虎的怀里钻。这会儿两个人在屋里门一关，柳杏儿就有点不知所措。陈虎把搭链和包袱里的钱拿出来给他。搭链里的200两银子留给老二看病，包袱里是500两银子，你都收着。回春堂我去问过了，说老太医下个月来，若到时候我不在家，你就带她去。
700两的巨款就这么给我了，万一丢了咋整？我不收，你自己收着。你是我媳妇儿，不给你给谁啊？丢了就再挣，有啥大不了的？这么多钱，放哪儿啊？就算这个时空的1两银子折合人民币150块钱，700两银子就是10.5万块钱，在现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啊，新买的，装这里，然后塞床底下。你要是不放心，明儿再买把锁头。说着，陈虎就自顾自地去把银子倒进箱子里，盖上之后就塞进了床底下。睡吧。他大手一捞，就把柳杏儿薅上了床，往被褥里一塞，他就钻了进去，抱着柳杏儿，让她无法动弹。柳杏儿略挣扎了一下，你再小男人也得忍忍，回头洞房就给你，不许馋。陈虎不想委屈柳杏儿，虽然他比小媳妇还馋还想，必须忍着。柳杏儿无语。虎哥，你干啥了？挣这么多钱？正经来路，打了2个值钱的畜生。值钱的畜生？什么畜生值钱？虎哥，你去打老虎了？那多危险啊！我的个天啊！差不多吧，比打老虎难多了。200两碰巧，那500两可不好挣。你一个人？一个人。柳杏儿忽然想起那天在骡车上闻到的血腥味儿。虎哥，你点下灯。要尿啊？他点燃油灯就要去屋外拿公桶，柳杏儿跑过去拦住他，抬手就去解他的衣裳。陈虎的脑子嗡的一下子就炸了。就这么憋不住？要是小媳妇儿实在是憋不住，我也不是不可以勉为其难的从了。反正我也没想过娶别人。你为什么不说你受伤了？柳杏儿看到陈虎肚子上缠的绷带，她贴上去闻了闻，并没有药味，有淡淡的血腥味。柳杏儿连忙动手拆他的绷带，反应过来的陈虎一把抓住他的手，低头就对上他红红的眼眶。没事儿，皮外伤。原来小媳妇儿没想那啥呀。不过她是在担心我呢。皮外伤害怕我看？既然被发现了，不让她看，估计不能消停。没招，谁让小媳妇儿喜欢我呢？男人干脆脱了上衣，精壮的身材顿时展露出来。柳杏儿的耳朵尖红了。看样子小媳妇儿是馋我身子呀，有眼光。绷带解开了，露出里头狰狞的伤口，果然一点药都没有。这2道伤痕是新的，除开这些，他身上还有别的旧伤，狰狞可怖，也令人心疼。咱们家有伤药吗？好了，别哭，不是啥大事。我问你，咱们家有伤药吗？有。陈虎连忙去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来。这儿呢。往日你是怎么上药的？用手挖一坨，直接抹上去啊。柳杏儿闻言，重新去洗干净手，等手指干了，才从罐子里挖出膏药来，往他的伤口上抹。疼吗？不疼。倒是痒得很。小媳妇的手在他身上轻轻地划拉来划拉去，从所过之处一直痒到了心里。你别磨叽，快点。陈虎怕自己忍不住，直接将小媳妇给摁床上，就催促。柳杏儿被他一凶就慌了神儿，手指一重就戳到了他的伤口。陈虎嘶了一声，柳杏儿下意识就低头去给他吹伤口，一道道热乎乎的气息喷薄到伤口上。陈虎脑袋里的神经瞬间就断了，他一把将小媳妇扯到怀里，扣着她的后脑勺就吻了上去，身体里有头凶兽在嘶吼。他亲得很凶狠，柳杏儿被他亲猛了，软在男人的怀里，想推开他，又怕碰到他的伤口，就这样迷迷糊糊的。陈虎松开他的时候，他抬手去触碰自己的嘴巴，肿了。不许勾引我。没有勾引啊。陈虎把人抱床上塞被窝，自己胡乱给伤口上药。睡觉。他吹了灯钻进被窝，背对着柳杏儿，怕戳着他。亲一下就哭，戳着他，他还不得吓晕过去啊？还得再好好养养，不然经不住咋整啊？都说女人心海底针，哼，男人心海底沙，比针都细。你为啥不抹药啊？麻烦。陈虎答得含糊。抹药不得一股子药味啊，还不是怕你闻了会哭，到底没瞒过去。以后别这样了，
受伤了要抹药，好不好呀？柳杏儿在他身后轻轻柔柔的央求，像小猫在他背后软乎乎的喵喵喵。陈虎觉得自己的小媳妇不该叫柳杏儿，应该叫刘小喵。快睡。虎哥，咱们家钱够用了，往后别去打老虎了，成吗？柳杏儿见他身上的是整整齐齐的刀伤，是被人砍出来的伤，但陈虎不愿意跟他实话实说，他就不深问。陈虎的从前他管不了，他也管不着，但他就是想陈虎往后好好的。小媳妇这么怕我出事，定是心疼我。这次的伤受的不冤，那看在小媳妇这么在意我的份上，往后我就打猎收收账就行了，不去接任务了，守着小媳妇儿在村子里过小日子，再生几个我们自己的崽子，美滋滋啊。半夜，男人照例起来洗裤头。早上天不亮，他就拿着弓箭啥的上山了。姜氏和姜木生去县里卖栗子，柳杏儿就在家里把屋里屋外都收拾了一番。完事儿，他端了脏衣服去河边洗。哟，这不是柳杏吗？好久都没看你来洗衣裳了。来这儿洗来，我刚好洗完了。谢谢你啊，栓柱婶。柳杏儿扒拉了一下原主的记忆，把眼前这些人给对上号。哎，柳杏啊，你家陈虎是不是一天打你8遍啊？柳杏儿无语，这些人是不是不见他挨打就睡不着觉啊？8遍说少了，他一天啥事都不干，净在家打我了。哎，好好说话，你这是咋瞎说呢？这不我说没挨打你不相信，你想听的无非就是我一天挨8遍打，我干脆多说点，让你高兴高兴。他的话音一落，所有人都哄笑起来。你这人咋好赖不分呢？我这在关心你，不识好人心，你就嘴硬吧。你怕是不知道，这老柳家呀，这2天可是有好事儿。柳桃今儿一早就被顶花轿抬走了，说是要嫁去县里秀才家。哎，我以前咋听说跟秀才说亲的是你呢？谁让你没福气进了陈家？这往后啊，可别想当秀才娘子了。说完，孙寡妇端着洗衣盆扭着腰就走。杏儿啊，这都是命，你莫往心里去啊。我没往心里去了，什么秀才不秀才的，我不稀罕。就杜秀才那种人，他真是看不上眼。杏儿啊，往后你家要干活，还是来找你栓柱叔，你栓柱叔厉害着呢。老头子昨儿包了几块肉回来，给家里人一人尝了点儿，简直好吃的不得了。要是有活一定喊栓柱叔。往后有啥要帮忙的，你尽管来找我，我能帮肯定帮。别说，还真有一件事儿，我想买点鸡蛋，婶子家有吗？有，当然有，正好攒着够了50个，打算下个场拿镇上去卖。你要多少？都卖给我吧。虎哥给我钱了，让我多买点鸡蛋，家里的孩子要吃。往后婶儿有鸡蛋只管往我家送。虎哥在县城有关系，我可以做些鸡蛋糕送县城去卖。鸡蛋好，价钱就跟在城里卖一个价钱。婶儿你觉得成不成？成，怎么不成？婶儿这就回去给你拿鸡蛋去。你真的要买鸡蛋呐？哎，我们家也有，你要不要？要的，只要鸡蛋好都要的。醒蛋坏蛋我可是不收的，收了虎哥得收拾我。众人纷纷表示理解，陈虎那样的人谁敢惹呀？说完这些，妇人们顾不得洗衣服了，忙慌慌起身往回跑。哎，鹅蛋鸭蛋也要。哎呦，可把这帮妇人们高兴坏了，脚下的步子更快了。柳氏，这帮人走了之后，柳杏儿就听到背后有陌生的男人声音传来。来人穿着浅蓝色团花暗纹的锦袍，长身玉立，温文尔雅。这是县令大人。循声看去，就见河边走来2名捕快，这不就是帮他赶走杜秀才的谭捕快和张捕快吗？柳杏儿连忙行礼：无需多礼，这里不是县衙。他回想着自己曾经选修的表演课，做博主的学点演戏的本事还是挺有帮助的。他扯着手指，摆出一副局促不安和紧张的样子。古代人嘛，见官哪可能不怕？有个叫谭墩子的人之前来县衙报案，说你被人劫掳走了。后来本县的人查到劫掳走你的人将你卖进了春香楼，他们赶到春香楼之后，却发现你人不在春香楼，而春香楼的打手们伤了好些人。再后来谭墩子就来销案，说是误会。柳氏，本县不相信这是误会。柳杏儿顿时白了小脸。你也不必害怕，你若是实话实说，本县不会为难你。大人，您夫不敢隐瞒，只是这事儿
不敢让夫婿知道。故而才跟墩子兄弟撒谎的，说是民妇的夫君知晓。说到这里，柳杏儿眼泪一滴一滴的往下滴落。崔之意的眼眸闪了闪。你放心，本县正是因为顾忌这一点，带人来趁着无人找你。对，其实呢，我们是可以大张旗鼓的来查的，毕竟春香楼里面有卖身契嘛。卖身契？竟然还有卖身契这种东西落在别人手里？你别怕，只要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等案子了结了，本县会将你的卖身契还给你。救我的人身上有血腥气，他大概有谭差爷那般高，戴着一个黑色的头套，只露出眼睛和鼻子，身材要比谭差爷要结实一些。他把我提溜上房顶，带着我从房顶跑出了春香楼之后，就把我胡乱扔到一个巷子里，然后他就不见了人影儿。我不敢在巷子里多待，等腿上有劲儿了，就连忙去找谭墩子。他跟你说过话吗？没有。民妇问他是谁，他没吭声儿。大人，恩公他可是杀人犯。民妇听母亲回来说，春香楼有人被杀了。大人，恩公是好人，那人肯定是坏人，不然恩公不会杀他的。他是好人坏人，自有律法来衡量。而且你岂知他顺手救人，不是为了扰人视线，给他自己争取逃离的时间。刘杏儿白着脸晃悠起来，一副摇摇欲坠，接受不了这个说法的模样。想见村妇，到底还是心思单纯了些。行，本县知道了。你可记得劫掳走你的人是什么长相？民妇当时没看清，就被他们给捂晕了。那几个人是冯六指杀的，证据确凿，但这两件案子发生的时间太近，且都好像跟柳氏有点关系，崔之意才亲自来跑一趟。当然，毕竟老太太的面子是要给的。看小媳妇儿的样子，被县令的话给吓狠了。只要小媳妇儿不傻，就能联想到我身上。小媳妇儿确实不傻，她对县令撒谎了。媳妇儿，柳杏儿被他的声儿吓了一跳，她连忙四顾。我看过了，没人。那个人是山贼，还是采花大盗？被他折磨死的姑娘不计其数。瞒不住了，只能交代。希望媳妇能别太怕他。谭墩子可靠吗？我快去找他，他知不知道怎么说？他会不会说漏嘴啊？咱们回家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陈虎看着怀里神色紧张的小女人，心里的滋味真是复杂极了。这个小女人好像不关心自己杀没杀人，只关心她会不会被暴露。你放心，墩子是个稳妥的人，他不会说漏嘴的。以后我不会再干这种事儿了。陈虎这次主要是缺钱，加上顺手，反正这次他不会后悔。如果他不去春香楼，小媳妇就危险了。我们回家吧。说完，柳杏儿又想起衙门里的卖身契，虽说是个雷，不过她可以不认。她是陈虎的媳妇，村里人都知道。按照这个时代的规矩，除了陈虎，谁也不能卖她。柳福来也是这么想的，不然他也不会在卖身契上写柳桃。县令暂时不打算搭理柳福来，死者是朝廷一直在通缉的凶犯，说是这个人是他弄死的，就是大功一件。崔之意从大河村出来，回来的路上琢磨了一路。他是世家子，世家子有世家子的自信、骄傲、自负，他相信自己不会看错人。柳杏儿没有骗他，还是得把冯六指抓到，才能知道真相。嬷嬷怎么在这儿等我？我不是说了吗？从村里回来就来找您啊。人我见到了，人没事儿，善后的事儿啊，我会做好，必不会让人知道他曾经流落到那种地方过。您放心，害他的人啊，我会慢慢收拾，不会叫他好过了去。亚婆深以为然的点点头。要我说呀，您那个摊儿啊，就别摆了。您从我上任开始摆到现在，这要找的人啊，连个人影都见不到。而且啊，我也会派人私下打听，您何苦呢？万一我不摆摊儿，姑娘又出现了呢？姑娘最喜欢吃我做的包子。崔之意叹息一声，不再说什么了。秦嬷嬷虽然是崔之意的奶嬷嬷，可当年若是没有秦嬷嬷的拼死保护，她就活不下来。而秦嬷嬷的嗓子就是因为保护她，被人生生毒哑了的。其实这个话题崔之意提过好几次，但秦嬷嬷就是不同意，故而她才拜托茶楼的东家多多照看一二。陈虎和柳杏儿回去没多久，
家里就来人了。江老爷子夫妻2个，还有江水生和柳福川。老太太顾氏看到柳杏儿就跑过去抱着一顿哭，柳福川也跑过去抱着柳杏儿的腿哭。江老爷子和江水生站在一旁，一起抬手抹眼泪，动作十分一致。我没事儿，虎哥出钱请郎中把我治好了，而且有虎哥撑腰，我和娘都不用怕老柳家了。虎哥把柳家老大的门牙都给打掉了。等江家人平复了情绪，柳杏儿就给他们介绍人。小老三十分乖巧的喊太姥姥，给老太太高兴的当场给她摸了5个铜板。拿去买糖吃。太姥姥给你的，你就拿去好了。小老三高兴的收下铜板。太老爷、大舅爷，你们坐，我给你们倒水去。江老爷子见他一瘸一拐的，哪能让他去倒水呀？嘿，太老爷，您别看我是个瘸子，家里的活我都能干。娘没进门的时候，我一个人照顾二哥，我能干着呢。哎呀，来，拿去买糖去。谢谢大舅爷。他可不嫌弃少，说2句好话就有7文钱了呢。福川，跟着去帮忙。柳福川忙跟着小老三进灶房。柳福川比小老三大1岁，2个孩子平时在村里也打过照面，只是没打过交道而已。你是娘的弟弟，我该喊你舅舅。初次见面，长辈要给晚辈礼钱的。你看太姥姥和大舅爷就给我了。柳福川很纠结，姥姥给他的5个铜板，他一直揣在怀里。想了想，他揣回3个铜板。毕竟大舅舅只给了3个铜板，但即使是2个铜板，小老三也不嫌弃。倒是柳福川一脸的舍不得。舅舅，咱们把水给太老爷他们端去吧。有钱进兜里的小老三态度好得很，一声舅舅把柳福川给叫高兴了。我是当人舅舅的人了，不能小气。2个人把水端进堂屋，陈虎已经和几人见过礼了。陈虎去江家山收过账，他的传闻江家人也知道。不过眼下看到柳杏儿养得比在柳家好多了，必是日子过得好才这样。江家父子喝完水就撸袖子要帮陈虎干活，顺便砌个柴火棚子。我瞧这院有点小啊，铺排了那么多的板栗，没了放柴火的地儿啊。老爷说的是，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活儿咱们2个干就行了。老大呀，你去屋后把菜地给料理了。男人们活儿干得热火朝天，柳杏儿就拿了2只野兔和2只野鸡出来，要去小溪边收拾。哎呀，这么多人呐，哪用得着吃肉啊？姥姥，虎哥吃肉厉害，家里2个孩子和我都要补身体，肉做少了，虎哥要不高兴的。我去收拾，血乎乎的脏，你收拾菜。我的背篓里有青菜、萝卜、白菜，你瞅着拿些出来。你大舅的挑子里有红薯、土豆，还有干辣椒、芋头。啊，芋头你别动，想吃一会儿姥姥来洗。红薯土豆，这个时候用红薯土豆，红薯啊，土豆啊，可以做好多好吃的。柳杏儿决定晌午做一个土豆烧兔子，再做一个炸薯片。红薯的话，挑几个埋进灶坑里，回头就有烤红薯吃了。这年头的人都缺油气儿，油炸的食品香味儿，没几个人能抵抗得了。他塞了一片进江老太太的嘴里，老太太嚼着嘎嘣脆的薯片，吃得直舔唇。姥姥，这个土豆片如果拿出去卖，您觉得能不能卖得掉？比如拿去茶楼、戏楼这些地方。啊，能卖掉，就是太费油，不知道会不会亏。那回头试试就知道了。菜烧好了，柳杏儿这次没做面食，而是焖了一大锅米饭，红烧兔肉的汤水拌米饭吃，简直绝了。杏儿啊，你怎么这么会做饭啊？以前我打猪草的时候，听一个过路客商说了几个菜，也是虎哥纵着我，让我试手，加上他吃过的好吃的也跟我说，我就琢磨着做一做。柳杏儿张口就来，反正老太太也不会去找陈虎挖根挖底的问。柳杏儿招呼男人们和孩子洗手吃饭，她则将米饭和鸡汤端进去给陈吉。陈吉看着柳杏儿放下的饭菜，心里有点不是滋味。爹先前带来的女人，便是装模作样对他们好的时候，也没柳氏这般用心。这个女人是真心的吗？算一算，大哥休沐的日子已经过了，也不知他下次休沐能不能回来。男人们坐上桌，柳杏儿把酒拿出来给他们满上。入口咔嚓脆的土豆片让众人十分惊艳，这可是下酒的好东西啊！陈虎看了眼笑盈盈的小媳妇，心里满满当当的，把小媳妇带回家，气的是色心。
而现在他的心里多出了好些让他不明不白的情愫来。小媳妇儿好像每天都有惊喜给我，还是我的眼光好。这顿饭一个个的都吃得肚滚流圆。吃完饭，柳杏儿让他们休息一下，但老头不乐意，继续带着江水生给柳杏儿干活。江老太太则帮柳杏儿做针线。柳杏儿手里还有些布，打算给几间屋子都做上窗帘。房子不好，但日子可以想办法过得美美的。冰粉搓出来，点一点石灰水，顺时针搅拌，等粘稠之后就盖起来，放进装了冷水的木盆里。杏儿啊，你这是做的啥？到了晚上您就知道了，我就试试，若真能试出来，明年夏天咱们就有东西可卖了。你呀，就像你二舅，你二舅啊就愿意琢磨挣钱的法子。外甥像舅嘛。下午，陈虎见江木生和江氏回来了，就拿起家伙事儿上山，把家里留给江家人。那一家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柳二顺更不是个玩意儿，他娘放个屁，他就能颠倒黑白，张嘴说瞎话。老两口又是一番抹泪，他们好好养大的姑娘，让老柳家这般搓磨。当初若是老丫头没被二流子纠缠，没被柳二顺给救了，她就不能落进这么个火坑。陈虎是个好的，杏儿啊也算是因祸得福了，而且陈虎啊还给妹妹修了间屋，老柳家那头啊他去解决。江木生又说起了板栗生意，给江家几个人惊得不行。还是得弄个棚子养几只鸡，留着下蛋才好啊。正说着呢，就听见前院吵吵嚷嚷的，众人连忙回去看，便见好些妇人带着鸡蛋杵在院里跟柳杏儿说话。哎妈，杏儿这是要干啥呀？他把这些鸡蛋全买下来了。这装了满满3箩筐的鸡蛋，买来做啥？日子不过了呀。买鸡蛋是为了烤鸡蛋糕，回头拿出去卖，这就是个长久的生意。哦，嘿，原来是做生意呀，那就好。回头板栗生意做着，烤鸡蛋糕的生意也做着，多一个进项。老规矩，还是2成利。江家其他人纷纷点头，也不问柳杏儿从哪儿听来的，估计是从陈虎这儿听来的。陈虎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人，见多识广。天擦黑的时候，陈虎回来了，他腰间挂着几只野兔，几只野鸡，肩膀上扛着一头野猪。哇，野猪啊！哎，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些野物收拾出来不卖，自家吃。我们来收拾，你赶紧去洗洗。杏儿啊，你给女婿张罗点热水。江家老爷子和江水生抬着野猪去西边，小老三扎了个火把点燃，给他们照亮。柳福川则跟着江氏和江老太太，把剩下的野鸡野兔用盆装了，也去了西边。灶房里，柳杏儿给陈虎打好热水，让他把衣衫脱了。这可灶房呢，随时都有人来。乖，晚上困觉的时候，老子给你看个够，莫急。你这人张嘴就是混话，我看看你的伤。没事儿，一头野猪而已，皮外伤不影响我宰猪。柳杏儿不吭声，就杵在他面前，眼睛里尽是执拗。陈虎哪受得了他这样的目光？关键越是这样，他越不敢让柳杏儿看伤。囫囵洗一下就出了灶房，点了一个火把去西边帮忙。柳杏儿无语。我想买些铺院子和屋子的青石砖，不知是咋卖的，给不给送？没有花纹的10文钱一片砖，娘子是要全铺吗？咋这么贵啊？你再少点。青石砖那得先采石再打磨，而且是宽1尺长2尺的大砖呢。就这个院子加所有的屋子，最多600匹青石砖，也就是6两银子。这2间屋子才花了不到1两银子，铺个地的砖就要6两银子，这跟抢有啥区别啊？那要不你们不买，土房子土地，乡下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买，还得劳烦您给送来。石匠高兴坏了，他忙应下，欢天喜地的走了。咱们家要做吃食生意，地上要晒板栗，往后还得晒别的，老是泥地可不行，还是青石板铺的院子方便干净。再有，屋里都铺上青石板，往后收的板栗等山货就能安安心心的放屋里搁着。而且青石板的地要干净许多，做吃食生意最要紧的就是干净，所以这6两银子必须花。晚上给你们尝尝我做的冰粉，到时候收板栗的时候顺便收些冰粉果，东西多了，这青石砖就把晾晒和储藏问题都解决了。江木生想想，还真是这个道理。等江老爷子等人把猎物收拾回来，江氏就去做饭，柳杏儿和江老太太等人一起把兔子和鸡都用盐腌了。小老三就教柳福川给板栗开口，所有人都忙得热火朝天。
晚饭后，大家也没歇着，马不停蹄地炒板栗。估摸着大家胃里的东西消化了一会儿，柳杏儿就把冰粉拿了出来。娘，这是啥？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冰粉，上次咱们采的冰粉果做的，你尝尝看能不能卖钱。你二哥不能吃啊，太凉了。这就是冰粉啊，是透明的哎，配上红糖汤水，好好看。两个小孩连忙坐下舀冰粉吃，甜甜的凉凉的，还带着桂花香味儿，太好吃了，可以卖钱。柳福川也跟着狠狠点头。回头我带你去摘，我知道哪儿有冰粉果，要避开柳家人。柳福川记得清楚，只要遇到柳家人，他手里的任何东西都会被抢走。好，咱们今年秋天尽量的去收冰粉果，明年夏天就可以卖这个了。到时候再琢磨琢磨放点别的东西。大家累了一天了，可眼里还是泛着光。柳杏儿烧了水，打发两个孩子去洗了睡。二哥，我喜欢这个娘。说完就秒睡。本来就十分纠结的陈吉，这下更纠结了。今晚你跟姥姥和娘睡，我去和二舅挤一挤，姥爷和大舅睡一间屋。柳杏儿倒是没觉得不对，可她还是坚持帮陈虎看了看他的伤，发现并没有恶化，这才松了一口气。别去打猎了，知道吗？陈虎抓着他的手，有些心痒。担心我啊？别担心，我不会舍得死，还没洞房呢。柳杏儿甩开他的手，就把他推出了房门。房门关上的那一瞬，他仿若听到了男人的笑声。可恶！第二天早上，柳杏儿请谭墩子再帮着喊一辆骡车来。姥姥姥爷一家要回去，光靠走路得走2天呢。陈虎把头天腌制的野猪肉和野鸡野兔的肉装了一半，让江家人带走。江家人自然推拒，他们来都没帮上啥忙，拿这么多东西走，脸热呀。姥姥姥爷拿着吧，外孙女婿孝敬的，你们不要，是不是嫌弃外孙女婿啊？江家人不知道对陈虎多满意，只好收下东西，心里想着等挣钱了就买些棉花布料，给一家人都做件衣裳。老爷，江家山的规矩是死的，但若是想活用也是可以的。若江家山出去的姑娘真的不守妇道，不孝顺长辈，那没啥可说的。可若不是这般，反倒是被婆家倒他一耙，那婆家人就是在故意抹黑江家山的名声，抹黑江家山的牌坊。毕竟阳安府和定陶县的衙门都不会允许江家山的牌坊有污名。陈虎的话给他指了一条明路，若不是为了江家山的规矩，他早就叫闺女和离归家了。你们这次回去要做板栗和冰粉的生意，可以向村里人收购板栗。那些姑娘们被婆家搓磨，江家山却不肯撑腰的人家多帮衬着点儿。村里的一些村老和族长那里也可以走动一下，莫怕，凡事有我。江老爷子老泪纵横，老江家有一个算一个，全部整齐划一，抬手抹泪。陈虎看得牙疼。咱们家男丁多，你家没干力气活的人，陈虎呢又是个在外头跑的，就让你大舅留下来帮忙吧。柳杏儿当然愿意，陈虎身上有伤，多一个人帮忙，大家都不用那般累。大嫂呢？大嫂说腰疼回家去了。哼，不就是闺女嫁给秀才了吗？瞧把她嘚瑟的。昨晚上大娘还让我去给她倒洗脚水。啊，你阿奶知道不？知道啊，阿奶知道也不管，还说我是个赔钱货，该多干点活。你们也都过来歇会儿，干活莫要那么认真，除草割多少是够啊，囫囵能应付就行了呗。有了他这话，母女两个扔掉割草刀就过来了。不过刘枣没做，倒是满山坡的找起了野果来。你们两个摘这个做啥？这个又不能吃。喂鸡，要你管，要你管。你凶啥？我就是问问，没听说过这东西能喂鸡，你们肯定是在骗我。你帮我摘一杯了，我给你1颗糖，但是不许告诉柳家人，若是告诉，以后我就不给你糖吃了。好，我帮你们摘，我也不告诉别人。小姑娘干活十分利索，等她摘满了1背篓的冰粉果来给柳福川，柳福川果然就把糖块给她了。还有糖吗？我再去摘。柳福川没有糖了，刘子儿肉眼可见的失望。没有糖，有甜甜的蒸糕你要吗？摘满1背筐就给你1个蒸糕。我要先看看蒸糕啥样。他才不白做工呢。你等着，我回家拿去。正好你的背篓借我一下，我送回家腾空了再给你。娘说冰粉明年夏天要卖钱，还说要给钱收冰粉果，1个蒸糕卖4文，
一大杯篓的冰粉果，少说10多20斤，怎么算怎么合算。我送回去，你留在这里。走着走着就懊悔起来，我嘴怎么这么欠呢？怎么就出了这么个馊主意？万一刘嫂藏不住往柳家说了，又是事儿。他气喘吁吁地跑回陈家，进门就喊：姐，我闯祸了！姐，我闯祸了！慢慢说，不着急。柳福川就把自己用糖跟刘枣换东西的事儿说了。姐，我那时候就是想堵他的嘴，你也知道，刘嫂心里眼里只有吃。可我回来的时候想，他一定瞒不过柳家人的，到时候阿奶肯定要来找麻烦。没事儿，姥姥他们刚去揍了他们一顿，他们不敢来了。再说了，就算来又咋样？回头你去村里找几个小伙伴，让他们都帮着摘冰粉果，1文钱2斤。不用刘嫂说，柳家人也会知道。但他们知道了又怎么样？家里有你姐夫呢。柳福川终于把心放进了肚子里。姐姐，我们答应用真糕去和刘嫂换。蒸笼你去拿，然后你和小老三采的，姐姐也给你们算工钱。对外就说是你姐夫帮县的行商收的，也不知道他们用这个干啥。记住了吗？记住了。柳杏儿称了称柳福川带回来的1杯篓冰粉果重量，14斤冰粉果，一共7文钱。你把钱和蒸糕都拿着，看他怎么选。刘枣知道冰粉果还能卖钱的，就干劲儿十足。第1杯篓你已经换糖了，后头你摘的才可以换钱，1文钱2斤，不许有烂果子、小果子。我能找人帮忙吗？随便你，不过阿奶要是敢来找麻烦，姐夫会揍得他满地找牙。柳福川受江家人影响很大，江家人指望柳福川长大了能给江氏和柳杏儿撑腰，自然会把柳福川教得跟柳家离心。而柳家之所以愿意让柳福川经常去江家住，为的就是让江家帮柳家养孙子。刘老婆子的算盘打得非常响亮，左右柳福川是柳家的孩子，他还能不认祖宗不成？等他到了13、14岁，能冲一个壮劳力的时候，再要回来让他干活不迟。刘枣去找他爹娘，如此这般一说，两口子跟打了鸡血一样，把杯篓里的猪草倒掉，和刘枣去寻摸冰粉果去了。这玩意儿满山遍野都是，没人要。他们很快就各自摘了1杯篓。你们送去我家，不过我娘肯定不想看到你们，你们送到外面，我进去喊我爹来称称，帮你们拿钱。你不是说给栗子蒸糕吗？可以给栗子蒸糕不？栗子蒸糕5文1个，你们要几个？6个。小老三背着自己的背篓在前面带路，到了陈家大门外，一家3口就停下了脚步。娘，爹回来了没有？回来就出来收货，是柳家的讨厌鬼，娘你别出来了。这讨厌鬼就讨厌鬼，有吃的有钱才是实惠的。陈虎拿着大秤从院里出来，一脸的凶相。虎爷您受累了。陈虎不说话，单手就提溜起夫妻2个背着都很重的背篓。哎呀妈呀，这凶神千万惹不得呀！娘，他们要6个栗子蒸糕，要减30文出来。好，柳三才拿了钱和栗子蒸糕，还有点不真实的感觉。走，趁着天早，咱们赶紧去采。柳三才跟老婆孩子一人分了1个栗子蒸糕，大步往前走。哎，枣他爹，这个蒸糕真好吃，怪不得要卖5文钱1个呢。柳杏可算是掉进蜂窝里了，一天要是能这么吃，我宁愿挨8鞭打。哎，媳妇儿，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啊！我不打你，我可不像二哥那榆木脑袋。我幸好嫁的是你，要是嫁给你二哥可就完了，我们枣也完了。就是不知道我们枣儿将来能不能嫁给卖猪肉的。你放心，肯定能。村里找不着就镇上找，大不了到时候使点手段，咋的也要让枣儿嫁进屠户家里啊！哎，媳妇儿，今儿挣的钱可要藏好了，不能让娘知晓。哎，闺女，回家可啥都别说啊！你奶要是问起猪草，你就说让江家人给你扔河里头去了。知道了，爹。一家3口回到山坡之后，顿时傻眼了。山坡忽然多出一群小崽子，都在摘那种果子。哎，这咋一会儿功夫就来了这么多小崽子采果子？咱们再往里面走点。为自己的小家挣钱，柳三才绝不拉稀摆带。陈家在收酸浆果的事情，当天晚上就传遍了全村。第2天，村里的妇人们、更多的孩子们都背上了背篓上山，如蝗虫过境，狠狠地把村边的山坡全部扫荡了一遍。他们不知道城里的行商为啥要收这种东西，但是有钱不赚王八蛋。是虎哥收账的时候认识的行商要收，虎哥想着咱们村山里也有，就把这个生意给揽下来了。至于人家干啥用，咱们不知道。不过那老板跟虎哥说，只要咱们这边有，那他年年都要收。唯独一点，
就是不能以次充好，糊弄他。若是东西不好，他就再不来收了。众人纷纷表示，他们绝对不会以次充好，糊弄谁也不敢糊弄虎爷，不是？可就在同时，打脸的来了。陈虎冷哼一声，把一个妇人递来的背篓倒出来，里面不但大小参差不齐，还混有石头。是孩子顽皮，虎爷您滚！妇人吓得腿软，匆忙将地上的果子捡进了背篓，灰溜溜的跑了。其他排队的妇人也纷纷在自家背篓里挑选起来，还不是觉得卖东西的人多，陈虎忙不过来会疏忽，让他们糊弄过去。刘杏儿看到这一幕，依旧是笑盈盈的。大家伙要都这么搞，这买卖就只能做今年1年了。虎哥干点啥不好，非得干这个？不过是想着大家乡里乡亲的，让大家都能挣点买油盐酱醋的钱补贴一二。大家要是不愿意，索性就算了。我们虎哥去收一笔账，少说还得有1、2两银子的进项呢，何苦被拦在家里耽个10日啊？他这一番话让妇人们心慌起来，纷纷保证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干了。陈虎一直黑着脸不说话，气场十分吓人。好在有柳杏儿在旁边轻轻柔柔地说着话，不然这帮人搞不好会被陈虎吓跑。到了晚上，柳杏儿就让陈虎去找村长，托村长帮着收板栗。他就不信了，村民和村长都能从陈虎和他手里挣钱，往后刘老婆子再跳，他们会帮刘老婆子？陈虎是带了钱去找的村长，他给了村长5两银子的定钱。东西要好，不然您第一次交的板栗我能要，但生意要继续下去，就万万不能够了。村长2口子自然是拍胸脯保证，让陈虎放心。陈虎在家养伤，兜里有钱，家里的院儿又逼仄得很。这些天收的冰粉果子快堆不下了，可冰粉果子还得继续收，板栗也得继续收。杏儿，咱重新修一座砖瓦房的院子吧。啊，那得多少钱啊？不大的话4、50两银子，加上铺地的砖7、80两银子。我想着就在小院后头修一个砖瓦的院子，我们住那个院子，前头土院就他们3兄弟住。圆房以后动静大，得跟几个崽子离远点儿。那样会不会不好啊？老子住好房子，儿子住土房子，天经地义。陈虎是给了柳杏儿700两银子，但是其中200两是给小老二看病的，且看病只是给诊费，又不包括药钱。咱们的院是小了些，不如再扩一点，但还是修土房子。土房子挺好的，而且再修的话，时间从容，咱们还能自己上山砍点木材，晾晒好了做家具、门窗啥的。土房子强厚实，冬暖夏凉，不比砖瓦房差。听你的。陈虎风风火火又去找村长买宅基地，他家那一片都是荒地，荒地便宜，1两银子1亩。陈虎直接买了5亩地，顺带还是喊村长招了人手帮他修。陈虎又去找了木匠，这次我出木头，你帮着做木工活，要十分精细的那种。门窗的木头还是从你这儿出，你现在就可以做了。门窗得有雕花，并且要上漆水。除了门窗，还得正经打一张结实耐用的架子床，一应的家具饰物什么的也得是新的。木匠听陈虎滔滔不绝地说着，脸上笑开了花。这么多东西得挣好多钱呢。陈虎耿直大方，木匠也是个会做生意的人，双方一拍即合。回去的路上，陈虎想还得挣点钱才行，有了媳妇，日子就和往常不一样，不能得过且过。他寻思着去打猎，然而柳杏儿不让。你身上有伤，不许去。这点伤不碍事的，况且我只是去山里下套抓野兔一击，你不知道那山里的野兔多得很，几乎是一套一个准儿。看柳杏儿不说话，陈虎道：你看我先前修房子干活呢，是不是没事儿？我还打了一头野猪。还好意思说，真不把自己个儿的身体当回事儿。反正不许去打猎。陈虎突然觉得这有媳妇儿也是有一点点小烦恼的。这次你要修的房子大，我就多叫了几个人。行，您做主就成。房子你打算咋修啊？修个2进的院子，正房5间，东西厢房各3间，后罩房看着修。你不修牲口圈吧？左右这次要大动，不如把牲口圈修了。牲口圈就修在老宅子的后起的屋子里头吧，那边还有一小溜地儿。牲口粪便多，别熏着他的小媳妇。至于其他人，他不管的哟。这样修挺好，将来杏儿生几个孩子都能住得下呀。众人纷纷笑了起来，柳杏儿不好意思的低头。杏儿，你还有啥想法没有？能不能挖2个地窖，再打一口井，
灶房要大，编一个大烤炉。我媳妇儿说的，你们能不能干？那个别的呢，我们都能做，只是这打井不行啊，打井得找专门的手艺人。你们要打井，这人我可以给你们找，就是打井不便宜啊，得好几两银子的。其实你家用水也还方便，不远处就有条小溪，可以去挑水啊。整个村子也没有谁在自家的院里打井，然而陈虎一锤定音，打。行，我昨儿帮你翻了黄历，今儿一动土，就今儿开始干活。成。这帮人热火朝天的去干活了。柳杏儿就琢磨着咋开伙食，蒸饭是最合适的，只是家里的米不够。他把这事儿跟陈虎一说，陈虎就找他要钱，去找村长买粮，买了200斤稻米，200斤杂粮。柳杏儿就把稻米和杂粮掺和着煮饭，再熬个大骨头萝卜汤，一个白菜烧肉，齐活。因为药物的原因，陆秀才睡了柳桃。第二天早上发现人是柳桃，他心里跟吃了苍蝇一样恶心。还没等他质问为何是柳桃，知道自己被抬进门不是妻是妾的柳桃先爆发了。柳桃砸东西的时候砸到了杜秀才的脚，导致杜秀才只能躺在床上养伤。他闹腾得太凶，杜秀才家里的老太太和当家太太都看他不顺眼，老太太更是扬言他要再闹下去就将他提脚给卖了。你们前脚卖老娘，后脚我家就会去报官。你们来柳家提亲的时候，全村人都知道媒婆说的是求娶，不是纳妾。除非你们想新都的功名不想要了，那就去找人牙子来卖。这都是话赶话，我们杜家没有把儿子收用过的女人转手发卖的道理。只是你说想当崇文的妻子，那是不行的。我们崇文呐是定了亲的。你先听我说完，你们家的身份原本纳妾都是不够的，是崇文喜欢柳杏儿，央求着家里去给他纳妾。我们家从来都说的是纳妾，许是媒婆在中间捣鬼。你若是要去告便告，我们家没什么好怕的，最多媒婆被收监打板子。倒是你，我们家纳的是柳杏儿，接进门的却是你，也不知你见了衙门一顿板子下来，还能不能有命在？杜家的妾每个月还能领1两银子的月钱，你好好想想吧。柳杏儿有空就在家里试着烤白糖鸡蛋糕，这几天烤出来的鸡蛋糕总是不能让她满意，倒是便宜了小老三等人。唉，我就觉得已经可以卖了，娘为啥还不满意呀？我姐姐觉得不好，那就是不好。二舅说做生意要看长远，不然就是一锤子买卖。难道你不想鸡蛋糕的生意能一直做下去？想啊，那还有啥说头？有你吃的，你还抱怨上了。我又不傻，可是费钱啊。唉，挣钱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可是板栗和土豆片还有栗子蒸糕都卖出去了，那些也没有试多少次啊。没试多少次也辛苦不是吗？给板栗开口，炒板栗都不容易，切土豆片也是，我娘切了好久呢，还得天不亮就起床切。你说钱好不好挣吧？小老三耷拉了脑袋，不好挣。我认为这次试出来的够好了，可以拿出去卖了。确实比先前所做的鸡蛋糕好吃。拿去给你二哥吃，他可以吃这个。二哥，你快吃鸡蛋糕，可好吃了。先前娘烤的有焦糊的地方，娘说那种你不能吃，闻了好几天的香味儿，你肯定馋了。快吃吧。小老三以前咋就没这么多话呢？自从那个女人拖家带口进了陈家之后，小老三不但笑得多了，还长了点肉。陈杰的心有点不适应，但又忍不住动摇了。这鸡蛋糕好，是吧？刘杏儿十分有成就感。嘿，我外甥女儿就是厉害啊！这个鸡蛋糕，我觉得比点心铺子里面的所有点心都好吃啊！唉，大舅啊，你这心眼儿也是偏到了嘎吱窝，小心夜里睡觉，爷的点心蜂拥来找你算账。娘，我教你怎么做鸡蛋糕，回头你去一趟老爷家，和板栗一样，给我2成的份子就行了。明年咱们就不炒板栗卖了，就靠着卖鸡蛋糕，收入也不会少。打她嫁人，就是娘家一直帮补她。如今杏儿帮她回报娘家，让江氏如何能不动容？今晚咱们一家人开小灶，不跟干活的人一起吃。说完就给陈虎塞了一个鸡蛋糕，你尝尝。陈虎在柳杏儿灼灼的目光下把鸡蛋糕吃完。好吃吗？柳杏儿期待地望着他，要不是丈母娘和大舅在旁边，陈虎就亲下去了。小媳妇真是勾引他不分场合。好吃。
好知道他觉得自己能从此过上吃软饭的日子，他的小媳妇咋就这么能耐呢？娘，明天我去县城。我跟你去。有陈虎陪着，姜氏有啥不放心的，自然是同意了。晚上，柳杏儿和姜氏炒了几个菜，把挂在房梁上的风干兔取下来蒸熟了吃，大人孩子都吃得津津有味。哎，我咋觉得这兔子的味儿也是能卖钱的呀？怎么把蚕丝兔和风干兔给忘了？不过柳杏儿没多说，等东西做出来之后再说。晚上数钱算账，加了土豆片的收入，一天的收入多了好几百文，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早上，柳杏儿醒来之后身边没人，她起床洗漱之后，陈虎回来了，带回来不少野兔和野鸡。柳杏儿瞪大了眼睛，我没有去打猎，这些都是先前下的套子，你看都是活蹦乱跳的，不是用箭射杀的。柳杏儿看了一眼满身露水的陈虎，忽的就心疼了，眼眶子也不由自主的泛红。快去洗洗换衣服。唉，这具身体的泪点太低了，我已经使出洪荒之力来忍了，还是控制不住想掉眼泪。都怪这家伙，看着牛高马大的，却是十分细心。明明我昨天也没说啥，他就能洞察我的心思。好。陈虎应声往屋里走，柳杏儿跟上去。陈虎转头看他，咋的？想看我换衣裳，尝我身子了？说着动作还不停，几下就把上身的衣裳给脱了下来。我看看你的伤。说完就上手去解绷带。想摸就摸，莫要找那么多的借口。说完，男人抓着他的小手放在自己赤裸裸的腹肌上，汗津津的。谁下？他甩开手，逃似的跑出了屋子，到底还是没有敌过汉子的脸皮厚。陈虎看着柳杏儿落荒而逃的背影，轻笑出声：可不能再让小媳妇看这伤口了，不然又得掉眼泪。哎呀，女人就是烦。柳杏儿去灶房把手洗干净，可是洗不去的是手上的触感。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她的软乎乎，男人的硬邦邦，但意外的好摸。柳杏儿被自己涩涩的想法羞到了，她连忙狂摇脑袋，把脑袋里的颜色甩出去。娘，您咋的了？姐姐，莫不是傻了吧？没啥，就是刚才头上好像落了虫子，我把它甩下去了。姐姐啊，你不是不怕虫子的吗？以前在柳家的时候，你还抓虫子喂鸡呢。我谢谢你哦。今天我跟虎哥去县城，你们想不想去？想去就带你们去县城玩一天。两个小孩眼睛一亮，只是亮了一瞬便熄灭下来。我不去，我要留在家里干活。我也在家里干活，不耽误姐姐的正事儿。那谁陪我去县城，我就给谁买糖葫芦。娘，不可以败家，过日子要紧。一串糖葫芦都可以买半斤米粮啦。不能想，一想就心疼。冰粉还没开始卖，家里收冰粉果每天钱流水一样给出去。对此，小老三已经很窒息了。姐姐，你和姐夫去吧，我也不吃糖葫芦。我和小三子留下来给叔伯爷爷们做饭。对哦，还有那些干活修房子的人呢。这俩小孩懂事的令人心疼。那好吧，等咱们家闲下来了，我再带你们去县城。哟，这不是姐姐吗？来镇上干啥？还坐牛车？看来日子过得不错呀。他一步三扭走到牛车跟前儿。嫁人就像是第二次投胎，你说你头一次运气就不好，第二次运气还这么不好，舍了脸面去勾引我家相公，结果我家相公娶的还是我。柳涛瞄了一眼脸黑透的陈虎，他是故意这般挑拨，回头看陈虎打不死这个水性杨花的小狐狸精，柳涛恨死了。杜秀才心里眼里只有柳杏儿，还说什么他给柳杏儿提鞋都不配。他的话音一落，陈虎就跳下牛车，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把提溜住柳桃的衣领，把他拖到前面不远处，狠狠地摁进了一坨上冒着烟的热乎牛粪里。姨奶奶！陈虎淡淡地扫了一眼车夫，车夫识趣地将马车挪开，让了位置。这姨奶奶也真是的，上不得台面，出门就惹祸呀。柳杏儿傻眼，他都没反应过来，陈虎就把柳桃给收拾了。他怎么就这么会啊？咦，星星眼！咱们赶时间，别闹，下回老子再好好收拾他，给你出气。
陈虎以为小媳妇不高兴他这般容易就放过柳桃，连忙低声哄了起来。谢谢你啊，虎哥，随时随地都护着我。他这一笑勾得他心颤，陈虎连忙别开脸，不敢再看，再看他怕自己会忍不住。好端端的说着话呢，这人怎么就忽然不理人了？然后他就看到一抹红从男人的脖子根蔓延到他的耳朵尖儿。这是害羞了？陈虎这种人还会害羞？不远处，刘桃吱哇乱叫，狂吐不已。婆子只好让他躲在不远处的小树林里，等着车夫回去找水，再给他重新拿一套换洗衣裳。刘桃不愿意，他闹着要回去洗漱换衣裳。姨奶奶想回去也不是不行，不过姨奶奶可要想好了，你真的要顶着一脸牛粪回去，好叫公子瞧见。刘桃顿时不敢吭声了，委屈的直哭。您仔细看看这卖身契，上头有时间。您儿子抬进家门的柳桃早就被他哥哥卖给了我们。陆老爷，您说怎么办吧？是上公堂还是私下里，咱们就解决了。柳桃进了杜家门的信儿，还是县衙的捕快偷给他的，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不让柳家好过。春香楼的东家是有实力有背景的地头蛇，杜老爷惹不起，捏着鼻子给了500两银子，把卖身契换回来。柳家一女二卖，老子不会放过他们的。咋才这点水啊？你干啥吃的？哎呀，我说姨奶奶，这路上不平，我又着急给您送过来，谁知这水竟然颠簸的只剩下这么点了，您就将就着用吧啊！姨奶奶赶紧洗，不然耽误了时辰可不好，回头给公子的日子过得不顺，可就坏了。柳桃没法子，只能就着这点水胡乱洗了洗头脸。有马车到村里，自然是个大新闻。柳桃又是个爱显摆的，这不是柳桃吗？这是3招回门啊！是啊，婶儿，这回我婆婆给我准备了好多点心带着，你们都来尝尝。说话的时候，手不是碰碰鬓边的花儿，就是抬手摸了摸头上的金簪。桃儿真是富贵命，这是嫁到福窝窝里去了吧？哟，这金镯子上是啥呀？像是粪呐！咦，我说桃儿啊，你这些东西别是在粪里扒拉出来的吧？柳桃有苦难言。啊，我不活了！你们去柳家吃点心吗？不去，怕是从粪里捞出来的。可不咋的，有这时间呢，还不如上山找板栗和酸浆果子呢。哟，这3招回门，姨奶奶家里清风雅静的，知道姨奶奶配不上我们公子，3媒6聘都没过，就匆匆一顶小轿接走的人，只能为妾。放肆！我是主子，你是奴婢，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是老太太的奴婢，不是姨奶奶的奴婢，在杜家比你有体面，还请姨奶奶认清自个的身份。柳桃更羞愤了。阿奶，不是让你去找神婆吗？陈虎都回来了，你都还没把柳杏儿给解决了。解决？咋解决？陈虎把柳杏儿那个骚蹄子护得跟眼珠子一样，如今又是在村里收板栗，又是收那劳什子酸浆果，这下他可在村里抖起来了，就是村长也偏心他们一家。柳桃嫉妒的眼睛发红。贱人，好的男人们一个个的都为他试了环，杜秀才心里眼里都是他，连陈虎那个凶神也被他笼络了去。这好办，你去找神婆，然后去买些泻药扔进村里的井里，只要全村人都拉肚子找郎中，神婆就来村里说柳杏儿是不干净的东西上身了，只要她活着，早晚都要把村里人全都害死。哎，这个主意好啊！到时候再买点给猪和牛配种的药，找几个懒汉把姜氏那娼妇一并收拾了。就这么办。老姜家已经和他们家撕破了脸，往后肯定不能再送粮食来。还有姜氏扎在陈家不回来了，他们也拿捏不到。回头再把柳福川提小卖去小官管，又是一笔进账。我听说小官可比小姑娘卖的贵，就柳福川那小模样，少说能卖20-30两。老二怕是不会愿意，轮不到他不乐意。回头他干活的时候，老娘就把人弄走卖了，他晓得个屁呀！爹，小官是啥？为啥卖二哥去做小官能卖那么多银子啊？爹，二姐以后会不会撺掇着阿奶把我给卖了？爹，你跟阿奶说，要卖我的话，卖进有肉吃的地儿。刘枣接连发问，柳三才一个都答不上来。
哎，你赶紧找个地儿拉粑去啊，不然回头拉裤子上了。哎呀，我忘了。刘枣说完撒丫子就跑。他爹，娘不会卖咱们枣吧？往后枣去哪儿你都得盯着，咱们这个娘心眼里只有他大孙子呀。刘桃这个小贱人心毒得很，回头等我搞点钱，咱们就想法子分家。哎呀，幸好你不是二哥，分了也好。如今二嫂不在家，家里活就多了，大嫂又是个能推能赖的，娘又偏心大方。二哥虽然还在家当老黄牛，不过若是二嫂和杏真死了，我看二哥也活不了。到时候你就是二哥，我就是二嫂，咱们枣啊就是杏。放心，老子可不是二哥那怂蛋，就大房那黑心的，恨不得从每个人身上都刮出一层油来，指望着福来出息了拉拔我们，还不如指望母猪上树呢。陈虎进了县城就下车了，他叮嘱谭墩子守好柳杏儿，自己则挑了鸡蛋糕去赌场。哟，今儿吹的啥风啊？把您给吹来了。2件事儿，这2箩筐的鸡蛋你给找个地儿卖了，长久买卖，价钱要合适。还有就是给我找几个收账的活，钱多的。老子以为你娶了媳妇儿开窍了，竟知道给东家送礼，不曾想还是个榆木疙瘩。罢了，这一担子的东西他自个儿掏腰包买了就是了，回头给伙计当饭吃。郭山峰漫不经心掀开箩筐上头的布，他拿起一块放嘴里一咬，居然这么好吃啊！这比县里几个糕点铺子里的糕点都好吃啊！这只有1担，太少了。东家嫌钱还嫌多，话里话外都是不好卖的意思。哎呀，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啥时候变得这般小心眼了？陈虎心说，别的他能大方，唯独关于小媳妇的事儿他大方不了。我给你赔罪，你就开价吧。这一担子的这个鸡蛋糕，1斤鸡蛋糕50文钱。哎，不贵。不过你考不考虑把这个方子卖给我呀？价钱好商量。卖方子的问题，来县城的路上，陈虎就和柳杏儿商议过了。毕竟光他们家这般做，每天出的不多，且方子若是惹来一些有背景的人眼红，那也是麻烦。卖是可以卖，只是卖了方子之后，定陶县和武安县境内不能有人卖这个。这2个县城的生意是我们的，不管买方子的人在啥地方卖，价钱不能低于50文1斤。这个我可以答应你，没问题。咱们县城你也别累着弟妹到处跑，每天送到我这儿来就成了。方子的价钱你说说，你想要多少啊？杨东家给多少，合适这生意就做，不合适我就走。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烦讨价还价。奸呐，逼着我给个最高的价钱呢。一口价500两。陈虎皱眉，上次他接的那个任务前头死了好几个人，他也是受了伤才把任务完成，那个任务的报酬就是500两。这世道真他娘的不公平。变脸，以为这人嫌给少了。600两，但是不能再多了啊！这个方子呀，拿京城去卖，肯定能卖1000两以上。但这儿不是京城，你拿着方子去糕点铺子，能给你200两的，算有良心了。成，600两，现银。立契约拿银子接任务。哎呀，你呀是该好好奔一奔了，不然啊就成了女人养的小白脸了。不过呀，能让人养那也是本事啊。你相中的媳妇儿确实比卖酒的陈寡妇强太多了。啥时候让我也见见弟妹呀？等成亲的时候给东家下帖子，东家把红封准备后详。你一口一个媳妇儿的，你们也在一起过日子了，这咋还扯到成亲了呢？别的女人有的，他也得有。哟，能把这个凶神给降服住了。哟，这女的厉害。不能这么继续下去了。杏儿这么聪明能挣钱，得寻个安稳的法子。有钱还得有地位，有脸面，不能一辈子都窝在这个小山村。亚婆知道柳杏儿的遭遇，好几天没看到她，十分担心。柳杏儿这次来，亚婆特别高兴，搞得柳杏儿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等陈虎来了，柳杏儿就跟亚婆介绍：“婆婆，这是我相公。”好个汉子，高高大大，身板也结实。多谢婆婆照顾杏儿。没有，都是杏儿在照顾我。陈虎是有眼力劲儿的人，寒暄2句就撸袖子帮着亚婆收拾。他力气大，几下就把桌椅收拾好了。婆婆住哪儿？我帮您把东西送回去。亚婆连连摆手，比划着表示一会儿有人来帮她，不用陈虎管。婆婆，那我走了，往后不是我来就是我娘来。
我家在修房子，等房子修好了就请婆婆来玩。好啊好啊，你们慢慢走啊，回去小心些。咱们去一趟书院，回头下馆子。好，到了书院，陈虎拿了点钱去门房。劳烦你去跟上社甲班的陈婷说一声，我在前头的邱家14等他，我是他爹。落座之后，陈虎吩咐小二，然后随口点了几个菜。这几个菜是他们家的拿手菜，另外的家常菜他们家也有。你还有啥想吃的没有？够了，我也不挑食。爹，墩子说。菜还没上完，陈婷就跑来了。高高瘦瘦的少年脸上青涩之气未脱，不得不说，陈虎的3个儿子一个比一个好看，就是没有一个长得像陈虎。陈虎这个遗传基因不行。这是你娘，我媳妇儿。陈婷一愣，先前3个女人是怎么回事他是知道的。这个女人是爹第一次承认是媳妇的人，也是村里人，柳家的大姑娘。陈婷见过母亲。柳杏儿一慌，好大一个便宜儿子。好。想起电视剧里的情节，连忙摸了一块银子放到他手上。陈虎也不早说，害得他改口的红枫都没准备。多谢母亲。这块银子得有2两重。柳家大姑娘她是知道的，常年埋着头躲着人，只知道干活的姑娘，爹娶她，陈婷能够理解。她有些许遗憾，原本她已经给爹物色好人选了，先看看吧，家里爹做主。快坐下吃饭吧。为一个只比自己小4岁的孩子喊娘，柳杏儿别扭极了。是母亲。叫娘。她抬头对上陈虎不悦的目光，笑着改口娘。柳杏儿尴尬的脚趾抠地，但陈虎满意了，他给柳杏儿夹了一个鸡腿儿。吃吧。你吃，我喜欢啃鸡脖子和鸡叉。陈虎看着碗里的鸡腿儿，唇角忍不住上翘，而柳杏儿已经津津有味地啃起了鸡翅。谁知才啃了2口，就被陈虎把鸡翅给抢走了，鸡腿重新塞他碗里。不许跟我抢吃的。我的哥，是你在跟我抢好饭。柳杏儿怨念丛生地啃起了鸡腿儿，啃了一半，他就实在是啃不下了。才吃这么点儿，啥时候才能养得胖乎乎的？他相当不满意，可是看着柳杏儿对着鸡腿一脸苦相，他只能捡事儿，看得陈婷目瞪口呆。爹，不是很嫌弃别人的口水，从来不吃我们3兄弟的事儿吗？吃完饭，他把2个装了鸡蛋糕的篮子给陈婷。这是你娘给你准备的，1篮子你自己吃，1篮子分一分，拿去送先生们，都是你娘自己做的，往后县城里也能有卖的。你娘很厉害，她做的糕点好多人抢着要。这家伙啥时候准备的？谢谢娘。你自个儿回去吧，在学堂里别舍不得吃，爹能养得起你们。还有给老二看病的钱，你爹我也挣够了，你别发愁，好好念书是正经。对了，咱们家修房子了，等房子修好了，我和你娘就成亲。等日子定下来，你要还没放假，那就跟先生请几天假期。行，过2天休沐我先回来一趟。我走了，爹娘，墩子叔，你们慢点儿。小伙子跟大家告别，提溜着篮子朝书院走去。陈虎掐着柳杏儿的腰往上一提，把她轻松放到牛车上。虎哥，嫂子，咱们现在去哪儿啊？听你嫂子的。卖掉了吗？卖掉了，鸡蛋糕50文1斤卖的，方子卖了600两银子。多少？柳杏儿的心忍不住狂跳，陈虎的嘴巴几乎贴到了柳杏儿的耳朵。600两。600两，发财了，一下子就有钱了呀！钱是穷人胆儿，柳杏儿激动得抖。怎么会这么多？看着陈虎的双眼亮得惊人，在柳杏儿看来，能卖200两就已经是天价了。找了人，那人欠我人情，不敢坑我。陈虎可不是做好事不留名的人，不叫他知晓，如何叫他知道自己男人的能耐？不过你别担心，他拿到京城去卖，能卖上千两银子。他也是有背景的人，没人敢私吞他的方子。只是卖方子这事儿，这几年暂时不能做了，太扎眼了，不是好事儿。好东西一次性拿出来太多，就不值钱了。柳杏儿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回家咱们分赃，我分你一半。成，反正我的钱也是你收着。柳杏儿一愣，这个男人好会。陈虎看着小媳妇满脸通红的娇羞眼儿，心情瞬间飞扬起来。柳杏儿看着陈虎宽阔的背影，喜欢悄然而至。一下子挣了600两，柳杏儿便开始大肆采购。天越来越冷，她给家里的每个人都买了2身夹袄、2身棉袄、2双棉鞋、2双单鞋，棉花布料买了一堆，被褥买了几套，
刷牙子、洁牙膏、枣豆、香姨子，这些对村里人来说是奢侈品的东西也买了一堆，还给姜氏买了一对银镯子、一根银簪子，给小老三、小老二和柳福川一人买了一对银镯子、一副银项圈，给老大买了一套文房四宝和不少纸。陈虎由着他买，然后在他从首饰铺子出来之后，借口回去要口水喝，让柳杏儿在牛车上等他，返回去买了一对金镯子、一根金钗，还有一对金耳环。钱是问过山峰要的介绍费，照的是江湖规矩，给过山峰气笑了。头一回听说帮自家媳妇卖东西还要介绍费的，但还是被陈虎强势要走50两银子。一行人又去采买了粮油、香料、调料等东西。因着家里有人干活，陈虎带着柳杏儿去屠户家买了不少骨头以及边角料的肉，拉了满满一车回去。哎呀，败家呀，这日子没法过了。物料、褥子啥的先放我屋里，等下再分。娘，你先把肉洗了，回头用盐腌起来放缸子里。哎呀，咋就买这么多东西啊？鸡蛋糕卖了个好价钱，方子虎哥也帮我卖了。你这孩子，就算是挣着钱了，也该攒着呀。小老三挨着姜氏狠狠点头，十分赞同姥姥的话。柳福川也心疼，但他表示，我姐挣了钱，她想咋花就咋花，又没花你的钱，你点个屁的头。他可不敢说他娘。小老三想反驳，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你这是在说小老三还是说我呀？等把东西归置的差不多了，包袱打开分衣裳鞋袜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柳杏儿疯了。挣钱就是来花的，他挣的钱就是花干净了也没啥。还有我能挣钱养家养他。你就惯着吧。江水生也有一份儿。杏儿啊，你咋还给我买呢？你是我大舅，我不能给大舅买啊。这大舅啥也没给你，以前你在柳家遭罪，这大舅也没能来护着你，这大舅心里亏呀。给你男人穿。大舅身材没虎哥高大，脚也比虎哥小，你的东西虎哥穿不上。大舅你就别推拒了，我给姥姥姥爷还有二舅都买了，只是表哥表弟们的，那得大舅自己挣钱买哦。江水生感动得嚎啕大哭，陈虎默默地拿了弓箭走了。受不了啊，一家子哭不尽。小老三来回跑了好几趟，把衣裳抱回他和小老二的屋里，他是又高兴又犯愁。咋整啊？摊上了这么个花钱如流水的娘，我得跟爹说多挣点钱，不然娘把他自己的钱花完了，爹没钱给娘花就丢人了。哎，二哥，你看这新衣服好看是好看，可穿在身上哪儿敢干活啊？还有这鞋我都不敢下地踩，你说买了干啥呀？这么碍事儿。你的唇角要是压下去不露出白牙我就信。二哥你也试试，你每天不动弹，穿新衣裳才不会糟践。小老三说着就动手帮二哥换衣裳，换上新衣裳的二哥瞬间好看了不少。小老三高兴地围着他直转悠。以前的3个女人都恨不得在我们身上搜刮出一层皮来，从未给我们花过半个铜板，可她却不一样。娘，您明天就回一趟姥姥家，把做鸡蛋糕的法子交给姥姥，另外跟姥姥说，鸡蛋糕咱们卖50文1斤。可是家里活这么多，我走了家里忙不过来呀。哎呀，你就放心回去啊，家里有我呢，力气活我都会，揉面打蛋啥的呢我都能来，不会耽误活的还有我们。姥姥您放心回娘家吧。小老三小手一挥，小大人的模样惹笑了所有人。你先睡，我去洗个澡。柳杏儿钻进了被子里，她买了新被褥，今天晚上就可以跟陈虎一人盖一床。陈虎看着柳杏儿身边的那条被子，心气儿十分不顺，他气哼哼地转身出屋。虎爷，50两银子卖您一个消息，这消息关乎到杏儿和我二嫂的生死。柳三才看着陈虎捏得咔咔作响的拳头，您别想着打我一顿我就能招啊，您不给钱我就是死也不会招的，大不了听了消息之后您觉得不值当这个价钱，您再把钱抢，呸，拿回去。陈虎噎住，他身上不够50两啊，管过山峰要的钱已经给媳妇买了金首饰，这会儿就剩下20多两了。想挨揍，老子成全你。他举着拳头就给了柳三才一下。我是怂狗也是烂泥，可若是虎爷不给钱，就是打死我也不说。为何要钱不要命？我没出息，挣不了大钱，好容易逮着一个机会，就想挣点钱，给妻女买点吃穿，还想从老柳家分出来，
得寻点俺家的银子。陈虎给了他20两银子的定钱，柳三才把他知道的全部告诉了陈虎。陈虎闻言杀气四溢。哎妈呀，虎爷呀，你可不行杀人呐，杀人是要偿命的。不会，不过你要负责盯着他们，有啥动静立刻来跟老子说，不然休想拿到另一半银子。柳三才小鸡啄米似的点头，50两银子妥了，不往他挨顿打。陈虎翻墙进院，洗漱好了回屋，油灯下小媳妇睡得香甜，他的力气在看到小媳妇安安静静躺在床上呼呼睡的时候消散一空。他本想将被褥卷吧卷吧扔一边去，可想了想还是憋憋屈屈上床。然而闻着小媳妇的味儿，男人还是半夜起来洗了裤子。等着成亲圆房的。第二天，姜氏坐骡车回娘家，走的时候，陈虎把柳杏儿给姥姥姥爷他们买的东西全给装进了骡车里。姜氏从未有哪一次回娘家有这般开心，以前回娘家都是被婆家逼着回去哭穷要粮食的，唯独这一次她是带着东西回娘家。娘，吃鸡肉。哎呦，小主子，你这是咋的了？快让娘看看上哪儿了。大伯娘和二姐躲在灶房偷吃鸡，我跑去讨要，他们不给我，还打我，可我还是把肉抢出来了。看着满脸上的刘枣，柳三才怒火中烧。分家，今天就分家，不分家老子天天闹腾。分家？为了个赔钱货，你竟然想分家？啥赔钱货呀？我闺女可不是赔钱货。就是，我以后要嫁给杀猪的，给爹娘拿肉吃。分了家，你还是我娘，我只是做不到像老二那样，看着妻女被欺负，除了求饶，别的啥都干不了。看他梗着脖子不服软，刘老婆子气得跺脚。分了也是一家人，回头若是福来出息了，那三叔后悔要合回来，您和爹也不会不让，是不是？柳桃也不想三房占他的便宜。阿奶，三叔要分就分，不然便是留住他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分家的过程差点打起来，柳三才啥都要争，他可不是逆来顺受的柳二顺。柳大夫两口子一点便宜都没占到。家分完了，柳三才才把刘枣拉出来，指着他的脸对村长道：村长，我家枣的脸是他二姐给打的，这他二姐得赔钱吧？啊，您给做个见证，他要是不赔，我就去杜家闹，到时候别说老子不顾亲戚情面。而柳桃只是个妾而已，他怕露馅儿，最终还是咬牙把手上的金镯子、脑袋上的金钗给取了下来，赔给柳三才。老二，明儿把二娃子喊回来，兔崽子再不喊回来，都不知道自己个儿姓啥了。娘，福川回来就多一张嘴。你个当爹的省一口就饿不着他这个儿子，我老柳家的孙子不许留在陈家。娘，我求您了，滚去把那个小白眼狼给老娘叫回来，不然老娘上衙门告你不孝，告你儿子不孝，再去江家山闹腾，让那养父的娘家在江家山过不下去。刘二顺闻言脸色煞白，他的胸口闷得快炸开了，他就不明白了，亲娘为何要如此这般的对他，对他的孩子。喂，你来干啥？大哥。别，我不是你大哥啊，我也不敢当你大哥。姜氏就没好气地问他：你来干啥？是不是你那个好娘又出啥幺蛾子了？我也是没法子，若是福川不回去，他就要去江家山要人。福川姓柳，这是没法子的事情啊。江水生扬起拳头就要揍柳二顺，不过他的拳头被陈虎给捏住了。让那个老钱婆子去江家山，随便他咋闹腾，老子们都不怕。想让福川回去，想都不要想。可福川是柳家的孩子，没法子的呀。岳父说的没错，这事儿闹到县衙，县令也只会判柳福川回柳家。若是福川被扣上不孝的帽子，这辈子就完了。陈虎知道刘老婆子要柳福川回去是为何，正好趁此机会将计就计，把柳福川的问题给解决了。我跟爹回去。柳福川的脸上没有笑容，但他知道姐夫说的对。不急，福川可以和岳父回去，不过有个条件。啥条件？你得立一个契约，保证你能护住福川，不然我不放心把人交给你。我是福川爹，我会护着福川的。哼，以前你也说你是杏儿的爹，能护住杏儿。陈虎让小老三进他们屋里去拿笔墨等物，当着柳二顺的面写了3张纸，又读了一遍，然后就让他摁手印儿。那请岳父去外头等一会儿，
让福川收拾收拾东西。你回柳家，我得叮嘱你几件事，你必须记好了。姐夫，你说，我肯定记着。不许吃柳家的任何东西，不许喝柳家的水。每天陈行给你送吃的喝的，或者你跑回陈家来吃。我知道了，姐夫。不管是睡觉还是干别的，在柳家你必须和你爹寸步不离，不可单独跟柳家的其他人在一起。我记住了。陈行给你带吃的，分一些给你爹吃，你们躲着吃，不可给柳家其他人看到。我陈家的东西，除了你和你爹，便是扔了喂狗，也不给柳家人吃。不给他们吃。那你去吧，放心，过不了多久，姐夫就会想法子把你接出来。谢谢姐夫。明天早上我给你送吃的，我会在柳家门外学3声猫叫，你听见猫叫就出来。也不能总学猫叫，也得学狗叫、牛叫、驴叫，不然容易被怀疑。好，我最会学这些了，你就等着吧。原本凝重的气氛被小孩的童言童语给破了，大家没忍住笑了起来。娘，您别担心，虎哥说能把弟弟要回来，就一定能把弟弟要回来。你给虎哥一点时间。就是想着你爹那个没用的男人，心里不得劲儿。娘，大舅，我让岳父摁的是和离书，按照江家山的规矩是不允许出嫁女被休或者是和离，但我觉得有备无患，这个还是要捏在手上，万一将来遇到啥事儿，说不定用得着。娘，您是想和岳父继续过，还是不想过？自从杏儿的事情出了，自从柳二顺在村长面前昧着良心说假话，给江家人头上泼脏水，他就不想跟这男人过了。无论娘是想过还是不想过，我都会想法子解决。想过，我想法子让柳家把岳父撵出去，断绝关系；不想过，我想法子让您和离，而且和离后江家山不找您的麻烦。不过我想跟他和离，可是女婿啊，娘知道你有这个心就行了，眼下的日子娘就很满足了。行，我知道了，剩下的事您就别管了，交给我就成。和离书您讲好了，回头要用的时候我跟您要。娘真是谢谢你，真的。娘不怪我自作主张就行。那啥，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洗洗睡吧。谢谢你啊，虎哥。说完，他凑上去亲了一口汉子的脸颊，然后飞快地躲进了自己的被窝，心咚咚咚的越跳越快，脸也烧得不行。陈虎摸着小媳妇蹭过的脸颊，柔软的触感一触即离，他的舌尖从里面抵了抵柳杏儿亲的位置。天知道我每天忍得多辛苦，可小媳妇还勾引，那还忍啥？不忍了。陈虎把小媳妇从被子里挖出来，二话不说，直接狠狠地吻了上去。柳杏儿被他给亲懵了，男人的气息狂野霸道地侵占着她，完全不给她任何反应推拒的机会。她的眼尾红了，眼泪成串地往下淌。陈虎尝到了咸味，松开了她，像饿狼盯着小羊羔似的盯着她。这就收不住了，就这你还敢勾引我？老实睡觉，知道不知道？再勾引我，我现在就办了你。说完，他翻身过去，背对着柳杏儿。柳杏儿低头看了看自己凌乱的衣衫，心说谁不老实了呀？而且他刚才好像碰到了啥不得了的玩意儿。柳杏儿盯着陈虎的背影，鬼使神差地问道：虎哥，你是不是憋得难受啊？虎哥，你是不是憋得难受啊？陈虎浑身的血液沸腾得更厉害了，他刚想不管不顾转身把小媳妇儿办了再说，不然你去跟大舅睡吧，总憋着不好。你也知道总憋着不好啊，快睡，就你还乱不了我的心。行吧。黑暗里，柳杏儿摸了摸自己被亲得有些肿的唇，忍不住勾起了唇角，心里的涟漪荡啊荡，怎么都平息不下来。这个晚上她照样睡得很好，就是一晚上的梦特别的羞人。第二天天不亮，柳二顺就起来了，他得干全家的活儿。你再睡会儿。不，我怕爹你不在我身边，阿奶会提脚卖了我。不会的，你阿奶不会卖你。福川是二房唯一的男丁，且老柳家孙辈只有2个男丁。柳二顺不认为刘老婆子会卖男娃。您当初还相信阿奶不会卖姐姐呢。你不一样，你是男娃。没啥不一样，二房在阿奶眼里就不是人。福川，你是男娃，你乖一点，
你阿奶会喜欢你的。这话也就爹您自己相信，你莫要跟我说这些话，我不傻，我长大了，分得清。刘二顺被儿子说得无言以对，他只能带着儿子洗漱出门。柳福川，你个白眼狼啊，回村都不知道归家，今儿个你就在院子里跪一天，不许吃东西，好叫你知晓知晓你是谁家的人。爹，你答应过姐夫要护着我的。说完他就撒丫子往外跑，留下来跪一天，他才不干呢。柳福川迅速朝陈家跑去，根本就不管亲爹。婆婆，我打算去租一个铺子，到时候您跟我一起，我留一块地儿给您卖包子。亚婆摆摆手，意思是就在这个地方摆摊儿，哪儿也不去。柳杏儿怎么劝他都是摆手拒绝，也就不劝了。到时候把铺子开起来再说吧。柳杏儿随便找了一家牙行，她其实也有心租在亚婆摆摊的那条街上，结果运气很好，一问还真有这么一家空着的铺子。这铺子的租金是怎么算的？20两银子一年，不过若是娘子手头紧的话，也可以1个月就给。1个月的话，得是2两银子1个月。20两啊，好贵啊！15两一年吧。咱们这边县城小，人少，生意不好做。衙人面露为难，连连摆手说不行。刘杏儿使出浑身解数讲价，最后以18两银子的价钱成交。契约到手，刘杏儿心里一下子就安稳了。他不知道的是，衙人也松了一口气。这个铺子是崔县令买来给亚婆用的，但是亚婆很固执，崔之义只能将铺子放着。柳杏儿回家宣布这个消息，大家伙都沸腾了。最抠门的小老三都不再嚷嚷败家费钱了。那个铺子后头还带着一个住人的小院，有好几间房子呢，院里有井，干啥都方便。我打算到时候一个门脸卖小吃，另一个就卖山货。你们不是说我做的风干兔好吃吗？山货就主打各种风干熏干的野味，回头开了川，小老三和福川都上县里念书去，到时候就有地方住。等娘从姥姥家回来，就让娘去县城的铺子里守着，到时候顺带照顾小老三和福川。家里在县里有了铺子，陈婷也能去铺子上和小老三他们一起住了。二哥呢？二哥可以去吗？县城医馆多，适合二哥看病。当然能。小老三小炮弹似的冲进屋里。二哥，你听见了吗？娘要带我们去县城里，到时候你治病吃药就方便多了。陈吉握着叔的手紧了紧。二哥，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吃完饭，柳杏儿又说了县里铺子装修的日子。等你娘回来啊，我就去县里守着，顺便还能搭把手干点活。这铺子早一天开门，就能多赚一点钱嘛。柳杏儿也是这么想的。虎哥，野味那头就得靠你了。你认不认识别的猎户？认识的话就去帮我收些野味。明天就去给你收，明天就去给你收。转眼就到了跟工匠约好的日子，姜氏也在之前就回来了。一大早，柳杏儿就带着姜氏和江水生去了县城，陈虎也进山打猎去了，家里就剩下几个小的。柳福川从柳家溜了回来，陈吉就把他叫进屋里。福川，想不想给你姐姐和娘亲报仇，给你阿奶一个教训？想。那现在有个机会，正好家里没人，你去透给柳婆子知道，说我家的钱都藏在我这个病秧子的屋里，把他引来，然后你再去叫人。柳福川眼睛一亮，要抓他个人赃并获，然后把他扔大牢里去是吗？小舅真聪明。被陈吉喊小舅舅，柳福川十分不好意思，但又觉得莫名的骄傲，拍着胸脯保证：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把事情搞砸的。小舅舅，我二哥跟你说啥了？走，跟小舅舅干大事去。如今老柳家去了牢里，刘老婆子再不能像姜氏在家时那般清闲，此刻正弓着腰在坡上割猪草。柳福川，你个小偷，你偷我二哥的钱！柳福川，你个小偷，你偷我二哥的钱！你说你是咋知道爹娘把钱藏在我二哥屋里的？你以为今儿爹娘大舅爷他们都去了县里，你就能得逞？呸！还有我呢，你当我是死人呀？打死你，你就是死人了。你二哥一个病秧子可守不住那么多钱，好几百两银子呢。有了这个银子，我就可以带着我娘我姐姐远走高飞了。几百两银子呢？陈家这么有钱的吗？这些日子陈虎又是收东西又修房子，在村里的名声那跟做了窜天炮一样，咻咻往天上飙。刘老婆子眼珠子一转，猪草也不割了，背着背篓就往陈家跑。
刘福川和小老三见他跑了，一个撒腿就去找村长，另外一个一瘸一拐跟在刘老婆子身后。盯梢的柳三才见状也跟了上去。刘老婆子趴在厢房的窗户上往里看，就见陈吉躺在床上，好像睡着了。他心中一喜，轻轻推门进去翻找起来。陈吉缓缓从床上起来，悄悄走到刘老婆子放背篓的地方，从他的背篓里拿起割猪草的刀。他本来是准备了刀的，可没想到刘老婆子自己带刀了。你在找什么？找银子。哎，你咋醒了？你要干啥？被你吵醒的。至于我要干啥，你看不出来吗？陈吉忽然发狠，举着刀朝着刘老婆子砍去。刘老婆子吓死了都，她下意识就躲，同时推了一把陈吉的胳膊。其实陈吉砍过去之后，刀就变了方向，朝着自己的脖子砍，结果让刘老婆子这一推偏了，直接砍到肩膀上。用我的死换柳婆子一命，值了。这样既不用拖累家里，还能替娘和姥姥解决一个大麻烦。希望他们看在我带走刘老婆子的份上，以后能对小老三好点儿，也对爹好点儿。可他到底身子骨还是太弱，一刀下去之后，整个人就因为脱力倒在了地上，倒在了血泊里。在刘老婆子看来，陈吉像是死了一样，他慌忙开门往外跑，又想起自己的背篓和刀，慌慌张张去捡，胡乱把刀在陈吉的身上擦拭2下，老婆子就跑了。不许跑！刘老婆子没想到这院里还有小孩，她顿时恶向胆边生，一脚踢开小老三，从背篓里拿出刀就要砍人。杀了你这小杂种，就不会有人知道我来过陈家。陈虎的仇人多，任谁都想不到我身上去。住手！刘婆子，你要干啥呀你？村长差点没气死，他带来的人连忙去抓刘老婆子。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两人又连忙跑去屋里看陈吉。二哥，外甥！2个小孩惊恐地扑过去，抱着陈吉，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人还没死，赶紧去找郎中。我没有杀人呐，是他要杀我，我推了他一下，他就自己把自己砍死了呀。屋外，刘老婆子还在嚎，村长烦躁地命人把他的嘴给堵了。村长，这毒妇不能留在村里。就是啊，今儿他敢杀陈家2郎，明儿他就敢杀别的孩子啊！咱们村啊，容不下这种毒妇啊！这时，郎中来了，后脚陈婷就到家了。这是怎么了？村长看着陈家这个读书人，叹了口气，简短地说了下来龙去脉。陈婷脸色一变，冲进了小老二的屋里。陈吉这孩子身体本来就不好，我给他暂时止血包扎，但还是得尽快送县城的医馆治疗，耽误不得呀。陈婷连忙道谢，他给郎中结算诊费。等你哥回来会给我的，现在送你弟弟去县城医馆还得花钱呢，你身上要多揣些钱才是。不管是谁问你们什么，你们都只哭不说，明白了吗？现在外头到处都是人，不是问清楚事情的时候。2个小孩哭着点头，陈婷这才开门出去找村长。我已经让人去拿钱套牛车了，您不要着急。说是换了别人家，他可舍不得拿钱出来垫付。村长相信陈虎有还钱的能力。陈婷拱手道谢，顺便把他拉去县衙，我要告他杀人，还望诸位父老乡亲能帮小生做个证。不行，不行，不能报官。若是报官，有这么一个醉囚奶奶，福来的前程就毁了。大晋有规矩，凡醉囚后代子孙3代不能科举。陈家老3、老2不是还没死吗？而且报官也会对咱们村有影响的，对村长您也不好啊。难道说我弟弟没死还是罪？一句没死，难道就能掩盖他闯进陈家偷盗不成反杀人的罪名？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若不报官以朝廷律法惩之，往后村里有人学着他来，又该怎么办？这时牛车来了。村长，我先送弟弟去县城，至于柳婆子，不管如何我都会去击鼓鸣冤的，还请村长派人将他看严了，莫要叫他给跑了。牛车离开，村民们就炸锅了，有支持报官的，也有不支持报官的。但不管支持不支持，村长还是派人将刘老婆子绑到村中央的大树上，以儆效尤。柳大富2口子怕陈婷真的去报官，就跪地恳求亲爹将刘老婆子给休了。对呀，可以休妻呀。他连忙请村长帮他写休书。村长看了眼这个凉薄的男人，也没推辞，帮他把休书给写了。刘老婆子眼睁睁看着村长写了休书，
老头在休书上摁上了红彤彤的手印儿，整个人都不好了。娘，儿子也没法子，你要替福来想想啊！您放心，您就算是被爹给休了，儿子也只认您这一个娘，将来给您养老送终。他这么一磕头，刘老婆子脸上的怒气果然消散了一些。娘，您的私房钱藏哪儿了？您告诉我，我好取出来去县衙替您打点的。这我还没死呢，就来算计我的钱，这狗东西一个个的都是不孝子。陈婷将老二送进医馆后，就去打听柳杏儿租的铺子怎么走。陈婷怕他们走丢，就拜托车夫带着2个孩子留守在医馆。他按照地址找了过去。老大，是出什么事儿了吗？老二被柳婆子砍伤了，现在在医馆。听到这话，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刘老婆子疯了吗？娘，您去买只鸡，炖一锅鸡汤。我现在跟着老大去看看小老二。大舅，你看着点这里，我一会儿就回来。刘杏儿细细问了问大夫陈吉的情况，就说起了开药的事儿。大夫，您放心开药，咱们不差药钱。有柳杏儿这句话，大夫就没了顾虑。最后药抓下来花了20多两银子，给小老三吓傻了。你们家这孩子病重体弱，如今又是重伤，若是你们不差钱的话，可以先给20两银子的定钱，排个顾太医的号。不过到时候来看病的呢，还得补180两银子。您家是回春堂？没错。那就排。柳杏儿又拿出20两银子来，那大夫就命药童去柜上给柳杏儿拿了个竹子做的牌牌。这位娘子啊，你留下地址，我会提前1天派人去你家通知的啊。好，老大就写店里的地址。柳杏儿问了一些大夫陈吉养病应该注意的地方，又细细问了一些吃食上的问题，并且让陈婷将这些全记下来。多谢您了，大夫。回头能不能请您上门去给我家孩子换药？毕竟他身体这样弱，总是挪动不好。当然可以，只是出诊要比你们来这里贵一些。没事儿，孩子不遭罪就行。去杜家，让杜家人救我，不然老婆子就说是你们指使的。知子莫若母，刘老婆子可太清楚自己这几个儿子是啥样的。老娘活不成，你们都别想好过。老东西敢休老娘，我看你是好日子过久了，老寿星上吊嫌命长啊你！这不是老大跪着求我吗？这福来的前程也是顶要紧的呀。老二，你盯着陈家，你媳妇儿一回来就立刻跪着求他去找陈虎，让陈家人不许去县衙告状。娘，福川娘不搭理我。你个没用的东西啊！要着你能干啥？你说啥？他要是不听话，你就把他给老娘卖窑子里去。那人是你媳妇儿，你要卖他娘家都管不着。陈婷牵着弟弟，看着柳杏儿忙前忙后的张罗，心底升腾起一股暖意来。从在医馆开始，他在意的就不是钱，而是小老二。眼下又为了不吵着老二养伤，还多给钱让木工把活带走干。难怪爹看他的眼神满满都是光，难怪小老三这么黏糊着他。爹的眼光不错。杜秀才在家养伤，没去书院。到了杜秀才的院子，守门的人直接将他拦了下来，不管柳桃怎么说，都不让他进门。你们去跟公子说一声，我来找他是有关柳杏儿的消息。柳桃进到屋里，满屋子的美貌丫鬟，柳桃狠狠地瞪着这些丫鬟，内饰更富贵，满眼都是柳桃没见过的东西。有话快说。我的话说得出口，入得你耳，可不能说给外人听。杜秀才摆摆手，屋里的丫鬟走的只剩下一个给他当枕头的了。他呢？哼，我3岁他7岁的时候，他就在我房里了。你要说就说，不说就滚。柳桃没法子，只好把来龙去脉给杜秀才说了一遍。你救救我阿奶！你看我是不是像傻子？你算哪根葱啊？啊，你阿奶算个屁啊！知道老子去救。陈虎就是个不要命的，你想要柳杏儿难，可是你若是肯救我阿奶，就能借机会把陈虎摁死，到时候柳杏儿还不是由着你拿捏揉搓？说说怎么个摁死法？陈家为了让江氏摆脱我奶，就故意把我奶骗进陈家病秧子的房间，然后病秧子自己砍了自己一刀，嫁祸给我奶。证据呢？你家有钱，
县衙上上下下打点，这诬陷之罪就坐实了。陈虎进了大牢，给牢头塞点钱，他就能逼死在牢房里。柳杏儿的去向就是娘家说了算，到时候我家就会把她送给你，随你怎么玩。你也知道杜家有钱啊，杜家既然有钱，什么样的女人本公子得不到啊？本公子屋里的美人还少吗？需要大费周章去衙门晃悠一圈才能把人弄到手？你想屁吃啊！来人，把他给本公子扔出去！被扔出去的柳桃内心无比愤懑，他前脚走，后脚杜秀才就派人去县城找柳福来，跟他说他阿奶杀人，陈家要去县衙告状。杜秀才相信柳福来为了自己的前程一定会动手的，一旦柳福来杀了刘老婆子，其实都不用他做什么，所有人都会怀疑陈虎。陈虎打猎归来，得知家发生的事情，二话不说就租了牛车往县城赶去，中途还和柳福来租的骡车擦肩而过。你回来有啥用啊？一帮不来你阿奶，没得耽误你念书啊。爷爷咋说？你爷能咋说呀？现在就看人家陈家的意思了。那爹，您的意思呢？我能有啥法子啊？行吧，那我就不去书院了，等着官府来把阿奶抓了，落实罪名，然后被夺了功名，以后儿子孙子都不能再念书了。不成，他爹，你可要掂量清楚，到底是福来的前程重要，还是你娘的命重要？老大，福来，你们来我屋一趟。族里的意思呢，是让你娘今晚就去，我没同意。族里啊，就把我们一家给分出来了。爹，咋能从族里分出来呢？您老是不是糊涂了？不分出来就得叫你娘去死。哎，爷爷，您别着急，我爹就是乱了分寸，只是眼目下呀。您觉得这事该咋整啊？咱们村呢，除了陈家老大，在县里书院念书的人呢，只有你一个。你一年念书的花销呢，差不多得20-30两银子。咱家不是地主老财，你可知这钱是哪儿来的？柳福来和柳大富同时一愣。对呀，这钱从哪儿来的呀？是有人呢，每年来一趟镇上给你娘送来的。老大呀，你娘要是死了，这钱就断了。福来买童生的钱呢，就是从这里头出的。阿奶，你受苦了。柳福来看着奄奄一息的刘老婆子，给守着柳婆子的2个人几个钱，好叫她解开绳子，让柳婆子下来歇会儿。哎呀，福来呀，阿奶可是遭了大罪了。哎呀，爹，阿奶不能再被绑着了，夜里这么冷，再绑着会出人命的。你去求求村长，无论如何，今晚总要让阿奶回家睡觉才行啊。好。福来呀，要不是你回来了，你阿奶我这回真挺不过了呀，只有我的大孙子心疼我呀。刘老婆子自动忽略刘枣来给他送过吃的。阿奶，有啥一会儿咱们回家说去。除了二叔那里呀，咱们还是得拿钱出来赔偿陈家，不然这事儿怕是过不去呀。杜家那里靠不住，爹娘去了一趟无功而返，回头我去打听陈家花了多少医药费，若是家里钱不够，我就不念书了。柳福来确实能耐，他这么一通劝说，刘老婆子还真就依他了。最多100两银子，你阿奶我就这100两的棺材本了。柳福来听得心窝子发热，他说100两，那绝对远远不止。想到这一点，就对刘老婆子更殷勤了。刘杏儿本来打算回家，但陈虎来了县城，刘杏儿就让江氏和江水生回家，毕竟第2天还得给人送鸡蛋糕和板栗，怕他们忙不过来，柳杏儿还特意请谭墩子去陈家帮忙。等3人到陈家，天已经黑得透透的了，就看到柳二顺跪在陈家门口，江氏和江水生整个人都不好了。柳二顺，你就死心吧，就是你跪死在陈家门口，我也不会替那老钱婆去跟女婿求情。可她是我亲娘啊，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去死。那个老毒妇，她要杀了2郎3郎，要是让她得手，你说杏儿咋办啊？你从头到尾都没想过你的亲闺女柳二顺呐，杏儿和福川投胎成你的儿女，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呀！说完，江水生拉着江氏就进屋，谭墩子把牛车也赶进院子，江水生立刻关了院门。咱们干活啊，不管他，也没必要跟他这么个糊涂人置气。江氏点点头，活儿还多，得赶紧了，不然得做到半夜。等他们忙完了要睡的时候，
江水生透过门缝往外看了一眼，见柳二顺还跪着，就扔了一床破席子、一床旧褥子出去。我看你啊，就是个白眼狼啊！好事是从来不来陈家啊，一有烂事立刻就找上门来。我妹妹是一没吃一口你们家的闲饭，二不是你们家养大的，她不欠你们的。大哥，跟他废话做什么？他要是能明白，就不会在陈家门口跪着了。我告诉你啊，你别冻死在我们陈家门口，到时候不但晦气，杏儿和陈虎的名声可就坏了。好在这人跪是跪，倒也没有再开口求情。柳家，陈虎拿着一个麻袋翻墙进去，他往刘老婆子屋里吹了迷药，再撬开门栓，将刘老婆子装进麻袋扎好，再用刘老婆子贴身藏着的钥匙打开所有锁着的香笼，翻找一番，将银钱和值钱的东西全部拿了，又收拾了些衣物，用包袱包好。陈虎又凭经验在床底一阵摸索，竟然摸到几块松动的砖头，把砖头起开，里面有个小坛子，坛子里全是银子。陈虎直接卷光，并重新将砖头复位。清理完整个房间的痕迹后，这才把刘老婆子扛走。陈虎扛着麻袋直奔深山，然后把刘老婆子放出来，在她的身上割了几刀。刘老婆子被疼醒了，看清陈虎的脸之后，吓得尖叫起来。这一尖叫便引来了阵阵狼嚎，眼睁睁看着陈虎扔下他就走了。刘老婆子大声喊救命，然而屁用没有，反倒是更快把狼招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狼群朝他扑去。陈虎听着耳边的惨叫声渐渐没了，脚下快如残影，他还得赶回县城。老钱婆，既然小老二用命去谋划你的命，你这命就留不得了。你死了，也算是给小媳妇报仇了。陈虎重新摸回铺子后院的时候，后院安安静静的，床上的小媳妇睡得不好，眉头紧紧皱着。陈虎上床搂着她，轻轻抚平小媳妇的眉头。天光大亮之时，村长就命人去柳家拉人，然而刘老婆子不见了，香笼都是乱糟糟的。他跑了，他竟然带着钱跑了。刘大富、柳福来等人也非常懊恼，早知道何必求村长放他回来，还不如直接让他去死呢，至少家里的钱能保住啊。唉，希望老娘能够跑得远远的，保住一条命。唉，回头该咋跟陈虎交代哟？刘老二啊，你娘早跑了，他呀就是作践你。刘二顺脑袋是木的，不知道他们都在说些什么，便觉得脑袋一炸，整个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众人慌了，连忙将他抬回柳家，让刘老头给他请郎中。哪有钱给他请郎中啊？哎，这柳二顺到底是不是柳家两口子亲生的啊？给作践成这样啊？对呀，我到底是不是亲生的呢？小老二发烧了，柳杏儿很是着急，让柳福川带着小老三去请大夫，让陈虎去买烧酒。别买错了，是辣喉咙的烧刀子，不是米酒。陈虎接过小媳妇递来的一吊铜钱，心里泛起不一样的心绪。这从老婆手里讨钱过日子的感觉好像也不错。顺便去雅婆婆那里买些包子来，咱们早上就吃包子。陈虎点头应下。陈虎把酒买了回去，柳杏儿就用棉布沾了酒给陈吉擦拭。你先吃点东西，先给他退热要紧。柳杏儿头也没抬，不过刚说完，唇边就凑上来一个包子。快吃，快吃。这个人板着一张脸，严肃的像班主任。柳杏儿下意识就张嘴，乖乖就着他的手吃起了包子。用烈酒擦拭有用。陈虎挨在他身边，两人靠得极近。柳杏儿的耳朵红了。有点用。爹。陈虎若无其事转身，柳杏儿往后挪动了一步。娘，大夫来了。柳杏儿忙让出位置。昨晚还好好的，今天早上就起烧了。我给他扎几针吧啊，他体弱又受伤，起热呢那是正常的啊。你们照顾的人一定要细心，随时都得关注着。今日要是能把烧退下来，他的伤势就能够稳定下来。柳杏儿闻言就放下心来。门外，陈婷等3个小孩也松了一口气。娘，您去吃饭吧，我来照顾二郎。咱们一起去吃，二郎这会儿不用看着，咱们吃完了，你再来帮他喂点米粥。小院中间摆了个桌子，大家就在外头将就将就。虽然大家的心情不好，可吃饭这事儿也是顶顶重要的。娘，我跟书院请了假，在家照顾二郎几天。柳杏儿有多忙，她已经从弟弟的嘴里知道了。
会不会耽误学业啊？陈婷能接受几天沉寂当然好，柳杏儿可不是那种觉得读书就高于一切的人。读书人也要勤四体食五谷，知道照顾家人，勇于承担家庭责任。不会，眼下已经没有上新课了，在备考，而且夫子也给我布置了题目，我在家文书也是一样的。陈吉这里安顿好了，柳杏儿就去帮陈虎把陈虎收拾出来的野味用盐巴腌好，放进新买的缸子里。江水生也在帮陈虎干活，见柳杏儿过来了，就把刘二顺在陈家门外跪了一夜的事儿跟柳杏儿学了。往后啊，他要是活不下去，我能管他一口饭吃，一件衣裳穿，再多的就没有了。哎，何该这样？就怕以后福川出息了，他又会为柳家坑福川呢啊！这说来说去，福川都是柳家的娃呀。这的确是个大问题，柳杏儿也犯愁。家里还缺啥？咱们出去买点儿。柳杏儿闻言就盘算起来，然后就同陈虎一起出门买。也不是没有法子，若是你和娘愿意，我就找人去接触柳福来，把福川买走。若是福川被卖了，爹还能忍，往后他不管如何，你和娘不管他，也是他应该受着的。把福川买走？对，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彻底和柳家断了。你不是打算开了年儿送福川去念书吗？若福川不跟柳家断了，福川读书后，若是柳老头或是柳大富跑去学堂指责他不孝，不管是不是真的，福川都会被赶出去。毕竟孝字对读书人是顶顶重要的。你放心，我找人去办这事儿，不会让福川陷入奴籍。手里捏着卖身契，不过是为了提防柳家，到时候给福川改个名字，科考的时候直接用新名字。陈虎怕小媳妇误会，就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解释。这场面若是让宋三和王二驴子看见了，非得惊掉下巴壳子。他们家凶神恶煞的虎爷啥时候跟他们这么温柔的说这么多话过？陈吉有柳杏儿等人的精心照料，下午就醒了过来。柳杏儿当晚就带着小老三和柳福川回村了，留姜氏在城里照看，也想让姜氏稍微休息一下。说吧，我听着。陈吉到底不敢瞒着大哥，把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错了。你忘了当初爹是冒着生命危险将咱们救出来的，你呢，却自己寻死，你怎么对得起爹？还有，你也不应该嫌弃娘，她是爹自己选的，自己喜欢的。我帮爹谋划是不想看着爹一直这么单下去，连一个亲生的孩子都没有。但是你要搞清楚，我们欠爹的，我们没有资格对爹的决定指手画脚。这次事情也一样，你不知道你这么做会给爹娘带来多大的麻烦。他们三兄弟并不是陈虎亲生的，陈婷和陈吉当时都记事了，只有小老三太小不记事，大家也瞒着他，故而他一直以为自己是陈虎的亲儿子。柳杏儿和陈虎回村，就从给他家帮忙的人口里听到了柳家的八卦。柳杏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拜托他们，还请您几位看看谁跟郎中家近一些，帮我爹请郎中去看看，药钱我给。另外抓了药还麻烦您家里人给熬一下送过去，不然我爹怕是吃不到嘴里。这事儿交给我，我家跟徐郎中家近。那麻烦您了，您稍等等，我给您拿些白米。这几日家里有事儿，没给大家伙好好做饭吃，明儿我不去县城，给大家伙做个热乎菜。大家伙从陈家出来，就纷纷赞叹柳杏儿会做人。陈虎去买了大骨头和猪蹄儿回来，猪蹄儿都是带肘子的。柳杏儿把猪蹄儿砍成小块，用萝卜烧，汤水足足的，可以拌饭吃。大骨头则炖成一大锅的汤，做成土豆咸菜汤。昨天晚上，陈虎给了他400多两银子。柳杏儿眼下底气十足，在这个陌生的世界，有2样东西可以让他安心，一个是陈虎这个男人，一个就是银子。柳杏儿问陈虎银子的来路，陈虎说是卖了个值钱的畜生。老钱婆可不就是畜生，让他卖给狼了。柳杏儿以为是老虎之类的东西，便叮嘱陈虎打猎要多加小心。最近一段时间不会去深山里了，往后就靠你养了。放心，我养你，我现在可是有钱人。晌午，干活的汉子们吃得满嘴流油。哎呀，这也就是陈家，若是换成我家，我媳妇才舍不得这么做菜呢。那也得你家有米有肉啊，没有你说个球啊。众人哈哈大笑。下午有人给陈虎送猎物过来，收了50来只兔子，柳杏儿就把这些野物全部腌上。过些日子店铺弄好了，便有货卖了。阿爷，跟你商量个事儿，有人想买福川的小子，
给20两银子呢。刘老头一听就心动了，老婆子跑了，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老大两口子去了2趟度假，都没有给他拿1个子儿。行啊，你让人牙子上家里来，银钱得给我，反正2房的小崽子养不了家，卖了就卖了。以前他觉得拿捏着2房的小崽子可以钳制江氏，但现在根本没用，那还不如卖了，钱拿到手上才稳当。福川呐，你来阿爷这儿，阿爷有话跟你说呀。阿爷有啥话说就是了，家里又没有别人。刘老头心说，这小子真是这么小就喊不动，不卖他卖谁？哎呦，福川呐，哎呦，你来扶一下阿爷呀，阿爷摔着了。你去搀扶一下你阿爷吧，别怕，爹在呢。再说了，你阿奶、大伯娘他们都不在家，没人欺负你。从小打骂你们的都不是你阿爷，他那个人胆小，怕你阿奶。绝了 ！PUA 你的柳婆子没了，你就开始自我 PUA 起来，还自己给刘老头找借口，真是无药可救了。爹，福川呢？福川咋不见了呢？爹，家里没钱也要断粮了，我也是没法子才卖了福川。刘老头其实可以说柳福川淘气跑出去了，以前怕老婆，现在老婆子跑了，他难道还要怕这个最怂的儿子？爹，你别吓我！卖了，把他卖去富贵人家里享福去了。刘二顺闻言，眼前就是一黑，整个人砰的一声砸倒在地。骡车行驶到半路，忽然拐了一个弯，往小树林驶去。这咋拐去小树林了呢？人有3急嘛。兄弟，喝口水。这水囊我没喝过，里头是桂花蜜水，好喝。柳福来没有防备，拿了水囊就喝，味道还真是不错。谢谢没说完，他就晕了过去。等柳福来醒来的时候，人已经上了船。他被饿了2天2夜，又是船又是车马的，最终到了一个煤窑里。柳福来这才意识到，人牙子把他也给卖了。我要出去，我是徒生，我是被人拐卖的。迎接他的是监工冰冷的皮鞭，监工狠狠地抽了他一顿。来这里的人就是天王老子，也休想跑出去。不管你是谁啊，你就是死，也只能死在煤矿上。柳福来后悔极了，早知道他就该去县城的牙行找正经牙人，钱虽然少一点，但是稳当啊，不会把他自己也折进去。人牙子回到官道上，就将柳福川从骡车上扛下来，连同卖身契、断亲文书一起放在路边。等他骡车走远，陈虎才从小树林里钻出来，他解开麻袋，把柳福川提溜了出来。当柳福川看到陈虎之后，整个人就激动起来。姐夫，姐夫，不怕不怕，姐夫带你去找你娘。姐夫，你咋来了？你姐姐不放心你，让我去柳家把你接回去。到了柳家，我就听到你阿爹在质问你爷爷为啥把你卖了。你爷爷说把你卖了换粮食，我就追出来了。还好，把人牙子的车给拦了下来。谢谢姐夫。你暂时住在县城里，不然回村以后，我怕你阿爷还会再把你卖了。回头等你改个名字，入了别人家的户籍，就不怕了。我跟我娘姓，我入姥姥家的户籍。不着急，回头跟你娘商量商量再说。柳婆子一个村妇，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银钱？她那一罐子钱里有个玉佩，玉佩上雕刻的是昌隆钱庄。一个村妇怎么可能有大钱庄的信物？这事儿还得好好调查一下。你家老二这回撞得有点狠，我的医术浅薄，怕是救不了他的命。要救命，还是得送去县里医馆。没钱，活不活得了，看他的命。夏婆子去跟柳杏儿说，柳杏儿只好拜托村长请人将亲爹送去县里医馆，钱他给。刘老头就知道他不管，柳杏儿就要管。趁着大家伙还在，柳杏儿就问刘老头：福川怎么不见了？他来伺候爹不会离开爹半步的，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爹那么老实的人宁愿死也要分家？不知道，他一个大活人长着腿脚的，我哪能知道他上哪儿去了？至于你爹啊，他咋想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一条，除非我死，不然休想分家。柳杏儿也知道刘老头嘴里没实话，但该问的还是得问。
到时候就看柳二顺醒来说不说实话。如果不说实话，那柳杏儿就要跟他断了。毕竟虎哥已经安排妥当了，柳家将来再无法拿捏福川了。以后谁家跟我阿爷家来往，就不要往我家卖山货了。你不孝啊你！我要去衙门告你去！你尽管去告，我是你家抵债给虎哥的，这货不过是帮虎哥传个话而已。你要是能告到我，我算你本事。陈虎晚上回来的还挺早，天还没黑。柳杏儿跟他进屋，想问柳福川的事，却被男人抵在门上，压得无法动弹。你干嘛呀？柳杏儿怕被人听到，问得极小声。他这娇滴滴的声儿如同钩子，差点把陈虎的心一点一点勾出来。福川的事解决了，你如何谢我？你干嘛呀？福川的事解决了，你如何谢我？男人的脸离得极近，鼻尖差点就擦着他的鼻尖了。呼吸缠绕之际，柳杏儿就觉得整个人麻生生的。她仰头亲了亲男人的唇。这样可以吗？你家买卖这样做，谁敢来照顾生意啊？这生意专给你做。你专给我做？跟你说正事儿呢。我说的就是正事儿。我是你男人，夫妻干事儿不是正事儿是啥事儿？生娃是顶顶要紧的大事儿。男人没给他反应时间，把他的手高举到头顶扣在门上，捏着他的下巴就亲了上来，直到把柳杏儿亲得浑身发软，站不住往下滑，这才松开他。大舅还在外头呢。陈虎见小媳妇害羞成这样，于是便出门去给江水生帮忙。陈虎这会儿嚣张的结果就是夜里没能进到媳妇的屋。得，晚上也省得洗裤头了。第二天，柳杏儿稍微歇歇就开始做风干肉，有陈虎给他打下手，他倒是不累。就这么过了几天，柳杏儿一直在留意柳家的动静。刘老头没去找柳福来，而柳大富两口子也没从县里回来找柳福来，证明他们都不知道柳福来不见了的事儿。这么大个事儿，也不知道早点让人捎信儿。打今儿起，我来照顾孩子们，你该干啥就干啥。娘，家里也忙，我们这儿其实忙得过来。是忙得过来，就是要累着我的杏儿。杏儿在老柳家亏了身子，如今嫁人了，可得好好将养将养。你嫂子，你几个侄儿，一天天闲得慌，活儿都不够他们干的。老太太说完，就接过柳杏儿递给她的蜜水，喝完就叹道：往后这种金贵东西，可莫要给我这土豆埋到了脖子根的老婆子找糟践，留着你喝。姥姥，我挣钱就是要花，要孝敬你们，没道理我吃肉喝蜜水，让长辈吃素喝白水吧。您现在吃好喝好，活得长长久久，将来还得带重孙子，重孙子。哎，我是来帮忙的，倒是变成享福的了。您不享福谁享福？难道是柳家的老钱婆？老太太想想也是，遂不再纠结。她起身去隔壁屋里看小老二。太姥姥，太姥姥，太姥姥。哎，好好好。姥姥，这是大郎，叫陈婷，在书院念书，如今是童生。是个好孩子呀，长得好，斯文，一看就是有学问的。我们家大郎啊，将来必能考上进士，必能光宗耀祖。多谢太姥姥吉言，陈婷一定会努力，不让太姥姥失望。哟，陈婷，你也舍得穿新衣裳？这可是破天荒头一次啊！这是我姥姥给我做的。陈婷，你这忽然有了娘，又有了姥姥，日子一下子就翻了天了。果然这家里还是要有女主人才行，有了主内的女主人，这衣食住行都有人打理，就处处显出不同来了。陈婷笑了，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是她感受到的是江家人和柳杏儿发自内心的关心照顾。切，有后娘就有后爹，眼下的好那是假的，等着后娘拿捏住了亲爹，改日后娘卖了孩子，亲爹还得帮着数钱。刁伯轩，你放什么屁啊？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生什么气啊？我提名点姓了吗？你就急不可耐的跳出来，还是说你就是后娘养的？朱心气的撸袖子。哎，书院不能打架，你不要中了他的计。我娘对我好不好，不是他说了算。孬种！朱心又要炸毛，陈婷将他拉到自己身后。孬不孬，回头遂考见真章。现在争论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陈婷将话说到这个份上，刁伯轩就没法子继续找茬，他气得不行，
下学了就命人去跟踪陈婷，看看他那个后娘在什么地方开铺子。刁伯轩不知道的是，陈婷下学就去找了小乞丐，让小乞丐将他有一个庶长子一个庶长女养在乡下庄子的事情宣扬出去。刁家和府城宋通判结亲，给刁伯轩定的是宋通判的第6女。哎，刁兄啊，怎么了？谁能不长眼惹了刁兄啊？就是陈婷这个狗娘养得着，有了个会做吃食的后娘就不得了了。成天来客舍里显摆，他后娘想开店，小爷就让他后娘的店开不起来。杜秀才闻言眼珠子一转，嗨，要收拾他多简单啊！翻了年院士，你难道还没法子让他身败名裂，一辈子不能可卷啊？对啊，到时候想法子栽赃他作弊，这狗东西一辈子就这么毁了。杜兄，小弟以茶代酒，敬杜兄一杯。他不知道的是，他弄出庶子庶女的事情已经迅速传到了府城的通判府。刁伯轩可不只是有庶子庶女的问题，通判府把他平日里四处寻花问柳偷人的事儿全查出来了。通判府立刻派人拿了2家订婚的信物来县城刁家退亲。这个孽障，这是要气死我呀！他每天忙着做生意，就放心把后院交给妻子打理，结果给他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出来。这是老太太的意思，我也拧不过呀。老太太要护着，你就不知道告诉我一声？哼，说到底，我看你还是心存侥幸，认为这种事儿只要是你们瞒得住，那通判府就不能知道。现在通判府来把亲事给退了，你高兴了吗？啊，怎么就退亲了呢？来人，把那个孽障给老子绑回来！还在上课的刁伯轩被下人哄回刁家，迎接他的就是亲爹如疾风骤雨般的怒火，被扒了裤子摁在凳子上，把腚都打烂了。刁家鸡飞狗跳，刁伯轩人事不省，他针对陈婷的恶毒计划很自然是施展不出来了。你找机会把消息透给刁伯轩的小厮知道，说刁伯轩有庶子庶女的事情是杜秀才透露出去的，然后再把通判大人知道了刁伯轩有庶子庶女，并且引和刁家退亲的消息透露给杜秀才身边的小厮，明白了？小乞丐连连点头，表示记住了。陈婷就带他去买了一大包的馒头带走。等下次木休，我回趟乡下，把旧被子旧衣裳拿来给你们，今年冬天你们也好过一个暖和点的年。老太太来了，姜氏就每天回家，有姜氏帮忙，柳杏儿就轻松许多。她一轻松，就琢磨起别的吃食来。牛肉不好弄，柳杏儿就烤了一些猪肉脯来给大家伙尝尝，都觉得好吃。也就陈虎，换成别的男人，谁敢这么由着媳妇乱来呀？柳杏儿烤猪肉脯还是失败了好几次，浪费了不少肉，主要是原始烤炉，前头几炉都得试试火候啥的，自然浪费多。然后陈虎就宠溺地买了半边猪来由着他折腾。陈虎还应着柳杏儿的要求去抱了2只狗崽子回来养，一只养到县里，一只养在乡下。养到县里的是招财，养到乡下的是进宝。这是陈吉的家吗？是的呀。哦，你是回春堂的小哥哥，我认得你。太姥姥，回春堂的小哥哥来了。哟，是回春堂的小哥儿啊，快进来坐，是该我们家吉哥看病了啊。不必了，我还有别人家呢。来这一趟就是告诉你们一声，3天后过了晌午就带着号牌去回春堂等着。老太太连连点头，给他捡了一篮子的鸡蛋糕和一包猪肉脯，用布巾子盖着，也瞅不出来是啥。回春堂的小哥道了个谢就走了，并没有将这篮子东西当回事儿。这下可好了，我家小老儿的病可以治了。今晚太姥姥给你做好吃的，我去瞅瞅看还有没有鱼虾卖。你在家盯着2个小的念书。小老二乖乖点头，他现在是太姥姥养的，一天恨不能喂他8遍。他不由得抬手捏了捏自己的腮帮子，长肉了。再看一眼进门来的小老三，小东西的小脸都长圆了，像是刚成熟的林琴。幸亏娘当初没有听了我的话，不然我们3兄弟不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不说啊，咱小地方的糕点比不上京城，您先垫吧一口，我去灶头上催一催，让他们快点上菜。顾太医属是没把小县城的糕点放在眼中，但他饿了。味道竟然这么好的吗？定陶县什么时候有手艺这么好的糕点铺子了？然后他又打开一侧的小包裹，一包是红红的薄片，咬一口是肉香裹着梅子的酸甜味道。不错呀。他吃完又尝了尝另外一包，外头裹着油乎乎的辣椒面的肉脯，
哎呦，这个味儿霸道，麻辣味儿直冲脑门。这个下酒菜绝呢，定陶馅不错呀。等顾东家从灶房催了菜回来，就看到一个空篮子。明天早上我还要吃这个糕点，你让人去买些回来，还有肉脯也要。今天晚上的饭我就不吃了，你自己吃吧。哎呀，行了，你别杵在这儿了，哎，走吧。我要的是昨晚那个糕点。哎呦，下面的人办事不尽心，吴叔您别生气啊，侄儿这就去买。不如您先吃口别的，今天可要开始看诊了，要是吴叔生起撂挑子了，那我可就完犊子了。他的2个徒弟可不敢叫师傅饿着，一个劝他多少先吃一点，一个去灶房要了他老人家平日里爱吃的端上来。你杵在这里做什么呀？还不快去买？柳杏儿可不知道姥姥随手送出去的东西竟然惹了这么一出事儿来。他又琢磨出2样吃食来，怪味蚕豆和鱼皮花生，不管是当零嘴儿还是下酒都挺不错的。2个小崽儿尤其喜欢，柳杏儿就给他们1人2个荷包，这2个小家伙平日里跟邻居家的小孩玩的时候分给小伙伴都吃点。小老三抠门啊，他才舍不得呢。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家铺子要卖的，你现在分给小伙伴吃，等以后铺子开起来了，这些吃过的小孩是不是要撺掇他们家的大人来买？况且你给的也不多，1个小孩就给1两粒尝尝，回头他们来1两斤2、3斤的买，你就算算账吧。小老三顿时开窍了，他很快就把业务发展出了这条街，波及到了好几条街。柳杏儿看着小老三一瘸一拐地走在前面，身后浩浩荡荡跟着一串小孩，就连人家喊他小瘸子，他也是笑眯眯的，把花生和怪味胡豆分享出去。柳杏儿心疼了，按理说孩子们的矛盾大人最好不要插手，但柳杏儿这个护犊子的还是站了出来。小朋友们排好队，婶婶给你们肉脯吃。孩子们一听这话，连忙乖乖排起了队伍。柳杏儿笑眯眯的挨个儿发，等发到喊小老三瘸子的小孩面前，柳杏儿故意拿肉脯在他鼻尖晃悠了一下。闻着香吗？香。说完跳起来去抢柳杏儿手里的肉脯，柳杏儿直接越过他，把肉脯给了后面的小孩。为啥轮到我就不给了？不公平。肉脯只分给我们家陈行的好朋友，你喊陈行瘸子就不是他的好朋友，自然就不能给你哦。我没喊过陈行瘸子，我是陈行的好朋友。还有我也没喊过。婶婶别信他，他喊过的。我听见张狗蛋和他娘他奶埋汰陈行是个臭瘸子。我想吃肉脯。柳杏儿才不搭理他呢。经过小朋友们的举报以及他亲眼目睹，挑出了一部分小孩来没给肉脯，这帮没拿到肉脯的小孩嚎啕大哭。小老三愣愣的，他小小年纪却也知道好歹，知道娘这是在护着他。以前在村里的时候，谁喊他瘸子他就跟谁打架，打不打得赢他都打。爹说过，打架的时候谁不怕死谁赢，他就是凭着一股子不怕死的狠劲儿，在村里有了小疯子的名头。可现在为了挣钱，他愿意忍受自己最为在意的侮辱。柳杏儿就是心疼他这一点。娘也想挣钱，但咱们挺直了腰杆挣钱，受气钱咱们不挣，也不差那点儿，知道吗？下回谁还骂你，你就不搭理他，回来告诉爹娘，记住了吗？知道了。臭娘们儿，你敢欺负老娘的儿子，赶紧给老娘滚出来！小老三才应下，就听到一阵嚣张的骂声，听见是骂娘的，他像一头暴怒的小豹子，眨眼功夫就冲了出去，一头将骂人的妇人给撞翻在地。不许你骂我娘！再敢骂我姐，我撕烂你的嘴！柳杏儿下意识就用身体护住2个孩子，然后她头皮一疼，就被妇人扯着头发甩了出去。柳杏儿以为自己要摔倒在地，结果却撞进一个硬邦邦的怀抱。陈虎哪见得他这般，火从心起，一脚就踹飞扯柳杏儿头发的妇人。妇人惨叫连连，一时间爬不起来。爹，他骂娘骂得很难听。姐夫，他儿子还骂老三是瘸子。他2步走到被吓傻的方有福身边，抓着他就扔到了妇人身上。这下子母子2个同时惨叫：“哎呦，杀人了！杀人了！”围观群众不禁站远了些，但又舍不得走，因为这个妇人是方家烧饼店的老大媳妇。方家烧饼店的老2口子有5个儿子，5个儿子个个都5大3粗的，他们家在这条街就是一霸，几乎无人敢惹。
没有人认为陈虎能打过方家五兄弟。大妹子，快哄哄你当家的，赶紧关门回乡下躲一躲啊！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还是做好被讹诈的准备吧。陈虎抓着母子俩的头发，把他们拖出街口。在他松手的时候，方大家的脑袋上就秃了一块。陈虎扔完人回来，低头轻轻给他吹发顶。还疼不疼？火烧火辣的疼，头发被扯掉了，你快看看是不是秃了？你快看看是不是秃了？你就是满脑袋一根毛都没有，我也不会嫌弃你。娘，我也不嫌弃你。姐姐，我也一样，等你七老八十没牙了，我也不会嫌弃你的。我谢谢你们啊。方家人来了。当家的就是他们。臭瘸子，我爹和叔叔们都来了，把你2条腿都打瘸了。他的话音一落，几兄弟二话不说，抡着棍子就上。谭捕快和张捕快看到这幅场景，连忙往这边跑。然而等他们跑拢之后，却看到方家五兄弟全部被陈虎打趴在地上。方大更是扯过儿子一顿揍。我让你瞎说，让你瞎说！我们明明是来赔罪的，不是来找麻烦的。爷爷，我们真不是来找茬的，我们真是来赔你道歉的呀。这还是方家五爸吗？这怕不是中邪了吧？柳杏儿被陈虎护着，安全感足足的。老子的媳妇儿，老子的小舅子，老子的儿子，老子的铺子，都清楚了，都清楚了。说完，他环你一圈看热闹的街坊邻居，众人下意识就唯唯诺诺点头。关我们屁事儿，这是方家惹的祸事。这个男人比方家人还彪悍。小的们有眼无珠，得罪了嫂子和2位少爷，小的该死，小的愿意赔。赔偿倒是不必了，不过你们要扫半年的大街，县城的大街都归你们扫，老子会找人盯着你们，但凡扫不干净，或者是逼迫驱使别人帮你们扫，你们就等着挨揍吧。陈虎一出手，鼓楼街的一干众人便知道，这个男人是个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的狠货。以后啊，还是绕着这家人走吧。要糟，这些人以后恐怕不敢光顾家里的铺子了。我的个老天爷呀！娘和我送出去的吃食不会白送了吧？柳福川没他这么多的心眼儿，一双眼亮晶晶地看着陈虎，崇拜之色溢于言表。姐夫是全天下最厉害的男人。柳杏儿和他一样，姐弟2个这会儿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沐浴在小媳妇崇拜无比的目光中，陈虎骄傲地挺直了胸膛。小媳妇就是容易满足，若将来我干出更大的事情来，小媳妇不得上杆子以身相许，每天都缠着我不让我下床。哎呀，那咋能行呢？男人可不能被床榻给困住，我得收一收自己这该死的魅力了。陈虎此人有点能耐啊。他是方圆百里最厉害的猎户，曾经猎杀过大虫，手上是真功夫。但属下真没想到，方家五兄弟在他手下连一招都过不了。方家兄弟在城中横行，偏他们做事极有分寸，县衙一直抓不到他们的把柄。陈虎倒是暂时为本官解决了一个麻烦。方家兄弟就是拿烧饼上门强卖，次数不多，在百姓们能忍的那条线上，偷鸡摸狗强抢这种触犯法律能关进去的事儿，他们一律不干。你去请陈虎来一趟县衙，就说本县要见他。草民见过县令大人。大胆，见县令大人不跪，你该当何罪？草民打猎伤了膝盖，还请大人体恤。光看气质，崔之义觉得他不应该是个普通百姓。不过据他掌握的资料来看，此人上过战场，回乡的时候带回来几个儿子。无妨无妨。不知大人召见草民，所为何事？听闻方家五兄弟在你手下过不了一招，陈兄弟好功夫。大人谬赞了，是那5人不行，空长了一副牛高马大的皮囊，实则是唬人的花架子。州府要求本县组织训练乡勇，本县缺一个乡勇都头，不知道陈兄弟愿不愿意来做这都头？乡勇主要干啥？肃清定陶县到各县以及府城的道路，清剿山匪。既然是都头，除了外出剿匪之日，其他时候都可以回家住。都头的月银3两，若剿匪有功，另行奖励。乡勇几何？暂定100。本县已经派人去各乡招募，还请大人容草民回家同家人商量一番。那是应该的。本县静候陈兄弟佳音。回家的路上，他去买了一只烧鹅，小媳妇夸赞过这家店的烧鹅好吃。忙完洗漱之后，
柳杏儿本来让他去孩子们空出来的房间睡，但陈虎说有重要的事情跟他商量，总算是成功赖上了柳杏儿的床。小媳妇儿真是蹬鼻子上脸，天天都要黏我。哼，等着，反正我要赶在年前成亲，成亲洞房之后，看他还敢不敢黏。男人一把将她搂进怀里，像大狗似的在她头上、脸上、脖颈上嗅来嗅去。哎呀，你好烦啊，好痒啊！真是胆肥了，都敢嫌弃我。想当初刚被我扛回来的时候，看见我就像是鹌鹑见了鹰一样瑟瑟发抖。现在呢，哼，看着怂，其实凶。男人把她的小脸掰过来，狠狠地亲了下去，势必要叫她知晓谁是这个家的天。柳杏儿被男人亲得喘不过气儿来，身子麻酥酥软塌塌地窝在他怀里，不时哼唧两声，男人哪受得了啊？他以唇舌为印，一路往下盖去。男人燥得受不住，哄着柳杏儿：“乖，借你的腿用用。”男人忙前忙后给她洗手擦腿，看着她泛红的腿，就嘀咕：“这也太娇气了吧！就你这样的，一辈子都别想骑马。小媳妇这般禁不住折腾咋整啊？圆房他还不得去半条命啊！”收拾完了，他重新钻进被窝，把柳杏儿捞进怀里。今儿县令找我，想让我给他当都头，训练乡勇。都头不是官儿，也不是吏，就是一线的乡勇头子，月银3两。好处是当了都头，手下有人，你在县里做生意也能安稳不少。而且只要没啥事儿，可以日日归家。另外我还能谋一个治国校尉的军中官职，这是有品阶的武官，从7品，月银8两。但当了校尉就要长时间在军中，你说我选哪样？长时间在军中，治国校尉，钱多。那我就去做个都头好了。你放心，老子便是当了都头，也少不了你的钱。男人还是应该以建功立业为主。都头不是官，但是校尉是官。我想当官夫人。当官要上战场打仗，当都头不用。你想让我上战场？柳杏儿光想着男人当官回家的时候少，没想到会上战场，那必然不行的呀。那好吧，你当都头吧，一家人平平安安最为重要。就知道你舍不得我。草民来做都头可以，但有2个条件。陈兄弟但说无妨。第一，请大人许我的家人见官不跪。他当了都头，家眷难免同县令后院走动，陈虎舍不得柳杏儿在别人面前卑微的赔小心。第二，这都头干到什么时候，草民说不准。大人若能让我随时都走人，草民就应下这个差事。当然，草民若是要走，必会安排妥当，且会提前跟大人说，让大人有时间找人手来接替。陈虎，你放肆！崔顺，退下。崔顺只好不甘地退下。本县答应你的条件，从明日起你就来上衙吧。招募乡勇的事情，明日等你上衙就移交给你。一会儿啊，你去马厩挑一匹马，你什么时候不当都头了，马再还回来。谢大人。识字吗？不识字连公文都看不了，你还得请个先生帮你看，1个月呢就3两银子的月钱，你请得起吗？大人让你来找我，所谓何事？我问你话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好狗不挡道。你敢跟我动手，我可是大人的心腹。崔顺是练家子，一个猎户而已，野路子和他们这种从小就跟着名师学武的根本没法比。然而仅仅3招，他就再度被陈虎给踢飞出去，看得谭捕快目瞪口呆。崔顺可是大人身边数1数2的高手。陈兄弟好武功。顺哥，大人有没有吩咐你啥？大家开个玩笑，可莫要耽误了大人的正事儿。给，这是大人让我交给你的，里面记的是关于乡勇的事儿。承让。他和你们的师傅比，谁的武功更胜一筹？回大人的话，陈虎的武功更胜一筹。陈虎此人的功夫套路没有多余的动作，小的以为他的功夫是杀人杀出来的。他是猎户，也上过战场。可是大人，之前青楼杀人案和另外一起杀人案都和他的妻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啊。崔之义看了崔公一眼，这2个案子已经结了，不可再节外生枝。陈虎是本县要用的人，你们2个心里要有个数，你们才是本县的心腹。崔之义敲打得有点重，2人不得不按捺下对陈虎的忌惮，收起不该有的心思。虎哥回来了，嫂子带吉哥儿去看病了，老太太他们也跟着去了。他都给忘了，今儿是给陈吉看病的日子。
我去一趟医馆，你跑一趟乡下，把宋老三和王二驴接过来，我有事问他们。陈虎将手里的缰绳递给谭墩子。虎哥，你买马了？没有，是衙门给配的。等我不当这个都头的时候，要还回去。见谭墩子一脸疑惑，他就把县令要招募乡勇组建民团，让他去当都头的事情说了。虎哥，你当都头，我就来当乡勇。乡勇1个月没几个银子，你老是跟着你嫂子做生意，以后有更好的前程，老子忘不了你。你套马车回去吧，这样能快点。陈虎赶去回春堂，陈吉前头的病人还没出来，病人家里的家丁丫鬟拦在诊室外头，不让人进去。诊室里，顾太医的心情十分不好，这个病人真的是太麻烦了，人裹得严严实实的，你问病情，对方还不开口，都是跟来的嬷嬷代为回答，还要求悬丝诊脉，顾太医当即就不干了。望闻问切一样不许你来，那还看个锤子的病啊？宫里的娘娘公主们看病也不像你们这样啊！老夫这点能耐呀，治不了你们家贵人，还请另请高明吧。他们是什么来头啊？医馆这会儿陆陆续续来了好些等顾太医的病人，家里能拿出200两银子诊费的都不能差了。小老三有点着急，他和柳福川去一边商量了一下，2个小朋友开始在医馆跑来跑去，打打闹闹，自然而然的打闹到那帮人面前。这帮人自然要驱赶2人，推搡之下，小老三惨叫着倒地不起，抱着腿喊疼。柳杏儿和姜氏吓得连忙去查看，柳福川飞快跑出去最近的武铺找捕快。这怎么回事啊？为小老三找来的正是谭捕快和张捕快等人。他们打我，把我的瘸腿打伤了，好疼啊！还请兄弟借不说话。不借，借了大家伙还以为我会收你们的好处费。我们不小心伤人，是我们的不对，这10两金子就当是我们陪小孩的医药费啊。10两金100两银都不够给太医的诊费，不干不干！我看你是讹诈，小小年纪不学好，是没有爹妈教。推搡我们家孩子的是你们，这会儿倒成我们家孩子的错。这个道理我爹妈没教过我，我自然没教过我儿子。你是何人？问我是想秋后算账，来日不往非礼也。你想知道我是谁，你先说说你们是谁，说不定一报名号我就怕了，马上跟你们道歉。福川趁着这个机会冲破了封锁，朝着老太医的诊室跑去。太医爷爷救命啊！我弟弟被他们的人打伤了本来就瘸的腿。顾太医连忙起身，还请顾太医先给我们夫人开药。杀人了！救命啊！你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你们是一伙的，是一伙的就要全部拿下。捕快们连忙动手，刚才要不是陈都头，他们搞不好会受伤。嬷嬷被绑了一个结实，等绑完了再去里面看，那位全身上下照得严严实实的女人已经不见了踪影。陈虎让顾东家统计医馆的损失，东家尽管大胆统计，这帮人看着不差钱儿。回头顾太医那里您说说好话，我们大人肯定要请顾太医去衙门问话的。应该的，应该的。谭捕快把对方给的金子拿出来，对方赔偿都头家小少爷的，去换成银子，给小老三和福川1人10两，其他的兄弟们拿去吃酒。令郎是中毒，已经侵入五脏六腑，这毒应该至少是5年前中的。太医，那我们家小老二的毒您能不能解？顾太医摇头，我可以先给他开药压制，但最多能压制半年。你们如果能够找到余半仙，他说不定能救，但是他这个人行踪飘忽不定，能不能找到看命啊。那您知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平日里爱去什么地方？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娘，太姥姥，你们别伤心，人都有一死，我不过是走得早点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小友说的对呀，生死这东西啊，不必看得太重。你去那边的床上躺着，我先给你扎针。小老二怎么会中毒啊？还是听起来就很高端的慢性毒药。今天呢，多亏了这2个孩子机灵，要不然那帮人还不会走呢。这孩子的腿啊，我给看，不要诊费。姜老太太一听，眼睛顿时就亮了，她让柳杏儿守在这儿，自己跑回家去拿肉脯鸡蛋糕。顾太医仔仔细细检查了一番小老三的腿，这是以前骨头断了没接好，长歪了，得重新把腿敲断了重新接。只是孩子这么小，老夫担心他受不住这个疼啊。还有就是老夫无法保证敲断重新接就一定能让他恢复如初，
这个风险你们愿不愿意冒啊？受得住，我不怕疼，还请太医爷爷治我。就算重新接一次，我还是瘸子，我也不怪太医爷爷，这是我的命，再差也就这样了。你真的受得住，不怕？我断腿的时候都能受得住，现在我快6岁了，肯定比以前好。我已经长大了，我能忍住疼。那你们大人怎么说呢？这是件大事儿，我得问问家里的男人。把腿敲断重新接，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得问问人家的亲爹呀。陈虎自然是同意的，这件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回家之后，柳杏儿就对陈吉道：这件事儿你不要有心理负担，这半年咱们就当找不到那叫徐半仙的，你好好配合顾太医治病，咱们尽量活长久些。陈吉笑着说好，笑的时候眼里有光，柳杏儿这就放心了。我们也只是做最坏的打算，这半年的时间也不会放弃希望，会想法子去找这个于半仙。你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我知道了，娘。你休息吧，爹去一趟衙门，等我从衙门里回来，咱们就回村。行。他也得出去买点菜，直接去酒楼买现成的，带回去热一热就行了。杏儿，你难道就甘心一直跟着陈虎那样的男人？他要打女人的，你也看到他打女人了。你跟我走吧，我把你藏起来，他一辈子都找不到你。我说杜秀才，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再不滚，下一个挨揍的就是你。我对你的心你还不知道吗？你只要跟我走，你娘你弟弟我都能管，我可以让你爷爷放过你爹。你别看陈虎能租铺子做生意，生意是那么好做的吗？他还有3个儿子要养，你跟着他迟早会被他给打死的。我会不会打死不知道，但你再不走就要被陈虎打死了。虎哥！杜秀才脸色一变，连忙用扇子遮挡着脸，匆匆跑了。就这样也敢撺掇我离开陈虎？柳杏儿很想找陈虎告状，但杜秀才身上有功名，柳杏儿怕陈虎把杜秀才打个好歹来。慢慢想办法吧，暂时便宜这个拎不清的家伙了。你可知这些人是什么人？什么人也不能在定陶县内行凶，便是陛下的人，也该先出示令牌。陈虎当然知道是什么人，是剑南王的人，他们的佩刀上有剑南王府的印记。顾太医不能出事儿，顾太医出事儿了，谁给小老二治病？故而陈虎在认出那些人是剑南王的人之后，就果断动手把人抓了，将这个烫手山芋交给崔县令，以清和崔氏的地位和势力，剑南王再跋扈也不会对崔之意怎么样。他们是剑南王的人，去求医的女子是剑南王养的外室。外室？王爷还怕王妃吗？进王府做个妾，不然做个通房丫鬟也是使得的呀。倒不是你猜的这样，相反，剑南王很是在意这个女子，给不了她王妃之位，也舍不得她进王府受委屈，这才养在外头。没想到剑南王还是个怜香惜玉的。本县罢了。县令大人是觉得属下做错了，若如此，草民趁早辞掉这都头的职务，省得将来给大人找麻烦。崔县令很少见如此不畏权贵、不卑不亢之人，心中多了几分欣赏。本县找你来是想提醒你，最近小心些。剑南王那个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说不定会来找你的麻烦。如果真被王爷的人找上，你就说是奉了本县之命。听闻都头的武功很好，那不如就由都头来重新打断陈兴的腿，老夫来为他重新接骨。事情宜早不宜迟，就今晚吧。他怕剑南王的人今天晚上就会来抓他，这叫啥事儿啊？行，我送您回去拿东西，您也不用着急。若是剑南王追究起来，您就咬死了不敢胡乱开药，怕开错了误了那位的病情。若剑南王真的在乎那位，就会理解您；若他不那么在乎，那您就更没事了。只是理解归理解，他恐怕想逃脱卸磨杀驴的命运，咋地都得挨一刀。从回春堂拿了东西来，陈虎只能略微跟柳杏儿说说，柳杏儿就不敢回村了。他让谭墩子回去，让江大舅把板栗炒好，鸡蛋糕他在县里做，想着小老三一会儿会遭的罪。柳杏儿的心都紧了，要给小老三做点啥吃的，鸡汤粥是必须熬的，还得招待顾太医。柳杏儿看了下家里现有的食材，江老太太帮她打下手，她做了一个水煮肉片，一个甜口的樱桃肉，一个油炸白菜，一个菜心丸子。江老太太想法子去买了一条大草鱼回来，柳杏儿就用鱼头煲汤，做个鱼头豆腐汤，鱼肉片成片儿，做一个酸菜鱼。哎，好香啊！都这个时辰了，顾太医您得留下来吃了饭再走，
我外孙女专门给您做的，就是时间晚了，没买到啥好东西，您将就着吃。哎，好啊。顾太医想着自己没多长时间的好日子过了，可不会委屈自己的嘴。哎呦喂，可真鲜呐！太医，我家小老三他的腿……接好了，只要养得好啊，将来有90%的机会能恢复如初。哼，这说起来呀，还是都头厉害，完完全全按照我的要求断的骨。只是等药劲儿过了呀，腿会疼痛难忍，他一醒来就要给他喝药，喝了药啊，疼痛会缓解一些。说完，顾太医又迫不及待地将碗里的粥喝完。哎呦喂，没想到啊，乡下地方竟然还有人能把饭菜做得这么好吃。这道菜啊，还可以再辣一点儿。那下次您来，我还给您做。嘿嘿，好，明儿我就来。还客气啥？命都快没了。行，您老天天来，一日三餐都在这儿吃。我如今去县里做了都头，就不去赌坊收账了。崔县令大方，正在招募乡勇，每个人的月银也有1两。我就问你们，跟不跟着我干？做乡勇挣的钱没有收账来的多，暂时我也不能给你们保证啥，你们好好考虑考虑，过2天给我答复就行了。没啥考虑的，我跟着虎哥干。你当都头，我就当乡勇；你当山大王，我就当山匪。我也跟着虎哥干，虎哥要是开窑子，我就当龟公。脑子里想的都是啥呀？老子可警告你们，有钱了不许往窑子里窜，把媳妇儿娶了，正正经经的过日子，不然得了病只能等死。虎哥，我可没进窑子啊，但没少钻寡妇的门，你以为能好到哪儿去啊？啊！两人的肩膀耷拉下来，蔫儿蔫儿的应下。陈虎把2个跟着他混的兄弟安排下，转头才发现媳妇又不要他了。他看着小老三窝在柳杏儿的怀里，拳头都握紧了。媳妇儿，小老三最好一个人睡，你晚上睡觉不老实，会碰着他的腿。没事儿，我不会睡得很沉，你去跟小老二睡，这几天我都陪着小老三。脆弱无助的小老三听了这话，唇角不禁翘起。娘！小老三软乎乎地喊了一声，柳杏儿的心一下子就化了。陈虎气得头顶冒烟了，气呼呼出屋，就被江老太太喊去打鸡蛋去了。小老三睡了，柳杏儿才起身出来上个净房，顺便去灶房打水洗漱一下。结果男人不知道啥时候摸来的，跟鬼似的忽然出现在他面前，把他堵灶房里了。你别乱来啊，这院子小，人也多，被人听见了。你给我等着！店铺已经装好了，柳杏儿寻思着去庙里算算日子，然后就开张。哎呀，日子有盼头的感觉是真的好。县令招募500乡勇，给陈虎3个月时间训练，最终只留下100人。崔之义要求这批人要能会骑射。崔之义跟陈虎说，头3个月都头的月银是3两，乡勇1两，3个月以后他这都头月银6两，为留下来的乡勇月银2两。且崔之义说会给他们弄马来，崔之义还专门弄了个农庄用来训练乡勇。大手笔啊，头3个月的开销就得1000多两银子，亲和崔氏的相公，哼，果然是有想法的人。陈虎忙着带宋三儿和王二驴去招募乡勇，崔之义一天都是在烦躁中度过。他在等剑南王府的人，剑南王府不来人交涉，他也不好直接放人。杜秀才和刁伯轩都得了消息，两人都十分高兴。怪不得柳杏儿能硬气起来呢，原来她的男人当了个小小的都头啊，都头连个吏都算不上，怎么能比过前途无量的我呢？一个破都头竟然敢动剑南王的人，就等着全家死光光吧。当然还有杜秀才，杜秀才根本就不知道陈婷传了他的谣言去刁家。凑巧的是，杜家知道通判府和刁家退亲了，立刻就找了媒婆去提亲。两相一结合，刁老爷就信了谣传，认为他儿子是杜秀才算计的。杜秀才美得很，下学他先找人拖住陈婷，然后就命小厮找人去把柳杏儿借陈婷的名义约出来。柳杏儿也没多想，但他被杜秀才拦过一次，还经历过被抢，只要是走比较远的地方就不会自己一个人去。他带上了弹墩子。好狗不挡道，赶紧让开！柳杏儿，你别给脸不要脸啊！如今全县的人都知道陈虎得罪了剑南王，
要不了多久啊，陈家就要倒霉了。你要是识相，跪下来求我带你走，本公子就念在旧情的份上，让你跟我回去做个在身边伺候的丫鬟。刘杏儿被他给气笑了，见路边有个卖面的小摊儿，就跑去给摊主几个钱。你们的上水我买了。你还是个读书人，圣贤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光天化日之下就妄图勾搭别人的老婆。我还告诉你了，我相公是陈虎，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我不管他得罪了谁，就是得罪了天王老子，他也是我相公，我和他荣辱以共，生死相依，同进同退。你不知好歹，你会后悔的，等着一家老小都被剑南王给杀了。他倒是想狠狠收拾一顿柳杏儿，奈何身上太臭，他得赶紧回家换衣裳。哎呀呀，小媳妇爱我都爱到愿意为我死的地步了。摆脱了同窗纠缠追上来的陈婷，目光落在狼狈逃跑的杜秀才身上，阴沉得厉害，两父子的目光在空中遥遥触碰。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盯着姓杜的？陈婷不敢隐瞒，把他这段时间经历的事儿以及他干的事儿都跟陈虎交代了。这么点就会算计，长大了进了朝堂还不得是个大祸害？尾巴扫干净了，小乞丐靠得住？扫干净了，小乞丐也靠得住。行吧，这事儿你做得不错。既然局面已经形成了，那爹就等着看这个杜秀才的下场了。啊，不够再管爹要。谢谢爹，这是不是你的私房钱呀？你少管啊，不许去你娘面前乱说。那可是剑南王啊，这种身份的人想弄死平民百姓，就像是碾死蚂蚁那么简单。陈虎怎么还不回来啊？听闻陈虎得罪了剑南王，柳桃惊掉了下巴。陈虎还真会闯祸，柳杏儿这一次他绝对逃不过去。柳桃没忍住哈哈大笑，结果乐极生悲，被洗完澡出来的杜秀才狠狠扇了2个耳刮子，打完一脚踹在柳桃的肚子上，把柳桃从屋里踢到外头廊下。贱妇，你敢嘲笑本公子？公子饶命啊！倩倩没有笑你，妾身有话要跟公子说，是关于柳杏儿那个人的。有病快放！柳桃不敢耽搁，就把刘老婆子去找神婆，并且买了大量牲口用的泻药，全部告诉了杜秀才。你也知道剑南王的事情，就应该知道他们马上就要倒霉了。你的脑子是猪脑子吗？这个时候我用得着自己动手吗？嘴上骂归骂，他也觉得柳杏儿是变了一个人。滚吧，看到你就烦，以后没啥事儿不许跑到我面前来现眼，不然本公子必让爹将你的父兄赶出去。还有你，惹毛了老子，把你卖进窑子里。你出去找个人，去村里柳家给我二叔传个信儿，就说陈虎闯了大祸，得罪了剑南王，想保住柳家，只能让二叔休妻，或者和柳杏儿断绝父女关系。真是最毒妇人心呢！柳桃这是连柳杏儿的亲娘都不放过。去之前先找柳大富2口子，带着他们一起去乡下，务必要逼柳二休妻。我不休妻，死也不休妻。你不休？我这个当爹的可以替你休妻。村长，你帮我把休书写了，我这个公爹来还呀。柳氏没有犯七出之条，不能休。不休，不休，不休的东西！你是要害死老柳家吗？刘二顺被打倒在地，他蜷缩着身子，很快刘二顺就吐血了。住手！快把老柳头给拉开！你把他打死了，江氏就是寡妇，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你们家休掉江氏的。我还会亲自去一趟江家山，跟江家山的村长说江氏很好，是孝妇的典范，但你们老柳家不做人，要毁江氏的名声，毁江家山的名声。要知道，便是府衙都很看重江家山的牌坊。哎爹，那就断亲的。我现在月钱高，不惜得老二的劳力，把老二断亲，咱们就跟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刘老头一想，对呀，这次村长很干脆，帮他写了断亲文书，又让人把柳二顺抬去陈家，请郎中去给柳二顺看。得请县里医馆的大夫来给他看了，他呀动弹不得了，我看他呀是一点都不想活了。那啥，不知道能不能请您跟我一起去县里面跑一趟啊？我怕我跟县里面医馆的大夫说的不清楚啊。行吧，正好我也去采买些山上采不到的药材。大舅，你咋来了？江大舅把家里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他们还真毒。大哥，你快送郎中去回春堂请大夫，请到大夫之后就来接我。他早对刘二顺死心了，只是夫妻10几年，
让他就这么看着柳二顺死，他也做不到。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柳杏儿：“娘，您安心回去照顾爹。在外人看来，他是不肯休你才挨的打。江家山的情况摆在那里，你要是不拿个态度出来，恐怕会被人说嘴。”柳杏儿理解他，江氏就放宽了心。外头的话莫要相信，你要信你男人，他不会让你有事儿的。娘，外头瞎传一些没影的事儿，您不用担心。陈虎已经抽空回来跟他解释了一番，就是怕他想多。爹，我瞧着陈虎是一点都不慌啊，县衙的捕快们也不慌，不像是真得罪了剑南王的样子。还有回春堂，那也在正常开铺子呢，里面来往的病人也挺多的。这事儿咱不管了，我估摸着呀，也牵连不到村子。作为一村之长，县衙的人可是时常要来给他们讲讲简单的律法，特别强调过可能牵连全村的罪名有哪些，比如造反，比如窝藏造反的人。除了这种大事儿，那就没罪是可以连坐乡里的了。对了爹，今儿虎爷跟我提了一嘴乡勇的事儿，说乡勇头几个月1两银子的月钱，3个月之后呢，能留下来的话呢，每个月就是2两银子的月钱。说要是我们村的人想去，只要是爹您挑的人，他都要。不过3个月之后，县令大人要考核，能不能留下来挣2两银子的月钱呢，就各凭本事了。他还说，乡勇呢是负责巡路的，有时候还要跟着去山里面剿匪，肯定会存在伤亡。说要去的人得想清楚，咱们村的人能去吗？去，怎么不去啊？不然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就怕陈虎这个都头当不了几天，想等等看。这要是等过去了，那个时候乡勇也招够了，还轮得上咱们吗？你们回家呀，可以跟家里人说说，自己如果有想法呢，就来找我。当乡勇是有弊端有危险，但除了钱以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出过乡勇的人家不用再出人服兵役。到了晚上，村长一家人吃完饭，就陆续有人找上门来。找来的人没有村长预估的多，还不够10个。结果到了第2天早上，这10个还有1个反悔，到底还是担心陈虎遭殃而牵连自己的人多。9个人加上村长这边的10个人，一共去了19个。村长亲自把人带去县衙找陈虎。你们要是能吃苦，我可以给你们开小灶，3个月后尽量让你们都能留下来。要是吃不得苦，就趁早回去，我是不会给任何人放水。大家纷纷说知道，陈虎就让二驴子把他们都带去城郊的营地。他们走后，陈虎请村长进谢房说话。村长看着县衙里属于陈虎一个人的小房间，心里是相当的佩服陈虎。你们家的3个人放在我这儿，只要他们愿意，我必有法子让他们能留下来。但他们若是不愿意，3个月之后归家，你也别怪罪他们，毕竟以后可能会遇到拼命的时候，勉强不得。我晓得，老秃头费心了。对了，都头的岳母昨日来找过小老儿，说是想给都头的岳父啊，在村里买一处住宅，要有2间能住人的土房子就行了。小老儿没有即刻答应，今儿来这一趟啊，也顺便讨都头一个意思。您给办了吧，再帮忙请个人去照顾我岳父，钱粮我来出，房子钱也是我来出。劳烦村长回去劝劝我娘，请她务必要来县里帮我的忙。我家老二病着，老三的腿重新接了，别人照顾我实在是不放心。陈虎又给了村长一些银子，劳烦村长回去之后帮他把修房子的工钱给结了。他忙，没时间回去料理这些事儿啊。杏儿啊，姑爷是个好的，但也不能啥银子都让姑爷出呀。回头你帮娘写上欠条给姑爷。柳杏儿干脆地答应了下来，他已经决定把糕点这一块分一半股份给江氏，以后糕点这块就让江氏来担当主力。柳杏儿让陈虎帮他打听什么地方有牛奶卖，陈虎就找到了一处卖牛奶的店儿。这玩意儿是金贵物，有这东西的庄子上都是供给大户人家和几家糕饼店的，但陈虎找了关系，到底还是让人家每日匀出1桶来卖给他。有了新鲜牛奶，柳杏儿可发挥的余地可就多了。牛奶饼干、双皮奶、牛奶布丁、奶油、牛奶蛋糕、牛奶面包，这几天把几个孩子的嘴都吃歪了，就连顾太医也跟着涨标。柳杏儿的铺子装修已经彻底完成了，但是还没去算开张的时间。家里的房子也修好了，柳杏儿就惦记着去庙里算算日子。陈虎忙着训练乡勇，于是便让宋老三和谭墩子送娘儿2个去娘娘庙。
哎，算命看风水找陈半仙儿啊，不准不要钱。哎呦，这位大嫂，我观你面色红润，最近是要有好事发生啊。只不过嘛，会有些波折，若是处理不好，有可能会痛失良机啊。套路，全是套路。你算的不准，你就是个骗子。大家可别在他这里看。嘿，看见熟人了，竟是穿金戴银的柳桃和黄氏母女。这个老头，我看他生意不好，怕他饿死，就带着闺女来照顾他生意。结果他呢，还咒我们一大家子人不得好死。明明我们前面找人算过，我儿子前途无量，是文曲星下凡；我女儿福气满满，将来妻贫夫贵，也能道病加身。我天生就是老太太命。结果这个骗子竟说我家所有人都不得好死，这明显就是想骗我们的钱化解。你家这个死局呀，化解不了。柳杏儿一听这话，顿时眼睛就亮了。娘，我们就找这个先生，这个先生慧眼如炬。可是杏儿，他行吗？必须行。这个先生能这么直言不讳，可见是个有啥说啥的。而且柳家人坏事做绝，不得好死，不就是他们最好的归宿吗？两人吵吵急眼了，就去捡了石头要砸那风水先生。柳杏儿连忙让谭墩子和宋老三去帮忙。臭娘们找打是不是？宋老三上去就薅了黄氏的衣领，把他甩出去，再一脚把柳桃踹飞。你们不算了就滚，给老子让路！黄氏母女看到宋老三，顿时吓得跟鹌鹑似的，慌慌张张的跑了。哎呦，你这个小妇人早就该死了。姜氏一听，脸顿时绿了。娘，先生也说的没错，您想想是不是？说完，他就放了一锭银子在布上。先生，那您说说，我这死劫是过了还是没过？你这命不该这样啊！看八字呢，你是该早死的命，但是看面相呢，你遇了贵人插手，命运呢拐了个弯儿。不过老夫的功底浅薄，看不出你以后的命运。我本也不是来算命的，命运如何，我一个凡人也改变不了，无论好坏，都是自己的人生。哎呦，这位娘子既然不是来看相算命的，是想看风水还是想看日子？我是来看日子的，我家有个铺子，想看看开张的日子，还有个宅子，想看看搬家的日子。只是粗略算算还是精算啊？自然是精算。精算呢就20两银子，老夫得去实地看看，然后再帮你们定日子。这期间呢，老夫的吃住你们要管，还得给我置办一身信，看2套就要置办2事。姜氏听到20两银子的时候，明显犹豫了，但柳杏儿一口答应了下来。不知先生如何称呼？江湖人称鱼半仙儿。不会有这么巧吧？先生可会治病？会那么一点奇黄之术，就是不怎么精通啊。哎呦，干咱们这一行呢，多多少少的都得懂点，跑江湖嘛。这么不靠谱，肯定不是顾太医说的那个鱼半仙。电影里演的，越是厉害的人，表面上看起来越不像厉害的人。或许这个鱼半仙就是小老二需要的鱼半仙。你们陈家马上就大祸临头了，得罪了剑南王可没有好下场，给谁烧香磕头都没有用。柳杏儿一把抓住柳桃的手腕，使劲往某个穴位摁去。柳桃尖叫一声，自从上次她被卖进青楼之后，就开始跟陈虎学一些简单的防身法子，新仇旧恨加在一起，柳杏儿把柳桃给打成了猪头。黄氏看到女儿被打，嗷嗷叫着就要跑来帮忙，然而他忘记了还有个姜氏。黄氏还没跑拢，就被姜氏从身后抓住头发狠狠扯开，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扇。柳杏儿，你现在撤休，要不了几天，你们一家子都会被剑南王杀光的。柳杏儿抓着他的脑袋，狠狠往地上磕了一下。你是剑南王的谁啊？你是他娘啊，管这么宽，连王爷干啥都安排上了，谁给你的胆子？柳杏儿打累了，她站起来又踢了柳桃几脚。奉劝你以后管好自己的嘴，别随地喷粪，不然啥时候把人得罪死了，引来杀身之祸，你还得怪你的丈父娘、龟公爹没教导过你。柳杏儿这一顿骂，惹得围观的人一顿哄笑。高兴了？是挺高兴的。你看，你出来一趟就遇到你娘，你娘被打了，你这个做儿子的怎么不去帮帮忙啊？
这话就十分伤人，但男人一点都不生气，反倒是轻笑了起来。王爷的贤明远播，随便哪里的人都知道王爷不能惹，惹了就爱杀人全家。剑南王无奈地揉了揉眉心，杀人全家这节儿真是过不去了。你不是要去点长明灯吗？你自己进去找庙祝吧，我就在外头等你。杀了。是。顾太医对这个来抢他双皮奶吃的老头很是不满意，在他的心目中，于半仙那种医学奇才必定是精彩艳艳的人物，哪像这个8辈子没吃过好东西一样的神棍。说起来，于半仙给柳杏儿开了一个单子，喊他去采买罗盘等物，半仙儿出来看风水算日子，竟然连家伙事儿都没有，怎么看怎么像个招摇撞骗的人。晌午吃牛杂汤锅，小老二和小老三两个是清汤，柳杏儿他们吃的是红锅。柳杏儿专门去定制了一个比普通铜锅子大1圈的铜锅，锅里红亮亮的汤里头翻滚着炖软乎了的牛杂。这红汤牛杂锅，这要是在下雪天里吃啊，那才叫一个舒坦。那是当然了，不过你这老骗子几个意思？瞅着苗头是想赖着不走了咋的？然而吃完饭，于半仙就去困觉了。杏儿啊，你们会不会找了个骗子回来呀？你家老老小小的一大家子人要有警惕心的。倒也不是没有警惕心，实在是听他叫于半仙就怕人跑了，且陈虎也说留下来没事儿。你试过他没有？也要给他机会呀，我看他就是在躲。不过我还是有法子，你等着吧。于半仙睡醒了起来，先问柳杏儿晚上吃啥，还有没有牛肉。没有牛肉了，晚上吃涮菜老鸭汤、火爆鸭杂、香葱炒鹅蛋，再凉拌一个素菜。于半仙点点头，觉得伙食还不错。就是想请您早点看日子，一会儿看完咱们就回村，早点回去好去买鸭子，不然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吃夜饭。于半仙想想，立刻拿起新买的罗盘满院转悠起来。11月12卯时2刻。柳杏儿收好红纸，于半仙就催促：快，回村吧。先前问了您会不会医术，我家有个小孩病得厉害，想请您给看看，不如您能不能先给我家小孩看看，咱们再走。哎呀，你带我去。进屋之后，于半仙看到了小老二的脸，人顿时愣住了。哎呦，这家人有意思，一个两个都是早就死了的面相。柳氏没死，但他的将来是一团雾。但这个小少年，未来那叫一个闪瞎人眼。有意思。小老二看了看一脸古怪的于半仙，娘，他是看病的大夫。是吧？他这病啊，我能治，不过需要时间。先生啊，我这宠爱孙生的是啥病啊？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有点麻烦，所以呀，治下来挺贵的。不过呢，如果你们在他治病期间呢，包我吃包我住，我就少收点银子，给个200两，意思意思就行了。你抢钱呐？人家太医都说了，我家老二是中毒，你却说不是大病，连中毒都没看出来。星儿啊，你可别信他，快把他赶走。姥姥，您先别着急，咱们今天就不回村里了，等晚上顾太医来了，让顾太医和于半仙说说，您看成不成？于半仙非常不高兴，他的尊严告诉他这个时候应该拂袖而去，但张口就变成了晚上不去村里，那又是吃啥呀？要是晚上吃的敷衍，我必走。这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他是赖皮狗吗？姥姥别生气，左右晚上顾太医就来了。再说了，事关小老二，总是要虎哥回来决断。属下们查遍了娘娘庙附近，都没有找到于半仙儿，还请王爷责罚。抽调人手去其他几个县找一找，出州府的官道上必须守着人。是，属下领命。这是命，南宫雁，你别白费心机了。莹莹，别说傻话，我一定能找到于半仙。杜莹莹挣脱他的怀抱，猛然扯下了帷帽。王爷不是说不嫌弃我吗？既然不嫌弃，为何这般在意我的脸？说到底，你对我是见色起意，你嫌弃像鬼一样的我。莹莹，我若是在意，你怎么会有我的孩子？杜莹莹的目光闪了闪。既然王爷不嫌弃，
那就传饭吧。我倒是要看看王爷对着我这张人不人鬼不鬼的脸，到底吃不吃得下。传膳。王爷看着我这张脸还能吃得这么香，想来看我变成这样，心里是极高兴的。剑南王扶额，莹莹，本王就差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了，你能不能别这样？咱们能不能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啊！杀我全家还想和我好好过日子，可真是个笑话。那我就顶着这张脸和王爷好好过日子吧。柳桃第二天还没回来，柳大富找上门来，杜家才知道这母女两个去了娘娘庙之后就不见了。派去找的人回去禀报，杜秀才笑了，撺掇柳大富去衙门击鼓鸣冤，状告柳杏儿母女杀人。杜秀才也跟着去了，不过他是走后门进去，直接以秀才身份求见县令崔之义。有话直说，不要拐弯抹角，耽误审案。不瞒大人，击鼓的人是学生的妾室柳桃的亲爹，他要告陈都头的女人柳杏儿在娘娘庙打杀他的妻女。小生前来是想提醒大人，这是一个机会，一个您向剑南王示好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啊。行了，本仙知道你的意思了，你下去吧。陆秀才以为崔之义没有呵斥他，就是采纳了他的意见，毕竟那可是剑南王陛下最为宠爱的亲弟弟。柳大夫跪地，愤然诉说了一遍柳杏儿母女的恶行。是否有人看见柳氏、江氏把人打死？还有，你既来告，便是已经笃定他们两人已经死了，那么尸体在何处？回大人的话，小人不知道尸体在何处，小人只知道他们被打，但他们迟迟都未归家。大人，他们肯定被柳杏儿母女给打死了。他们被打死只是你的猜测而已，你先回去吧，本仙会好好调查此事的。没有尸体，本案就只能暂时以人口失踪案来定，退堂。公子，县令大人说没有尸体就不算是杀人，万一他们没死，而是被拐子拐走了，那咱们岂不是白告了？你放心，就是找不着尸体，县令大人最终也会按照杀人案来处理。行了，你回去等信儿吧，等着看柳氏、江氏倒霉就是了。好端端的，他们咋就不见了？会不会是我们打得狠了？故而被拐子看见了，打着搀扶他们、送他们回家的名义，把他们给拐走了。那也是他们的报应，挂不到你们头上来。娘，于半仙说过他们会不得好死，不会这么巧吧？晚上，知道顾太医和徐半仙都喜欢吃辣口，柳杏儿做了一份辣子鸡，一份酸辣鸡杂，一份伤心凉粉，一份水煮肉片，然后炖了一个大骨头萝卜汤，又炒了2个不辣的蔬菜。病号自然是吃大骨头萝卜丸子汤加2个不辣的蔬菜。小老三闻到外头的香味儿，差点没馋哭出来。小老二只能哄着他，让他就着外头传来的香味吃饭。二哥，这样好像就更饿了。顾太医吃得极其满足，心想一会儿必须好好表现，拔掉这个老神棍的伪装，方不辜负柳娘子专门给他准备的晚餐。于半仙，听说你能治陈疾，还说他的病是小疾，不是大病。这一串的饱嗝瞬间就破坏了他质问的效果，搞得一点都不威严。是啊，小毛病。慢性毒药多难做，不然也不会卖的那般贵了。你这个骗子啥都不知道。如今的太医都是你这样的？太医院都沦落成啥样了啊？全进去的赤脚郎中啊！他从怀里摸出一个瓷瓶，啪的一声放在桌上。你敢把这里头的药倒出来一颗吃了，并且啥事都没有，我就信你医术厉害。哎呦，不敢不敢，区区在下只是略通岐黄之术，但比起你们太医院，应该能略胜一筹。我凭什么要给你脸啊？你不证明自己，柳娘子如何敢让你治她的继子？切，爱信不信，爱治不治。然而于半仙打了一个饱嗝之后，还是拿起桌上的瓷瓶，倒了一粒黑漆漆的药丸在手上吃了。顾太医，您给于先生吃的什么药？自然是毒药啊！要是于半仙在2个时辰之内找不到解药的话，就会浑身发痒，然后拉肚子，肚子拉完了，药性也就散完了，解药也不必吃了。不愧是太医院出来的人呐，手上不缺损玩意儿。
想来皇帝的后宫热闹得很呐！啊，不是你埋汰我就埋汰我，带上皇上干啥呀？带上后宫干啥呀？你是活腻了呀？于半仙让陈婷去拿笔墨，他刷刷在纸上写了几味药。拿，去抓吧。你怎么把药看得这么重啊？你这是胡搞吗？你这是，你这个剂量起码要减去90%。哎呀，减去90%用多少水啊？水泡2刻钟之后，3碗水煎成1碗水。老子的方子不泡，直接煎，1碗水煎成1口水。顾太医不明白，肚子太撑，喝不下药。等陈婷药抓回来，于半仙就摸了一粒小药丸出来递给陈婷。拿，扔进去一搅。这是什么药啊？嘿嘿，想知道啊？顾太医老实点头，就不告诉你。上床你老实点，不许乱来。放心，我肯定不乱来。结果上了床，这家伙就不老实了，把人拉怀里搂着就开始亲。我今晚没乱来，那是先亲的额头，一步一步按照顺序来的。柳杏儿抬脚就去踢男人，男人一把抓住她的脚丫子。等会儿给你擦脚，脚还没脏。你的脑子里就不能想点别的？哼，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看着自己的老婆不想着咋弄，那还是个男人吗？那是太监。臭流氓，色鬼！陈虎就喜欢看柳杏儿鹌鹑的样子。不是想知道柳桃母女的事情吗？咋不吭声了？怎么回事？叫声哥哥来听听，要娇滴滴尾音儿拉得很长的那种。不叫，这是柳杏儿最后的倔强。然而她不开口，某人有的是法子让她开口。当变化骤起，柳杏儿感受到危险，就十分识时务的开口：哥哥，好哥哥，饶了我吧。陈虎被柳杏儿一声好哥哥喊得魂儿都酥了。叫出你这一声好哥哥，真恨不能把命都给你啊！好哥哥，你该告诉我了吧？好哥哥，好哥哥，你快告诉我吧！再笑，今晚就办了你。柳杏儿瞬间就老实了，伸手戳了戳他的后背。虎哥，你还没告诉我柳桃母女的事儿呢。陈虎不说话，柳杏儿就继续戳。陈虎干脆打呼噜，柳杏儿就去捏他的鼻子。你胆儿肥了是不是？敢捏我的鼻子？你惯的呀！这一道交身让陈虎忍不住笑了起来。回想起小媳妇刚来陈家的时候那战战兢兢的模样，和现在一对比，陈虎的心底忽然就升起了一股子成就感来。小媳妇也就是遇到我了，若是遇到了别人，不行，没有别人，小媳妇这辈子、下辈子、生生世世都只能是我的。崔县令派人去娘娘庙查看，并未找到皇室母女，没有人知道这母女俩去哪儿了。唯一能证实的就是你和岳母走了之后，那2个人还活着。不过我悄悄跟去查了查，可以确定那对母女被杀了，并且尸体已经被处理了。他们真的死了？我在后山的树林中发现了人血的痕迹，还发现了一只绣鞋。实际上他在后山发现了毁尸灭迹的东西，化尸粉。这世上能用得起化尸粉的人很少，事情变得更复杂，更扑朔迷离。这些就不必让柳杏儿知道了。我烧了绣鞋，处理了人血，他们只能被当作被拐卖，不然柳大夫会咬死你和岳母杀人，到时候你和岳母在洗脱嫌疑之前都会被暂时收押。这件事你当不知道，明白吗？我不知道。别怕，万事有我，快睡吧。柳杏儿就这么在他怀里慢慢睡着了。他想起了崔之义找他说的话，陆秀才去找了崔知县2次，还给崔知县送了2000两银票，话里话外都透着让崔知县把柳杏儿母女杀人的案子办成铁案的事儿。杜秀才真是活腻了呀。第2天一早，顾太医来铺子，见于半仙屁事儿没有，心里很不是滋味。这狗东西还真是于半仙。顾太医心中的于半仙仙风道骨的形象轰然崩塌。等他回村之后啊，我就去采药，尽快的给你家老2调身子。有了于半仙这话，全家就是一喜。柳杏儿和姜氏以及姜老太太一起把牛杂收拾出来，烧了一大锅，又做了不少牛肉酱，用陶罐分别装起来。他找来几个篮子，每个篮子都放1罐牛肉酱，2罐子果汁牛肉，1篮子柳杏儿叮嘱姜氏第2天给哑婆，另外2篮子则让姜氏给陈婷，喊陈婷拿去送给先生。安排完县里的事儿，
等着陈虎提前下衙，柳杏儿就带着于半仙回村了。想骑马吗？我教你。想学。陈虎一用力就将她扯到自己怀里。坐好了。说完，男人一抖缰绳，马儿的上半身腾空而起，柳杏儿整个人往后仰，后背紧紧地贴着男人的前胸。她慌忙侧身，双手紧紧抱住陈虎的腰。陈虎勾唇，露出一抹得逞的笑容。接着，他驾驭着马儿，剑似的飙了出去。柳杏儿的心都快蹦出嗓子眼儿了。这速度，快赶上开车了！渐渐的，柳杏儿适应了颠簸和扑面而来的凉风。她试着松开陈虎，然后迎着风张开双臂。这算不算是体验了一把子鲜衣怒马、仗剑走天涯的浪漫？只是这股子豪情刚升腾起来，陈虎忽控制着马从官道拐上了小路，然后马儿忽然一跃，万丈豪情瞬间烟消云散。柳杏儿被吓得花容失色，尖叫的同时慌忙侧身抱住陈虎的近腰，小脸使劲往他胸口贴。陈虎满意了，接下来的路程他全挑不平坦的山路走。陈虎倒是美了，可到家柳杏儿一下马腿脚就发软，然后吐个不停。陈虎慌了，忙请江大舅去请大夫。不用，我休息一会儿就行，就是被颠的。哎，这又是咋的了啊？是有啥急事吗？这马让你骑的蹄子都快冒烟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着火了，等着你去救火呢。陈虎心虚的一痞，他就是暗戳戳的想跟小媳妇贴贴而已。杏儿说想学骑马，我就带着她骑快马回来，第一次就体验快马，往后她正式学的时候就不会怕了。哦，那还是你会教人哈。柳杏儿虽然也觉得陈虎说的有道理，可是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躺在床上她都觉得床在蹦的，关键是大腿两侧疼，应该是磨破皮了。结果柳杏儿刚这么想，陈虎就拿着一罐子药膏过来，抬手就去扯她的裤子。我给你擦药，真是娇气，就你这样还学骑马，我看你还是歇了这心思吧。我偏学，你可别看扁了我。陈虎闻言心花怒放，他还以为小媳妇被他这么一折腾就不想学了呢。学会骑马的好处可多了，首要的就是能扛得住颠。心里乐开了花，男人面上却不显。别闹，你受不住。别小看人，反正我就是要学。行吧，你好好的养着，等腿养好了我就教你。陈虎抹完药，到底还是没忍住，俯身往没药的地方亲了一口。他慌忙把自己全裹进被子里，泛着春色的水润杏眼控诉地瞪着他。再瞪，吃了你。他的声音哑得厉害，柳杏儿不敢惹。大舅，我去看看山上的陷阱里有没有猎物。杏儿睡了，不然您也歇歇。江大舅知道这是陈虎怕他干活吵着外甥女。哎呀，那行啊，我去干点没声的活，你去吧。柳杏儿这一睡就睡到了天黑，她是被香味给香醒的。你醒了，可好些了？你的腿磨破皮了，能不能走？不能走，我把饭给你端屋里来。能走。然而一下床走一步就扯着疼。陈虎干脆打横将他抱起，几步就走出了房间。江大舅和于半仙表示，这里还有2个活人呢。罢了，只要我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晚饭是牛杂汤锅，把带回来的牛杂热了，放进加了炭的红锅里。江大舅洗了一些新鲜蔬菜，牛杂吃完了就煮菜，又是一顿不养生的晚饭。没啥大问题，就是前头10多年呢，亏得厉害，这往后吃好点，再适当的锻炼一下身体，养得回来。秃头，这么晚了，有啥事儿啊？哎呦，有意思有意思啊！眼前这位明明是煞星之相，这命数竟然有了转机，特别是跟柳娘子在一起的时候，那煞气呀，就像是漏气儿的球，呼呲呲的跑气儿啊！于半仙心中有了些猜测，为了印证这个猜测，他决定以后就赖在这家了。我这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安宁，可不是为了口腹之欲啊！就想问问先生，女子何年岁受孕生子最佳？20到24、5。原来小媳妇没有哄我，可若如此，那不得憋死我啊！先生可有不伤身体的避子手段，比如药丸之类的东西
我吃的。于半仙挑眉，这还是他遇到的第一个给自己讨要婢子药丸吃的男人。有倒是有，就是有几味药啊难寻呐，我这个老头子可没那个本事采哟。我找时间跟您进山找药，必须在洞房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哎呦，那感情好啊！您休息，回头我告了假就跟您进山。哎，对了，还得请您给算个成亲的日子。哎呦，好说好说，明儿老夫就给都头算日子。别算太远，最多乔迁后3天之内。乔迁的日子也不能超过1个月。那还算个屁呀！日子算出来了，县里的铺子11月12开张，村里这个房子11月20搬迁，至于成亲11月24，超出1天，陈虎也不是不能接受。于半仙不但给算了日子，还友情给摆了风水阵。他又让陈虎去买了一口大缸，就放了好几条从河里捞出来的鱼。这鱼有讲究吗？有啊，水煮鱼、糖醋鱼、豆腐鱼、泰安鱼、坨坨鱼。打扰了。没有找到尸体，就只能照失踪案结案。本县总不能凭空变2具尸体来吧？可是大人，王爷那边要是大人失了先机，王爷那头可卖不到好啊。那也是没法子的事情，只能说我崔某人没有那个和王爷交好的命。陆秀才在心里骂了一句老狐狸，但还是只有告辞。搞错链正是手头紧的时候，杜家这个时候撞上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县令大人说了，没有尸体就不能办成杀人案。如今掌柜的给了他一个肥差，这才出去跑了2、3天，落自己兜里就有100两银子了。柳大富不想理会案子，但不管怎么说，他是靠杜家得的这个活儿。那咋整啊？你去想法子买2具女尸，给他们穿上你媳妇儿和闺女的衣裳，扔到乱葬岗。这事儿不用我教你怎么做吧？柳大富不想干，有些迟疑。哼，你已经递了状纸，就没了退路。况且啊，这事儿要是办好了，咱们就能搭上剑南王，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成，公子把这事交给小的，小的一定给公子办得妥妥当当的。杏儿，你在吗？香草，你怎么来了？柳杏儿翻遍原主贫瘠苦难的记忆，关于这个香草的姑娘并不多。2人是从小一起割猪草，在家的日子都过得不好，时常凑在一起互相吐苦水的那种熟人。即便是能凑在一起吐槽，那时间也不长。要知道活儿干不完，回去可是要挨打的。杏儿，你还好吧？村里传你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的，说你杀了你大伯娘和你妹妹。你那么善良，就是再恨他们也不会动手杀了他们的。哦，还有，都说陈虎得罪了剑南王是死路一条。杏儿，你还年轻，可不能被陈虎给拖累了。柳杏儿淡淡的看着眼珠子乱瞟，在院子里看个不停的女人。哼，以你之见，我要如何才能不被陈虎给拖累了？自然是赶紧离开他，另外找人嫁了。只不过你给过人，2嫁就不好挑。不知你有何高见，还是说你那里有人选？香草嘴里嘚吧嘚吧说个不停，眼珠子一点都不闲着。瞧着这个院儿，虽然也是土院茅草顶，但地面上铺了青石砖，台阶上和屋里都铺了木板。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嫉妒。凭什么柳杏儿的日子过得这么好？明明以前他比我过得差多了，没想到陈虎不但没打他，还修新房子给他住。我这里倒是有个好人选，是我夫家的3弟，他没成过亲，是个极好的人。他本来是不愿意的，毕竟你也知道可我再三劝他，他总算是松口了。可真敢想，这家人不怕陈虎的吗？有啥好怕的？他如今得罪了剑南王，断没有活的可能。到时候他一死，你就带着这新院嫁给我们家老三。这个正房给公婆住，左右厢房我们住左边，你和3弟住右边。这人脑子里装的是啥啊？还敢上门来算计？齐香草刚抬脚想上台阶，就被柳杏儿给他扯了回去。夫妻一体，陈虎要是被剑南王处置了，我也躲不掉。你们算哪门子的夫妻啊？你不过是被家里抵债给陈虎的。说句不好听的，你在陈家最多算个丫鬟，连个妾都算不上。说到这里，齐香草心中得意。啊，对了，你可有卖身契啊？若是有卖身契，还得想法子哄到手。
不然你可不能嫁进周家。你说够了，说够了就滚出我家。我和你这么好的关系，我不想你落难，你就这般对昔日姐妹的？哪怕你不认我们以前的情谊，乡里乡亲的你也不能。这是我家，我凭什么不能？倒是你无缘无故的跑来别人家里指手画脚，你算什么东西？便是剑南王明天就要弄死我们，但今天虎哥还是可以先灭你家满门，想不想试试？你们敢？既然知道我们敢，你还不滚？柳杏儿，你不识好歹，你等着！怪不得柳大富老爷不待见你们二房，你们二房简直不义好。怪不得敢来我面前蹦跶，原来是被柳大富撺掇的。柳杏儿不想咽下这口气，就出门去柳二顺那里找照顾柳二顺的婆子，请她帮忙。婶儿，还请你帮我找2个会骂人的，我给钱100文1天，就坐在老柳家门口和骑香草的婆家老周家门口骂，从天亮骂到天黑，接连骂3天。婆子一听有这等好事儿，立刻拍胸脯应下，她让柳杏儿暂时帮她照顾一下柳二顺，她麻溜回家去找人。肥水不流外人田，她婆婆和妯娌骂人都厉害。咋的了，杏儿？他们见不得我过安生日子，我就不让他们过安生日子。爹想说什么？爹想说你心里舒坦就行，挨骂总比挨揍强。你找人骂他们，是他们捡到便宜了。只是花这么多钱去骂人，陈虎他会不会恼你？他不会。再说了，我自己做吃食也挣了不少钱，也没花他的钱。杏儿，剑南王那事儿不管是真是假，你现在如果有银钱，不如先还给陈虎吧。爹，要是没有虎哥，我已经死了。做人不能太白眼了，不能忘恩负义。我的事儿你别操心。再说了，虎哥不是好惹的。哎呀，周家老二媳妇不要脸，跟柳大富勾搭到一起了。这不，他竟然跑去陈家找陈虎家的，帮柳大讨说法。柳大富才嚷嚷着说自己个儿的婆娘死了，他就上杆子凑过去。周老二这脑袋顶上的绿毛啊，长3丈高了呀！哎，你们说柳大富的婆娘是不是这对奸夫合伙弄死的？弄死了就往陈虎家的脑袋上诬赖。那可说不定哟。柳大富发财了，这家里的黄脸婆可不就该死了？黄脸婆死了，他才能要娶年轻漂亮的呀。周二家的可不漂亮，不漂亮，可她年轻啊。上杆子凑过去的女人，不玩白不玩，是不是？众人一阵哄笑，周家人哪里能受得了这些谩骂和议论？然而女眷骂不过堵门的婆子，男人们赶回来以后又打不过给3个婆子撑腰的男人们。齐香草在屋里哭，周老二听着外头有眉有眼的谩骂，进屋就抓着他的头发一顿揍。打不过外人，他还打不过媳妇？是你们让我去找柳杏儿，劝她改嫁给老三的。呸！你要是好好的去劝，能惹来这等祸事？我们老周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柳氏那个妇，我们家老三不嫌弃他，他倒是摆上了谱。没了我们家老三，等陈虎倒霉之后，谁敢要他？周婆子的妯娌们这下明白，这一家子人咋把人家柳杏儿给惹毛了的。把周老三这个癞蛤蟆，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烂人去输给柳杏儿，人家没当场把周老二媳妇给打出来，算是给了脸面的。周老婆子的几个妯娌不劝了，也打起了柳杏儿的主意。不说别的，就陈家新修的宅子就很诱人。第2天，柳杏儿刚去新宅子那边没多久，就有妇人笑眯眯的上门了。我那娘家侄儿才30有1，家里呀有2田20亩，还养着1头牛呢。他膝下虽然有3个孩子，可是老大马上就到了成亲的年纪，老二老三也能下地干活，那可比陈家的3个拖油瓶强多了。哎，杏儿，你可是婶儿看着长大的，婶儿肯定不能害你。我要是嫁过去，村里这房子可不就白修了？怎么能白修呢？回头啊，这房子可以给我侄儿家的老大成亲用。你那侄儿配不上我，你又不是啥金贵玩意儿，有人要就不错了，你还想嫁当官的不成？哟，杏儿啊，婶子给你道喜了，临县的典吏大人想娶你做续弦呢，那可是正经有官身的，正九品呢。据我所知，典吏是不入流的官吏，且每5年一换。衙门里正9品的官员是主簿。嗨，那我肯定是记错了，那就是主簿大人。也是你运气好，如今这主簿大人那头啊，可是有好些家小娘子盯着呢，人家可都是黄花大闺女。你的身份其实上不得台面，可谁让婶子我打小看着你长大，心疼你呢。
那婶子说说，我要如何才能让堂堂主簿大人看上我？嗨，这有何难啊？我那妹子是临县的官媒，只要她在主簿大人面前美言几句，大人一定会选你。只不过嘛，她不会白帮忙，你少说得给她20两银子。那主簿有80多岁了吧？胡说，主簿大人也就60出头。柳杏儿正想开口赶人，妇人丙又来了，她真是烦不胜烦。我提醒你们，陈虎还没死呢，你们走吧，我就当你们没来过，不然等陈虎回来了，你们想走也晚了。他都快大难临头了，哪顾得上这些？你们难道没听说过一句话，反正都要死，杀一个垫背，杀2个赚1个，黄泉路上也能热闹点。我顺便告诉几位婶子，这世上除了陈虎，谁也配不上我，诸位就不要再费心了，也请婶子们把我这话传扬出去，想说媒的都别再上门来了。几个妇人被柳杏儿赶出去，路上见人就埋汰柳杏儿。照顾柳二顺的婆子听到风儿，也马上来找柳杏儿，想要扩展业务。柳杏儿没让她失望，把业务总包给她，还预付了1半的钱。你嘴皮子是不是？我一个人不行，我就花钱找人来输出。柳杏儿就是不开心，道理她都懂，可是心情有她自己的想法。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的时候就听到院里有动静。柳杏儿瞪眼盯着陈虎，她麻溜脱衣服上床，搂了小媳妇就吹灭了油灯。谁知小媳妇刚搂进怀里就哭了。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再不回来，我就得破产了。乖，别哭，跟相公说说谁欺负你了，相公弄死他去。要是郭欺负你，老子就把锅砸了。关郭啥事儿？你不是在哭铲子吗？你说铲子破了。又哭又笑，黄狗飙尿。你才是黄狗，你们全家都是黄狗。媳妇儿，容我提醒你，我全家也包括你。只有你一个人。柳杏儿说完就动手挠他掐他，陈虎马上求饶，回身就抓住柳杏儿的小手往下一放。挠这儿。陈虎脑袋埋在柳杏儿的脖颈。我是你一个人的狗。话落，他就真像大狗似的蹭蹭嗅嗅个不停。我不要狗，你还是做个人吧。晚了。完事儿，陈虎打水给他洗手。明儿我不走，明儿我教你骑马。你不去当差，小心县令大人扣你的月银。我都安排好了，有人替我盯着。再说了，月银被扣了，这不还有你养着吗？柳杏儿一点都不想搭理他，转身背对着他，缩到墙角去睡了。男人却贴了过来，从后头搂着他。主人还没说是谁不长眼欺负你了。他叽叽咕咕把这2天受的委屈跟陈虎说了。陈虎傻眼，我不过2天没回家，就有人来挖我的墙角，一个个的都不想活了是不是？不过我也不是好惹的，我找人去他们家门口蹲着骂去了，一家1天100文，连着骂3天，从早骂到晚。便宜他们了，回头我找2个人给你，以后遇到这种事儿，直接让身边的人把他们给扔出去。好。好了，睡吧，有我在呢，天塌不下来。老虎不发威，都以为我是病猫了。这才多久啊？这些人竟都开始不怕我了。第2天早上，村民们陆陆续续出来干活，就见村中央的大树上吊着几个妇人。宋老三打着哈欠从树上跳下来，他半夜被老大从被窝里提溜出来干活，困死人了。不许放，把全村人都召集到这儿，老子说几句话才准放。宋老三常年跟着陈虎去收账，长着一副凶相，众人顿时不敢去放人，连忙跑去找村长。而且大家也看清楚了，被绑的几个婆娘就是头天疯狂说柳杏儿坏话的几个跟柳杏儿做媒的婆娘。今儿叫大家来呢，就是给大家伙提个醒，我们都头还没死呢，他们这就去打嫂子的主意，简直不把我们都头放在眼中。都头要是轻易放过他们，那跟绿了头顶的王八有啥区别？昨晚的事儿是老子一个人干的，虎哥不知道。事儿呢已经做下了，你们也别为难村长，看不惯老子呢就上衙门告去，到时候县令老爷怎么判，老子就怎么认。你们还哭上了？这事谁找的呀？柳杏儿没进陈家之前，村里谁敢惹陈虎啊？这才多长时间呢，你们就敢去撺掇人家陈虎的女人改嫁了？真是一群不依好的东西，还收你们的山货！
我看陈虎就该是以前那样，对村里的任何事儿都不闻不问不管。行了，带上人滚回去吧，以后干事啊长点脑子。村里闹翻天了，柳杏儿也不知道，起来才发现顾太医也来了。您怎么来了？听说于半仙要上山采药，陈都头和县令大人告了假，我就寻思着跟他们一起去，也有个照应嘛。咦，累赘！这次进山要好几天才出来吗？是，得赶在铺子开张之前回来。那我去给你们烙饼，再做点肉酱，能不能晚2个时辰再走？不等陈虎说话，2个老的就连忙小鸡啄米似的点头。不过柳杏儿可没有惯着他们，只看向陈虎。成。罐子里的浓汤凝固以后，你们到了山里，每顿吃饭的时候舀一勺出来，兑水烧开，再加点嫩嫩的野菜进去，不必放别的调料，也是一碗热乎乎的汤，配着干粮和肉干吃，免得噎人。哎呀，还是柳娘子有巧思啊！这要是早点遇到柳娘子，那每回进山采药的时候，就能有一口热乎汤喝了哟。陈虎帮着柳杏儿和面，柳杏儿烤了好几炉的椒盐饼，然后又给他们烤了好几炉子的饼干。趁着干这些活的空档，柳杏儿还用花生碎、白芝麻、面粉加点椒盐炒制成油茶粉，吃的时候用热水冲一冲就行了。他们又带上1罐子油酥花生，1罐子肉松，好在有马能帮着驮，不然光靠着陈虎和顾太医带的随从，还真扛不了那么多东西。进屋，我跟你交代几句话。柳杏儿不疑有他，毕竟他一走就是好几天。我走这几日，宋老三会留下，你把他安顿着住下就成了。村里的那几家老娘们儿，宋老三已经收拾了，不会再有不长眼的蹦跶出来惹你烦。乖，快说，哥哥我等你回来。哥哥，我等你回来。这事儿就是他自己听了，鸡皮疙瘩也掉了一地。陈虎松开他，拉开房门就走，生怕慢一步自己就走不了，舍不得呀。他一走，柳杏儿就摸到椅子上坐了，倒了一杯已经冷透的茶，一口闷了，这才缓解了些许心中的热意。男人的本钱太可怕，就是本能的觉得他的这副小身板肯定受不住。陈虎出门后并没有立刻下山，而是跑去了村长家，请村长媳妇每日去他家陪着柳杏儿几日，帮着做点针线活。村长2口子欣然应下。陈虎要给银钱，2口子怎么都不收。虽然村里传得沸沸扬扬，陈虎得罪了剑南王要被收拾，但村长觉得吧，剑南王要收拾一个人早就动手了。杜秀才见剑南王那头迟迟没有动静，他就有些着急了，去找老杜。老杜也觉得奇怪，于是便备上厚礼去找他先前搭上线的那位王府管事。王爷喜欢的呀，是看猫戏老鼠，这可苦了我们这些下头办事的人呐，上哪儿去找老鼠来给王爷的猫玩啊？以至于呀，但凡遇到一只送上门来的老鼠啊，王府都格外的珍惜呀。王爷这是在戏耍人呢，可笑的是那人还以为风平浪静，王爷不跟他计较。我们王爷呀，对能知他心意的人向来不薄，如今眼下呀，有一道巧宗。杜老爷闻言顿时双眼放光，他连忙奉上厚实的荷包，管事的这才眉开眼笑的把话说完。咱们王爷的手指缝啊太大了，也不知道有些人呢，他有没有那个福气接着。您放心，小的一定能接得住，只是您得给小的一点时间筹措款项。杜老爷到底也是生意人，哪怕眼前的诱饵再诱人，他没确定真假的时候绝对不会咬钩。杜秀才去了县衙，见到了崔县令，又奉上一个荷包，然后就开始关心起案情来。先前说没有尸首，如今有了尸首，为啥还不去抓人定罪？你还年轻，不知道一件案子要办成铁案，这里头有多少弯弯绕绕。若本县仓促结案，难免会有疏漏。若这些疏漏被巡查御史或是上官发现，不知本县难逃其责，便是你，轻则剥夺功名，重则锒刀入狱。好吧，杜秀才成功被说服了。杜老爷带着定金去找王府管事，王府管事带他去仓库，他看到满仓库白花花的盐，眼睛都直了。这里是10万斤的盐，你给多少钱，我给你多少盐和盐引。
除了这个仓库，还有别的仓库，只看你杜老爷吃不吃得下呀。杜老爷这次只拿了1000两银子，这批盐杜老爷拉回去挨个仔细检查了，白生生的，啥也没掺。回头他掺点土进去，弄到乡下好卖得很。把这批盐和盐引交给妥当的人安排，杜老爷就把自家的现银全部找出来，甚至一咬牙安排人去抵押房产、田产以及一些值钱的东西，去钱庄借了20万两银子。有了这笔大生意，杜秀才也乐得找不着北。杜老爷十分大方地给了杜秀才几百两银子，而他则带着20万两的巨款再度去找那位王府管事，结果去了竟看到刁家的人守在外头，也是来找管事的买盐引。皇帝心疼弟弟，怕剑南王在藩地过得不好，每隔2年就会给他一批盐引。这件事儿在剑南府附近不是秘密，而这些盐引是西南几府都可以用的。他不顾下人的阻拦，硬闯进去，正好看到刁老爷在给管事塞红包。大管事，钱我已经带来了，您可不能再给别人了，咱们先前说好了的。我看你真是蛤蟆吃大蒜，好大的口气呀！哼，你吃得下吗你啊？是啊，王府的盐引，您就是拿1成也20万两，您就说全部吃，能不能吃下吧？老爷，20万两啊，姓杜的可真豁得出去呀！按照咱们说好的，一人1半啊！你拿了钱，赶紧带着你的人走。两人坐地分赃，管事带了钱，去郊区接到他的人立刻出城跑了。老爷，事情已经办妥了，清风寨的人在半路劫杀了那2人。刁老爷满意的点头，这件事情办得不错，你下去吧。死无对证，10万两银子稳稳地落进了他的口袋。县外2位采药的老先生莫名其妙的就被带到了这里来，在他们的迷药辅助下，陈虎竟凭一人之力拿下了一个有80几个人的山寨。虽说他们联手搞的蒙汗药威力强劲，总有那么些负责警戒的人没动吃喝，结果怎么着，人家陈虎一箭一个，箭射完了就用匕首，那叫一个干净利索，姜老太太宰鸡都没有他宰人利落。说，库房在哪儿？小头目哪敢不听啊，他带着陈虎去库房。陈虎砍开锁头进去查看了一番，然后就一刀结果了山贼的性命。跟来的顾太医和于半仙呆了。库房里的财物就有劳2位了，见者有份儿，咱们3家平分。这个可以有。行吧，这里就交给2位了，我去处理尸体。说完，陈虎就把尸体给扛出去了，按照先前审讯出来的信息，找到了大当家的房间，一番翻找，找到了装银票的盒子，10万两，1两不少。陈虎将银票往怀里一揣，满意的笑了。这呀，自从把小媳妇儿扛回家以后，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顺了不说，2个小崽子，一个腿有救了，一个人有救了，另外一个跟小老头似的小孩儿，也逐渐有了一些少年模样。便是他也有了人味儿，大钱收好，小钱一会儿让2个老头来搜搜看。陈虎去把尸体都弄成一堆，挑拣了2个能领赏钱的脑袋割下来，然后便点火一烧。哎呦，难怪都说啊，想发财去抢要来得快。看看这个不咋起眼的山寨的现银，竟然就有4万2千多银子，还有1000多两的黄金呢。谁说不是的？别看我收200两一个人的诊费，其实来看的人呢并不多。我觉得就这样啊，我已经很能挣钱了。没想到啊，大家结社更挣钱呢。哎呦，老道有点想改行了呢。你想当劫匪？就你这身板？老道是想问问陈虎，想入伙。他现在是团练都头，听说下一步就要剿匪，到时候咱们出蒙汗药入伙，他应该会同意的吧？同意啥？2个老头立刻热情地将他拉到装金子的箱子上坐起，金灿灿的诚意，实在的不得了。说吧，啥事儿？以后我和老顾头啊，想同你合作剿匪。当然了，如果你嫌弃老顾头不愿意带他，只愿意带着我也成啊。说说怎么个合作法？我们出蒙汗药，你给我们分成。以后可没眼下这么好的事儿。首先，团练是县衙养着的，剿匪所得1半要归县衙，剩下的1半
还得再分出去一半出去犒劳兄弟们，并且不是所有的山寨都有钱，可能杀上去他们的兜比乞丐的还干净。如果你们要合作的话，第一，不只是提供蒙汗药，还得负责兄弟们的伤病，药钱我会跟县令大人要，不会让你们吃亏。第二，咱们属于私下合作，明面上算我在二位这里采买蒙汗药。第三，你们从分到我手里的这部分里拿走一半平分。行，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不行，往后我还是可以找二位买药。行。顾太医也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跟于半仙混在一起，他可以学习很多奇奇怪怪的知识。我再去找找有没有啥隐藏的库房，二老去每个房间搜一下。这山寨本就在深山，往后你们进山采药可以来这儿落脚。咱们今儿晚上好好歇一歇，明儿再去找半仙说的那2味药材。2位医学玄学界的大拿完全没想到自己老年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毫无征兆的就把路给走偏了。收了几家定钱的杜老爷哼着小曲儿，高兴得不得了。他手里的盐引和盐加价卖出去了一半，剩下的盐他决定留着自己慢慢买。这一半的盐和盐引出去，都差不多能收回来17、18万两银子。难怪江南府为了盐，年年打得头破血流，这里面的利益简直高得吓死人。爹啊，您的事儿办妥了。杜老爷从怀里摸出一张银票拍他身上，赏你了，随便花。正高兴的时候，钱捕头带着人来了。钱捕头，您来的正好，晚上留下来喝杯酒。是不是柳杏儿杀人的案子已经定下来了？那可真是双喜临门啊！前2日剑南王府的管事还过问起这件事儿了。好了，兄弟们，干活吧！你们干什么？拿开你们的脏手！放开我！我们可是剑南王的人。他们明明在县衙上上下下都打点了，就县令那里已经塞了3000两银子了。为何要付我们？总要告诉我们一声吧。有人告杜老爷用假盐引和假盐骗人，证据确凿，大人命我等来押解杜老爷过堂审问。不可能，我的盐引和盐都是从剑南王府买的。杜老爷这几天可没出过县城啊，如何去的剑南府啊？我是找的王府的一个管事。捕快们看傻子似的看着他，杜老爷忽然觉得头皮发麻。这些话呢，你留着上堂的时候对大人说吧啊！杜秀才那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走到半路，他忽然看到站在人群中微笑着看他的陈婷。是不是你啊？陈婷，你这个狗东西，你不得好死！你等着啊，你等着我出来，我必定不会放过你，不会放过你们全家。刁家也有小乞丐盯着，但是刁家似乎没有什么动作。到底是谁出手对付的杜家？少年带着一脑门的疑问退出人群回家，并且把自己看到的告诉给家人。这可真是恶人有恶报，今天晚上咱们吃顿好的庆祝庆祝。你是孩子，现在哪天晚上吃的不好啊？今天有好事发生，那必须吃一个不一样的席面啊。柳杏儿跑去灶房看了下食材，就叫上陈婷和柳富川陪她去买菜。到了集市，就碰到一个卖鹿肉的。今晚我们吃烤肉。满腹心事的陈婷咧嘴一笑。好，一条后腿做成秘制鹿肉脯，一只用来烤。我们再去买点别的菜一起烤，不能只吃鹿肉。陈婷笑看着他，不时应一下，是个十分合格的捧哏。杜家的案子清楚明了，证据确凿，盐引已经证实全是假的。至于他说的上家，一个鬼影都没有。不管他是不是上当受骗，他也是死罪难逃。朝廷对盐铁把控严格，杀头是基操，家产没收用于赔偿受害者，剩余的充公。几乎是一夜之间，杜家就垮了。杜秀才被放出来了，他很茫然，不知道该去哪儿。杜秀才也不知怎么的，就摇晃到了柳杏儿的铺子跟前儿。他正好看到柳杏儿挎着篮子和陈婷出门，他猛地冲了过去。刘杏儿，你这个妇，怎么陈虎得罪了剑南王，陈家有一个算一个，全都不得好死！你勾搭他儿子有屁用啊？难道还想着老子死了，儿子顶上吗？柳杏儿的脸色变了，她正想揍人，就见浑身冒着寒气的陈婷走过去，一把抓起她的头发，拖到路边的一堆马粪旁，狠狠地将她的脸摁了进去。哟，这是谁在传王府的坏话呀？还不快去把他给抓起来！公公，
咱二人，一个是本县都头陈虎的大儿子，一个是陈虎的女人。当初陈虎在回春堂打伤了王府的人，还把他们抓走关了起来。这会儿街上涌出了不少人来看热闹，陆秀才这么一嚷嚷，大家瞬间就知道是咋回事了。公公，你们抓错人了，那2个才是陈家人。天天在外头宣扬得罪了王爷就不得好死，说的王爷跟地府的夜叉似的。你是见过王爷欺负人还是咋地？我看你他娘的是跟王爷有仇，故意来抹黑王爷的。我没有，你胡编乱造。话都是你说的，没有人逼你说。咱家是奉了王爷之命来感谢陈虎陈都头的，有人照着王爷的名头啊，在外作威作福，王爷最恨此等行径。之前陈都头坚持秉公执法，让那些打着王爷名号欺压百姓的人得了教训，保住了王爷的名声。王爷大喜，命老奴带来礼物重赏。杨公公说完，脸上的笑容一收。老奴今儿才知道，我们王爷的名声是如何被败坏的。来人，将此人送去县衙，请县令大人依照法度治罪。我才从牢房里出来啊，1天时间不到，我不想回牢房了，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公公跑一趟辛苦了，流言四起的时候，好些人劝我们夺起避避风头。当时都头就说王爷不是那样的人，是外头的人对王爷有误会。我们都觉得都头说的对，还是照常过日子。回春堂那头也是照常开门营业，因为顾太医也说王爷是全国里头顶好说话的，好话不嫌多呀。哎呦，对呀，我们王爷是多好的人呢，陈都头有眼光。送走了杨公公，刘星儿转头回来，这一箱得有多少啊？得有1000两了。剑南王爷太大方了吧？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他这么舍得的吗？王爷的名声自然是值钱的。江氏笑得合不拢嘴，闺女以后随便怎么花钱也不犯愁了，有这1000两打底，我闺女还怕什么呀？剑南王送的东西很齐全，纳味儿、糕点、药材，小孩子玩的玩具，女人用的脂粉、钗环、绒花等物，总之就是普通的小妇之家能用上的东西。平哥，你和弟弟们一人拿1份出来，剩下的明天你去书院念书的时候带上，都捐给书院，感谢书院先前对你的维护。在陈家被踩的时候，书院没有落井下石，反而还护着他，不然陈婷被书院扫地出门，不但名声毁了，而且心理上也受不了啊。姥姥，你挑2匹布，给你和姥爷一人做2身衣裳，然后大舅那头也挑2匹，小舅那头2匹。别，王爷给陈虎的赏赐，你可别给分了。成，我听姥姥的，那就不分，我用自己的私房钱给你们买。娘，您就由着杏儿吧，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家呀，杏儿绝对是能做主的。陈虎有多纵着她，你也是知道的。娘，我去买点棉花，这个时节可得做棉袍了。啊，不过秀娘还是要请的，你和陈虎的婚服还是要秀娘来做的。之前陈虎买了红布给他，他其实已经把婚服给小两口做出来了，只是现在有了大红的锦缎做选择，自然还是用锦缎来做婚服的好。陈虎策马赶在城门关门前冲了进来。都头兄弟们，拿去喝酒。这锭银子至少有5两，守城门的4个人高兴惨了。陈虎没等这几个人道谢，就一夹马肚子往县衙跑。他把拴在马鞍一侧的布包袱取下来，顺手给衙役扔了一锭银子。拿去，今晚当值的兄弟们喝酒。衙役顿时高兴起来，连连道谢。陈虎回来，衙役们美滋滋的，但晚上被打断，面前被扔了几颗看起来挺新鲜的人头的县令大人，心情就不怎么美妙了。你就不能明天送来？那不成，这么晦气的东西怎么能带回家？吓着我媳妇儿咋整？3颗人头换了200两银子，实在是便宜。不过陈虎不嫌弃，毕竟大钱要给媳妇，小钱才是他的私房钱。你请假就是去干私活？不然呢？属下要成亲了，靠月钱那几个子儿养不起媳妇儿。这次搞了10万两，他算是有了点底气。不过还有10万两在刁家呢，算了，这钱他就不要了，便宜崔之意吧。大人，县里是不是出了大案子了？你怎么知道？听谁说的？
陈虎指了指其中一颗脑袋，从他嘴巴里知道的。他说县里的刁老爷找他买凶，他才不怕崔之义查出另外10万两银子，山寨的人都被他杀光了。要不是这个瘪犊子玩意儿想趁我放松警惕杀了我，我就抓活的回来了。南县知道了，多谢陈都头。呀，陈虎回来了。姥姥，您帮我煮碗面。陈虎的肚子咕噜咕噜的响，而这时他发现门后站着眼圈红红的小媳妇，陈虎一把跨过去就把她给抱怀里了。听到动静撵出来的福川、小老三和陈婷齐齐止住脚步。走，我教你们读书去。媳妇儿，真是想死我了。陈虎紧紧抱着自己的小媳妇，埋头在她的颈窝深深呼吸着。你松开些啊，累死我了，家里好多人呢。哎呀，你好臭啊，熏人的很，先去洗洗啊。好嘛，前面几句陈虎都无动于衷，后面这句话陈虎破防了。嫌弃我臭啊？哼！你去用香姨子洗洗，我就不嫌弃了。用热水洗，热水洗得干净。陈虎松开柳杏儿，黑着脸洗好换了干净衣裳出来。江老太太已经把面给他煮好了，陈虎吃的那叫一个舒坦。药已经找齐了，小二的病有的救了。这才是一家人最想听到的话。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二外甥不用死了，可以长命百岁了。柳杏儿也高兴，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都明显越来越好了。再过2天，我们的铺子就要开张了，正好剑南王的事情已经澄清了，到时候家里还是要摆几桌的。我们家就请老爷一家人，村里就请村长一家人。虎哥，你看看你要请谁？衙门里的人要请吧，我们办个4桌怎么样？办5桌吧，到时候让酒楼送过来，家里可以准备2样酒楼里没有的菜。好，就听虎哥的。席面的事儿我去定，你不用管了。对了，剑南王的人送了不少礼物来，还送了1000两银子，说是感谢你们当天在回春堂抓人，维护了剑南王的名誉。不止我们有，回春堂也有，县衙的捕快们也有。陈虎虚了虚眼，这可不像是剑南王的做派。既然王爷给了，你就安心收下，这件事儿就算是过去了。这个风波就这么莫名其妙的以他们家得意而结束。娶了小媳妇之后，还真是干啥啥都顺，坏事儿都能变成好事儿。明儿我们打算去一趟老爷家，江家山拿剑南王的事儿为难老爷，我想带点东西回去看老爷，好叫他们知道剑南王不但没有如他们所想的惩罚你，还赏赐了你。明儿我陪着你们回去。行了，陈虎也累了，你们快回屋歇着吧，有啥明天再说。还是姥姥贴心啊。杏儿，我的好杏儿。想死你了。你放过我吧。心肝儿，你就疼疼我吧，我想你都想疯了，马不停蹄的赶回来，就是想你想得很了。不正经的话不停的从陈虎嘴里冒出来，柳杏儿实在不想听，只能踮脚送上自己的唇，堵住他叭叭叭的嘴。你也太不行了，这才多久啊，手腕就收不住了。你呀，有空在家练练字吧，回头我给你买个字帖，得好好练练你的腕力。柳杏儿抽出手，狠狠地扇在陈虎的手背上。嘿呦，小手还有劲儿啊，不如……柳杏儿的汗毛一下子就倒立了，她迅速坐起来，缩到床边。柳杏儿打开银票，一张张的看，越看眼睛瞪得越大。10万两，这都是真的，不是你糊弄我的。我是那等不靠谱的人吗？咋的呀？嫌弃？既然嫌弃，就还给我。柳杏儿还真还给了他，一副把烫手山芋给他的样子。咋的？真以为是假的？这些银票如假包换。我相信是真的，正因为是真的我才不能要，太多了。这钱你怎么来的？可有危险？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不是他怂，实在是他进陈家的时候，陈家明明一贫如洗，几百两银子、上千两银子给他，他心安理得的拿着，可这是10万两。虎哥，我们家现在已经很有钱了，可以供得起几个孩子念书，也能供养得起老人，真的不需要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搞钱，钱多少是够啊。
我只要你好好的。陈虎一把将他搂进怀里，重新把银票塞进他的手里。这钱你踏踏实实的拿着，这是我黑吃黑来的钱，说起来还是杜家的钱，不过20-30来个毛贼的小山寨，2个老头提供迷药，我偷偷给他们下药，这个山寨拿的不要太轻松。山匪头子说是刁家给他通风报信，他才半路劫道，把出面设套的人给宰了，把银票抢走了。杜家这一次一共亏了20万两，其中10万两在刁老爷子手中。陈虎只说他端山寨，没说这件事其实是陈婷初步布局，他在里头又这样那样了一下。这笔钱现在除了我没人知道，另外除了这笔钱，我和2个老头把山寨的库房分了，一人大概也分了2万多两的样子，这些已经送回村里了。柳杏儿噎住，半晌他才悠悠的道：你这样让我觉得我像小蜜蜂似的踏实挣钱是个笑话呢。陈虎爱死了他这副呆呆的模样。这种好处可不是随时都有的，往后啊，我还是得靠你开店挣钱养着。你说的对，咱们家不缺钱了，以后你不要再冒这样的风险。我听媳妇儿的，这次也是内药就在山寨后山的悬崖上，我不得不端了那个山寨。陈虎瞎话张口就来，老虎不能圈养，它属于森林，有它的骄傲，你有分寸就好。这些银票先收起来，暂时不用。你收着就好，休想让我管钱，你可是我的娘子，不许多懒。柳杏儿在屋里转悠了半天，都没有选好藏钱的地方。陈虎半躺在床上，他的小媳妇怎么能这么可爱？你要是不放心，就把钱分成几份，这里藏一半，乡下藏一半。柳杏儿觉得有道理，连忙去找木头匣子。分好了之后，问题来了，藏哪儿？给我吧，我帮你找个地方。陈虎笑够了，就下床搂过柳杏儿，在他的惊呼声中一跃而起，攀到了房梁上。他一手攀着房梁，一手紧紧扣着柳杏儿的腰身，臂力惊人。柳杏儿连忙将木头盒子放到房梁上，陈虎这才松手。我男人好帅呀！陈虎沉浸在柳杏儿崇拜的小眼神里，不能自拔。这个盒子放杂物房的梁上去吧。陈虎轻笑了一声，蹲下来揽住柳杏儿的腿弯，将她像抱孩子那样单臂抱了起来。弯腰低头，别撞了。江老太太刚打开门，想去倒点茶水喝，就看到了这一幕。老人默默地关上门，给这10万两找好了住处，柳杏儿就重重地松了一口气。我奔波了这些天，累死了，今晚不许找我，等洞房的肯定喂饱你，喂撑你都行。男人好像真的累狠了，垂登上床搂着她，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柳杏儿有些心疼，小手轻轻瞄她的眉眼，然后悄悄亲了亲她的下巴，这才在她的臂弯找了个舒服的位置窝着睡了。小媳妇儿啊，果然是口是心非，稀罕死我了。今天要去老爷家，快起床啊！陈虎捧着她的脸蛋连着亲了好几下，这才起床。江氏带着柳福川去车行租车，要带回娘家的东西多，得租一辆大点的马车。手里有了银子，柳杏儿就想置办家业，回头去牙行打听打听，看看哪有房舍、田产铺子啥的，咱们买点。行，从老爷家回来就去。两人回到铺子收拾了一通，刚要把送给老江家的东西抬上车，江木生就来了。二舅，你怎么来了？还来得这么早？怕是半夜就出发了吧？哎呦，哪儿那么夸张啊？啊！我们今天还说回家看看爹和你们，没想到你来了。哎呦，幸好你们没去啊！昨天啊，我们就搬家了，搬到了县里了。家里出事了？哎呀，没有，就是方便做生意。杏儿给咱们这挣钱的门路啊，实在是太好了。二哥，王爷那事儿已经解决了，昨儿王府的人还送了不少谢礼来，你呀就不用再瞒着杏儿了。我早就猜到了，虽然虎哥一直说不会有事儿，但流言传的实在是太凶了，我也无力去澄清什么，这才装作没看出来。江木生先是欢喜无比地恭喜了陈虎和柳杏儿，等平复了心情之后，这才叹气。他把江氏族长逼家里和柳杏儿断绝关系，逼他们交出鸡蛋糕秘方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爹已经决定了，自请出族。什么？自请出族？我爹这是疯了吧？他一直绑死在柳家不能和离，在柳家伏低作小，不就是怕自己连累了娘家，被赶出江家山吗？
是不是族里误会了？那咱们快点回村跟族长他们说，王爷赏赐了陈虎，外头传的那些都是假的。族长要我们交出鸡蛋糕的秘方，期限内如果不交的话，就会用维护宗族安危这一条把我们一家赶出去。爹的意思啊，与其让他们赶，不如我们自行出族。我支持爹的决定。以前不敢和族里撕破脸，是因为家里没钱，但是现在咱不一样了，咱们靠着杏儿挣钱了，钱壮怂人胆呐。其实想一想，世道艰难的时候，那些逃荒的人，谁不是抛家舍业的跑出来了，还不是落在哪儿就在哪儿生根？啊，对了，爹说想买座小山包，当做咱们家的祖坟地。连祖坟都考虑到了，老头儿是铁的心呐。得去村里把大舅接过来，然后咱们一起去武安县，一家人再坐下来商量。那我去接大哥。我同二舅一起去吧，顺便安顿一下家里。姥姥，家里还有没有肉酱？若有，给我拿点。有的。杏儿，你去牙行买几个人，大舅总是留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出族之后肯定有不少的麻烦事儿，家里只有老爷不行。刘杏儿答应下来，陈虎又出门去买了些包子、馒头等物，这才和江木生一起回村。他打算让宋三帮他守几日，这些东西是给宋三准备的。闺女啊，你可莫要怪你爹，若是当初他有眼下这个魄力，你也不必受那么多年的苦头。娘，我不怪爹，二哥说的没错，以前咱们家没钱，哪敢轻举妄动，以前的日子就是再苦，可老天爷也给了我杏儿和福川这2个孩子，我一点都不后悔。那就好啊。我需要一个车夫，一个厨娘，2个干杂活的，身家必须清白，不要油滑的。暂定5个人吧。嘿，都头娘子您放心啊，小的坑谁的也不敢坑您呢。你认识我？那剑南王府的人来那天，小的正好路过。那就劳烦你帮我仔细挑些人来。牙人应下，请柳杏儿稍等，然后退下去准备。家里要用的人自然是要选顺眼的，柳杏儿选了20来个人。回头等我家都头回来了，让他来定人选。好嘞，都头娘子尽管放心啊。等都头有空，您打发人来跟小的说一声，小的就把人给您带府上去了。我们都头还想买个宅院，你这里有没有合适的宅院？3进的，带铺面的最好。若是没有带铺面的宅子，单独的1、2间可以住人的铺面，我也是想要的。嘿，不过这巧了不是吗？这几天呢，正好这个钱庄啊有一批房产拿出来让我们给卖。那个杜老爷呀，先前把自己家的生意、房产、田产啥的全部抵押给了钱庄，借了是整整20万两银子呢。他咋就那么胆儿肥啊？不过还真别说，杜家这世代积累下来的产业，那可都是好东西啊。他看上了一个3间的别院和2间带住宅的铺子。巧了吗？不是，这2处地方都是杜家的产业。洋人喊的价钱，柳杏儿倒是觉得不贵，不过他也说要等陈虎回来看看。等陈虎带着顾太医和于半仙回来，顾太医回了回春堂，于半仙本来打算歇一会儿，听柳杏儿说要买人买房。这会儿刘娘子你可得带上老夫啊，老夫去帮你看看那些人的面相，房子也是啊，我给你看看风水，报仇不报仇的就不说了，你给老夫做点好吃的就行了。成。于半仙挨个看了过去，挑了一房的4个人，另外又单单挑了一个小子出来。陈虎问了价钱结账，就让江氏安排几个人洗漱，然后夫妻2个带上于半仙就去挑房子。双方讲了讲价，陈虎就掏钱把2处地方给买了下来，给的是现银。衙人欢喜坏了，当场按照陈虎的意思写了契约，房子和铺子都写在柳杏儿的名下，房契和卖身契一并拿去衙门盖章存档。齐活才穿越古代多久啊，我就成了有房子有铺子的有产人士了。回家我给你们做好吃的。忘了跟舅舅们去看老爷了。我碍事儿，你姥姥跟着回去了。你二舅说明早他再跑一趟。不必二舅再跑一趟，我派人去问问他们那边是个怎么样的章程。若是要去江家山办事儿，什么时候去？我们直接去江家山会合，有我在，不会让老爷一家人吃亏的。媳妇儿，你带着娘去宅子那边看看，挑个住处。我去车行买一辆马车。买车？那可太好了。娘，我带你去看房子。福川，你去叫一辆车，咱们一起过去。对了，把新买的几个人也带着，他们今晚就在那边安顿下来，这边也住不下。哎呦，估摸着呀，今儿我的好吃的飞喽！
哎呦，这么好的房子呀，这就是有钱人过的日子呀。娘不是在做梦吧？娘，这不是在做梦。要是福川以后好好读书，考上了功名，还能给您挣个诰命。娘放心，我一定能考上功名的。好好好，娘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生下了你们2个孩子。一直跟在他们身后的陈虎默默地退了出去，他去把几个下人住的地方安排了，顺便把活儿给他们安排了。然后陈虎就直奔木匠铺子，捡着现成的桌椅板凳买了一些，也不能啥事儿都让媳妇操心。这些东西要是媳妇不喜欢，回头扔到下人们住的院子，给他们用也是一样的。除了这些，还得去买锅碗瓢盆。只能说崔之义抄家抄得比较彻底，连灶房里的铁锅都是撬走了的，更别说水缸那些，一样都没留下。于半仙也不要脸的占了一个院子，说他是客人，应该住客院。于半仙选的院子距离灶房最近，这边暂时没法子住，于半仙给算了一个搬家入宅的日子自然是在柳杏儿和陈虎成亲之后。陈虎派去武安县的人回来了，带话说明天一家人会回江家山去退族。那明儿咱们早点走，撵上老爷他们，再给老爷吹吹耳旁风。总之，不能让老爷再被那些人给劝得回心转意了。听你的。那出族之后，您和爹怎么办？和离吗？我是一定要和离的。柳二顺这个人向来是把妻子儿女放在后头，他的脑回路其实很好懂。你们是我最亲的人，就最该体谅我。我这么不容易，我也没办法呀。第二天天不亮，一大家子人就起床了。瘸腿的小老三和病殃殃的小老二直接被送去回春堂塞给顾太医，其他人坐上陈虎新买的马车，城门刚开就奔着武安县去了。二舅，大牛哥、二牛哥、三牛哥、四牛哥、五牛哥。众人下了马车，一番寒暄。大牛等人都不太敢认柳杏儿和江氏，简直变化太大了。江家的几头牛看着柳杏儿都忘了眨眼睛，陈虎一个眼刀子扫了过去，几头牛瞬间觉得周遭的空气一冷。我操，表妹夫好凶！江水生和江木生的媳妇对于柳杏儿和小姑子的变化都很惊讶，两位舅母围着柳杏儿转，赞叹的不行。陈虎和车夫把给江家带的礼物搬下车。我的个乖乖呀，都是好东西呀，王府赏赐的呢。你这孩子也真是的，王爷赏赐的东西咋能随便给人呢？你们走的时候啊，带回去。老爷，您瞅瞅，这些东西都是市面上能买到的，你放心大胆的用。再说了，老爷您和姥姥舅舅们对我这么好，我得了好东西，怎么能不想着孝敬您？那不是不孝吗？哎呀，差不多得了，孩子给的就收下，别辜负了孩子对你的一片心。行，老爷收下。我们家杏儿啊，真是好啊。老爷，您的想法可改了？不改。我给您带了500两银子来，算是借您的。这钱用来置办山地，若是山脚下也有田在卖，最好是一并买了。这样既有了祖坟，也有了田地，回头铺子里卖点地里有的出产，就不算是商户，不用改户籍。500两啊！陈虎说拿出来就拿出来，他咋就这么大方呢？哎呀，使不得呀！钱是借您的，您要是不好意思，回头还我的时候加点利钱就是了。别的地方可以省钱，可是祖坟地可不能省钱。我相信大舅舅和二舅舅的挣钱能力，你们一定很快就会还上的。陈虎这一番话愣是让老爷子反驳不得。既然您已经决定好了要出族，就要在出族之前把江家山的房子和田地处理了。您只要卖不出去，时间一长，房子和田地就成为别人的了。可这1、2天的时间，我又能卖给谁呢？先问问跟您关系好的人家，或者是跟族长不对付，但又能抗衡族长的人家。若是不成，就直接卖给牙行。只是这样的话，损失会比较大。行，那就听你的。我们先回村。回村不用带太多人，村里的事儿重要，但家里的生意也不能断。有凶巴巴的妹夫跟着，爹和爷爷应该会没事吧？不是，表妹怎么跟着去了？你表妹有她男人在身边，谁都上不了。幸好杏儿没嫁给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不然白瞎了。扎心了我的奶！江有田，你真的要自请出族？对，与其被你赶出去，不如我自己走。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我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一家子不被连累，为了族人们不被连累。我江有田
永远不可能为了一些莫须有的传言和亲人断绝关系的。我姑娘命苦啊，嫁给了一个搓磨儿媳妇的人家。以前呢，我就想给我姑娘撑腰，可是族里不让，说是要败坏族里的名声。眼下外头传言我的外孙女婿得罪了剑南王，宗族就跑来让我跟闺女和外孙女一家断绝关系，我做不到啊，所以我自请出族。离开宗族之后，我就能把我闺女从火坑里拉出来。我在家做点小生意，这段时间也在大家伙这里收了不少东西。族长啊，就找我说要我把鸡蛋糕的秘方交出来，不交出来呀，后天就把我们一家子赶出去。真不是我江有田不识好歹，是有人逼人太甚呐！大家伙啊，往后都长点心。族长江茂典差点没气死过去，他的几个儿子更是扑过来要揍江老爷子。陈虎一拳一个把人揍飞。你们既然知道我得罪了剑南王肯定是死路一条，就该知道已经走上绝路的人不介意带几个人走。大家都上，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凶，能要几个人的命。你们谁愿意丢命？老子今儿真是长见识了，你们江家山人的命不好，摊上这么个不把你们命当命的族长，难怪你们江家山嫁出去的姑娘不管死几个他都无动于衷，还不让你们自己去管呢。这话算是说到了村民们的心坎上。怎么大家就不能重新选一个族长啊？这么多族老呢？哎呀，江家山这么多年都没有闹过一次出族的事儿，就在他手上就闹了，还是德不配位，不能服众啊！族老们一听，眼前一亮。行了行了，别吵吵了，祠堂前吵闹打架像什么样子？江有田，你想好了不后悔？想好了不后悔。那行，开祠堂请族谱吧。有人不公，让你们一家子无法再待下去，我们几个老东西若是强留也不好。左右出了宗族，你们也还是姓江。其他族老纷纷附和，江茂典只觉得眼睛一黑，人直挺挺地倒了下来。他们很是顺利地给江有田办了出族。江有田同时请走了他爹和爷爷的牌位，也是他家这一支人丁单薄，爷爷和爹都是独苗苗，到了他这里也只生了3个孩子，倒是孙子挺多，有5个，而且全部都给养住了。江老爷子小心翼翼地把牌位放到马车里，转头就请于半仙跟他一起上坟山。他要去跟爹和爷爷告罪，同时还得请于半仙算算啥时候给长辈迁坟比较好。哎呦我去，姐姐你不知道，那个山羊湖的老头子一爪子就把一个络腮胡子的老头的裤头给扒下来了，还有一个老头贼会挠人，给好几个老头的脸都挠成了红萝卜丝儿。他们还互相揭短，哪个老头喜欢和寡妇钻被窝，哪个老头喜欢男人，还是下头的那一个。大牛听到这里，连忙把福川的嘴巴捂着拖走。就福川说的只言片语的信息量都那么大，我都没看成这个热闹。在老爷家，柳杏儿和陈虎就不能睡一个屋，不过洗漱完了，陈虎就找来了。娘，我找杏儿说点事儿。啊，行。娘，你要给我留门啊？行。在江家，他是和福川还有于半仙一个屋，于是陈虎干脆带着柳杏儿来到后院，钻进了马车。太老爷和太太老爷要重新下葬，这个节骨眼可不能放纵。我没想干啥，就你一天天的，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啥。你要找我说啥？哼，我这一天天为了你家的事儿跑上跑下，你还把我当成贼来防着。柳杏儿，你可以啊你。柳杏儿一听他说这话，立刻就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我没有呀，我没有把你当成贼来防着，真的。离远点儿，不许勾引我。柳杏儿讪讪的，心里正想着要怎么哄男人呢，就听男人道：老爷要修宗祠记族谱，正好给娘立个女户，也记入族谱中，这样福川也能记在娘的名下。这个事儿吧，是咱们占了老爷的便宜，故而那山庄咱们出1半的钱，当成娘、福川和你捐给江氏宗族的。这样一来，往后就没谁敢用娘的女户身份说事儿，说什么女人不能入族谱啥的。其实山庄我们出钱也行，只是老爷肯定不会同意的。虎哥，你真好。他其实想的是可以借钱给老爷买山庄，可陈虎却比他更多想一层。
两人也没在马车里耽搁多久。陈虎再舍不得柳杏儿，也不好在这个时候的江家越矩。若他不规矩，让江家这些人怎么看他的小媳妇？老爷，我跟您商量一件事儿。你说呀？既然您已经从江家山脱离出来了，我娘这一头就要跟杏儿的亲爹和离了。是该和离。娘和离之后，我打算帮她立一个女户，福川就直接记在娘的名下，然后我替娘给族里捐了1000两银子，用来置办族田，条件是我娘要记入族谱。老爷要是不愿意也无妨，回头买山庄缺钱也可以在我这儿借。1000两银子？他要替妹妹给族里面捐1000两银子？杏儿她娘是我闺女，我也心疼她呀。立下女户自然是要记进族谱的，不必捐钱。老爷，捐了钱才不怕后人拿我娘是女人来说事儿，后人享受着我娘买的族田，就没脸闹着把我娘从族谱里剔出去。陈虎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老爷子就没再拒绝了。哎呦，终于回到定陶县了，可累死老头子我喽！老夫都多久没这么正经的过日子了？所以您老没来我家之前是多不正经啊！您老回去就得给我做药，金疮药和风寒药丸等等。于半仙一阵哀嚎。另外还有改善体质的药浴，您老也得赶紧。哎，那不成，事儿不能让我一个人做了呀！顾老头凭啥只拿钱不干活啊？顾太医干不干活，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听陈虎的意思是，顾太医归他指挥，于半仙这才稍微高兴点。哟，都头，那个您吩咐小的留意的事儿呢，有了眉目啊，还请都头移步衙行，咱们慢慢说。一行人还没回家就到了衙行，原来是钱庄把杜家的地拿出来卖，但因为要价比较高，故而还有好几处农庄没有卖出去。这几处农庄啊，都是良田比较多，一处是500亩，9000两银子。还有一处是300亩，要价是5300两。一处200亩呢，要价是4000两。您要是有空啊，小的就带您看看这3个农庄。行，那我就去看看吧。媳妇儿，你先回家歇着，回头若要买，我再来找你拿钱。坐了一路的马车，柳杏儿也累了，她自是答应了。柳杏儿这头在铺子上忙活了一会儿，陈虎就带着衙人来要钱，在他的要求下，田庄的地契也全写的柳杏儿的名字。衙人很是惊讶，但不会说出口，只管恭维。这都头对娘子是真好啊，有啥好东西都给娘子，娘子在我们县里那可是顶顶有福气的呢。陈虎面色未改，但却暗暗地挺直了胸膛。是啊，都头人好，能遇到他的确是我的福气。陈虎到底有多少钱呢？可他若以前就有钱的话，为何那几个孩子养成那样呢？1000亩地全写的杏儿的名儿，哎呦，杏儿这辈子妥了。刘杏儿高兴得很，不过她一下子买了1000亩地的事情也迅速在县衙传遍了。崔县令也知道了这件事，这个人凭一己之力端掉了一个山头，所得肯定不止几个人头，但那是人家陈虎的本事，他倒是没啥不高兴，反倒是有些兴奋，期待开春之后的剿匪效果了。当然，陈虎以前只是一个猎户，这些钱财应当是他当上都头以后才有的，您对他可不能掉以轻心呐。你跟我也有些年头了，应该知道我这里的规矩。崔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若还有下次，你就回本家去吧。属下不敢，属下知错了。行了，你退下吧。陈虎料到会有人议论，不过他完全不放在心上，他不可能只为了不让人议论就不给小媳妇置办田产。小媳妇捧着地契高兴的样子，他觉得自己出去搞钱就十分有意义。这3个田庄也请大舅一并帮我盯着吧，反正都是店租出去的，也不用自己亲自耕种，只需要到时候去收租就行了。我想着还是要采买些耕牛，春耕的时候借给佃户们用一下，非农忙的时候还能用来生小牛产牛乳。都依你，回头派人去武安县找大舅，请他抽空来一趟。我再给大舅买匹骡车，他2个县城来回跑，有骡车方便一点。采买耕牛的事儿我来想法子。耕牛不好买，不过陈虎可以找崔之义想法子。农庄的事儿还有团练训练的事儿让陈虎忙碌起来，一晃眼就到铺子开张的日子。门口拉了一根红布，红布上写着开张前3天全场买1斤送半斤，买半斤送2两。
走过路过的叔伯大婶、公子小姐们尝尝再买，绝对不会上当。只有3天，只送3天，抓住机会，不要错过。他喊得热闹，来来往往的人尝了都觉得好吃，问了价钱又觉得贵的，可买1斤送半斤，这么算下来倒是可以承受。而且在小老三的魔音循环下，好些人竟觉得不买就是亏。一时间，不少人涌进了店里，争相购买起来。同一条街的不少老板都对这种热闹嗤之以鼻。3天热闹一过，必然会门庭冷落。你去香味，每样东西都买1斤，不，买2斤回来。小厮应下，结果没一会儿就回来了。回大人的话，香味的东西全部卖完了。现在才将近40吧，这么快就卖完了？啊，对啊，开业前3天买1斤送1斤，买半斤送2两，买的人可多了。崔之义没想到还有人开业能这么卖，柳杏儿肯定要亏。这样，3天后你去买，每样买10斤。若有人问你为何买这么多，就说本县觉得好吃，准备送去老家孝敬长辈。秦嬷嬷喜欢的人，咱们也要帮一把。佳木，你啧的，这是有啥新鲜事儿？就陈都头娘子的店开业，前3天都是亏本卖，大人吩咐小的，3天后每样东西买10斤，说要送回去孝敬长辈。他是什么人啊？竟值得大人这般惦记？这也是看在陈都头的面上，陈都头如今可是大人身边的红人。夫人已经答应来年就放绿华的籍，然后将她嫁给崔顺。绿华认为陈虎挡了她未婚夫婿的路，心里恨死了陈虎。奴婢回来的时候正巧遇到了佳木，佳木说大人怕陈都头那个媳妇的生意不好做，特地叮嘱他3天后去他家采买。听他的意思，大人是想用自己个儿的名声给那柳娘子做脸。奴婢跟在您身边这么多年，都是头一回瞧见大人对哪个属下的娘子上心。你这小蹄子，竟敢跑到我面前来挑拨，我看你真是在我身边待够了。奴婢便是挑拨，那也是先有这事儿，不然奴婢拿什么说嘴？唉，罢了，你跑一趟吧，随便买点东西，让那女子亲自送来。是。柳杏儿也没料到，准备了那么多的东西，居然还是很快就卖完了。来帮忙的江老爷子和江木生都很飘，他们可是知道这些东西的成本，买1斤送半斤，那也是有赚头的。杏儿啊，3天后真的要恢复原价吗？这条街的掌柜们能看出来的事儿，江木生也十分担心。对，3天后恢复正常售价。二舅，我们的东西独一无二，味道又好，不愁销量的，大不了少做一点，少卖一点。要天天是今这样的生意，我和娘可都受不了这个累。我是能受这个累的，活娘可以干。行了，听我的吧，反正蛋糕店里卖不掉的也能有去处。至于说风干兔这些，短时间又不会坏，啥也不影响的。开业3天的活动，只是为了打出名气，您就瞧好吧。请问柳娘子在吗？在的。这位姑娘，我们今儿的东西都卖完了，若您想要，还请明儿早些过来。我们县令夫人这今儿是陈都头家的铺子开张，特别命我来买些东西，照顾照顾生意。姑娘，实在是不好意思，东西真的卖完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儿我命人给夫人送些去府上。难道我们夫人特意照顾你的生意，还不值得你亲自送一趟？做生意和气生财。行，那我明日亲自送府上去。你明日卯时出客来，记得走后面的角门，大门不是你能走的。刘杏儿寻思，大门就是衙门的大门，没啥事儿是不能走，就是时间稍微早了点儿。不过早点办完事儿，他好回来忙活。晚上，等陈虎忙完了回来，柳杏儿就告诉他，县令夫人派人来照顾生意的事儿。难怪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县令夫人身边的那个丫鬟，眼睛都快长到头顶上去了。明日你不必专门去送，我到时候带给崔县令就行了。他只是买东西，又不是下帖子进去玩，你没有必要亲自上门的。大户人家的刁奴最是擅长欺上瞒下，你不必搭理他。可是这样会不会得罪县令夫人啊？一个县令夫人而已，不配被你放在心上。他不配，那谁配啊？当然是我，这个世上只有我值得被你放在心上。县令如今用得着我，对我很是礼遇，他的夫人作为贤内助，就应该帮忙拉拢我。若是拉拢，那么照顾生意是第一步，发帖子请你去府上做客是第二步。但是若他像对待仆从的妻子一样对你呼来挥去的，那你就不必搭理他。我也会考虑要不要继续帮崔县令。傻瓜，你男人很厉害的，一个区县令夫人
你真的不用放在心上，我能护住你。好吧，就听你的。这是我媳妇儿店里卖的东西，送来一些给大人和夫人尝尝。还得感谢夫人想着我家的店，专门派人去照顾生意。只是她去的晚了，店里的东西都卖光了，还请大人务必同夫人讲一下，莫让夫人误会。我媳妇儿这个人胆小，会胡思乱想。崔之意不禁回想起在河边那次，他忽然出现，把柳氏吓得跟受惊的小兔子一样。对了，还有那个绿华姑娘，大人也跟她说一声，我媳妇儿没空亲自送货上门，还请绿华姑娘担待担待。聪明如崔之意，瞬间就懂了陈虎的意思。县衙距离乡尉很近，哪里用得着送货？我只盼着派人去买的时候，你家娘子能看在你的脸面上，把藏着的货品给匀出来一份。若有，必定会匀出来给大人的。夫人，角门上并没有人，奴婢问了角门上守着的人，说是柳氏根本就没有来。什么？他这是不把夫人放在眼中啊？这么嚣张？他男人不过是个都头，他居敢这般怠慢夫人，他男人哪天要是更进一步，岂不是得骑到夫人头上去，作威作福了？本官不知，本官的夫人竟比本官更有官威，难道是本官糊涂了？下属们其实是夫人的家奴，不是良民。崔县令手里提溜着陈虎送来的礼盒，难怪陈虎要跑到他面前说那么多的话。陈虎这个人是有大能耐的人，只要给他一点机会，将来他必会一飞冲天。绿华吓坏了，他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某处让人来，42个再去叫人进来。夫人，这是你们贤淑克己、善良温柔的欧阳家女子的所为。欧阳氏看着礼盒上香味2个字，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那柳氏居然直接去找了夫君，真是欺人太甚！大人，都是奴婢的错。夫人说是4时有空，是奴婢听错了，听成了卯时。夫人也是一片好心，想照顾陈都头家的生意。本官竟不知，夫人身边竟有如此巧舌如簧之人。来人，绿华的耳朵不好，既如此，就割掉吧。还有她如簧的巧舌，也一并割去。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奴婢知道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夫君，妾会督促他改正的，还请夫君再给他一个机会。若是我执意要惩罚他呢？可绿华是妾的人，是妾的陪嫁。夫君，你不能随便惩罚妾的人。崔县令失望透顶。那我就命人将夫人和你的陪嫁全送回欧阳家，请欧阳家重新将你们教导好了，再送去崔家本家。夫君非要如此吗？柳氏他何德何能，要叫夫君这般对待发妻，也要为他出气？就凭她是陈虎的妻子，就凭陈虎是我的都头，就凭陈虎要为我卖命，是觉得我的仕途太顺了，要给我添点坎坷吗？我要的是贤内助，不是心胸狭隘、专拖后腿的蠢妇。道理他不是不懂，可真的是他说的那样吗？一个都头5夫而已，崔家的家将一个比一个厉害，你手下根本就不缺人手。为了柳氏，你竟编出如此冠冕堂皇的借口。欧阳氏闭上了眼睛，他不能被送回欧阳家。妾错了，来人，带绿华出去，割耳拔舌。绿华瞪大了眼睛，路过崔顺的时候，绿华哀求地看向他，但崔顺痛苦地别过了头，不敢和绿华对视。没过一会儿，就听到了绿华的惨叫声。如何当好一个贤内助，需不需要我教你？妾知道，还请夫君放心。陈虎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晚间，柳杏儿问他，陈虎就告诉他，县令收到礼物很高兴，不过县令夫人听说病了，请了大夫，怕是没有胃口吃他们家送去的东西。哦吼，那可真是不巧啊。他很开心被人护着，越是和陈虎接触得深，柳杏儿越觉得陈虎不是一般人。谢谢你啊，虎哥。就是想谢谢你，觉得有你真好。我好的地方多的是，倒是你忘了该怎么道谢了。记得的呀。再等一会儿，一会儿就好。开业3天的时间一晃而过，这3天竟然挣了50多两银子，江老爷子等人都十分惊喜，这利润也太吓人了吧！这3天跑的量太大了，风干铺都卖空了。另外，鸡蛋糕明天只供应50斤，卖完就没了。对了，婷哥，你帮我写个牌子，鸡蛋糕每人限购1斤，风干兔售罄，
半个月后上货。这样是不是不好啊？本来明天就要涨价了，怎么还限量呢？还有风干兔，咱们抓紧收兔子，抓紧时间做，根本用不着等半个月呀。老爷，大家伙这3天都买够了。再说了，我也是正好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再看看有多少人惦记咱们家卖的这2样东西，我心里有数的。这叫饥饿营销，套路且有效。只是他没法子跟姜老爷子等人解释，只好糊弄糊弄。第2天开门，哎，真是笑死人了啊！害他娘的搞限购，这是做生意吗？这是过家家呀！陈都头的媳妇儿还没断奶吧？这个陈都头瞧着块头挺大，谁知竟是个糊涂的。他挣钱也不容易，就这么让个娘们儿给糟践了。我们家大人说你家的东西好吃，让我一样买10斤。县令大人在给陈都头做脸面呢，你们瞅着吧，一样买10斤，会变成50斤鸡蛋糕。我替都头感谢大人的好意，但我们这几天都是限量销售，风干兔没有了，鸡蛋糕一人只能买1斤。有陈虎撑腰的柳杏儿现在完全不处县令的名头，伙计倒是一愣，就很无语。他买了1斤鸡蛋糕回去交差。罢了，这是陈虎的事情，我这个上官已经十分给面子了，总不能捧着钱硬塞给他。县令的人去买，柳杏儿只卖1斤，这就让看笑话的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了。但很快，不少人跑去香味买东西，50斤鸡蛋糕很快卖完，好些人还因为买不到和买的少了懊恼。哎呀，不是不想多卖，实在是材料少了。哎，不过请大家伙放心啊，半个月之后肯定是增大销量。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对不住了啊，各位。香味开门半小时就关门。托，肯定是托。柳杏儿可不知道门外好些看笑话的。看吧，东西好就不怕。柳杏儿笑着点完钱，零售70文1斤，50斤就是350文，很可以了。这几天咱们正好好休息休息。几天过去了，香味的生意没有如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那样衰败，反倒是每天一大早就有人排队。看笑话的也发现了，好些来排队的都是县里的一些大户人家的下人，这就不存在托儿的说法，一个个的只觉得脸火辣辣的疼。陈虎认真上了几天牙之后，就告假揣着玉佩上府城去了。他要成亲了，说是要去府城买成亲的东西，崔县令还能咋地，只能给价。陈虎乔装打扮了一番，拿着玉佩去了昌隆钱庄，直接找掌柜，把玉佩给他看了一眼。掌柜的什么话也没多说，就去找了一本册子出来，又拿了40两银子给陈虎。这是上月和这个月的，你画个押就可以走了。陈虎看了一眼账册，发现每个月都有领钱的记录，签的是柳大富的名字。第1页没有人签字，只有手印儿，而且时间竟在30年前。30几年前，1个月20两，1年就是240两，30年就是7200两，这么多钱，看来要好好查一查这个老柳家了。陈虎带着钱离开，他暂时还不打算打草惊蛇。陈虎从钱庄出来，直奔首饰铺子和成衣铺子，一顿买。眼下手里不缺钱，他就想给小媳妇多买些衣裳首饰，好叫杏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嫁给自己。另外，他还给家里每个人都买了新衣裳，回头成亲的时候，大家都穿得光鲜亮丽，这都是脸面。他还去木匠铺子选了一张千工拔步床，比他先前看的都要更精美漂亮一些。除了床，陈虎还选了一些屋里能用得着的家具，给了定钱，让木匠铺子给他送去县里和村里。陈虎直接雇了一辆马车，拉了一马车的东西回县城。柳杏儿被他这一通买给惊呆了，但是那2张床他真的好喜欢呀。陈虎买的家具、衣柜、衣箱，各种其他的柜子、美人椅等等一摆放好，原本空荡荡的屋里就变得满满当当的了。柳杏儿很喜欢。媳妇儿，该给人结账了，我给了100两的定钱，还要结5200两。好贵。但柳杏儿给钱给得很开心，攒钱不是硬道理，赚钱才是。明儿还要回村一趟，那张架子床以及别的家具要送去村里，不如你跟我一起回去。反正这半个月一天只卖50斤鸡蛋糕，他娘姜氏一个人就应付得过来，于是就答应了下来。这些人走了之后，陈虎就让柳杏儿看着他给买的东西喜不喜欢。一口口箱子被打开，一套套衣裙被陈虎给拿了出来，柳杏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都好好看啊，都好喜欢，特别是那套大红色的婚服。哎，
可是这个怎么能穿出来啊？这也太华丽了些啊！而且娘和姥姥已经给我做了嫁衣了。有啥不能穿的？这件拜堂的时候穿，娘给你做的，等揭了盖头之后再穿，不耽误。刘杏儿想想也行，便开开心心的答应下来。小媳妇儿就是太想嫁给我了，一说起成亲的事儿，她就高兴的没边了，一点都不矜持。再看看这些，看你喜不喜欢。陈虎又捧出2个首饰盒子。好漂亮！刘杏儿和陈虎带着孩子们回村，姜氏和姜木生留在县城看顾生意。陈虎和柳杏儿要摆酒成亲的消息传遍了全村。你来做什么？我不能来啊，我可是你亲爹。你已经把我赶出了柳家，还写了断亲文书的。那我也是你亲爹，没有老子哪来的你啊？我可以不认你这个儿子，但是你不能不认我这个爹。刘二顺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哎呀，姜氏如今跟着柳杏儿享福，就这么对待你啊？给你住这种屋子？哎呦，刘老爷说的这是啥话呀？柳二顺又不是姜家的上门女婿，怎么就要他媳妇养着？我家的事儿不用你一个外人管。我是外人，那你也是外人呐。你们都断亲了，大量谁不知道啊？刘老头被屁婆子气得仰倒。福川娘跟我说过，你要回柳家就回去，只是回了柳家，他就不管你的吃用了。哦，对了，福川姥姥找人来跟你说过，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姜家山的人了，不管是你还是老柳家，都没法子用姜家山的规矩来拿捏福川娘了。你算哪根葱啊你？老柳家的事情用得着你来管？婆子撇嘴呸了一声，把他给骂了个狗血喷头。陈虎和你闺女要成亲了，你知道不？在村里请了一圈的人，可有请你啊？你个没用的东西，你真是丢老柳家的脸！你要是还有种啊，你就跟我去陈家找你闺女要个说法去。杏儿要成亲了，陈虎得罪了剑南王，将来肯定倒霉，你不得去给他谋算谋算啊？对，我得为杏儿谋算。爹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刘二顺看着他莹润的脸，无法把柳杏儿和以前那个枯瘦的小姑娘重叠在一起。杏儿，听闻你和陈虎要成亲了？对啊，成亲了，有了婚书，总算不是什么被发卖的奴婢，好歹也算是个良民了。你要嫁给陈虎，也该有个谋算。什么谋算？陈虎到底得罪的是剑南王，你得谋算些财物攥在自己手上，万一将来陈虎有什么祸事，你有钱财傍身也能过得好些。若你能离开陈虎，那是最好，爹怕他连累你。陈虎会不会连累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小到大口口声声说要护着我的爹，一次都没有护住过我，倒是陈虎救了我，给我好吃好喝好日子过。怎么，爹是想我过回以前出生不如的日子？刘二顺，你别逼我不认你这个爹。我把话放这儿了，不管贫穷富贵，只要虎哥对我不变心，我就不会离开他，我能和他同甘，自然能与他共苦。我是你的亲爹啊，我不会害你的。哎呀，杜头娘子，先前老柳头去家里说了些有的没的，老妇将他打走，一个错眼，那顺老爷就跑了。不怪你，我爹身体不好，您把他搀扶回去吧。老娘去挠坏那老狗的脸！柳杏儿拦着他，不必您动手，咱们现在是金贵人，可别为了那恶心的东西影响了心情。但他不想放过这老东西。等宋老三过来的时候，柳杏儿交代他晚上去趟刘老头的麻袋，把他扔粪坑泡一泡，醒醒脑子。亲家在家吗？哟，是亲家太太呀，您怎么这番打扮呢？我是乔装来的，我要跟2位亲家说的事儿，不能再有别人知道。亲家太太您说，这事儿原是亲家老太太亲自去办的，她已经跟神婆说好了，但村里这些事儿还得你们来。眼下听说陈虎要娶柳杏儿，那药柳桃早就置办好了，就放在你们家。这事儿若是亲家能办好，我们老爷说了，绝不会亏待你。且眼下有个巧宗，能赚20倍的利润。亲家要是感兴趣，他可以同意让你少参点股。刘大夫感兴趣，但杜太太却不肯再说多什么了。刘大夫把凑齐的200两拿去给杜太太。亲家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是说了吗？事情办成了才给你这个机会。
哎呀，邱家太太呀，您看您，事儿我肯定能办到，您就先把钱收着。您要是不收，我这也不放心的。行吧，要是你们办不好事儿，这巧宗可就没有你们的份儿了。出村之后，陆太太摸着揣着银子的袖口，200两银子，等儿子出来之后，够我们娘2个生活好一阵儿了。总之啊，他们就是想在你成亲那天搞事情啊。柳三才来报信，可不是因为有良心，而是为了钱。果然，柳杏儿听了他的话，就去给他拿了10两银子，给多点儿，这人办事儿腿脚才跑得快。哎呀，都头娘子你放心啊，回去之后我们一家人换着盯他们，要是有啥风吹草动啊，立刻就来跟你说哈。说完，柳三才看向廊下的那个装着有碎布头的筐子。柳三叔想要想要那几块花的，想给枣儿做成头花带。刘杏儿就去挑了几块鲜亮的碎布头子给他，拿去吧，将来你要是事儿办得好，我也不介意送1两匹新的给你。那都头娘子您就瞧好吧，我办正事儿就绝对不会拉稀摆带。瞅瞅，同样是当爹，柳二社和柳三才的态度简直是南辕北辙。柳三才揣着银子和花布头回家，郑氏和刘枣都相当的高兴。这可是10两银子啊，陈慧也太有钱了吧。哎，我倒是觉得是柳杏旺夫。这柳杏在被陈虎扛回去之前，那陈家过的是啥日子啊？他家老三是成天穿的破破烂烂的啊，那还没我们枣有肉呢。那你再瞅瞅现在啊，陈虎竟当上了都头，惹了剑南王，这么长时间了啊，收拾没收拾啊？你再看眼下陈家的日子，那还有老柳家的日子。哼，你还别说，可真是邪了门了。柳杏儿在柳家的时候，柳家明明好好的。你就等着吧，大哥和爹作妖，这早晚要栽跟头啊。大哥我是不会管啊，将来爹那头不缺他吃穿那就成了。咱们呢好好挣钱攒钱，把咱闺女供出来，将来啊找个好姑爷，咱们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对，咱们姑娘得好好养。爹娘你们放心，我将来一定挑个家里猪养的最多的杀猪匠，让爹娘天天都有肉吃。哼，这些人还真是贼心不死，早知道就该让宋老三把他们父子2个都扔到粪坑里。那老钱婆死了都还不消停。哼，行啊，都给我等着。若不是柳大夫身上还有别的事儿，在剑南王的人出现之时就已经被抓了。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任何事破坏我们的洞房花烛夜。难道破坏婚礼就可以？救命！救命！哎呀，大半夜的嚎啥嚎啊，还叫救命！娘心里的，这院里咋这臭啊？哎呀，进贼了！众人一听，连忙涌去后院，后头比院里更臭。柳三才背对着大家，顿时被认为是贼。众人一拥而上，把柳三才给抓住了。柳大夫见小偷被抓了，他嗷嗷叫着冲过去。柳大夫被柳三才扔掉的粪瓢给绊了一跤，就飞进了粪坑。哎呦我去！柳大夫，你咋跳粪坑里洗澡呢？咋就这么想不开呀？柳大夫在粪坑里扑腾，把好容易站稳的刘老头又给扑腾了回去。咦，太恶心了！不少人遭不住，跑墙边吐去了。这时大家才认出被抓的人是柳三才。柳三这是咋回事啊？我咋知道咋回事啊？我听见我爹嗷嗷喊救命，我就翻墙来瞅瞅，结果就发现我爹掉粪坑里面去了啊！于是我就拿粪瓢捞他呀。我搁这儿救了半天，我爹抓不住瓢杆，那总是滑下去。然后你们就来了啊，那我大哥就要抓，就扑粪坑里面去了呗。我救我爹的时候还纳闷呢啊，我一个住隔壁的人都听见了动静，翻墙过来啊，那他一个跟着住的咋就能稳住不出来帮忙啊？哎呦我的妈呀，现在看来啊，是我误解我大哥了啊，他分明就是想救我爹呀。我是不孝啊，要说这孝子还得是我大哥呀。那行了，既然我大哥这个大孝子都跳进粪坑里面救我爹了，那我就不操心了。那个各位也都请回吧。众人又不傻，自然知道柳三才话里话外的意思，于是大家伙就都散了。臭烘烘的事儿，谁都不想凑热闹。
柳大富到底还是把刘老头从粪坑里给推上去了。刘老头从粪坑出来就撒丫子往外跑，河水冷得要死，刘老头下河就后悔了，可是身上实在是太臭了，他到底还是脱光了，在河里洗干净，这才光溜溜的往家跑。柳大富也一样，路边忽然窜出来一条土狗，冲上去就对着柳大富胯间甩来甩去的玩意儿来了一口。刘大富惨叫声都变音了。那土狗东张西望了一下，毫不犹豫扑向惶恐逃窜的刘老头，目标就是晃来晃去的东西，嗷呜一口。不成了，咬得太烂了，得重新割一下，割整齐点儿，然后插个脉管引掉，生死啊就只能看命了。老大，你是早就想这么做了吧？这才一直给大黄吃鞭和袋儿的。宋老三瞅了一眼趴在陈虎脚边的土狗，那狗可真厉害，简直就是正义的勇士。可惜它太凶了，不然我得好好煮2盆肉来感谢它。说起来，村里怎么会有这么凶的狗？孩子们都在家，万一出去遇到了咋整啊？不然咱们把孩子们还是送回县里吧。一点事都经不住，要是没有我，你说你咋整吧？陈虎一爪子打在他的腚上，挺弹的，他忍不住又打了一下。柳杏儿被他惹急了，小手呼上了男人的脸。早就教过你了，你说你咋不长记性呢？啥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打你的腚，你就打我的腚，脸是用来亲的，不是用来打的。说完，他就微微直起上半身，伸手放在小媳妇的胸口捏了捏，同时扯了小媳妇的手放在他的胸口。看着没有，得这样才叫有来有回。柳杏儿这回火点大发了，谁知道这男人从哪儿学回来些不要脸的手段，真是羞死人了。二哥呀，那过去的事情啊都已经过去了，那终归是父子一场啊，算是我求二哥了啊，我一个人真的照顾不了2个人呢。刘二顺也有听到夏婆子在门外跟别人唠嗑，柳大富不说了，他家桃儿抢了杏儿的姻缘，柳大富就攀上了杜家，能挣钱，人也抖起来了。可老头有那么多钱，这钱到底是不是柳大富给他的，柳二顺不知道，这让他才陷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我知道你可能寻思爹那些钱的来路，我觉得爹这个钱呢，那肯定是大哥给的呗。但是不管如何，爹要是醒了，你可以当面问他呀。那要是二哥不去，那有可能永远都没有问清楚的机会了呀。行，我过去帮你照顾几天爹跟柳大富。他怎么还放不下那头？死老头，卖完姐姐又卖我，如今这个下场就是报应。你将来要读书，若是读不出来倒是无所谓，但如果一路考上了进士，还做了官，就不得不认亲爹。若是被你对头知道他的事儿，再利用他做点什么对你不好的事儿，你会非常非常被动的。福川闻言顿时垮了小脸儿。所以啊，咱们要想法子让他对那边彻底失望，往后不会再笼络了去，还得让村民们看见我们对他有多好。这样一来，万一将来有人拿孝道做文章，咱们也不怕。行吧。刘老头醒来，见柳二顺在床前伺候他，有些不可置信。爹以前没有，不该护着你，爹，后悔呀。爹，儿子不孝，不让您省心，过去的都过去了，您好好养病，快点好起来吧。你搬回来，爹就好好吃药，不然不如就这么死了。刘二顺哪受得住刘老头这样啊？他以前的委屈、硬气、愧对妻儿的心思，在这一瞬消失殆尽。刘三才无语。哎，顺老爷，都头说过，您要是还回老柳家，就不能用他给银子买的东西。可这些都是杏儿给我的。都头说了，都头娘子的钱也是他给的，娘子敢不经过他的同意胡乱贴补娘家，腿打断。可杏儿一直在补贴他娘和江家。太太和江家都在帮都头做事儿，都头还给他们发工钱，这房子就是太太用工钱给顺二爷租的。刘二顺彻底松手。我能咋整？那是我亲爹，我不能看着他去死啊！你们为啥要逼我？都逼我！我可以给你钱粮，但是你要跟福川断亲，然后将福川过继给我家老大。可是福川被你们卖了，敢卖不敢说，畜生还要脸呢！娘，
福川不是我。呸！你家老畜生卖的跟你卖的有啥区别？你还在老柳家，那孩子就被卖了，谁知道有没有你的份儿？福川是被卖了，你这个当爹的不去找，我家老大老二可是轮流出去找着，还有陈虎，他也在到处托人找。就你这个当爹的，安安心心的待在村里，一点去找人的心思都没有，你也配当爹？老娘就是怕万一福川找回来了，你这畜生就冒出来认儿子。柳二顺的内心非常痛苦，他心里一点都不想过继，可是也知道卖出去的人想找回来那是千难万难。再说了，等爹好了，他还得去干活奉养他老人家。那您能给我多少？这畜生玩意儿真要把福川卖第二遍呢？你又想要多少？我回去问问。你前脚回去，我后脚就后悔。你要是个男人，就自己开口。柳二顺一回去，那个老畜生一搅和，这事儿就得黄。柳二顺，你要收多少啊？家家户户都有活，咱们可没工夫陪你在这磨叽。哎，就是啊，不说就走啊！你这事儿啊本来就荒唐，哪有把人卖了一次又卖第二次的？可不咋的，你要还是个人，就差不多得了。老柳家又不是没钱。柳二顺被骂的人都木了，但他现在确实没法子，一家人都要吃饭。我要50两银子，100斤杂粮，还有就是我穿过的衣裳、睡过的被褥。你咋不去抢呢？啊？谁说不是呢？你咋这么不要脸呢？柳二顺被说得面红耳赤，但他不反驳，也不松口。这些钱又不是江家出，不用想也是陈虎出。但凡他有一丁点办法，也不会开这个口。就按你说的办吧，只是断亲书上要写清楚，是他们老柳家卖人在先。从此这孩子不管找不找得回来，有没有出息，都叫江福川，跟老柳家再无半点关系。刘二顺画完押，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胸口像是被挖走了一大块，风嚎嚎的。怎么是杂粮啊？你不知道我病着要吃细粮啊？还有啊，怎么才给50两啊？没用的玩意儿！刘二顺张了张口，到底啥也没说。把钱给我！刘二顺没法子，只好把钱给了老头。爹累了，你也去收拾吧。刘二顺一走，刘老头就挣扎着起身藏钱，一藏钱就发现自己原本的钱不见了。老头尖叫起来，一个气急攻心，吐了一口血晕了。刘老头醒了，但是他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大夫见他太过激动，就对他道：老爷子，您可不能动怒啊，要是再动怒，还有可能另外半边身子也不能动了。爹呀，您就是操心太多了，往后您就啥也别管啊，安心养病。你老实告诉我，到底咋回事啊？刘三才只好告诉他，是他们掉粪坑的那个晚上钱丢了的。不去，不然要车祸死人了，不能车祸死人。刘老头扛着，忽然发现老二拿回来的50两银子呢，他急忙问刘二顺。刘二顺说不知道，收拾房间的时候就没有，问柳三才，柳三才说着急送他去看病，也没注意啊。他走的时候没关门。刘老头一口气直冲天灵盖，哦吼，整个身子都动不了了，嘴巴一张也只能淌着口水。啊，得，爹这一下可消停了。福川，你这几天躲着，到了成亲的时候，咱们来演一出戏，到时候再过明路，不给老柳家留半点可乘之机。姐姐放心，这些天我一定会躲好的。我们福川最乖了。请问这是陈都头家吗？是的，你们是？请问您就是柳娘子吧？是的。听闻于半仙儿在府上，我们老爷和夫人啊，是专门来拜会于半仙儿的。请问这位老爷和这位夫人怎么称呼？又是如何找到这里来的？我们家老爷呀，姓南宫，小的姓高。小夫人杜莹莹，不是南宫老爷的夫人，只是南宫老爷的外室。剑南王叹气，一副你胡闹，但我还是拿你没办法的样子。好浓一股狗血味儿。柳杏儿内心八卦，脸上却是面无表情。小夫人见过南宫老爷，见过杜夫人。听他这么称呼，高公公嘴角抽抽，剑南王扶额，杜莹莹则轻笑起来。是这样，我们去田庄的时候，偶然发现一山庄的匾额是出自于半仙儿的手笔，得知于半仙儿是柳娘子家的客人，于是就找来了。
原来几位是于半仙的故人，只可惜于半仙上山采药去了，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寒舍简陋，不便招待贵客，还请贵客留下名帖以及住处的地址。先生回来之后，若有时间见故人，或是先生亲自上门拜访，或是小夫人派人去请。区区一个都头娘子，竟然敢这般推拒王爷，真是好大的胆子！虎哥都不怕剑南王，我虚个毛线？况且他们也没有表明身份啊。也行，那我们就明天上午再来一趟。柳娘子跟于半仙说是剑南府的南宫老爷，他就知道是谁了。若明儿老先生不愿意见我们，我们绝不强求老先生。英娘，你不是说总让我认命吗？我霍大些有什么错？难道你还是希望我像以前那样？没有，你现在这样挺好。柳娘子，我们明日再来叨扰。来人，把礼物留下。无功不受禄，这些东西还请南宫老爷带回去吧。若明日于先生愿意见您，小夫人再收也不迟。行，抬走吧。剑南王愁得直皱眉心。剑南王，烦死人了！他怎么就跟个狗似的咬着不放呢？我躲在这儿他都能找到。于半仙犹豫着要不要跑，想了半天还是舍不得，想找个能供着他好吃好喝的下家可不容易。哎呀，罢了，明天他们再来啊，收1000两黄金的诊费，要钱另算。看来老先生收我家的钱，那简直是打了骨折的。除此之外呢，再让他答应3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老夫没想好，不过呢，可以分你一件啊。他要是乐意，你呀就带他来见老夫；不乐意，就哪凉快哪待着去。好呀，不过剑南王可信吗？可信的吧。剑南王这个人还是比较讲信用的，他承诺要办的事儿可以办好。这样，等他答应了之后，你就让他在我们成亲那天派个太监大张旗鼓的来送礼，让太监带着福川。刘星儿闻言眼睛一亮，既然是被卖去当太监的，大家都会觉得福川很惨，老柳家想作妖就做不起来了。不愧是我媳妇儿，够聪明。明儿我得去一趟县城买点东西回来，我想试试新的菜色。行，我陪你去，正好去县衙溜达一圈，问问县令大人柳大夫那条线啥时候收。神婆咋整啊？就看他来不来，他要是敢来搞事儿，老子就让他消失。杀人灭口？那倒不必，捆了卖矿山去，让他一辈子都出不来。你看着办就成了。哎，杜秀才的娘呢？跟他儿子关一起了。这个杜太太手上也是有人命的。杜秀才糟践过2个良家姑娘，他怕姑娘影响儿子的前程，就把人弄进府里给儿子当妾，然后再让人慢慢病死。幸好你带走了我。不怕，有我呢。你命中注定是我的，谁也抢不了你去。遇到虎哥之后，我的运气就变好了呢。所以其实我的命挺好的，是不是？是啊，前10几年你把这辈子的苦头都吃完了，后几10年就只剩小福了。刘星儿开心了，窝在陈虎的怀里，美滋滋的睡了。第2天，剑南王一行人很早就来了，这让柳星儿没想到。他把于半仙的条件说了，剑南王十分高兴。多谢柳娘子帮我们美言，今天这谢礼，柳娘子必须收下。好几箱子的谢礼呢，柳星儿这次没有推脱，和昨天不一样。陆莹莹好像不是很高兴。这姑娘果然是拿的虐恋情深的剧本，治病不积极，没得治反倒是很开心。柳星儿带一行人见到了于半仙。你去把小老二喊下来给我打下手。好嘞。陈吉吃了于半仙的药，身体渐渐的好了起来，给于半仙打下手没问题。刘星儿放心的跟着回老宅，跟着陈虎去县城。到了县城，陈虎就陪着柳星儿去买东西，只要是看上的就一顿买，反正现在又不差钱。柳星儿和陈虎回村，在村口就被村长给堵住了。村长想买他们家老屋。南宫老爷要买我的房子，我答应卖给他了，眼下一家人得马上搬出来，我就想着问问你们家的老宅能不能卖给我呀？南宫老爷给的钱太多了，我没法拒绝呀。陈虎看向柳杏儿，问于先生吧。于先生无语地看着两人。今儿18，后20，你们是不是忘了啥呀？哎呀，忘了搬家的日子。他就记住了洞房的日子。柳杏儿也有点不好意思。看看，小媳妇和我一样，只记得洞房的日子。房子是你的，你来决定。房子可以卖，
但是我们要后天才搬家。另外，这房子我得卖70两，您要是嫌贵，就得另外找地方。村长都说了，他们家收了高价，那他再客气就是傻子。后天就后天，这2天我们一家人呢去别人家借住一下就行了。只是这个价钱70两少了，你们要100两吧？村长是生病了，见过砍价的，没见过自己涨价的。南宫老爷说呀，我买房子的钱他出。你好像在躲着剑南王。对，他见过我。他们要在这住多久？要是住得久，陈虎还不得一直避着呀？而且他们快成亲了。藩王不能随便离开封地，他偷溜出来，要是让御史知道了不得了。可以让徐半仙儿跟剑南王说，让他几天内滚蛋。我晚上做点好吃的，让他吃高兴了再请他老人家帮忙。晚上他亲自下厨，给于半仙做了红油鸡片、牛肝菌回锅肉、干笋烧排骨、江湖鸡杂、香菜丸子汤，吃得于半仙十分满足。说吧，还有啥事儿要求老夫啊？想让你老人家开口，让剑南王赶紧滚蛋。我就说原先胆儿比家雀还小的杏儿，如今咋就这么胆儿肥？是陈虎教的，都是陈虎教的。哎呀，已经喊他滚蛋了，他啥时候滚蛋，老夫啥时候正是给他的女人治病。藩王无旨不能离开封地，于半仙可不想万一事发被牵连。哎呀，没想到你们跟我的想法一样，嘿嘿，咱们可真是一路人呐。那就好，一个王爷处在村里，咱们干啥都不方便。江老太太跟福川招手，来，福姥姥回屋睡觉。第2天，剑南王果然就走了，不过他留了好些人下来。剑南王走了，但是他的心腹太监高公公留了下来。高公公第2天就来找柳杏儿，就带柳福川走。这么早啊？距离婚礼还有好几日的时间。柳娘子请放心，小少爷我们会妥善照顾的。提前几日接他走，主要还是得教他一些规矩。既然是做戏，那就要越像越好嘛。我们老爷和剑南王是有几分交情的，到时候问王府借点人来走一个过场，免得大家伙都在猜测他得罪了王爷，不敢跟都头和娘子来往。不知老婆子能不能陪着福川一起去？当然可以的。姥姥，您去了县城也去铺子上跟娘打个招呼，也要叫娘知晓您和福川在哪儿。哎，我知道。阿姐放心吧，你成亲的时候，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的出现在大家面前了。到时候我就是正经八百的江福川了。等看不到马车的影子了，柳杏儿才回灶房去给于半仙做菜。她打算做一个蜜汁火腿金桔卷儿。柳杏儿还用紫砂壶煲了羊肉汤。她正在灶房里忙活呢，门外就传来杜莹莹的声音：“柳娘子，好香啊！你在做什么好吃的？我能不能买些回去吃？”柳杏儿没想到杜莹莹会这么直接。夫人不嫌弃小夫人的厨艺笔漏，小夫人哪敢收钱啊？柳杏儿找来食盒，给杜莹莹装了一份火腿金桔卷儿，1壶羊肉汤。嬷嬷把1大锭银子放到桌上，柳杏儿便没有推拒，大大方方的道谢。杜莹莹满意的走了，来的突然，走的也突然。管他的呢，有了这10两银子，这顿饭的本钱就回来了。哎呦，既然夫人喜欢柳娘子的手艺，那就跟王爷说一声，请她来给您当厨娘。说她不愿呢？哎呀，夫人，王府要人可不管对方愿不愿意，王府能看上她的手艺啊，那已经是给她脸了。哎呀，那高公公您看，奴婢也是想着那柳娘子的厨艺得夫人喜欢。杜莹莹不说话，只看着高公公。夫人，老奴有事儿要单独跟夫人禀报。杜莹莹摆手，人走光了，高公公就撩了袍子跪下请罪。夫人，老奴定会严查，定会给夫人一个交代。随便，不用给我交代，又不是我的下人。夫人喜欢柳娘子做的吃食，不若老奴去一趟陈家，请柳娘子每日多做一份吃食。柳氏挺好的，他可不想给他惹麻烦，不过是有些巧思罢了，跟王府的大厨相比，还是差得远。行了，你可快起来吧，我可当不得你的贵。
您当不得跪，还有谁当的呀？连王爷都给您跪过。那一次怎么就被他看见了？倒霉死了，直接把他给吓病了。所以他连王妃都没有跪过，可跪杜夫人，他可麻溜了。高公公起来又拍了几句马屁，退出去之后，金子去审问挑拨杜莹莹的嬷嬷，再将这个嬷嬷捆了，送去王府交给王爷处置。柳娘子啊，老夫前来是想问问您先头的那2个菜的方子卖不卖？而且我们买了方子，您也是可以用的，您怎么用呢？我们都不干涉。那公公开个价吧，我觉得合适就卖。一个方子200两，成不成啊？毕竟啊，这也不是买断，老夫知道，若是买断呢，您这方子1张1000两，他也是能卖的。行。柳杏儿把橘子拿来，让2个孩子帮着剥了些，挑出籽儿之后，他就拿去做橘子罐头，熬好之后装进小陶瓷罐里盖好，再放进蒸笼里蒸一会儿，蒸好了用蜂蜡密封。晚上大家吃晚饭的时候，柳杏儿提醒大家伙儿有饭后甜点，于是所有人都留着肚子，等吃了他的橘子罐头，哦豁，又是一个不养生的夜晚。我熬了很多，全部装进罐子里用蜜蜡封了，放进地窖至少能保存2个月。本来想多做点的，可是蜜蜡不好买。临县有人养蜂，回头我去问问还有没有蜜蜡，还能把明年的蜜蜡给定下来。能弄到足够的蜂蜡的话，我们还可以多收些红橘，果肉做成罐头，果皮制成橙皮。这东西啊，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可这个别人尝一尝就知道是怎么做的，最多是费点功夫琢磨火候。所以可以往里面加点药材熬制，好叫人猜不出来秘方。让我好好想想，加点什么在里头煮更好呢？那感情好，如果能成，卖的钱我分你一半。好啊。等到陈虎和柳杏儿成亲的前一天，柳杏儿回到县里的房子住，她从这边出嫁，一大早天还没亮，柳杏儿就被叫了起来，沐浴、绞脸、上妆啥的，程序可多了。柳杏儿晕乎乎的，江氏带着2个嫂子去把嫁衣拿出来，3个人一起动手，才帮柳杏儿把嫁衣给穿好。柳小娘子真是福气，地主家嫁姑娘也不敢这么穿的，这必得是达官显贵家嫁姑娘才有的牌面。媒婆嘴里的好话不要钱似的撒出来。差不多晌午刚过，陈虎就带着接亲的队伍来了，一群人浩浩荡荡涌来，停在大宅门口。江家人拦门没啥别的花样，打一架不好意思，江家所有的爷们儿加起来都没有陈虎能打，于是江家兄弟就搞了几坛子酒，寓意着成亲后2口子能万事顺遂。都头，咱们兄弟为了您可是豁出去了，以后要是喝贪了，您可得让人把咱们给抬回村里去啊。有劳诸位兄弟了，兄弟们放心，晚上的喜酒少不了你们的。失策呀，忘了陈虎是都头，手下有的是人。3道门就这么轻轻松松就被陈虎给破了。不过宋老三等人十分会来事儿，一路遇到江家那头的小孩就给红包。陈虎总算是进了屋，看着坐在床上盖着红盖头的柳杏儿，他的呼吸有些急促起来，没人让干啥就干啥，整个人像是木偶，由着笑眯眯的媒婆指挥的团团转。你嫁人了，从今往后要善待3个孩子，要和姑爷好好过日子。娘，我会的。姑爷，往后杏儿就托付给你照顾了，你们2个一起好好的把日子过起来。娘，我记住了。
爹，是剑南王府的人，他们带着县里的官差来了。进村就问陈家在哪儿，已经有人带着他们去陈家了。娘也跟去了，让我来跟你说一声，我也过去了哈。刘藻嚷嚷完就跑。院里，刘大夫安静了片刻，随即便爆发出疯狂的笑声。剑南王是专门挑选他成亲的日子来，陈虎一家子都完犊子了。刘二顺急红了眼睛，他起身找了梯子搭墙上往上爬。我去！杨公公尚未开口，忽然有道人影冲过来，跪在他面前。大胆刁民！这时，陈虎走了出来，他看着吓得魂不附体的刘二顺。杨公公，此人是村里的村民，他是无意冒犯公公的，还望公公饶他不懂规矩冲撞之罪。哎呀，都头今儿大喜，咱家自然要给都头一个面子。小川子、小喜子，你们两个去把这个人搀扶起来。被老柳家卖掉的柳福川竟然在这里，被成了太监了！哎呦我去，造孽呀！这老柳家造了大孽了。刘二顺属实没想到会再见儿子。我的儿子被卖做了太监，大哥明明跟我说把福川卖到好人家当书童。哟，这还见着了熟人啊！小川子，你可知道规矩？公公饶命，奴婢记得规矩，既进了王府，便收拾王府的人，死是王府的鬼，从此没有父母亲眷。哎呦，上回在老柳家可是搜出来100多两银子呢，这么多钱，他们还把小福川卖去当太监，那简直丧良心，畜生不如啊！全村就数他最孬，就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更孬的。福川，陈虎上前去把柳福川扯了起来。哟，小川子竟是都头的亲戚啊，可真是巧了。杨公公，陈某有个不情之请，想跟王府赎买福川，不知公公能否行个方便，帮陈某同王爷说几句好话。哎呦呦，都头这话说的，不过是个小太监，都头既想讨了去，咱家自会行方便，不必跟王爷禀报。他们这些小太监啊，也是才买不久的，得调教好了才能送去王府。人啊，咱家先留下，卖身契，咱家回头让人送都头府上来。多谢公公。这次王爷听闻都头成亲，故又命咱家来给都头送贺礼来了，把礼物抬进去。这怎么敢当？王爷真是太客气了。都头帮了王爷的大忙，王爷呀是真心感谢都头的。若没有陈虎拦着，那位搞不好把胎儿给落下了。哟，别人不说，我就得遭殃。谁让当时那位身边的人好些都是我张罗的呢？村民们风中凌乱。娘西皮的，刘大夫这个狗懒子害人呐！姐夫，打今儿起，你就叫江福川了。今后你就在陈家踏实的住着，和婷哥他们一起。好了，别掉眼泪了，今儿可是你姐的大好日子。哎呀，我说二哥，你可别在这儿哭了，今儿可是杏儿的大好日子。走，咱们家去，这往后的日子还长，有你们爷俩唠嗑的时候啊。诸位不是要去老柳家吗？你们看是现在跟着他们一起去啊，还是等会儿啊？关老爷们去老柳家是找到偷钱的贼了吗？啊，不是，是来拿案刘大富的，他和杜家的一桩案子有关。我们来都头这里啊，就是顺便讨一杯喜酒喝，喝了就得去办差。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来抓我的呀！陈都头，兄弟们祝您和夫人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捕头说完，就把大家凑份子的红包送上。陈虎拱手道谢，他命人把酒拿出来。诸位，今日有公务在身，陈某就不留诸位了。一杯薄酒不成敬意，回头我去县里请哥几个好好喝一顿。捕快们纷纷应下，喝了一杯酒就告辞了，跟着村长等人往老柳家去了。哎呦，老天爷哟，这热闹真是一个接着一个哟！都头选这个日子成亲，选的可是真好啊！陈家双喜临门，柳家大祸临头。哎呀，冤枉啊！小的都没见过他们家的盐啊！杜家有个卖古董的铺子，记在你的名下。这个铺子不但卖的是假古董，还在私下往外卖刀枪等物，这些玩意儿可是朝廷明令禁止的。
差爷，我不知道啊，我是被姓杜那个老犊子给坑了的呀。你冤不冤枉，自有衙门定夺，我们不过是奉命把你给押回去。柳大富就这么被带走了，先前有多得意，他现在就有多狼狈。姐姐，你今天真漂亮。这下好啦，这下老柳家永远都不可能妨害到你了。福川狠狠点头。姐姐，捕快们也来了，他们是来抓柳大富的，真好呀！以前欺负过我们的人都遭报应了。真的啊？那太好了。知道是为啥抓他吗？不知道，就知道好像跟杜家有关系。回头让虎哥细问问。福川少爷，都头请您去外头帮他招呼一下客人。姐姐，我先出去了，你去忙吧。小厮才将福川带走，陈虎就进了新房。媳妇儿，再等等，吉时还有一会儿，累不累？我给你揉揉脖子。我还受得住。行，那我先出去了。你饿不饿？饿的话，吃2块点心垫垫肚子。等揭了盖头，喝了合卺酒之后，就可以取掉凤冠，换一身衣裳。到时候我去给你煮面。灶上有厨子，你招呼宾客就行了。就这么定了，今晚谁都没有你重要。陈虎出去，正巧听见唱里的高呼：回春堂，顾太医送羊脂白玉玉佩一对儿，贺新人有情人终成眷属，喜结连理。就是那个听说诊费都得200两银子的顾太医。哎呦娘哟，这出手可是真大方。陈虎将顾太医迎了进去，请他和村长一起做主桌。于老先生送金如意一柄，贺新人喜结良缘，愿新人百年好合。杜夫人送红宝石头面一副，贺新人鸳鸯闭合，愿新人举案齐眉，永结同心。这一个个的送礼都送得这么重的吗？哎呦我的天老爷呀啊！就陈家这个家底儿，这柳大富是哪儿来的脸回村炫耀的？大家伙一下子竟有些拘束起来。别人送这么重的礼，他们才送了几个鸡蛋，有些人在自家的地里薅了一把菜就来了。这时又一道声音响起：县令大人到。本官今儿是来贺陈都头大喜，大家不用拘束。唱礼声响起，村民们又是暗暗心惊。县令大人出手也很大方啊，陈虎2口子以后真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本县啊，就是来送个礼，衙门还有事儿，这就告辞了。祝愿陈都头和娘子琴瑟和鸣，相敬如宾。大人留下来喝杯酒吧，赶紧走，你在这儿宴都开不好。不了，衙门里啊还有棘手的案子，本县告辞了。说完，崔知县就带着人走了。县令一走，村民们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喜娘说了一句吉时到了，村长媳妇孙氏就把柳杏儿给搀扶了出来。一拜天地，天长地久；二拜高堂，四季安康；夫妻对拜，百年恩爱；送入洞房。
第二天早上，柳杏儿醒来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了，身边没有人。娘子起了，奴婢能进来吗？进来吧。娘子想吃些什么？是在屋里吃，还是去前头堂屋吃啊？灶房有什么就给我上点什么吧，我就在屋里吃。看见都头了吗？都头一大早就出门了，并未交代去了哪儿。新婚第二天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走了，是几个意思啊？陈虎一大早跑去了县里，他其实是想找顾太医或者是于半仙拿药的，然而又怕柳杏儿觉得自己丢脸，于是就一早赶到县里，就找人去回春堂问有没有那种用于妇人纳出的药。他揣着罐子回去，心里一片火热。到家，柳杏儿正好吃完早饭，去床上躺着，我给你抹药。我去回春堂买的，没人知道。说着，他一把将柳杏儿推倒，动起手来。我自己来。你是我媳妇儿，天经地义。爹，有客人来了。操，谁他妈这么不懂事儿啊？看着他黑脸，柳杏儿没忍住笑了。你快去，我洗了澡之后自己抹。陈虎没法子，只好出门。妈的，最好是有事儿，不然别怪老子的拳头硬。爹这么吓人，我得去看看娘，别是爹把娘给欺负了。看着脸黑如锅底、杀气腾腾的陈虎，谭不快吓得腿软。那个，恭喜都头。有事说事儿，没事滚蛋。出事儿了，县里出大事了。昨儿一从京城告老还乡的老大人，路过咱们县境内的时候被劫杀了，尸体摆了一路。今儿早上有人路过见着了，这才慌忙来县衙报案。县令大人命您带着乡勇去搜一搜附近的山，务必要把凶匪找到。老大人可是朝廷的2品大员，家里有3个儿子都在当官，其中1个是4品的京官。这可是能让定陶县地震的大案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恭喜老子，运气好几天能破，运气不好就得拖着，我这才成亲呢。哎，你先回去跟大人说，我准备，随后就到。就不该去当这个老屎子的都头。陈虎心里的气撒不出来，带着一股子杀气去找于半仙。这就是你算的好日子？新婚第2天，他娘的给老子来这么一出。日子是好日子呀。老子要去剿匪，把你搓的丸子带上，跟老子走。说完，他就看到顾太医一闪而逝的身影。哎，你跑啥呀？有难同当，晓得吧？一起去吧，这次情况不明，不知道伤亡。反正陈虎不舒坦，谁都别想舒坦。娘，爹是不是欺负你了？你可别替爹瞒着，他要是欺负你了，你要跟我说，我帮你收拾爹。陈虎气笑了。就你这样的，还收拾老子？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现在打不过你，我可以攒着，等你老了再收拾你。你爹没有欺负我，而且你是儿子，不可以这么跟爹说话。娘没有进门之前，可是他在养你们，你这样说他会伤心的。小老三一点都不相信柳杏儿的话。可是爹黑脸。陈虎不想跟他磨叽，直接对柳杏儿道：县里出事儿了，我要去剿匪，我马上就要走。虎哥，你要保重，别的不重要，你的性命最重要。放心，我不会让你当寡妇的，你这几日好好在家里养着。爹，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伤你的心，你出门要小心，可是你不能凶娘，娘都吓得发抖了。娘不是你爹吓的，娘就是担心你爹的安危。行了，赶紧走，别在这磨磨唧唧的。陈虎直接动手，把小老三又提溜出去。等我回来。再带点药。啊，我带了于老头和顾老头。
府中那边也会派人，这一片山林太大，其他几个县也要配合搜山。但老大人到底是在我们定陶县内被杀的，我希望不管匪徒躲在何处，是不是我县的地盘，都得是你们将他们绳之以法。陈虎很满意县令准备的物资，他带着物资和捕快去郊外训练营点齐人马，接了顾太医、于半仙会合之后就出发了。而崔之义则重新捡起了柳大富的案子。哑婆婆提溜着食盒来了，崔之义放下手中的一个玉锁片，您别着急，我这就吃。可哑婆婆的目光落在玉锁片上之后，眼泪一下子就淌了出来。这个玉片是哑婆婆寻找的那位姑姑的，镇远侯失踪的夫人，崔之义唯一的亲姑姑崔氏打小就佩戴的玉牌。她与镇远侯十分恩爱，婚后随镇远侯镇守边关。只可惜在她怀孕的时候遇到战乱，侯府又出了叛徒，镇远侯的人护着她逃跑，她却在逃跑途中生产。天生追兵还来了，护送她的人基本都战死了，她让人抱着孩子和她分头逃，最终带着孩子的嬷嬷走了，而她却下落不明。镇远侯派人疯狂找姑姑，但找了好几年，直到皇帝将她调回京城之时还没找到。再后来，镇远侯就给姑姑立了衣冠冢，然后娶了崔氏族中的一位庶女为续弦。此物是你的？对，是我娘胆小就让我带着，我赌钱输了呀，都不敢把这个拿去当了。哑婆婆很是激动，崔之义安抚着她，同时命人去请画师来。崔之义让柳大富描述他娘的相貌身高，哑婆婆看到画像却十分失望，这根本就不是她的姑娘。而柳大富似乎抓住了重点，玉牌。大人，你要为小的做主啊！我是我娘，不对，是我养母生了我之后就给调包了。那年正值战乱，我娘和一位贵妇人同在破庙里生产，生下孩子之后啊，我娘就趁着贵妇人那边忙乱，把她生下的孩子和贵妇人生下的孩子给对调了。你是如何得知的？我小时候一次起夜听到爹娘说的，后来我质问他们不承认是换孩子，只说是当时是在路上捡来的我。小的之所以被杜老爷欺骗的，是杜老爷说我只要替他办事儿，他就帮我动用各地的关系寻找亲娘啊。崔之义等他说完，又问了他一些问题，就命人将他押送了下去。他可能就是姑娘的儿子。嬷嬷，不着急，仅凭着一片玉片证明不了什么，我还得找人好好调查一番才行。来人，让护房的人把小河村柳大富家几兄弟的户籍册子拿来，立刻带人去小河村，将柳二顺、柳三才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部带回衙门。大人，都头娘子要不要请来？一并请来。是。杏儿，你咋来了？陈虎呢？娘，您别着急，就是县令大人有事要问我们。虎哥去剿匪了，今儿上午就走了。什么？哎呀，这才新婚第2天，衙门怎么就派他去剿匪呢？衙门的官饭果然不是那么好吃的，早知道就……娘，哪有那么多的早知道啊？况且若不是虎哥做了这个都头，咱们家的生意可没这么安稳。是这个道理，但这是新婚的第2天呢，剿匪这种事儿又是动刀动枪的。娘，您放心吧，我姐夫可厉害着呢。都头娘子、江娘子、江小少爷，我们家大人有请。老柳家3个儿子，老二柳二顺打小就被父母不喜，在家里吃的最少，干的最多，挨打挨骂更是家常便饭。要说老柳家不同寻常的地方，那就是老柳家的钱财来源。柳家不是什么地主之家，听柳二顺说，柳家老大老三打小就在念书，还有柳福来去私塾和书院的花费也很是不菲。柳家老大还总是赌博，可老柳家也没见把地给卖干净，把家产给卖干净。县令点了点头，又让柳杏儿和柳福川补充。陈虎告诉过柳杏儿钱庄的事儿，这事儿不能暴露。柳杏儿一丝口风都没有透，只附和江氏的话。他也觉得老柳家这钱来得蹊跷。这到底是出啥事儿了？柳杏儿心中有所猜测。我也不知道，但应该是跟柳大富有关。我们成亲那天，柳大富被抓了。那难怪了，这狗东西坏事做多了，活该。对，他活该，他肯定会牢底坐穿的。大人，柳福来不在书院，
据书院的人说，他已经1个多月没去过书院了。柳福来失踪了？对，这柳桃和柳大富的娘子呢，也都失踪了。大人，这2件案子会不会有什么牵连呢？牵连不牵连的暂时放一放，现在衙门可没精力去查他们啊。捕快应是，崔之义命人将柳二顺和柳三才带来。他的眉眼有些像姑娘，再细细看他的脸型，像姑爷呀。崔之义神色凝重，他命人将柳二顺带去客房安置。柳大富被打惨了，怎么求饶都不行，晕过去了，又被人用水泼醒，如此反复3次之后，被拖到崔之义面前之后，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柳二顺是被换的，还是你是被换的？大人饶命啊！小的是被猪油蒙了心，小的知道错了，小的实在是害怕，才冒了二弟的身份啊！你们户籍上有出生日期，你竟以为能糊弄过去吗？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原来当年他偷听了之后，就去质问老两口，老两口见瞒不住，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整件事的经过。柳大富虽然不知道被换孩子的那家人的真实身份，但是他提供了2条重要的信息，其一是对方的一个嬷嬷主动抱着孩子找上门来的，第二，对方给了个玉佩，让他们每个月可以去府城的昌隆钱庄取20两银子。这场交易的当时，对方就给了他们1匣子的金银珠宝。你可知对方给这么多钱，要求你们怎么做？对方说必须要他活着，还要把他养得胆小怕事，没有主见。那当时生产的贵妇去向何处，你们可知？我不知道啊，我娘都没有见过她。我听我娘说，虽然在一个破庙里生产，但贵夫人那边可是围着厚厚的帐子，然后那嬷嬷抱了人来换了就走，又把我爹娘给撵走了。柳二顺是什么样的人，他调查过，可见老柳家这对夫妻任务完成的很是出色。崔之义把这些情况汇总，连同柳二顺的画像一并派人快马加鞭送往京城，但基本上他已经能确认柳二顺就是他姑姑的儿子了。欧阳氏的心情十分不好，丈夫派人来找他，让他张罗客房安置柳二顺，还要为他寻新衣裳鞋袜，说是要按接待亲戚的标准招待。陈虎的岳父用他崔之义来献殷勤，还是说他崔之义根本就是在意陈虎的妻子？不然多大的仇怨，竟在对方新婚第2天的时候把人给派出去，2品大员告老还乡，在定陶县境内被杀。这事儿是他着急就能急出结果来的，派人真不用非要把陈虎派去。陈虎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不成？县衙缺了他就不能转了。我让你打听的事情你可打听了？前月的小厮说，大人把柳家人全叫到了衙门里，也不知在查问什么。不过别人是大人让捕快们查问的，都头娘子和他母亲弟弟是大人亲自查问的。我知道了，明日你拿我的名帖去陈家，请都头娘子后日来家里吃茶听戏。2位娘子想看见什么？我们店里啊有当下时兴的胭脂水粉、香膏、香胰子什么的，全部都是齐备的。把你们最好的胭脂膏子拿来我瞧瞧，各种颜色都是要的，还有胭脂粉可以哦。有的有的。欧阳氏透过缝隙看着柳杏儿母女，这个胭脂铺子是她的产业。贾嬷嬷，下面那年轻的确定就是柳氏？回夫人的话的确是他。哎，那不是胭脂铺的小二吗？哎，快点快点！哟，小的给都头娘子见礼。少年看到柳杏儿后就面露哀求，他的嘴巴在淌血，张嘴咿咿呀呀的，竟说不出话来。这是这个呀是个偷了主家东西的猎仆啊，主家给灌了哑药，让我去领了人呢，远远的发卖出去。少年哭着摇头，柳杏儿就觉得这事儿恐怕有蹊跷。我要买它，你开个价吧。啊，这不行啊，这主家要求远远的发卖啊。人买了我送去乡下，就算是有人发现了，我也不是在你这儿买的，是我们都头出去剿匪带回来的，必不让你为难。啊，这样啊。回头你再帮我挑2个小姑娘，2个小小子送来。哟，成，那我把他的卖身契给您啊，但是我们之间不写契约，这个人啊，我可是卖去了外头的了啊。那是当然。你可会写字？少年摇头。柳杏儿有点失望，不过若对方会写字，恐怕手脚都会被废掉。我让人送你去乡下，再请个郎中给你看病，
你好好在乡下先养着，知道吗？他给车夫拿了些钱，让他把人送去村里。和姜氏回去之后，柳杏儿就把在芙蓉楼买的胭脂单独放起来。娘，等晚上你去回春堂寻一个熟悉的大夫来给我看脸，到时候让他看看胭脂。明日一早让人去县令府上告罪一声，说我的脸起了疹子，不能去赴宴。这样能行吗？县令夫人会不会生气啊？那小二被卖，还不知是不是他真的偷东西。我就是觉得太巧了些，而且若真是小偷，为何要给他灌哑药呢？他不过是个小二，又不是制作香膏的师傅，灌药防止秘方外泄。可也许是别的龌龊，跟咱们没有关系呢。无妨，不过是试试，然后看看有谁会来打探我的脸到底伤没伤。是我大惊小怪更好，若不是，兴许我们还能找出来谁在背后害我。里面混入了鸭胆粉、白花丹粉以及一些别的药材，用了会烂脸，且烂了之后很难恢复容貌。还真是芙蓉楼的胭脂出了问题。姜氏不放心，他让柳杏儿把玉庄阁的胭脂水粉拿出来给顾大夫看看。顾大夫看过之后说玉庄阁的没有问题，柳杏儿给了诊费，请顾大夫替他保密。若是有人问起来，就说他的脸发红出疹子，不好医治。到底是谁这么丧良心，竟想坏我闺女的脸，也太恶毒了些。娘，咱们不闹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我们娘子昨儿不知怎么了，脸上起了疹子，后来请了大夫，大夫给开了药，原以为洗了药水会好些，结果早上起来脸竟开始烂了。故今儿这宴席我们娘子是来不了了，特让奴婢来跟夫人告个罪。怎么好端端的脸就出了问题？脸上的事儿可不小，不能疏忽。彩云，你去库房捡点补品，替我去陈家看看都头娘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莫要不好意思。陈都头在外办差，他的娘子本夫人是要看顾这些的。是。怎么样？烂了，又肿又烂，还流水了。他叫老太太还不让看，奴婢说得亲眼看看，才能和夫人您回禀，不然不能帮他去府城请大夫。他叫老太太，这才带我去看他。结果他看到生人，跟疯了一样。奴婢瞧着，他那张脸要是好不了，他这人便毁了，必是要疯的。欧阳氏放心了，且心里十分舒畅。彩云走了之后，柳杏儿就下床。姜老太太翻看着彩云带来的东西，这都啥玩意儿啊？都快放生虫了，还拿来送人，糟践人呐！这是东西不好，拿回村去给人喂猪。老太太疑惑，会不会是这个县令夫人？我觉着挺像，不然那叫云彩的丫头咋非得要看你的脸？可县令夫人是为什么呀？看不上咱们就不来往，你说是不是？怎么还下起了黑手？也不一定就是他，毕竟现在一点证据都没有。但是呢，至少我们可以判断他对我没好意，往后就算是见面，我也知道该怎么应对。先且这么着吧，等虎哥回来了，我问问他的意见。现在报官啊，县里也没工夫搭理这个案子，毕竟前头有更大的案子等着呢。若真是县令夫人，那咱们这个亏不就吃定了？不会的，这世上啥都可以吃，就是亏不能吃。第二天，花了点钱，很容易就从芙蓉楼的小二嘴里打听了出来，芙蓉楼是县令夫人的产业。到了这个时候，柳杏儿就能确定十有八九是县令夫人下的手。到底是私下报复，还是把这件事捅到县令那里去，把事闹大呢？如果是私下报复的话，就得等陈虎回来，他是没有能力的。柳杏儿让秋菊去县令府上找彩云，问他请大夫的事情。回春堂的顾大夫又给我们娘子换了个方子，效果不错，我们娘子的脸好些了。娘子差奴婢来问一声彩云姐姐，夫人允诺帮忙请个府城的大夫，可去请了。若是没有，那就不必了。顾大夫说他能治好我们夫人。顾大夫说顾太医留有秘方，照着那个方子来抓药，熬水洗脸，保准脸上不会留疤。那就好，大夫已经去请了，请回来再打发他走就是了。彩云，你去看看都头娘子的脸是不是快好了，若是，本姑娘也就放心了。那药粉还有吗？回夫人的话还有。你去收买一个陈家的下人，让他把药粉加进柳杏儿的汤药里，多给些银子。另外，可以许他事成之后给他托籍，帮他录音，往后不用再当奴仆，可以去别的地方安安稳稳当个小地主。
这药粉比我先前判断的还要厉害，若是涂抹多了，可不只是烂脸，严重时候会引起发热，不治而亡。这件事还请您帮忙保密。柳杏儿给了顾大夫50两银子。江老太太替柳杏儿感到心疼，这县令夫人简直太恶毒了。杏儿啊，咱们惹不起躲得起，不如你明儿就回村里去吧，我陪着你回村住，孩子们就留在县城守家，还能去铺子上帮帮忙。好，正好放消息出去，她的脸严重了，要回去养伤。亚婆婆得知了柳杏儿生病回村的消息，她连忙让人备车，就带了些东西去村里看柳杏儿。亚婆和柳杏儿一家人相处这么长时间，多多少少也知道柳二顺是个啥样的人。他既心疼柳二顺的遭遇，又恨他没用，连老婆孩子都护不住，是个糊涂人。也是因为如此，亚婆就更心疼柳杏儿。婆婆，您别担心，等顾太医回来，我肯定能好。你肯定会没事的，吉人自有天相。亚婆婆不敢耽搁，她留下东西就走，得回县城喊崔之义派人去找陈虎，把顾太医给接回来。秋菊来跟柳杏儿说，那车夫是县令府上的车夫，娘子成亲那天奴婢瞧见过。我说雅婆婆摊子周围怎么不时就有捕快来晃悠，感情雅婆婆是县令府上的人，我还以为是县里治安好呢。把兄弟们的尸体找齐，缺了胳膊腿的找一找，给缝起来，他们人没了，尸首也要带回去。他手下的人第一次带出来跟山匪拼杀，好些人都过不了心里那一关，让山匪钻了空子，死伤有点严重。都头，地牢里关着好些妇人，小的去查问了一下，有几个是那个二品官家里的家眷，把他们带出来单独安顿，另外派人去给他们造个名册，手脚麻利点，早点干完活，早点回家。山上搞得火热，县衙的监狱却被劫了，狱卒全被杀了，贼人放走了所有犯人，以扰乱衙门的视线。崔之义收到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城门那头也一样，其中一个城门大大敞开，守城的士兵全死了。立刻派人通知百户所，派人来接守城防，城门紧闭，全城搜查逃犯。贼人敢这个时候来劫狱，显然是知道县城的武装力量被派去办二品大员被杀的案子了。崔之义回到衙门，他命人将所有犯人的画像和卷宗拿给他看。大人，夫人送燕窝粥来了。燕窝粥拿进来，请夫人回去休息。是。夫人，您交给小的就行了。大人怕夫人累着，请夫人回去休息。我就在这儿守着大人，给他煮个茶什么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放心。说着，欧阳氏就带着人去了茶水间。去搬一把贵妃椅来，把垫子铺厚实点儿。夫人，您何苦在这里守着，还是回去睡吧。家丁护院还有捕快家将都在相公身边，眼下谁知道城里还有没有贼人，自然是待在相公身边更为稳妥。你们看好水，别误了正事儿。原本收到燕窝粥，又听闻欧阳氏担心他，亲自替他守茶水间，觉得自己这段时间对欧阳氏有点苛刻，愧疚感油然而生。可在听到这一番言论后，崔之义的眸色冷了下来。欧阳氏真是让他失望透顶。不过两家本来就是联姻，本就没有感情。陈虎带着大部队回来之后，见到的崔之义就是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人都快成干的县令大人。操，咋就这么多事儿啊？老子还等着回去见媳妇儿呢。抓几个活口，大人慢慢审吧。战利品给大人拉回来了，是按照原先咱们说好的分，死残名单也在这里，大人看着抚恤。行，本县知道了，这事儿会吩咐人去办的。属下告辞。哎，陈都头慢着，这件案子也需要陈都头。陈虎跑了。先审问陈虎带回来的人吧。大人，您可先歇歇吧，左右这人不会跑，这要是身子垮了，那就是想办案他也办不了了。崔之义想想也是，于是便回书房睡觉。陈虎急慌慌地往家赶，县城的家没人，说柳杏儿回村了，他又策马朝村里狂奔。陈虎赶到家的时候，柳杏儿刚吃完饭，正准备卸妆洗澡睡觉。他听到外头陈虎和江老太太的声音，然后就是门哐当一下被推开，又砰的一声反弹了回去。我回来了，乖，自己出来给我抱抱。他就在拔步床外站定，张开双臂，美滋滋地等着柳杏儿扑他。结果柳杏儿走出来，
那张流着脓血的脸吓陈虎一大跳。这脸咋整的？咋变成这样了？你这次出去可有受伤？没有。男人出去了几天，柳杏儿就担心了几天。你赶紧说，你这张脸咋的了？可看过大夫了？大夫怎么说的？我这张脸没救了，你要是嫌弃，咱们就和离。陈虎把柳杏儿抱进怀里。和离？你想都不要想，你这辈子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脸烂了就治，真治不好那就这样。我是稀罕你这张脸，但我还稀罕你的身子，脸烂了不算啥，巴掌大点地方不碍事儿。柳杏儿噎住，大猪蹄子，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陈虎抱得更紧了点儿。不影响生孩子就成，干脆你莫穿衣裳了，让我稀罕个够。是你先招惹我的，小没良心的，唬我是不是？差点儿没把我给吓萎了。柳杏儿收了哭腔。你是什么时候看出来我脸上的是妆容，而不是真的烂脸？抱你的时候没闻到臭味儿，你还是香喷喷的。下回你可以捣鼓一点臭烘烘的草汁抹在脸上。原来是这样啊！果然乔装改扮不能只注重形，要色香味面面俱到才行。说，为啥捯饬成这样炸我？你就对你男人这么没有信心啊？陈虎又打了一下他的腚，力气还挺大，有一丢丢的疼。他瞪了陈虎一眼。是有人出手要毁了我的脸，我装扮成这样骗人呢。到底怎么回事？刘杏儿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陈虎说了一遍。药呢？刘杏儿去把药包拿给陈虎，陈虎揣进怀里，搂着他狠狠地亲了一口。我出去一趟，你等我回来。你回来，你先吃口。陈虎翻墙跑了，影儿都没了。可他才剿匪回来呀。刘杏儿愧疚的不行，后悔刚才就告诉他真相。娘子，顾太医来了，他要见您。我换身衣裳，马上就去。不是说你的脸烂了吗？有人想让我烂脸，我让顾大夫帮我保密来着。劳烦您这么晚跑一趟，实在是过意不去。您明儿想吃什么，我给您做。不过您来了，我这张脸就有借口好起来了。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悄悄摸进屋里，发现小媳妇趴在桌边睡着了，竟在等我。陈虎的心顿时被塞得满当当的，他打横把柳杏儿抱了起来，打算将她抱去床上睡，可才一动她就醒了。我回来了，等着急了？等着急了。你去洗漱，我去给你煮面。好，我等着吃。柳杏儿端着托盘回屋，陈虎正好从净房洗了出来，打湿的发梢在滴水，露出蜜色的胸膛和结实有力的腹肌。妈耶，不能再看了，再看搞不好流鼻血。好香啊！陈虎夹了一个荷包蛋和一块排骨给柳杏儿。你多吃点儿，多长点肉，不然摸着硌手。柳杏儿没吭声，知道越是吭声，男人的骚话就越多，她惹不起。吃完面，她把面汤都喝完了。舒坦。见柳杏儿剩下了半碗面，她就拿过来几口吃完。你真是吃太少了。他喝茶漱口，然后就去柳杏儿的梳妆台上寻摸她的香膏，往自个儿脸上抹，抹完就窜到刚漱完口的柳杏儿身边。你闻闻香不香？柳杏儿红着脸说香。来，陪我睡会儿，好累啊。欧阳氏起床洗漱之后，丫鬟们伺候她梳妆打扮，桌上的胭脂水粉几乎都用上了。贾嬷嬷下职去休息的时候，就有人来找她。你特地找来是何要紧的事儿？掌柜的打发小的来告嬷嬷一声，说冉小六的家人找来了。掌柜的跟他们说了，冉小六去城外送货就没回来，最近在闹山匪，就连告老还乡的二品老大人也被山匪给杀了。冉小六可能凶多吉少了。掌柜的说已经打发他们20两银子，让他们走了。冉小六就是芙蓉楼的小二，他的确是卖身给芙蓉楼的，但却是只卖身5年，是活气，不是死气。行，你回去跟掌柜的说，我知道了。他想了想，并没有立刻去跟欧阳氏说，而是去巷子口买了早点回去，把家务事料理了一会儿，这才慢悠悠的去隔壁县衙后院。毕竟人已经打发了，有啥好担心的？大人在里头同夫人一起用早膳呢。贾嬷嬷就在外头的隔间等着。夫君，是不是不合你的胃口？且让人撤下去，叫厨房重新做些夫君喜欢吃的来。欧阳氏说话的时候，
下意识用手挠了挠脸颊。不必，夫人还是命人去请大夫吧，看看你的脸。我先去前面办公了，回头夫人把年里需要采买的单子，命人送去前面给我瞧瞧就成了。欧阳氏把他送出去之后，快步折返，凑到镜子面前去看自己的脸，脸上起满了红疹，嘴巴也有点肿胀。怎么会这样？明明我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夫人莫急，恐是吃了什么东西激的，您别去挠，回头吃一副药就能好，可千万不要挠破了皮啊。贾嬷嬷这个时候也进来了，看见欧阳氏的脸，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子。愣着做什么？还不赶快打水给夫人洗脸？脸上长了红疹子，可得把胭脂水粉洗干净了。贾嬷嬷跟着忙前忙后，把芙蓉楼的事儿给忘得干干净净。都滚出去！贾嬷嬷留下。大人好大的官威啊！欧阳氏脸痒痒，心情烦躁。崔之意见她的打扮，先是愣了一下，又听她这么说，顿时火冒三丈。芙蓉楼的冉小六偷了你什么东西？要被你灌了哑药，远远的发卖了。你可知他欠的是活气？完犊子了，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打发一个下人而已，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中？恐怕是知道柳氏毁了容，心中的怨气没地方撒吧。你在外头不顺，心里不舒坦，偏跑到我这里来撒气，怎么的？是觉得我们欧阳家好欺负是不是？人家的父母找来了，击鼓鸣冤，问本县要人呢。你是芙蓉楼的幕后东家，这件事你要负责任的。按照律法，擅自发卖活气奴仆是要监禁或是流放。哼，我有什么责任？铺子是我的，但并不是记在我的名下。好，那本官就去按律法判了。来人，将贾嬷嬷带下去。芙蓉楼的人指证，是他传了夫人的命令，将冉小六灌药发卖的。你我夫妻一体，难道你真要这么绝情？这件事传出去了，你的名声又能好到哪里去？难道你不怕被御史弹劾？我有贤妻如此，牢狱之灾定在前方等着，还怕什么御史弹劾？哼！说着，他一甩袖子，甩开欧阳氏的手。夫君妾知道错了，还请夫君给妾一个赎罪的机会。你想如何赎罪？去找人鸭子问问，他把人卖到何处去了，然后再把人给赎回来，妾再补偿他们一家100两银子。此事妾实在是不知道，都是贾嬷嬷一人所为，想来是贾嬷嬷家假借妾的名头徇私。贾嬷嬷闻言便如五雷轰顶，可她能怎么办？一家子的卖身契都在夫人手里捏着。崔之意当然知道贾嬷嬷是顶缸的，但欧阳氏说的也对，夫妻一体，如果没人顶缸，他这当丈夫的也要跟着染上污点。来人，先将贾嬷嬷捆了，关柴房里，再命人去询问衙人，冉小六到底被卖哪儿去了。欧阳氏人软软的，手肘撑着桌子想拿水喝，结果却扯开了面巾。欧阳氏整张烂脸就一下子全暴露了出来，他尖叫着用手捂脸。怎么才一会儿功夫，你的脸竟然变成这样了？陈都头的娘子也是脸出了问题，为何你们会前后脚了出事儿？对呀，为何我会跟柳杏儿一样？大夫，快叫大夫进来！欧阳氏让他去检查胭脂水粉。夫人，您的胭脂水粉里有可以治人皮肤溃烂的药，还请大夫辨认一下有些什么药。大夫应下，他斟酌着写了几味药的名字。崔之意又问了些细节，就让他离开了。大夫离开之后，崔之意就命人去全城药铺查，这几天都有谁去买过这几种药材。别去查。你说什么？妾想能下药的人只能是妾身边的，妾的胭脂水粉已经用过一段时间了。那就先从你身边的人查起。来人，将夫人身边的人全部捆了审问，再去搜查他们的住处。很快，崔之意的人就从贾嬷嬷家里搜出了东西，一包药粉以及一件外衫。好你个贱婢，你竟然敢害我！我明明已经按照夫人的意思把药包给了陈家的下人，100两银子也给他了，这个药包怎么会出现在夫人这里？是不是柳杏儿反过来收买你，让你给我下毒？奴婢一家子人都在夫人手里捏着，不可能背叛夫人的。你自己了结吧，不然休怪我无情，将你的儿女卖进窑子。来人，给他解开。贾嬷嬷因私怨就加害主子，
事情败露之后，自知罪不可恕，上吊自尽了。门被踢开了。好一个毒妇！我崔之义要不起你这等妇人，我会修书2封去崔家和欧阳家，并附上休书。来人，把夫人带回去，没有本官的命令，不许出屋1步，看好她，等欧阳家的人来见，但凡欧阳氏的陪房，全部禁足，不许随意走动。欧阳氏眼前一黑，晕了过去。你为何要害柳娘子？发妻害属下的妻子，让他如何给属下交代？且陈虎和别人不同，不出山便罢了，一旦他愿意出山，就是一飞冲天之时。怎么，你的心尖尖儿伤了脸，你受不住了？你在胡说什么？我看你是疯了吗？我和柳氏清清白白，面都没见过2次，你竟然生出这般龌龊的想法！我胡说，是你心脏，家有娇妻美妾，还想想属下的女人。当初他的店开张，我让人去叫他送东西来，他连等都不等就走了。后来你却带了他家的吃食回来，他什么意思？我让他等，他就不耐烦了，直接找你去告状了。且为了这件事，你竟罚我，且你现在连人家的亲爹都接进府里来奉养了，你的心路人皆知。你简直是不可理喻！陈虎是我要用的人，你不替我笼络他娘子，反倒是冷待人家，你还有理了。再说柳二顺，他很有可能是我姑姑遗失在外的儿子，你怎么就能因为这事儿便接连下毒手？崔之义，枉我以为你是正人君子，但没想到你会为了得到一个女人费这么多的心机。婊侄女儿，你玩的可真花！真是没法子讲道理，这个女人是个疯子。公子，那2口子已经从衙门出来了，里面是2件旧棉袄、2双旧棉鞋，还有1包干饼子。等我木修回来，再给你带2床棉被来。你后天还是在老地方等我。多谢公子，公子您慢走。柳杏儿的事，陈婷知道了，柳杏儿不让他插手，可他哪能忍得住？于是便通过他的手段查到了冉小六的家在何处，然后让小乞丐去跟冉小六的家人通风报信，并告诉他，只要是去击鼓鸣冤，肯定能得一大笔钱。陈虎说的搂着柳杏儿睡觉，还真是搂着她睡觉，摸是摸了，但并没有干别的。这一觉睡得相当安稳，以至于醒了之后，柳杏儿有些分不清到底是上午还是下午。她稍微动了动，陈虎也睁开了眼睛，2人四目相对，陈虎直接亲了过来，没有多余的话，有的只是浓烈的化不开的情欲。然而在关键时刻，陈虎停了下来，他的眼睛像是饿了好些日子的狼在盯着自己的猎物。怎么了？陈虎在心里低骂了一声，他翻身起来。药得提前半个时辰吃，还没吃药。刘杏儿瞅着他的帐篷，遗憾这个时代没有套他。陈虎大马金刀地坐着喝水，丝毫不遮掩，反倒是有几分耀武扬威的意思。他不正经地盯着柳杏儿笑。莫着急，今晚天王老子都拦不住。柳杏儿麻溜滚到床里头去，陈虎起身去把她从床上捞起来。莫要再睡了，让人误会咱们大白天在屋里不干正经的事儿，连饭都顾不上吃。柳杏儿狠狠瞪他，瞧瞧，不给你你还恼了？乖，等晚上一定给你。先穿好衣裳，咱们出去吃饭。穿好洗漱了出去一看，好家伙，太阳都偏西了，还吃啥呀？柳杏儿吃了块饼就往灶房去了，没想到陈婷在灶房里帮忙。娘，婷哥回来了，今日是休沐吗？啊，对，明天沐休，我今日课业都完成了，夫子准我提前走。那就好，晚上你想吃什么？啊，秋婶炖了鸡汤，用的干菌锅炖的，鸡杂收拾出来了，然后还有豆腐，有鱼。不如我们晚上吃冷锅鱼吧，再炒个酸辣鸡杂，煮一大锅米饭。好，听娘的，我来烧火。咱们家大爷这种读书人，奴婢还头一次见，哪有读书人往灶房里钻的？奴婢不敢让大爷帮忙啊，奈何大爷上手还挺麻利的。我们家可没有主子不干活的规矩，哪怕他将来成了首辅，回家官服一脱，该干活还是得干活。娘说的对。吃完了，所有人都去廊下瘫在椅子上摸着肚子，
这么吃下去，又要不得呀，要不得。柳杏儿让人把用泥封口的罐头拿出来，开了试试便知没有。刚说了要不得的于半仙一窜就起来了。我来试试。我认为可以卖了，就用黄泥封坛口就行了。又多一个进项，柳杏儿真的很开心。这法子倒是可以用到那些不容易运到京城和这边的水果商上，比如江南的杨梅、岭南的荔枝，还有不易存放的樱桃。杨梅和荔枝得在产地做罐头才行，但樱桃是可以的。山里那种有些酸的黄桃也可以用来做罐头，但眼下就做橘子罐头卖吧。咱们家眼下的人手有点不够，不过我跟牙行说好了，再买几个人也可以去村里请人。你做主，我就一条，你别累着了。柳杏儿先去洗澡，陈虎在外头把药吃了，计时的沙漏摆好，便把还没来得及给柳杏儿的银票拿出来放在桌上，然后他从怀里翻出来一本书，是他从土匪窝里搜出来的，是一本十分精美的避火图。听幸存的土匪说，这是他们大当家在燕家的香笼里翻出来的。嚯，大家就是大家，玩得真花，床上床下，窗台内外，桌子上，花园里，姿势奇特不说，边上还有2个丫鬟帮着搀扶。我勒个去，先不说画画的人是不是个大家，但肯定是个淫虫。你也洗洗啊。柳杏儿靠着墙一步步往床的方向走。怕我也晚了。陈虎把避火图扔到一边，拿起桌上的银票扬了扬。要不要了？糖衣炮弹，我喜欢。财迷。说完，陈虎就起身去净房开始洗澡，用香姨子把哪儿都洗得干干净净，主打一个不能被媳妇嫌弃。柳杏儿数着银票，眼睛越瞪越大。乖，银票竟然有6万两之多，山匪这么有钱的吗？动不动财产就上万两、几十万两的银子。陈虎还没出来，他就瞅见了桌上的小册子，顺手拿来一翻。我勒个去，长见识了喂！这可是出自名家之手，拿出去能卖1000两银子往上。柳杏儿一听1000两银子，连忙探身去将避火图册捡了起来，把它放进箱子里。压箱底，陈虎哈哈大笑，上前抱了柳杏儿，就大步往床上走。